神夏帝国江东省南山市南山第一中学操场上，几名职业者正在布置转职法阵。今天是转职大会，南山一中500名高3学生在今天进行统一转职。校长站在转职台前进行开幕演讲。各位同学们，今天是你们转职的日子，是你们10几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3年苦修结束，相信同学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希望大家能够顺利转职，成为我一中的荣耀。祝各位好运。演讲结束，转职法阵内一道亮光直冲云霄。苏晨看着冲天起的光柱，心中泛起复杂的情绪。穿越数年，他已经对这个世界有了大致的了解。这是个与网游相结合的世界，所有人都会在高3迎来转职仪式。转职成功的人将踏上职业者道路，成为与魔物战斗的勇士；转职失败的人则踏入普通人的社会，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这个世界魔物遍布，成为职业者就要进入危险中与魔物厮杀，用鲜血为人类开辟生存空间。虽然危险，但成为职业者就意味着极佳的收入和极高的社会地位。在这个世界，没有人不想成为职业者，其中也包括苏晨。从穿越那一天起，他就在向着职业者的方向努力。但命运弄人，无论如何训练，他的职业契合度都永远是0%。职业契合度也可以理解为转职成功率，契合度越高，转职成为职业者的概率就越高。通过了解职业者知识，进行相关训练，就可以提升职业契合度。在这个世界，天赋再差，也就是提升速度慢，从未出现过契合度0%的人。苏晨创造了历史，无论他怎么努力，契合度都永远维持在荒诞的0%。0%意味着他的转职注定失败，连发生奇迹的可能都没有。看着转职法阵，苏晨心中不甘的情绪缓缓升起。穿越没有什么金手指就罢了，连转职的机会都不给。难道他的穿越就只是换个世界做普通人吗？转职台上，校长拿着转职名单。转职仪式现在开始，报到名字的同学请上台进入法阵。第一个，一班高从云。身材挺拔的高从云应声而出，自信从容地踏上转职台。高从云一登台，周围就爆发出阵阵议论声。高从云，那是高从云，据说是今年最可能转职出稀有职业的人，一看就好强啊！我要是有那么厉害就好了。苏晨望着高从云，说不羡慕是假的。对方拥有极强的天赋和深厚的背景，在普通人考虑如何提升契合度保证转职成功时，他早已经提升至100%，开始考虑会转职出什么职业了。随着高从云进入，法阵轰轰运转起来，一圈圈光环在他头顶展开。片刻之后，伴随着灿烂金光，高从云转职成功。战士类职业，圣剑骑士。高从云嘴角微微翘起，显然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不愧是高从云，竟然是稀有战士类职业，圣剑骑士。天哪，这个职业恐怕能冲击是状元了吧？保守了，保守了，省状元都有可能。稀有职业啊，苏晨暗自喃喃。职业不仅分类，而且还分级：低级、中级、高级、稀有、传奇。其中高级职业出现的概率仅为1%，而稀有职业一个是每年几乎只有一个。传奇职业更不用说，10年难遇。转职出稀有职业几乎就意味着能进入最好的大学，未来一片坦途。他又何尝不向往那样的人生，成为强大的职业者？下一个，一班顾夏。校长又报出一个名字。苏晨向上看去，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顾夏走上转职台。他和高从云一样，拥有极强的天赋和背景。顾夏，女神顾夏，又漂亮又厉害。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摸一摸女神的手。人家老爹不一拳把你打出翔，就算你拉得干净。法阵轰轰运转，伴随漫天雪花飘落，苏夏转职成功。法师类职业，寒冰法师。竟然又是一个稀有法师职业，太强了，不愧是尖子班。一个是每年能有一个稀有职业就算不错了，今年竟然有2个。今年我们一中要雄起了。顾夏女神，顾夏女神。台下一阵山呼海啸，可见顾夏人气之高。一班班主任站在转职台一侧，笑脸盈盈，其他班主任眼神中满是羡慕。王老师，这下你牛大发了呀，2名稀有职业，这真是创造一中历史了呀！1年2名稀有职业，恭喜恭喜！王老师的执教能力还是那么强啊！一班班主任笑道：“没有，都是学生们厉害。”在班主任们一人一句的谈论中，一班全部转职完毕。总共34名学生，26名部转职成功，2名稀有职业，6名高级职业。这成绩直接打破了一中的最好成绩记录。台上的校长也向一班班主任投来赞赏的目光。轮到2班同学上台，2班班主任的表情有些凝重。一班成绩如此优异，接在他们后面压力很大。哎，陈老师，听说你们班也有个好苗子，每次理论考试都是第一的。大家谈论的焦点
往2班上偏移。是啊，我也记得。一班班主任道，我们班高从云都怀疑那位同学作弊了，后来检查发现人家是真厉害。2班班主任摇了摇头，略带惋惜道，苏晨的理论基础确实很扎实，而且脑袋很好用，就是契合度无论怎么训练都是0%。啊，这是什么怪事？可惜了个好苗子。众老师纷纷表示可惜。2班的同学一个个上台转职，成绩都十分平庸。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一般那种成绩是10几年难遇的。台下等待中的同学十分紧张，抱在一起讨论，怎么办？我才60%契合度，失败了该怎么办啊？没事的，有人10%都能成功，有人90%也会失败。是啊，咱班还有个0%的呢，你怕什么？嘘，小点声。苏晨无视周围人的议论，平静地等待自己的名字。越轮到他的心态反而越发的平稳下来。该做的努力他都做了，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接受。下一个，2班苏晨。校长念出他的名字。第2章，唯一隐藏职业95至尊。苏晨屏息凝神，没有任何拖沓的向法阵走去。即便没有天赋和背景，他也能做到自信从容。随着苏晨登台，下面响起一片议论声。哎，这人是不是那个契合度0%的？是啊，那个次次成绩第一，但契合度0%的哥们。契合度0%还登台丢脸干嘛？要我肯定不参加。哈哈，0%还上什么学？找个场算了。该说不说，林蛋哥长得挺帅的，以后找个富婆没问题。吃软饭比杀魔物好多，木了。班主任们看着苏晨，心底都升起同情。以苏晨这种性格和智力，成为转职者肯定不会弱。可惜命运弄人，苏晨一步步登上转职台，步履坚定。面对这种必败的结局，他表现得越坚强，越是让人觉得可悲。在一众看衰的表情中，苏晨走入法阵。法阵启动，一层层光圈在他头顶浮现。检测到转职法阵，华夏之魂系统开启，进行转职中。嗡！忽然一声巨响从转职台上空传来，把所有还在讲话的人给震得发不出声音。所有人都猛地抬头看向天空，这是什么情况？嗡！又是一声巨响，天空中的云层以法阵为中心迅速流转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巨型漩涡将操场全部包裹，云层中射出万道金光，隐隐有轰鸣声涌动。转职阵师双眼圆瞪，率先反应过来，异象，转职异象！他大喊道。在他几十年的从业生涯中，只见过3次转职异象。2班班主任死死盯着天空，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思议。苏晨的契合度不是0%吗？怎么会触发转职异象？所有同学都望着天空，被宏大的异象震惊得无以复加。高从云和顾夏双眼中满是惊讶，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转职异象。嗡！第3次巨响，漩涡中心一道恢宏金光射下，将苏晨整个人包裹在内。那道金光充满了威严，让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直视。精神力稍差的人甚至产生了跪地臣服的冲动。层层涟漪展开，苏晨只觉得体内一股爆裂的力量在疯狂涌动。金色光柱中，他看见一座刻满古老文字的宫殿，上空有一只庄重威严的生物。龙，那是龙。不同于这个世界的双翼龙，那是属于苏晨上辈子记忆中的东方龙。金色光柱消散，强大的威压消失，云层开始重新流转。苏晨转职成功，唯一隐藏职业95至尊，既不是稀有职业，也不是高级职业，而是隐藏职业。顾名思义，全世界只一人是这个职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史上出现隐藏职业的事迹屈指可数，甚至比传说级职业还要稀少，因为这些职业基本上都不走寻常路，不成体系。苏晨看着手中的金光，一脸震惊。95至尊，我转职成了皇帝，我竟然转职成了皇帝！全场在一段死寂之后爆发出强烈的欢呼声。隐藏职业，竟然是隐藏职业，好帅！这转职异象也太震撼了。95至尊是什么职业？感觉很强啊！不瞒你说，老子刚刚差点跪下去，太夸张了！我们一中竟然出了隐藏职业，几十年未有啊！转职台旁一众班主任都推搡着2班班主任陈云。陈老师，隐藏职业，隐藏职业啊！老陈你爽透了呀！你们班出隐藏职业了！陈云愣愣望着台上的苏晨，还没从惊喜中回过神来。怎么会？苏晨不是0%吗？怎么现在不仅转职成功，还转职出了稀有职业？这找谁说理去？转职台上，苏晨感受着体内逐渐稳定的热流，缓缓走出法阵。转职结果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连一向沉稳的他也激动起来。原来他作为穿越者不是没有系统，而是要在转职这一刻才出发。而且他终于知道自己职业契合度为什么是0%了。
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契合他的职业。他的职业来自于蓝星，来自于那个古老的文明。隐藏职业，我意中竟然出现了隐藏职业。站在一旁的校长直接放弃主持，快步走到了苏晨身边。刚刚2名稀有职业都没有让他这么兴奋，因为稀有职业每年都会出现一个，而隐藏职业却是几十年难遇。校长拉着苏晨的手热切道：“苏晨同学，可以展示一下你的能力吗？”兴奋归兴奋，在开香槟前，他还要查看一下苏晨究竟是什么职业。隐藏职业确实稀少，但稀少不等于强大。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废物隐藏职业，而且隐藏职业意味着以前从未出现过，是不成体系的职业，无法按照高级、稀有的级别判断，只能用经验判断是否强大。展示一个技能吧，我可以帮你测试一下。转职阵法师满眼期待，这可是从未出现过的隐藏职业，就算是见过无数转职的阵师，也想一睹风采。苏晨没有拒绝的理由，请稍等，我先查看一下。他点开面板，查看起自己的属性。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性，等级1 0.00%，力量10，敏捷10，精神30，体质10，装备无，道具无，技能召唤武将典韦1级，黄威1级，召唤武将典韦1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30精神力。黄威1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竟然能够召唤典韦，这就是我的职业吗？陆晨强压激动的心情，仔细查看面板。思维属性中，精神属性最为突出，且能够召唤武将进行战斗，这意味着95至尊应该属于召唤师类职业。武将典韦，那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物会有多么强大？怀着期待，苏晨直接消耗30精神力，召唤典韦。第3章，凶狠的典韦。呼！召唤瞬间，空间都隐隐出现扭曲，伴随着阵阵阴风和浓烈杀意，一道身穿血红战甲的雄武身影踏破虚空出现。近2米的身躯，手持巨大双戟，双眼迸射出强大的威压。武将典韦，典韦手持双戟站定，猩红的双眼扫视四周，全场都被典韦的出现震慑。校长下意识地后退了好几步，就连52级的转职阵师也从典韦眼神中感受到了浓烈的威胁。这怎么可能？阵法师惊恐道：“苏晨刚刚转职只有1级，按理说他的召唤物也只有1级，而这1级的召唤物竟然让我感受到了威胁。”典韦眼神扫过众人，在看见苏晨的瞬间，神情一滞，随后立马收回杀意，将双戟化作虚影，单膝跪在苏晨面前。部下典韦，参见圣上。声音洪亮如雷。这转职阵师语塞，1级就能召唤出有自我意识的召唤物，这职业也太强了吧！苏晨看着典韦壮硕的身形和盔甲，满意的让他起身。这典韦完全符合他对古代武将的想象，威严强大。校长见杀意消失，带着警惕和好奇重新走了回来。苏晨同学，这是士兵吗？穿的是什么衣服？苏晨看向典韦的铠甲，想起这个世界因为游戏入侵而历史断层，几乎不知道以前的事情。校长，这是我的召唤物，是古代武将。好。校长微微点头。阵法师指尖闪烁亮光，对着典韦一指，洞察术，能够洞察目标等级与属性信息的技能。被阵法师侦查，典韦双眼猛地扫了过去，杀意喷薄而出。阵法师立马收起洞察术，心有余悸。这杀意太浓烈了，仿佛曾经有成千上万人死在他的手下。比起杀意，更让他惊讶的是，他刚刚竟然没有洞察出这个召唤物的属性。我的洞察术失败了。阵法师不可置信地望着典韦。苏晨也感到惊讶，52级阵法师的洞察术都失败了。洞察术能够侦查出低级别目标的属性，阵法大师52级，而典韦不过是1级召唤物，按理说怎么也能看穿。苏晨意念闪动，自己查看起典韦的属性。武将典韦1级，力量600，敏捷600，精神600，体质600，技能虎豹骑，忠诚护卫。虎豹骑召唤10名虎豹骑士兵作战。忠诚护卫，在自身阵亡前，召唤者受到的所有伤害都将转移至自身。苏晨看着典韦的面板，陷入震惊之中。1级召唤物，600点的4维属性。虽然他是典韦，但也只是1级召唤物啊。600点的属性几乎相当于20级往上的战士职业，而且典韦也能召唤士兵，战力远远不止600。另外，让苏晨吃惊的是典韦的被动技能忠诚护卫。有了这项技能，在他就和典韦共命运，几乎不用担心自身的安全。这职业也太强了。
苏晨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将典韦收了回去。典韦消失，在场的众人都仿佛松了一口气。台下学生们看苏晨的表情都变了。我的天，刚刚那东西看起来也太猛了！不开玩笑，刚刚被看一眼，我差点失禁。这隐藏职业强的有点恐怖啊！太猛了，太猛了！原来苏晨才是隐藏大佬。苏晨同学，校长。转职阵师转身对两人道：“他是在场级别最高的，最能判断苏晨的职业是否强大。刚刚的召唤物似乎有某种防护，连我的洞察术都没有看穿。不过虽然没看见属性值，但我也能认定苏晨的职业现阶段不比稀有职业差，有可能还会强上一些。”校长双眼瞪圆，比稀有职业还强。今年的运气也太好了，2名稀有职业，一个比稀有职业还强的隐藏职业。恭喜你，恭喜你，苏晨同学！校长兴奋地握着苏晨的手。希望你能战胜探索道路上的重重挑战，发扬义中精神，成为南山市的骄傲。谢谢校长，感谢学校栽培。比起校长的激动，苏晨已经恢复了平静。被校长拉着表扬一番后，苏晨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走下转职台。和上台时的安静对比，苏晨感受到了一丝不真实的感觉。契合度0%的他真的转职成功了，而且是十分强大的隐藏职业。欢呼声一直持续着，直到校长报到下一个名字才终止。苏晨回到队伍，心情早已经平复。在他看来，欢呼和鄙视都一样，不过是他人的看法。他不会因为他人的夸赞和羡慕就自视甚高，也不会因为他人的批评和嫌弃而自我怀疑。新的同学登台，被苏晨短暂打断的转职仪式重新开始。花费1上午的时间，转职仪式结束，所有班级都完成了转职。校长在转职台上发表最后演讲：“我宣布南山一中转职仪式圆满完成。今年我们一中的转职率达到了65%。其中还出现了1名隐藏职业以及2名稀有职业，这是我们全校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希望转职成功的同学们不要松懈，你们职业者的道路才刚刚开始。7天之后就将迎来各位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转职者高考。希望大家能在高考前努力训练，提高等级，考出一个好成绩。明天学校的公共训练副本将向各位开启，这是你们适应战斗、提升等级的绝佳机会。而且像往常一样，在训练副本中成绩最好的10个人将获得学校的额外奖励。除此之外，今年我本人还会向第1名提供额外的奖励。祝大家好运！第4章，人生中第一个训练副本。校长演讲结束，学生们解散回到教室。今天是他们最后在教室里团聚的时候。从明天开始，转职失败的同学就要另谋出路，转职成功的则要进入训练副本。自职业者教育体系建立以来，所有学院派职业者的第一个副本都是训练副本。训练副本中的魔物强度都经过特殊设置，不像正常副本那么危险，可以让学生们快速适应副本战斗，掌握实战技巧和提升等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升等级。新人只有突破8级才能够离开训练副本去往正常副本，因为只有8级过后才会被认为有能力处理危机情况，并且参加转职者高考的最低等级也是8级。班上同学3两抱在一起寒暄，苏晨照旧坐在自己的后排靠窗的位置上等待放学。这3年他苦心训练，没工夫处理人际关系。同学见他性格孤冷，也很少有人找他搭话。除了高正，他是班里少有几个会找苏晨搭话的。正想着，高正就凑到了他面前：“你可真发达了，陈哥，以后可带着我刷级呀！”高正转职成了剑盾骑士，高级战士类职业。不过比起自己，苏晨转职出隐藏职业更让他高兴，有种好兄弟出息了，自己也跟着沾光的感觉。带你刷级可以，不过要收费的。苏晨半开玩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句话说的不假。”“好啊好啊，上岸先宰好兄弟。”高正摆了摆手，随后一脸严肃道：“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我觉得你可以冲一冲排行榜，拿到前10奖励。而且转职阵师不是说你比稀有职业还强吗？我觉得你甚至可以冲第1。如果能拿到前10奖励和校长奖励，高考肯定就稳了。天哪，如果再拿个省状元，那得多少人来抢你？”高正越说，脸上笑容越夸张，仿佛自己在被顶级高校争抢。苏晨没打破他的好梦，独自思考起来。在今天之前，他满心想着的只是转职成功就好，什么争夺前10和校长奖励根本想都不敢想。而现在他顶着95至尊这个职业，怎么说也要争取一番。前10奖励他知道是稀有副本的入场券，比起一般副本，稀有副本意味着更高的经验和更多的道具，能拿到这个奖励对高考成绩的提升有着很大的帮助。另外就是校长奖励，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肯定不比前10奖励差。训练副本刷到8级就会开放出口，经验值固定，大家比的就是谁更快到达8级。
南山一中的历史最佳成绩是1天就刷到8级，这是个恐怖的记录，是一中的明星学生洛千山刷出来的，已经保持了8年之久。苏晨的目标不只是校长奖励，而是洛千山的记录。既然转职成95至尊，那他就不能给这个称号丢脸。任何事情只要去做，就务必要做到最好。口若悬河的高正不知道苏晨已经暗自下定了决心。下课铃响，将两人拉回一个频道。苏晨拎着早已收拾好的书包往外走，高正跟在他后面喊：哎，苏晨，听我的，冲一把，我相信你可以的。苏晨出门后转身留下一句话：我知道了。放学后，苏晨径直回到了家里。家里是一个老破小，是原生父母留下来的房产，他们都在副本里失踪，只给原生留下来这间房子和堪堪能上完高中的钱。苏晨上辈子就是个孤儿，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生活而感到孤独。他洗干净一盆土豆，在简陋的厨房里操作起来。明天的副本是个长时间副本，最快记录也要1天通关，所以苏晨需要为自己准备一些便于携带的食物。刚准备给土豆下锅，苏晨忽然灵光一闪，他从召唤空间里直接召唤出了典韦。之前被召唤出来的典韦就存在于召唤空间中，从召唤空间里取用典韦是不需要再花费精神力的。参见圣上。典韦抱拳作礼。你会煮饭不？苏晨问道。典韦似乎被苏晨问住了，他转身看了眼身旁的煤气灶台，面露难色。我还是自己来吧。苏晨笑道。典韦答应一声，后退到旁边。苏晨煮好土豆，确定典韦不用进食后，又把它收回了召唤空间。期间他还询问典韦在召唤空间中是否会感到孤独。典韦表示在空间内处于休眠状态，不会产生意识。吃完晚饭，打包好食物后，苏晨研究起训练副本的资料。面对初次副本训练，他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尽力而为，不只是嘴上说说。第二天，苏晨起了个大早来到学校，所有转职成功的同学都被校车带到了公共副本训练场。训练场是类似足球场的大体量建筑，从大门进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上立着巨型光幕。这就是南山市的公共训练副本，能够容纳1000人的超大型副本，可以让新手初步适应战斗、安全升级的副本。校长站在副本入口的高台上对众人讲话，欢迎大家迎来人生中的第一个副本。现在请大家自行组队，不要局限于本班同学。未来你们会和各种各样的人组队下本，学会和人打交道是很重要的事。另外组队需要注意职业搭配，不要嫌弃辅助类同学。进入副本后不要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大家开始吧。校长说完，广场上的同学们立马陷入一片混乱。这是大家第一次组队，第一次下副本，都表现得有些兴奋。我们3个一起，战法木最佳搭配。缺一个奶妈，缺一个大奶妈。有没有骑士同学带一下？这里2个辅助。苏晨没有找人进行组队，经过他对副本的研究，组队虽然会提升杀怪效率，但是会分摊经验，而且训练副本的魔怪数量和强度都不高，组队效率远远不如单刷。高正在人群中找到苏晨，快速向他靠近。不用找我组队，我单刷。苏晨说道。高正没有感到惊讶，我当然知道你单刷经验多吗？那你来找我干嘛？高正一脸坏笑，等会儿你就知道了。不一会儿，有3-2个女生走到苏晨身边，询问能否组队。不等苏晨拒绝，高正先开口了。不好意思哦，我兄弟单刷，不过这边还有个英俊帅气的骑士，考虑下不？几个女生偷偷瞄了苏晨一眼，又打量了一下高正。那好吧，成了，我在前面刷怪，你们拿我就行。高正跟苏晨摆了摆手，乐呵呵地带着女同学走了。苏晨被逗乐了，这小子站在自己身边就是为了这个。组队完毕，校长介绍完规则后，开启了副本传送门。巨大的光幕泛起阵阵涟漪，在大门上方还出现了一张等级经验排行榜。苏晨跟随人群走到光幕门前，意念闪动进入副本。第5章，疯狂的刷怪效率。同学们依次进入副本，校长和老师们则在看台入座，相互讨论起来。大家觉得今年谁会拿到第一？校长问道。其他老师都没说话，只是把目光放在了1班和2班的班主任身上。有一个隐藏职业和2个稀有职业在，他们可不敢争第一。1班班主任笑道：我觉得我们班高从云顾夏和2班的苏晨同学都有机会。2班班主任陈云思考一会儿道：苏晨同学性格坚韧，我很欣赏他。虽然我很想苏晨获得第一，但还是觉得高从云和顾夏的概率更大。校长和其他老师都点了点头，陈云说的是事实。虽然苏晨觉醒隐藏职业，但想要和高从云顾夏比还是差了点。他们2个都是出生名门，从小就有丰富的资源，经过专业的训练。苏晨不仅是在跟高从云和顾夏竞争，还是在和他们背后几代人的资源积累竞争。谁的胜算更大，一目了然。排行榜跳动，
所有同学都已经进入副本。公共训练副本：灰烬森林。传送法阵消失，苏晨出现在一个满目破败的世界，脚下是一片焦炭色大地，天空中挂着惨白的月亮。这就是副本世界了，气温比正常世界低了很多。苏晨向四周看去，很快就发现了一些低等级小怪。他现在处在森林外围，魔物级别不高，主要是用来让新人试试手。意念闪动，苏晨直接将典韦召唤了出来。典韦一出现，就将周围阴冷的气氛冲散了不少。参见圣上。典韦向苏晨作礼。苏晨点了点头，发动了典韦的技能。虎豹骑士兵。传送漩涡出现，1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在典韦身边。这些是属于典韦麾下的士兵，苏晨也可以直接操控。典韦的技能不需要消耗精神力，只是有10分钟的冷却时间。不过现在典韦能掌控的士兵最高只有10个，也就是说连续使用技能也不会增加士兵数量。苏晨查看士兵们的属性值：召唤物虎豹骑士兵，力量60，敏捷60，精神60，体质60，连士兵都有60的4维属性。这属性在同等级战士职业中都极其强大。这只是他召唤物的召唤物啊！苏晨给典韦下达攻击指令，典韦大手一挥，10名士兵就向外冲了出去。士兵们奔跑速度飞快，马上就找到了一只埋在地里的小怪。战士手起刀落，面板上出现经验提醒：击杀1级石螃蟹，经验加10；1级的石头怪被一刀秒杀，给苏晨提供了1%的经验。一只怪1%，只要杀100只怪就能够升级。击杀1级石螃蟹，经验加10；击杀1级石甲虫，经验加10。士兵们四处散开，一连串的经验提示出现在面板上。森林外围的小怪特点是战斗力弱小，但是分布很散，杀死他们很容易，找到他们并且尽可能减少路途中花费的时间才是难点。不过苏晨完全没这种烦恼，他拥有整整10名士兵，这相当于和10个人组队，杀怪效率翻了数倍的同时还不会分摊自己的经验。才过去几分钟，经验条已经来到了 36%， 这效率实在太高了，比苏晨预想的还要夸张。按这个速度下去，他有很大的机会打破纪录。10几分钟过后，苏晨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升级。他打开面板，查看属性：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姓，等级2 0.00%，力量20，敏捷20，精神40，体质20，装备无，道具无，技能召唤武将典韦2级，黄威2级，召唤武将典韦2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40精神力。黄威2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消耗20精神力。等级提升，属性增加，技能等级和消耗的精神力都获得了提升。对于召唤系而言，自身属性的提升是次要，最重要还是召唤物的提升。苏晨打开典韦的面板，武将典韦2级，力量700，敏捷700，精神700，体质700，技能虎豹骑，忠诚护卫。虎豹骑召唤20名虎豹骑士兵作战。忠诚护卫，在自身阵亡前，召唤者受到的所有伤害都将转移至自身。升级一次，所有属性点都增加了100，而且一次召唤的士兵数量也提升到了20名。苏晨猜测召唤出来的士兵属性也有所提升。打开士兵面板，果然所有属性点都提升到了70。比起典韦，单个士兵的属性增加就显得正常了许多。不过他们的战力还包括数量，如果算总和的话，士兵的整体战力甚至比典韦的提升还要恐怖。苏晨再次发动典韦的技能，又有10名士兵被召唤出来。现在一共20名士兵顶在前方帮苏晨杀怪，轮不到典韦出手，3级以下的魔物统统都是一刀秒杀，连技能都不用发动，苏晨的士兵们在副本里一路横推。击杀2级灰甲虫，经验加20；击杀3级变异灰尾鼠，经验加30；击杀3级刺猬猫，经验加30。横推，一路横推，这些2、3级魔物在虎豹骑士兵面前如蝼蚁般渺小。苏晨跟在部队后方，悠闲地像是来散步。随着战士们逐渐深入，他们走过的路自动在苏晨脑海里形成了地形图。战士将领们不仅能和苏晨共享视野，还可以把走过的路自动形成地图出现在苏晨脑子里。这项能力在以后面对一些地形复杂的地图或者重复刷本将有很大的用处。竟然还有隐藏能力，苏晨心中又是一阵惊喜。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经验条又即将升满。看着战士们一刀一个小怪物，
苏晨心中有一种倾途的快感，逐渐深入森林，周边已经出现了较高的灌木。忽然左侧的树丛微动，一根荆棘扭曲着伸出了出来。第6章强制指令，黄威。转头看去，3级藤蔓触手应该是被士兵们漏掉了。长满荆棘的触手慢悠悠向苏晨伸过来，看似想要攻击他，却又迟迟不下手。苏晨知道这是训练副本的保护机制，很大程度削弱了魔物的攻击性。等新人逐渐适应战斗，越往深处走，魔物的攻击性就会被逐步解封。苏晨望着扭扭捏捏的藤蔓触手，抬手发动自己的攻击性技能黄威。技能启动，一层淡淡的金光出现在他身体表面。死！他看着魔物，轻吐出一个字。没有任何征兆，藤蔓开始疯狂扭动，随后迅速枯萎，变成死灰消散在空中。击杀3级藤蔓触手，经验加30。黄威能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只是一句话就能让敌人死去，黄威的效果让苏晨大为震撼。不得不说，95至尊的这2项技能实在太强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强，是有些超乎极致的强。也不知道这藤蔓是执行了命令而死，还是拒绝后被精神伤害杀死。苏晨嘴里喃喃，踏着步子继续向森林中心前进。典韦带着士兵们在前方开路，经验条一刻不停地往上涨。没多久，升级光束第2次从苏晨身上冒出，又升级了。4维属性又个增加了10点，精神多增加了10点。虎豹骑士兵的4维属性也再次增加10点，典韦则是增加100点。除了属性增加，典韦能够召唤的士兵数量也来到30名。苏晨没有犹豫，再次发动典韦的技能，副本里又出现了10名士兵，一共30名虎豹骑士兵在典韦的指挥下屠戮全场。副本里的怪估计都傻了，见过组队来杀的，没见过组团来杀的呀。击杀4级野猪，经验加40；击杀4级银王，经验加40；击杀5级魔幻花，经验加50；击杀6级怨恨的地精，经验加60。魔物来到5、6级，有些防御力高的已经能抗住几刀了。不过如果遇上2、3名士兵同时围杀，也还是逃不过瞬间死亡的命运。看着快速上涨的经验条，苏晨暗自啧舌，这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按这个速度下去，2个小时内他就会再升1级，3个小时就突破4级，换做普通的学生，1天之内能突破3级就算不错了。看着这恐怖的速度，苏晨觉得自己或许真的能打破1中的记录。看台上，校长和一众老师期待地看着排行榜。排行榜上每1个小时会刷新副本内职业者的经验等级，再过几分钟就是排行榜的第1次更新。众人都很好奇，谁会在这1个小时内获得领先。校长看向各个班主任，有没有人预测一下前1个小时的排名会怎样？一名班主任摇了摇头，第1个小时的情况不太好说，跟每个人的选择有关。有的人可能在森林外围就开始刷怪，有的人则会选择先深入，再刷级别更高的怪。选择后者的同学自然会在前1个小时有落后。几位班主任都点了点头，同意这个说法。前1个小时的排名不太重要，主要还得看之后几个小时的情况。屏幕闪烁，排行榜开始更新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虽然第1个小时排名代表不了什么，但大家还是想看谁能处在第1名的位置。即便只是短暂出现在榜1，也证明这人有着不俗的能力。看着榜上的排名，几位老师忽然喊了出来：苏晨！这是他们都没想到的结果。按理说，以苏晨的理论水平，肯定会选择进入森林深处刷怪，毕竟外围的怪数量少，经验低，不太适合想要冲击最终奖励的学生。如果在外围待太久，就肯定和前10奖励无缘了。不对，你们看他的等级。忽然又一个老师惊呼，只看见排行榜上赫然显示着苏晨3级的等级以及8%进度的经验条，在他下方除了第2、第3刚刚突破2级，其他清一色都是等级1。高从云和顾夏因为赶路，等级都只有1级，排在10名开外。这怎么可能？1个小时就升到了3级？所有老师都傻眼了。这连洛千山都没做到吧？他在外围区究竟是怎么刷这么快的？他不会作弊了吧？一名老师弱道。不过话音一出，他自己就觉得不现实了，因为能够在副本面前作弊、修改规则的人需要接近神级的力量。几名老师面面相觑，对视一眼，随即又仔细检查起其他人的名字，发现除了苏晨之外，其他人的经验都在正常范畴。排除掉排行榜出问题，现在就只剩下1个可能了，那就是苏晨已经突破了1小时刷怪的等级记录，而且是远远的突破了。当年联络千山都花了3个小时才在副本里突破3级，现在苏晨只用1个小时，这是何等的天才！确定这不是假的之后，所有老师都兴奋地喊了起来。校长激动的几乎落泪，我们1中又出现天才了。
训练副本内，苏晨已经进入了森林内部，阴森浓密的老树遮蔽了天空，脚下的土地也越来越黑。在森林里是极其容易迷路的，但士兵们组成的人形地图让他丝毫不用担心。苏晨可以控制典韦的最大范围是500米，典韦又能控制士兵500米，所以理论上方圆1000米内的信息他都可以知道。苏晨带着队伍不断前进，一路上遇到的魔物全都被乱刀砍死。有时对遇上前面漏掉的3-2只魔物，苏晨也不会轻易出手。用自己的技能是需要消耗精神力的，但是用士兵杀敌不会。他可以直接将几百米外的士兵传送回自己身边，帮自己解决杂鱼。而且和典韦一样，这些士兵可以储存在召唤空间中，2次召唤时就不再有 CD。 随着持续不停的杀怪加经验，苏晨在进入副本2个小时46分钟的时间成功突破4级，升级光柱亮起，他又一次迎来升级。第7章，副本内的隐藏 BOSS。 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姓，等级4 0.00%， 力量40，敏捷40，精神80，体质40，装备无，道具无，技能召唤武将典韦4级，黄威4级，召唤武将典韦4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50精神力。黄威4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消耗30精神力。再次升级，典韦的4维属性已经来到900，士兵们的属性也达到90。苏晨再次召唤出10名士兵，随着士兵的数量和属性越来越多，苏晨的升级速度不降反增。40名士兵如土匪般在森林里四处劫掠，连需要典韦出手的次数都少。进入深处，低级怪已经消失，出现的都是6、7级的魔物。不过在士兵的人海战术下，这些魔物的死亡也就是一瞬之间。面板上的经验刷屏一刻都没有停。击杀6级花精，经验加60；击杀6级霸王花，经验加60；击杀森林郊狼，经验加60。按照这个速度下去，1个小时内我就能再次升级。今天太阳落山前，我就能刷到8级走出副本。苏晨在心中预测，这速度实在太快了，就连他这个亲历者也觉得有些不真实。在他所了解的职业者历史中，每次下副本都是血与泪的交织，怎么到他这里却感觉有些过于轻松了？前10的奖励已经稳稳到手，甚至校长奖励他也很有信心。其实前10的稀有副本奖励就已经很可以了。突破8级后，职业者可以去副本大厅自主挑选副本刷级。副本除了自身的等级限制，比如某些副本只有15级以上才能进入，还按副本质量有着分级，分为普通副本、稀有副本和传说副本。普通副本就是副本大厅能随便进入的副本，而稀有副本则被高层机构、顶尖学府、名门望族等大势力控制。稀有副本比起普通副本，无论经验和掉落的道具都要好上很多，是所有职业者眼红的好东西。能够在稀有副本里修炼，苏晨感觉自己离这个世界最顶尖学府的距离又近了一些。他高考的目标是神夏帝国最好的2所大学，九州学府和南天学府。就像前世的清华北大，这2所学府培养过无数的传奇职业者。想要进入这2所学校，参加高考时的等级最低也需要15级，否则不可能在高考试炼中获得足够多的分数。只要获得了稀有副本，加上自身职业的强大，苏晨对考前达到15级有很大的自信。经验条即将存满，苏晨又要迎来升级。随着不断深入，怪物的进攻性被逐渐解放。苏晨直接安排了2名士兵跟在身边，免得每次遇见怪物还要临时召唤。即便4级到5级需要的经验更多，但苏晨的升级速度却没有减慢。这是因为深处的魔物更多，且每次升级他的士兵数量都会增多。而且不像职业者还存在精力体力一说，典韦和士兵们简直就是不知疲倦的无情杀手。只要给一个命令，他们就能从南天门砍到蓬莱东路，眼睛都不带眨，而且不会干。升级光柱亮起，苏晨从4级突破到了5级，等级提升，属性增加，典韦和士兵们的属性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不过这次升级之后，升级速度明显发生了变化。击杀7级扭曲树精，经验加70；击杀7级灰岩石龟，经验加70。苏晨观察相同经验的增加量，发现5级升级所需的经验值比4级整整多了1倍。看来5级是职业者道路上的一个小门键，大部分人应该会卡在这个等级很久。前面5级他只花费了4个小时，按照现在的速度推测，后面3级会要他几乎翻倍的时间。已经进入森林腹地，周边都是这个副本里最高等级的魔物，经验值的掉落不会再增加，他现在能提升的只有自己的刷怪速度。
苏晨发动技能，又额外召唤出了10名士兵投入战斗。在士兵们不断搜捕围杀魔物的时候，苏晨坐在原地掏出2个土豆吃了起来。已经到最高经验区了，不用再着急赶路，苏晨就选择休息一下。他一边吃土豆，一边通过士兵的共享视野查看森林核心的情况。根据教科书上的介绍，灰烬森林是没有 BOSS 存在的，但按照苏晨的理解，一个副本怎么能没有 BOSS？ 所以他怀疑教科书上故意隐去了 BOSS 的信息，而学校这么做应该为了训练新人们自主探查信息的能力。其他副本可不会像训练副本一样有这么详细的攻略介绍，每一个都需要职业者亲自去探索去搜寻。在副本中隐去 BOSS 这一设计，也是为了奖励那些心思缜密、敢于冒险的同学。2颗土豆下肚，苏晨真的在千篇一律的森林中找到了一处极其隐秘的洞穴。不会真有吧？苏晨感到有些惊讶。刚刚只是他随口胡诌的，他真没想到教科书上也会有假。苏晨派遣了2名士兵进入洞穴查看，深入之后果然见到了一只巨型灰熊。真找到 BOSS 了，苏晨略感惊喜。BOSS 肯定会掉落海量的经验值，这样他刷级的时间就会被大大缩短。苏晨在一边感叹自己运气好的同时，也再次感受到了自身职业的强大。如果没有几10名士兵跟他共享视野，光他一个人耗费7天都不会找到洞穴。主要教科书上没有再加上这洞穴过于隐秘，一般人就算怀疑，也只是找一会儿就放弃了。没有着急进入洞穴，苏晨指挥着士兵快速刷级，甚至把自己身边的2名士兵也给放了出去。他要刷到6级再进入洞穴，这是他第一次 BOSS 战，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第8章，我只想要 BOSS 经验，等级6 2.16%。这一次共花费了2个半个小时才升到6级，都快要赶上前面5级加起来花费的时间了。对他而言都花了这么久，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苏晨下令让典韦召回所有士兵，准备共同前往 BOSS 洞穴。很快，典韦带着50名士兵回到苏晨身边。苏晨查看起他们的属性，升到6级，典韦的属性直接提升了200点，就连士兵也提升了20点。经过长时间的厮杀，有的士兵已经状态受损，毕竟士兵只相当于6级战士，面对7级或者是8级的魔物，受损很正常。这也能看出其他普通职业攻打副本内的困难。打一只魔物或许简单，但长时间持续的厮杀难免会受伤，一旦伤势累加，就需要治疗或者休息恢复，刷级用时自然就上去了。对比苏晨只用操控士兵作战，而且这些士兵是不会感到累的，就算士兵状态受损，他也只用释放1个技能就好。意念闪动，召唤虎豹骑士兵。典韦面前所有士兵都亮起光柱，队伍直接被更新了一次，所有老士兵的状态全部回满，并且还新增了10名士兵。苏晨抬手向着洞穴的方向一指，出发。60名士兵全体向 BOSS 洞穴出发，典韦跟在苏晨身侧。看着小有规模的队伍，苏晨感觉自己这才叫 BOSS 讨伐战。此时在苏晨的相反方向，高从云冲出树丛，来到了 BOSS 洞穴口。他手持利剑，望着洞口露出笑容。终于找到了，家族给的消息果然没错。高从云作为家族这一代最有天赋的苗子，从小就被家族寄予厚望。家族希望他拿下训练副本头名，所以透露了副本内有隐藏 BOSS 的消息。这只 BOSS 拥有海量的经验，只要击杀就可以拿下第1，甚至打破副本的升级记录。高从云把剑插在地上，原地休息起来。长时间的赶路加上杀怪，让他的体力消耗了大半。他的等级刚刚突破4级，经过家族计算，这是能击败 BOSS 的最低等级。不像其他小怪 ，BOSS 只有1只，击杀完就不会再刷新，所以他必须在其他人还在刷级时，提前将 BOSS 消灭。没做多久，一阵细诉声传来，顾夏从另一个方向窜了出来。他穿一袭紧身战斗服，马尾高束，傲人的曲线展露无遗。2人对视一眼，眼神都暗淡了3分。他们2个都被靠大家族，从入学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代表了家族互相竞争。竞争的输赢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还关系到背后家族的脸面。你也知道隐藏 BOSS 的情报。高从云拔出利剑，缓缓起身。这只 BOSS 关系着最后的结果，说什么也不能让给别人，尤其是不能让给顾夏。顾夏没有说话，紧握手里的水晶球，眼中警惕性明显提高。啪！2人都同时向对方一指，洞察术同样都显示出对方4级的等级，果然是冲着 BOSS 来的。高从云摆出了战斗姿态。法师在前期技能等级和数量都不够，论正面战斗力怎么也比不上战士。他有十足的信心击败顾夏，单吃 BOSS 的经验。顾夏察觉出高从云的战意，往身后撤了2步。他也知道法师正面战力不足的问题。就在2人剑拔弩张的时刻，从一个方向传来大量的脚步声。高从云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怎么又来人了？说好的隐藏 BOSS 怎么来这么多人？不一会儿，
几十名士兵从树林中走了出来。高从云傻眼了，这特马旅游团吗？这里到底是隐藏洞穴还是旅游景点啊？面对这群突然冒出来的士兵，顾夏也愣住了。他们每个都穿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服饰，面露凶光。忽然，士兵们向两边让开道路，一个高大健硕的身影走了出来，而走在他身边的正是转职出隐藏职业的苏晨。苏晨淡淡的看着面前两人，心想怎么赶个路的功夫就有人捷足先登了。高从云有点不敢相信的看着苏晨身边的几十号人，他知道苏晨是召唤师类的职业，但这召唤的数量是不是有点太不科学了？其他召唤师哪会前期就搞这么多东西出来？不过稍加思考后，高从云又镇定了下来。各个职业之间虽说有差异，但大体上会遵守平衡。苏晨能召唤出这么多东西，证明他的召唤物走量不走质。虽然数量庞大，但单个属性肯定很弱。而他的圣剑骑士恰好又有范围技能，完全可以应对群攻。确定可以战胜对方后，高从云重拾信心。你站在哪边？他对苏晨道。苏晨淡淡道，我无所谓，我只要 BOSS 经验。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两人有什么矛盾，他只想要经验。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把这两人都打出副本。你还想单吃 BOSS？ 高从云略带嘲讽地盯着苏晨。那你们一起上吧，省点时间。他有信心一个对两个法师的职业，战士在前期就是无敌的，何况他还是圣剑战士。高从云手指发亮，对着苏晨一点，洞察术。就在他放洞察术的瞬间，一个杀气滔天的眼神盯上了他。高从云脊背一凉，瞬间举起了剑，目光来自苏晨身后的典韦，他如恶虎般锁定了高从云。苏晨眼神冰冷地看向高从云，我要 BOSS 房了，建议你不要再做任何多余的动作。说罢，苏晨向前一指，在60名士兵的拥护下走向洞穴。高从云紧握手中利剑，一股愤怒从胸膛涌出。苏晨那居高临下的语气激怒了他，一个住在烂尾楼的孤儿，竟然敢不把他高从云放在眼里。作为尊贵的高家后人，他不允许自己受到这样的屈辱。高从云握着利剑冲向苏晨的士兵，你敢无视我？我可是高家后人，圣剑骑士。苏晨头都没转，指了5名士兵冲上前去。高从云一个剑气横扫，扫退3名士兵。士兵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消散，停了片刻后又重新冲了上来。什么鬼？我可是圣剑骑士啊，怎么秒不掉这些士兵？噗嗤！高从云被数把刀刺中，化作一道光影消散在副本里。第9章神级典韦，出手就是秒杀。训练副本里有保护措施，只要学生血量下降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发传送，把他们传出副本。顾夏愣在原地，惊讶于苏晨的强大战斗力。高从云作为稀有职业圣剑骑士，竟然连3秒都没抗住，而且苏晨还不止几名士兵，而是有几十名，这还没算上那个跟山一样的壮汉。95至尊这个职业的强度远远超过他们的稀有职业。顾夏怀疑苏晨的职业可以和传说级职业媲美了。高从云消散后，苏晨转头看向顾夏，你也要冲上来吗？顾夏被苏晨拉回思绪，摇了摇头，我不会和他一样蠢。苏晨点了点头，转身带着士兵走入洞穴。顾夏远远跟在后面，想要看看苏晨和 BOSS 战斗的情况。洞穴深处，巨大的洞窟里沉睡着一只3层楼高的巨型灰熊，可能很久没有人触发过 BOSS 战，导致这只灰熊有些迟钝。苏晨的部队都开到脸上了，也不见灰熊醒来，还在睡。苏晨挑眉，随后抬手一指，喊醒他。命令一出，60名士兵瞬间启动，举着明晃晃的大刀对灰熊进行亲切的唤醒服务。吃吃吃！只一瞬间，睡梦中的灰熊身上就多了几十道血淋淋的伤痕。他猛地睁开眼睛，露出了怀疑熊生的目光。吼！反应过来的灰熊愤怒地发动技能，将身边所有士兵都给震退。随着巨大的吼声响起， BOSS 战终于触发。 BOSS 灰烬领主8级，力量500，敏捷300，精神200，体质500，技能无情撕咬，大地震撼。站在远处的顾夏眼神一闪，这种属性的 BOSS 让他打至少要打1个小时，而苏晨的士兵几秒钟就砍了他1/2的血量。这种战力在同等级甚至高5级之内根本不存在对手。士兵们被震退后陷入了短暂的眩晕，恢复之后又潮水般涌向灰熊，只要再被围攻一次，灰熊就会当场惨死。吼！又是一记吼声配合着双掌拍地，士兵们再次被灰熊击退。大地震撼的冷却时间很短，而且是大范围群体技能，这让群攻而上的士兵们难以靠近。苏晨正要将士兵们分成3份轮流进攻时，身侧的典韦一步踏出，
转身对苏晨双手抱拳。圣上！苏晨明白了典韦的意思，前面的战斗都没有给典韦出手机会，现在这灰熊恐怕激起了他的战意。去吧！苏晨收回自己指挥的想法，把一切交给典韦。正好他也想看看典韦的真实战力。见苏晨允许，典韦拱手道谢，随后转身向灰熊走去。他右手凭空一握，一柄巨型战戟由虚影缓缓成型，出现在手中。退下！典韦放声喝道，所有士兵向后撤离，不再冲锋。灰熊感知到了浓烈杀意，向典韦的方向看来。典韦手持战戟，脚踏流星步，向灰熊发起冲锋。厚重的盔甲猎猎作响。狐豹小虫，死来！战戟猛地挥出，迎上灰熊爪击。一道血光冲天，硕大的熊掌直接被砍下。随后又是一次，灰熊的血条直接见底，呜呼一声倒在血泊中。就这样死了。顾夏喃喃道。虽然已经有所预测，但看见结果的时候，还是让他愣住了。苏晨的强大超过了他的想象。击杀 BOSS 灰烬领主，经验加40000，大量的经验涌入，苏晨再次迎来升级。一只 BOSS 的经验竟然有这么多，直接填满了整个6级的经验。怪不得那个高从云一定要拿下这只 BOSS。惊讶中，苏晨的等级由6级来到7级。如果只是单纯的8级 BOSS， 肯定不会有这么多经验。学校应该是人为提高了灰熊的经验，作为对发现者的奖励。苏晨快速打开面板，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姓，等级7 1.03%，力量70，敏捷70，精神150，体质70，装备无，道具无，技能召唤武将典韦7级，黄威7级，召唤武将典韦7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100精神力。黄威7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消耗50精神力。5级之后，苏晨精神属性和其他属性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职业特点的原因。越往后，各职业在思维属性上的差异都会增大。召唤师、法师等职业在精神力上会更高，而战士则在力量和防御上。比起自身属性的提升，苏晨更关心典韦和士兵。5级之后，每提升1级，典韦都会迎来200点的属性提升。现在他的思维属性已经达到了1400点，而士兵们则是140点。按这个逻辑，随着等级越高，他们的提升幅度也会越恐怖。也就是说，他和普通职业的差距会随着等级增加而越来越大。带队走出洞穴，苏晨发现顾夏已经离开了。和高从云比起来，顾夏显然更加识时务。把士兵指挥权交还给典韦，苏晨原地坐下休息起来。接下来就是平平无奇的刷怪时间，刷满8级就可以了。击杀7级食人魔花，经验加70；击杀8级大型坐狼，经验加80；击杀8级魔藤树人，经验加80。2个小时之后，苏晨顺利来到8级。升到8级的瞬间，系统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成功通关副本，奖励传国玉玺碎片2块。通关副本即可获得碎片奖励，根据通关难度发放相应数量的碎片。注：每个副本只可获得1次碎片奖励。碎片商城：3枚碎片，随机获得一个20级以下的职业技能；5枚碎片，将一个副本永久转化为你的专属领地；10枚碎片，随机抽取一张武将卡或贵妃卡，其余功能待解锁。不对，抽贵妃是什么鬼？苏晨皱眉。第10章打破记录，新的天才。忽略掉最后那个奇怪的东西，苏晨明白了系统的意思。首次通关副本就会发放碎片奖励，然后根据选择的副本难度发放相应数量的碎片。比如同一个副本，选择噩梦级难度会比选择普通级发放的更多。碎片可以在碎片商场兑换各种奖励，目前商城里就有获得技能、同化副本以及抽取武将。知道商城里能兑换技能后，算是打消了苏晨心中最后一点担忧。在这个世界，职业者想要学习技能只有2种方法，一种是前辈老师言传身教，手把手教导，另一种是通过相应的技能书解锁。而苏晨的职业不仅是隐藏职业，还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职业，这就导致他不可能通过老师教导或技能书来学习。他之前怀疑自己会不会以后都只有2个技能，但碎片商场的出现打消了他的顾虑。而且除了获得技能，竟然还能用碎片占领副本。占领一个副本就意味着独享那个副本所有资源、经验、道具。要知道，能霸占副本的只有高层机构、顶级院校和名门望族，而他只需要5枚碎片就可以强行占领，这也太 bug 了。看来除了升级之外，还要努力赚碎片了。苏晨关闭面板，向传送光柱走去。
略微卡了一个时间后，他迈进光柱。副本外，校长和老师们都死死盯着排行榜上苏晨的离谱等级。进去9个小时的时间，苏晨的等级就已经达到了7级，这刷怪数量几乎可以用变态来形容。他们相信，就算一个成熟的20级职业者进去刷怪，也超不过苏晨。作为一个新人，技能少属性低，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苏晨的成绩已经彻底打破常规，打破了他们的认知。再有几分钟，苏晨就要出来了吧？校长怔怔道。所有老师都点了点头，期待着那打破历史的一刻。传送光柱亮起，苏晨的身影从光柱中显现，那莫名让人感到威严的身形缓缓走出光柱。法阵落下，排行榜上的第1名永远定格。第1名苏晨，闯关时间9点59分59秒。看着苏晨走出，所有老师全体起立，向广场跑去。打破历史了，打破历史了！我们一中的天才！校长操着一身老骨头，第一个跑到了苏晨身边。苏晨同学，恭喜你啊！创造了训练副本有史以来最快的记录。你是我们一中的骄傲，是我们南山的骄傲。紧随校长之后，一群老师都围了上来，抢着和苏晨握手。苏晨被老师们的热情给镇住了，微微有些愣神。讲道理，老师们的压迫感比副本里魔怪的要大很多。作为老师，最高兴的无非是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苏晨能创下一个近乎奇迹的成绩，自然会让他们感到开心。环顾围着自己的老师，苏晨没有发现一班班主任的身影，估计送高从云去治疗去了。高从云被强制传出副本后，应该处于昏迷状态，所以老师们还不知道是苏晨把他打出了副本。之后这件事应该会被爆出来，但苏晨不怎么担心。他现在是打破记录的隐藏职业者，高家不会轻举妄动。被老师们围着夸了10几分钟后，校长单独带走他。苏晨跟校长坐专车回到学校，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要给他颁发前10名和校长特殊奖励。本来这些奖励是要在明天的颁奖典礼上集中颁发的，因为往届的前10学生一般都是在第2天上午才出副本，就算是前历史记录保持者洛千山，也就提前了2个小时。而这次苏晨却整整提前了10几个小时。为了不影响苏晨明天的安排，校长只好单独给他颁发奖励。苏晨早上7点进入副本，10个小时出来，到现在正好是下午5点半。落日余晖从落地窗洒进办公室，给一切事物都铺上了金边。苏晨背锅而立，在墙上投射出巨大的影子。在校长翻找奖励时，苏晨的视线落在他身后的照片墙上，上面挂满了历届训练副本第1名的学生。校长从保险柜中取出奖励，起身注意到了苏晨的视线，他指着墙上一张照片说道：“这是洛千山学长，前副本记录保持者，通关共花费20小时18分钟34秒。我本来以为这会是我带过的成绩最好的学生，没想到你出现了。他的记录我记了8年，你的我估计会记下半辈子。”校长颇为欣慰地转向苏晨，9个小时59分59秒，这简直就是奇迹。夸赞了苏晨几句后，校长给他颁发奖励。首先是前10名的奖励，稀有副本魔影迷宫的通行卡。校长递过一张黑色的卡片，上面有魔影迷宫的标识，里面魔物的经验比同等级魔物要高出20%到30%，且有大量的稀有掉落物。另外，这个副本也会比普通副本更加危险，但我相信你没问题。谢谢校长。苏晨双手接过通行卡，然后是我私人的奖励，重置晶石1枚，它能够重置25级以下任意副本的冷却时间，充能一次能够使用5次。苏晨再次接过校长手里纯白色的菱形晶核，校长奖励竟然是重置晶核，这可是市面上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每个副本都有其对应的冷却时间，想要重复刷本，必须要等待冷却时间过去。副本冷却时间最少也要几小时起步，多的可能会达到几个月甚至几年。而重置晶核可以直接刷新冷却时间，让职业者无限制的重复刷本。谢谢校长。苏晨郑重的点头感谢，他知道这个奖励有多贵重，可惜没有颁奖典礼，不能在全校师生面前表扬你。我不在乎那些。我想也是。校长满意的点头，希望你能使用好稀有副本和重置晶核，争取在高考时考出一个好成绩。告别校长，苏晨带着奖励返回家中。这次校长奖励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有了重置晶石的助力，他觉得2所顶尖学府已经近在眼前了。第2天，苏晨收拾妥当后，直接向着副本大厅出发。训练副本。在苏晨已经前往下一个稀有副本的时候，其他同学依旧在训练副本中厮杀。忽然，传送光柱闪动，顾夏从中走了出来。不用猜，他也知道自己最多第2名，因为苏晨的刷怪速度肯定非常恐怖。他甚至觉得苏晨有机会打破洛千山的记录。走出光柱，顾夏朝着排行榜看去，看见苏晨成绩的那一瞬间，他整个人都麻了。被苏晨震太多次，震麻了。
他竟然只花了10个小时，比洛千山快了整整1倍。第11章，帝国交易所。顾夏出副本2个小时后，迎来了第一波通关潮。除了前几名拔尖的学生之外，同档次内学生的实力都不会差太多。大量的学生在同一个时间段通关，就会形成通关潮。第一批通关潮中的学生大都是前10名的水平，他们是这一届除去苏晨、顾夏外成绩最好的一档，是学校战力的中坚力量。一个接一个的学生走出副本，为自己的通关而感到喜悦。当他们兴奋地望向排行榜，想要查看排名时，都会不由自主地看见第1名的名字以及那个恐怖的通关时间。所有人看见苏晨成绩时，都会经过3个阶段。第一阶段怀疑排行榜是否出了问题，第二阶段怀疑自己眼睛是否出了问题，第3阶段卧槽！卧槽！这是真的吗？人群中爆发惊呼。苏晨甩开第2名顾夏10几个小时，还甩开第2名，他甩历史记录都甩了10几个小时，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可能啊？苏晨还是人吗？我的天啊！什么苏晨？苏神！广场上走出副本的同学都陷入对苏晨的讨论之中，有的甚至忘记了查看自己成绩。谁能想到，原本注定转职失败，被人当作饭后谈资的苏晨，短短几天就以完全另一种姿态出现在众人眼前。顾夏站在一旁等待，等到前10名成绩出来，校长就会举办颁奖典礼。在那之后，前10名会被统一送到奖励稀有副本的地点刷级。顾夏盯着排行榜出神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后。高从云的事情，你知道多少？男人威严的声音响起。顾夏转过身，正面迎上了山一般的男人。高天明，高家家主，高从云的父亲。他是来调查高从云被从副本中踢出的事情。高天明身边站着一脸紧张的校长，他清楚高天明是个什么脾气。要是顾夏和高从云的伤有关，恐怕他当场就会发作。顾夏冷淡迎上高天明的目光，我不知道。说罢，他绕开高天明，径直走了出去。他不会告诉高天明他儿子被苏晨打成了猪头，那样会给苏晨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至于高从云醒来之后会说什么，他管不着。看着顾夏离开，高天明头上的青筋瞬间暴起。他寄予厚望的儿子被人打出副本，昏迷了1个晚上，这不仅仅会影响高从云训练副本的排名，更会严重影响他的高考成绩。高天明缓缓抬头，目光盯上了排行榜上那个显眼的名字。苏晨坐车来到城市中心广场，这里有3栋大楼，一栋市政大楼，一栋副本大厅，还有一栋就是帝国交易所。副本大厅是聚集职业者最多的地方，拥有数量众多的传送法阵，他们可以通往南山市范围内所有的已知副本。副本并不是一出现就叫做副本，他们被称为通道，通道连接深渊，深渊内是无数已经被污染的平行世界。那些平行世界中所有人物，甚至传说故事的角色都会被污染成魔物。如果一个通道不加以处理，魔物就会通过通道进入真实世界。所以每当检测到新通道产生，官方就会派人施加强力的单向传送法阵，如此魔物就无法穿过通道进入真实世界，而人类可以进入。这就是副本的由来。为了监管法阵，方便职业者刷级，官方还会在副本外建立传送法阵，直通相应地区的副本大厅。帝国交易所是针对职业者的银行以及任务中心，你可以在这里买到装各种各样的装备材料，还可以接受别人悬赏的任务，相对你也可以卖出有价值的装备材料以及发布任务。进入副本大厅前，苏晨先走进了帝国交易所。不像训练副本，正常副本中杀魔物是会产生掉落物的，所以苏晨想要看看有哪些掉落物值得收集，免得之后收回一堆垃圾。交易所是个宽大的神庙类建筑，上百根10几米高的石柱撑起跨度惊人的穹顶，各种石雕壁画浮现在墙壁表面，一走近就给人一种庄严恢宏的感觉。早上的交易所人不多，苏晨随便找了一根石柱，石柱上嵌有一颗颗水晶，这些水晶就是用来进行交易的媒介，类似蓝星的 ATM 机。苏晨将手放在水晶上，水晶检测出他的个人信息：姓名苏晨，金币563，装备无，道具无，任务无。一穷二白的账户，苏晨暗自啧舌。他打开任务页面，查看起适合当前级别的任务：收购野猪獠牙，10金币一份；收购蓝银草，5金币一份；收购食人花的唾液，20金币一份。苏晨上下翻看，都是些普通副本的普通材料，报酬少得可怜。他直接跳到稀有副本的页面，查找起有关的任务：收购骷髅骨粉，100金币一份；收购破碎头骨，200金币一份；收购龙舌兰香叶，1000金币一份。跳到稀有副本页面，报酬奖励果然就高了起来。因为这些材料只有稀有副本才会掉落，而稀有副本又不是人人能进，价值固然就高。确定自己要去的魔影宫殿哪几样掉落物值钱后，
苏晨又发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获得玛姬公主的项链50万金币一根。注：只有魔影宫殿最高难度解救公主才有可能掉落。这项任务好，正好自己也是要挑战最高难度。确定任务后，苏晨关掉面板，来到副本大厅。副本大厅内部就是一个巨型大厅，大厅两侧立着各种传送门，传送门上标明了相应副本的名字和等级限制。大厅内部人声鼎沸，嘈杂的像是菜市场，职业者随时都可以冥想休息，作息毫无规律，所以大厅内不分昼夜都是这副场景。猎龙小队诚邀20级先知一位，成员实力可靠，人品有保证。20级法师一个，蜘蛛国度马上发车。荒野矿井缺钱牌一个，不挑职业等级25，速来。苏晨是第一次进副本大厅，还不知道稀有副本的具体位置，于是他站在大厅中央查看是否有指路标识。见苏晨穿着校服在门口找路，两个男人对视一眼后就靠了过来。第12章困难级稀有副本。小兄弟，第一次来副本大厅吧？一个男人笑道。让我们哥俩给你介绍下。苏晨瞥了两人一眼，标准的愚蠢反派长相。他侧过身，无视两人的搭话。副本大厅里有明确法律规定，禁止使用任何职业技能。苏晨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动手了。见苏晨不搭理他们，两个男人表情狰狞起来。刚出学校的毛蛋子，特马知不知道什么是尊重前辈啊？不等两人继续说话，一个身穿盔甲的男人从后方走来，将手搭在了他们肩膀上。你们两个下三滥的又皮痒了。陈哥，我们和新人打个招呼嘛。给我滚远点，下次再被我撞见就没这么好运了。盔甲男搂着两个人到门口，一把把他们推了出去。随后他转身面向苏晨，笑着伸出了手。陈勇，26级骑士，也是一中毕业的。学长好。苏晨伸出手，对方帮他解决了2个小麻烦，应该给予尊重。这种人以后别理就行，都是些地痞流氓。陈勇指着门口道：话说今天不是应该在训练副本里吗？你怎么就来副本大厅了？不满8级是进不了副本大厅的副本的哦。我已经满8级了。这样啊。陈勇挠了挠头。是转职日提前了吗？我们以前都没这么快出来的。陈勇又给苏晨讲了几个注意事项后，离开找副本去了。苏晨跟着指引登上了大厅2层，这里的传送门全部指向稀有副本。见苏晨走上2层，在传送门外休息的职业者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这是一中的学生吧？不是前天才转职吗？怎么这么快就进副本大厅了？确实，我记得昨天才开放训练副本，应该没这么快来的。有没有可能人家是天才，刷的比较快？怎么可能？洛千山跟我同一届，他当初也是第2天下午才进副本大厅。估计今年改革了，时间提前了吧？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看着苏晨缓缓靠近。没人上去主动搭话，人家小辈没开口，前辈凑上去会显得有些不怀好意。苏晨没有和人搭话的意图，直接走到魔影城堡的副本前，按住了魔法水晶。稀有副本魔影迷宫，等级限制8级、15级，难度分级普通级、困难级，8至15级。看来学校提供的奖励副本是针对学生们的等级安排的。苏晨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困难级。每个副本只有1次奖励玉玺碎片的机会，困难级的肯定比普通级奖励的多，而且他选择的任务也只有困难级会掉落。选择结束后，苏晨意念闪动，直接走进了传送光柱。见苏晨如此果断的就选择了单刷困难级副本，坐在边上的人都傻了。这人是要自杀吗？竟然单刷困难级副本，这人没上过理论课吗？困难级至少需要5人组队啊！这下完了，下辈子注意吧。传送光柱落下，苏晨出现在一条乡间小道上，远处是一座巨大的城堡。稀有副本魔影迷宫，难度困难级，通关条件击败 BOSS， 解救玛姬公主。苏晨先把典韦和80名士兵给召唤了出来。到达8级后，典韦的士兵数量来到了80名，他自身的4维属性高达1600点，士兵属性则是160点。苏晨伸手一挥，部队向着出发。在他们前方不远，有几辆毁坏的马车，马车周边躺着10几具骑士尸体，一个老头正在哭泣，在他边上蹲着满身是血的骑士长。苏晨走上前去触发对话，老头声泪俱下，开始巴拉巴拉起来。正当他讲完女儿被掳走，魔王如何邪恶，要让苏晨出手救援的时候，典韦忍不住开口吼道：你一把年纪，哭哭啼啼的成何体统？这一吼直接把老头给吓得愣在原地，思考起人生来。苏晨哭笑不得，略微有些心疼这老头 NPC。 好在 NPC 还是比较敬业，抹干眼泪之后把后面的废话说完了。老头说完后，他身旁的骑士长表示要保护苏晨，协助他击败魔王。他话一说完，典韦又开吼了：大胆小贼，你接近圣上有何意图？骑士长也懵了，
2个 NPC 这辈子没这么无语过。苏晨在心里偷笑，抬手用洞察术看了眼骑士长的属性，属性比士兵略强，但远远比不上典韦。这应该是副本自配的友方 NPC， 会帮助玩家的那种。苏晨本想给他带上，毕竟多一个战力也好。后来想了想，怕典韦吃醋，就还是拒绝了骑士长的加入。过完剧情后，苏晨指挥部队向城堡出发。没走多久，道路两旁就钻出来一只单脚稻草人，他们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双手上绑了锋利的镰刀。恐怖稻草人，强化型魔物，等级8，力量120，敏捷120，精神200，体质120。嘿嘿，几个跳出来的稻草人对着苏晨80号人发出怪笑，好像恶作剧成功了一般。苏晨随手一指，士兵们一拥而上，几只稻草人瞬间被砍毁成稻草。击杀8级恐怖稻草人，经验加300。果然稀有副本的经验掉落就是丰厚。苏晨看着面板道，如果按照这个经验增加，在高考前升到15级应该不是问题。不过经验丰厚也意味着难度增加，这些魔物的4维属性已经接近虎豹骑士兵了，但虽然他们属性追上来了，数量还是远远不如。苏晨当即把士兵散开，3到4名士兵组队冲入两旁的稻田，埋藏在道路两旁准备偷袭的稻草人当即陷入了围杀之中。击杀8级恐怖蘑菇精，经验加200，击杀8级恐怖的精，经验加300。经验提示又开始刷屏了，数量庞大的士兵根本不讲道理，见到魔物就乱刀捅死。这丰厚的经验也让苏晨大大的惊讶了一回，这才叫刷怪，和这里对比起来，训练副本里那些怪的经验简直少得可怜。苏晨带着士兵一路杀一路往城堡大门靠近，接近城堡大门的那一刻，升级光柱亮了起来。进入稀有副本只1个小时，他就迎来了升级。第13章，困难级也是横推。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姓，等级9 0.53%，力量90，敏捷90，精神170，体质90，装备无，道具重置晶石，技能召唤武将典韦9级，黄威9级，召唤武将典韦9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100精神力。黄威9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消耗50精神力。随着他的等级提升，典韦和士兵们的属性也再一次提升，经验刷屏的速度又一次增快。士兵们在稻草田中屠杀时，苏晨和典韦来到了城堡的院门入口。典韦一脚蹬开满是锈迹的铁栅门，跟着苏晨走进院子。这是个巨大的院子，除了一条直通城堡的小路，边上全是草坪。草坪上立着无数年代久远的墓碑，看起来十分恐怖。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却让苏晨的嘴角轻轻翘了起来。这些可都是经验值啊！苏晨发动典韦的技能，更新士兵状态，并且新增了10名。士兵们依旧是3到4名为一小组走进院子。刚走进院子，那些墓碑底下就发出咔啦啦的奇怪响声。不一会儿，一只只惨白的骷髅士兵从土里钻了出来，他们眼中冒着鬼火，手持利剑不断向士兵们逼近。骷髅战士，强化型魔物，等级10，力量180，敏捷120，精神200，体质120。这些骷髅兵的力量属性已经和苏晨的士兵相当，但是防御和体质没有提升。面对士兵的围剿，只要不提升血量，就一切白搭。苏晨抬手一指，士兵们立即发起冲锋，活死人之战正式打响。虎豹骑士兵们的表现依然优秀，在围杀的情况下，3两刀就能解决一只骷髅兵。但在己方疯狂输出的同时，对面也没有停。骷髅兵虽然防御体质没有增加，但他们的数量十分密集，士兵的数量已经不能够对他们实现全部包围，有时会出现1对1的情况。这是一场血腥的厮杀。经验条正在飞速增加，经验提示也在面板上疯狂刷屏。击杀10级骷髅战士，经验加400，骷髅骨粉加2。击杀10级骷髅战士，经验加400，骷髅骨粉加3。击杀10级骷髅战士，经验加400，破碎头骨加1。这场厮杀让士兵这边首次出现减员。不过苏晨总是会在关键时刻使用技能，将整个军队状态刷新。他的军队无穷无尽，但对面的骷髅大军却一直处于减员之中。经过半个小时的疯狂屠杀，整个院子的骷髅兵都被杀灭殆尽，尸骸遍野。这短短半个小时就让苏晨的经验条来到了 86%， 又将迎来下一次升级。就在苏晨集合士兵准备向城堡进军时，一个巨大的响声传来。城堡门前，一只巨大的白骨手掌破土而出，
伴随着刺耳的响声，一只巨型骷髅兵钻了出来。出精英怪了，苏晨抬手扔了个洞察术过去。骷髅战士首领，强化型魔物，等级12，力量600，敏捷400，精神300，体质600，技能强力一击。4维属性跟训练副本里的隐藏 BOSS 差不多，不过这放在典韦面前就还是不够看了。有典韦在，这精英怪比前面大批的魔物要好对付多了。这次不等典韦开口，苏晨直接让他上了。他知道典韦一看见这种大怪物就会饥渴难耐。果然不出他所料，典韦受到指令后立马让士兵退下，从空中取出战戟就向骷髅战士首领冲去。邪魔妖孽斩！典韦怒挥战戟，一道半月斩击落下。骷髅首领拿刀一挡，当的一声，浑身白骨快要散架般颤抖起来。没有给对方机会，典韦旋身又是一记斩击落下，强大的冲击力瞬间摧毁了骷髅首领的骨架。刺啦一声，骷髅首领如积木般散落一地。击杀12级骷髅战士首领，经验加2000，骷髅骨粉加10。典韦收回战戟，望了一眼地上的白骨，看起来这骷髅首领还没有让他尽兴。通过这次战斗，苏晨发现了士兵和典韦的差距。这个差距不只是在属性上，还在战斗技巧上。典韦拥有极高的战斗技巧，可以变换多种进攻手段，而士兵们还处在战撸的状态，没有格挡和一些其他的动作。不知道之后的升级中能不能提升士兵的战斗技巧。苏晨边想边恢复了士兵的状态，随后指挥军队进入城堡。与其说是城堡，不如说是巨型迷宫，其内部构造根本不是正常的房子。一走进内部就是通往各处的走廊，错综复杂，让人分不清方向。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光是认路都会成为巨大的挑战。但苏晨的士兵能够在他脑海中刻画出地图，即便是再复杂的迷宫，也玩不过开上帝视角的他。在岔路前，苏晨将士兵等分进入不同的通道，每遇到一个岔路口，又再进行等分，直到一条路走到头再返回。利用这样的方法，他就可以把城堡内所有通道都给刻画在脑海里。苏晨挑选了一条路，和他士兵们分开前进。这一关的魔物不算太多，但都是些躲在暗处偷袭的种类。噗！一只鬼面蜘蛛从天花板降下来，想要偷袭，被典韦一巴掌呼在了墙上。击杀12级鬼面蜘蛛，经验加500，蜘蛛丝加2。一路上有典韦的无缝保护，苏晨得以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地图上。他已经派遣士兵走完了城堡所有通道，却依旧没有发现 BOSS 领地。等地图全部绘制完成，苏晨翻转着查看脑海中成型的立体城堡地图。这次他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从上帝视角看去，城堡内的通道四通八达，但唯独没有一条穿过中心。很明显，在城堡中心有一个任何道路都到达不了的空腔， BOSS 领地就藏在那里。苏晨没有直接召唤回士兵，而是让他们散落在各个角落继续杀怪。一段时间后，升级光柱亮起，苏晨的等级突破10级。第14章突破10级，全面提升。等级突破，属性增加。苏晨的属性全部提升，精力来到200点。典韦的4维属性达到2000点，士兵的属性则为200点。但这次升级的结果不止属性提升，系统提示音马上响了起来。武将典韦突破10级，获得新技能无畏冲锋，获得新装备破城锤。虎豹骑士兵突破10级，升级为虎豹骑资深士兵，士兵获得新装备宽刃砍刀、弧形盾。一阵亮光之后，苏晨发现士兵们的改变很大。首先是整体风貌上，眼神变得更加坚毅了。其次是盔甲防御提升了一个等级，然后还装备了更加宽厚的砍刀和一面弧形盾。看来兵种每10级就会迎来一次全面升级，武将也会获得新武器和新技能。苏晨查看士兵的属性，军队虎豹骑资深士兵10级，力量200，敏捷200，精神200，体质200，装备宽刃砍刀、弧形盾。这职业实在太强了，看着焕然一新的部队，苏晨在心中感慨。随着等级的提升，不只是单调的属性堆叠，还有武器装备和技能的更新。既然从普通士兵升级到资深士兵了，战斗技术应该也会有提升吧。随后他又点开典韦的面板，查看新获得的技能。武将典韦10级，力量2000，敏捷2000，精神2000，体质2000，装备无双战戟破城锤，技能虎豹骑忠诚护卫无畏冲锋。虎豹骑召唤100名虎豹骑士兵作战。忠诚护卫在自身阵亡前，召唤者受到的所有伤害都将转移至自身。无畏冲锋30秒内攻击力翻倍，获得持续的霸体效果。又是一项强力技能，让典韦的战力变得更加强大了。
每10级就会获得1次质的飞跃。随着等级越来越高，苏晨和同级职业者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发动技能，苏晨将士兵更新到了100名。随后他指挥部队走到了一堵墙壁前，只要打通这堵墙壁，就能够进入 BOSS 领地。打穿墙壁刀就派不上用场了，只能用钝器。苏晨一声令下，典韦取出新获得巨型破城锤向前，砰！强大的冲击力让整个墙面都震动起来。砰砰！典韦举着巨锤猛砸几分钟后，终于在墙上打通了一个大洞。位于城堡中心的巨大洞窟展现在众人眼前。苏晨率领部队进入洞窟，洞窟中心是一个巨大的骷髅王座，王座前有一个穿裙子的女人被拴在地上。洞窟墙壁上挂满了幽蓝火把，随着阴风不断摇曳。走进洞窟后，苏晨发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正对骷髅王座的墙壁上有一扇大门，也就是说这个 BOSS 领地是有暗门可以进入的，而他们强行破墙进来了。虽然有些强硬，但进来了就是好事。随着士兵靠近，一团鬼火凭空出现在王座中央。哇呀！伴随怪笑声，骷髅王座瞬间坍塌，然后又一块块拼接，围绕鬼火重组成了漂浮在空中的骷髅王。BOSS 战触发 BOSS 骷髅王15级，力量1200，敏捷1000，精神1500，体质1000，技能召唤骷髅，幽冥鬼火，音波震撼。任务目标击杀骷髅王，保护玛姬公主。看来最后一关不只要杀怪，还要保护公主。吼！骷髅王吼叫一声，无数白骨从墙壁上落下，然后汇聚成了骷髅士兵，数量比在院子里打的那些还要密集。而且他们不仅向苏晨靠近，还会向被绑在中心的玛姬公主靠近。又要杀敌又要保人，对普通职业者来说一定是不小的挑战，但对苏晨来说不过是一声命令的事情。他当即分出20名士兵将玛姬公主围了起来，然后其他士兵去围杀场地内的骷髅战士。很快铁器交击声就响彻整个洞窟，面板上的刷屏又开始了。击杀12级骷髅战士，经验加513，骷髅骨粉加3。击杀12级骷髅战士，经验加496，骷髅骨粉加5。击杀13级洞穴蜘蛛，经验加586，蜘蛛丝加1。这一次经验刷屏的速度明显比在花园时快了很多。除了2个地方魔物密集度的差距外，士兵的提升也很关键。苏晨发现经过10级之后，士兵们能够用盾牌进行简单的格挡，且攻击手段不再是单调的劈砍，会出现一些特别的变招。这样的提升让他们杀敌变得更加迅速，从之前的围杀到现在1对1也能轻松解决对手。在士兵的猛烈攻势下，很快骷髅战士的数量就下到了1半。骷髅王双手高举，开始吟唱某种魔法。苏晨抬手一指，闭嘴！一道强大的命令直接灌入骷髅王的脑中。吟唱中断，骷髅王抱着头哀嚎起来。典韦一步踏出，取出战戟，跃向空中挥刀，一刀命中。骷髅王体内的灵魂火焰都弱了几分。典韦第2击挥出，骷髅王向前发出尖利吼叫，音波震撼，能够伤害并击退敌人。典韦直接开启无畏冲锋，获得霸体效果，免疫了音波的击退。经过2倍攻击力加成的斩击落下，骷髅王的血条直接下降到了大半，他惊恐的就要向上飞去。洞窟高度很高，如果让他飞到空中，就会逃出典韦的攻击范围。跪下！苏晨指着骷髅王说道，瞳孔中泛出金色的光芒。哇！骷髅王身体一震，滞缓在了半空中。典韦高高跃起，全力一击将骷髅王血条清零。击杀 BOSS 骷髅王，经验加20000，获得青铜级骷髅戒指 X1，获得鬼火之源 X1，获得骷髅骨粉 X20。成功击杀副本 BOSS， 请在城堡倒塌前救出玛姬公主。骷髅王一死，洞窟内的所有骷髅战士全都化作了一堆白骨，整个城堡开始剧烈的震动起来，很快就会倒塌。这个副本要救出公主才算彻底结束。苏晨让士兵斩断公主的锁链，正想抱起时被典韦拦住了。圣上，此等红颜祸水，还是让步下来吧。苏晨，第15章，消耗玉玺碎片，强大的新技能。靠着脑中的地图，苏晨十分轻易就带着部队跑出了即将坍塌的宫殿。典韦扛着细皮嫩肉的公主一路回到了那个老头面前。到达之后，公主一边说感谢你，我伟大的英雄，一边把项链戴在了典韦的脖子上，获得稀有掉落物玛姬公主的项链。随后，公主和老头们化作蓝光消散，副本通关，传送法阵出现。魔影宫殿困难级通关，获得传国玉玺碎片 X3。副本大厅不允许使用技能，也不允许召唤物存在，所以苏晨在进传送光柱前召回了所有士兵。典韦望着公主消散的地方好几秒，随后才取下项链，双手奉给苏晨。
苏晨接过项链打趣道：“典韦将军怎么脸红了？乃敌人之血。”典韦一脸严肃：“好好好。”苏晨轻笑，挥手将典韦召回。没想到这浓眉大眼的典韦还有小心思，今天杀的全是骷髅兵，哪里来的敌人之血？苏晨清点好装备，一脚迈入传送法阵。副本大厅，几个等待副本刷新时间的职业者不时往魔影宫殿门口看去。等待副本冷却时间对职业者来说是常态，为了熬过这段时间，他们就要不时找一些乐趣。快4个小时了，那小子竟然还没退出来，不会真死了吧？应该不会吧，这里又不是荒野，濒死状态是会被强制传出的。这个副本我去过，宫殿那里新人一定会迷路，肯定是困在哪个地方了。他还能到宫殿？前面的骷髅兵就杀得他找妈妈，别忘了他选的可是困难级。现在的小年轻太虎了，放我们那时候这样，下本是会死人的。传送光柱闪动，苏晨从光柱中走了出来。几个还在讨论的职业者蹭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卧槽！他们没想到苏晨竟然是站着出来的。这小子看起来怎么一点事没有？这是下本去了还是洗脚去了？别跟我讲他能一个人把困难级副本给过了。苏晨转身按住副本前的魔法水晶，几个大字显示在传送门上：魔影迷宫困难级通关成功，通关用时4点16分52秒。恭喜你获得了通关时间排行榜第3的成绩。这通关提示一出，让看热闹的人又炸了锅。我的天，他真过了呀！单人刷本竟然进了前3，排行榜上可都是战队刷出来的成绩啊！妖孽妖孽，现在的小年轻根本不讲道理。苏晨无视掉不时传来的议论声，坐在传送门前冥想起来。一是稍微恢复点精神力，二是要清点下这次的战利品。首先最值钱的战利品，价值50万的玛姬公主项链已经到手，接下来是 BOSS 掉落的青铜级骷髅戒指，苏晨直接戴在了手上，获得了50点精神力和20点力量加成，在20级以内，这已经算得上高质量装备了。然后是一些稀有掉落物，骷髅骨粉、碎裂头骨之类，这些苏晨准备今天结束后一起带到交易所卖掉。到最后就是传国玉玺碎片了，困难级通关直接给了3枚，加上上一次，苏晨一共有5枚玉玺碎片。他打开碎片商城，准备用3枚碎片兑换一次技能。现在他自己只拥有黄威这一个技能，稍微有些不够用。碎片商场，3枚碎片随机获得一个20级以下的职业技能，5枚碎片将一个副本永久转化为你的专属领地，10枚碎片随机抽取一张武将卡或贵妃卡，其余功能待解锁。意念闪动，苏晨消耗了背包里3枚玉玺碎片，职业技能获取中。一段时间后，金光在苏晨手中亮起，获得技能成功。获得技能黄威浩荡。黄威浩荡为有方单位施加能持续10秒的黄威光环，光环会对3米范围内敌人造成30%有方生命值的伤害，效果可叠加，消耗精神力 2x 施加目标数量。范围伤害型技能。苏晨眼睛一亮，经过魔影迷宫的战斗，他发现自己确实缺少一项范围型攻击技能。在面对大量集群敌人时，部队肉搏的速度就显得慢了。现在有了范围型技能，就可以大大加快这一时间。而且这技能的效果搭配上部队，又是一个神技，给友军施加光环，对3米范围内敌人造成生命值30%的伤害。单看技能效果可能一般，但最后那个伤害可叠加，直接让其成为神技。只要给多名士兵施加光环，混战时敌人就会承受数个光环的伤害。理论上围的士兵够多，甚至可以直接蒸发敌人。有了这项技能在，之后的刷级速度又会大大提高。苏晨10级的经验条还差一半就能升满，他预测自己在今天就能突破12级，在高考前应该能顺利达到15级了。关闭面板，苏晨再次来到副本前，上面显示还剩下7个小时的冷却时间。他直接启用重置晶石，再一次进入了副本。旁边几个人再次傻眼了，他竟然有重置晶石！我闯荡快20年都没混到一块重置晶石，他一个刚出学校的小毛孩就有重置晶石了。配角和他相比，我不过是一个配角罢了，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配角。他们本来想趁苏晨等冷却的时间上来搭话，谁知道苏晨竟然用重置晶石再一次进本了。苏晨一次次离谱的操作，让这些老职业者们唉声叹气，感受到了生活的参差。进入副本，苏晨再一次召唤出典韦和士兵们。走到老头前过剧情时，典韦瞪大了眼睛：“怎么又是你？女儿不是还给你了吗？”老头 NPC 又愣住了，搞不懂典韦在说什么。苏晨笑着把典韦拉到一旁，给他大概解释了副本的含义。典韦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最后低声道：“屋子里的小娘子。”苏晨笑道：“也会重新出现。”第16章，刷怪速度再次增快。苏晨带着部队前进，这一次的推进比上一次快上了许多，因为战士们经过升级，
不只是属性，战斗技巧也有了提升，不仅会使用格挡，还可以变换多种角度进攻，砍杀效率大大提升。这一次，苏晨只用了20分钟就来到庭院门口，破开铁栅门，升级过后的虎豹骑资深士兵对上骷髅战士。拥有盾牌格挡的士兵们不会再像上次一样遭受减员，他们利用不断变换的刀法破开骷髅战士的防御。上一次势均力敌的战斗在这一次已经变得轻而易举。战斗的最高潮是苏晨释放黄威震荡的瞬间，技能启动瞬间，100名战斗的士兵被金色圣光笼罩，一层层璀璨金光以他们为中心向外涌动，在数个光圈的交汇处，受到叠加伤害的骷髅战士立刻被湮灭成了白粉。黄位震荡出现后，骷髅战士兵败如山倒，顷刻间就被士兵剿灭。面板上的经验提醒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刷屏。击杀10级骷髅战士，经验加396，骷髅骨粉加2；击杀10级骷髅战士，经验加402，骷髅骨粉加4；击杀10级骷髅战士，经验加415，破碎头骨加1。不愧是范围型技能，苏晨在心中感慨。黄威震荡配合上士兵，这在混战中就是无敌的组合。经验全部到账后，升级光柱亮起，苏晨突破到了11级。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姓，等级11 2.53%， 力量120加20，敏捷120，精神250加50，体质120，装备骷髅戒指，道具重置晶石，技能召唤武将典韦11级，黄威11级，黄威浩荡1级。召唤武将典韦11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180精神力。黄威11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消耗100精神力。黄威浩荡1级，为友方单位施加能持续10秒的黄威光环，光环会对3米范围内敌人造成 30% 友方生命值的伤害，效果可叠加，消耗精神力 2x 施加目标数量。升到11级，他的精神力已经来到250点，再加上骷髅戒指的50点，一共300点，可以连续使用黄威3次。黄威浩荡如果一次作用，所有人还是只能使用一次。苏晨发现初始技能会跟随等级提升，黄威浩荡没有随着等级提升，他估计以后的技能都会和其一样，需要通过不断练习才能提升。除去技能属性提升外，召唤物也迎来升级了。典韦在突破10级后，每升1级增加300点四维属性，士兵们则增加30点。典韦的四维属性直接来到了2300，士兵们则是230。在稀有副本刷怪速度就是快，如果在普通副本恐怕现在才到10级。收起面板，苏晨带领部队向城堡进军，轻松杀死看门精英怪后，苏晨凭借着地图直接来到了 BOSS 房。在 BOSS 战前，苏晨将士兵散开在整个洞窟里，等骷髅王召唤骷髅战士后，他启动黄威浩荡，金色的涟漪照亮了整个洞窟，几秒钟内上百只骷髅战士就化作了齑粉。最后苏晨使用黄威限制骷髅王移动，典韦3刀把他血条清零。从 BOSS 出现到结束只花费不到5分钟，比上一次快了数倍。这就是升级带来的提升，这就是速通的魅力。BOSS 死亡，城堡坍塌，典韦扛起公主就跑了出去，最后将公主还给老头，副本通关，传送法阵落下。这一次苏晨只花了1个小时就通关副本。副本外，在苏晨第2次进入副本不久，一中训练副本前10名的学生就被集中送到了副本大厅。作为本届的佼佼者，他们也拥有进入训练副本的权利。其中顾夏第2名，位于苏晨之后，其后都是各班的尖子生。这个排名其实在进入副本时，老师们心中就有数，基本都在意料之中。比较出人意料的是，苏晨的好兄弟高正拿到了第10名的好成绩，和他组队的2个女同学也分别拿到了第8和第9的成绩。一班的同学跟着顾夏来到2层，遇上了同样要进稀有副本训练的2中前10学生。两拨人一碰面，气氛就显得有些微妙起来。1中和2中是南山市唯2的2所转职者高中，2所高中常年在生源、比赛、高考成绩上竞争，这种竞争的风气也由学校传到了各个学生身上。8年前，1中的风云人物洛千山以碾压的高考成绩击败了2中头名。因为明星效应，随后几年1中几乎收揽了南山市所有优质生源，每年都稳压2中一头。近几年2中又赶了上来，还在去年拿下了市状元称号。2中的10人队伍在看见1中几人后就躁动了起来。1中的来了，1中的来了，怎么带队的是顾夏？高从云呢？高从云不是他们这届第1吗？难道出什么事了？高从云要出事，今年1中不就没人了吗？2中队伍中走出一个光头，看起来老气横秋。
你们学校的高从云呢？光头丫头晃脑，顾夏带队径直穿过，完全没有搭理他们的想法。两个学校奖励的稀有副本靠得很近，传送门隔了不到10米。顾夏带着一中同学入座准备，二中的人则全都看了过来。顾夏的无视激起了他们挑事的欲望，这是挫一中的士气的好机会。他们开始以很大的声音议论：高从云不在，今年一中就废了，和我们没得比。看他们样子就知道了，萎靡不振的，还让女人领头，一中男的一个有种的都没有。每句话都清晰地刺入一中人耳中。高正猛地把水壶一扔，站起来喊道：秃子，你在那叫唤什么呢？高正的愤怒正中他们下怀。光头一脸狞笑：怎么，你不服气？第17章刷新通关记录，不服气的大可以上前挑战。光头从人群中请出一个男生，他看向高正的眼神中充满了轻蔑。介绍一下，王文凯，王神，二中第一，去年的市状元，是他哥哥。今年他训练副本通关成绩是20时26分，几乎追平你们学校那个洛什么的了。有种就出来和王神较量一下。光头佬嘻嘻笑道，他认为王文凯的成绩一出，可以直接把对面镇住。顾夏听见王文凯的成绩，冷笑一声。如果放在以前，他会认为对方有狂妄的资格。20时26分，这个成绩确实很强了，比他快了2个小时，比洛千山指慢了10几分钟。但以前是以前了，见识过苏晨的表现，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强者。所以他对二中那些人的评价只剩下不知天高地厚。光头有些疑惑，他感觉对面的人好像没有特别震惊。你们是不是不知道通关训练副本只花20小时的含金量？这种实力随随便便碾压你们在场的所有人，懂吗？高正没有说话，对面20小时确实很强，但和苏晨的10个小时相比，连屁都不算。但他不想用苏晨的名头压对面，这样会把苏晨也拖进来。以苏晨的性格，肯定不想参加这种杂七杂八的烂事。不过高正不说，不代表其他学生不说，他们可都看见了苏晨那恐怖的成绩。20个小时算什么？我们学校苏晨只用了10个小时。一个声音响起：10个小时？你他妈骗鬼呢！二中众人大笑起来。最快记录不过20小时，现在出现一个从来没听过的人突破10个小时，这怎么可能呢？光头拍腿大笑：你们吹牛也有个度吧？10个小时？你怎么不说你把副本给炸了呢？一中是不是输不起，想开始造假了呀？面对二中的嘲笑，一中众人无能为力。苏晨不在，没人能证明这10个小时的实力。说实话，如果不亲眼看见苏晨发挥，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就在对面嘲笑时，魔影迷宫的传送光柱落了下来。苏晨，不会是苏晨吧？有人喊道。一定是，苏晨没跟我们一起，肯定提前进副本了。苏晨，苏晨要来了！顾夏和高正看向传送光柱，苏晨真的要来了。二中的笑声戛然而止，一个个面面相觑。他们不会来真的吧？在众人的注视下，一支战痕累累的小队走出传送门。灰鹰小队由南山大学转职者组成的小队，平均等级在20级。他们这次组队来下魔影迷宫，就是想要冲进前3拿学分。看着走出来的不是苏晨，一中众人眼神都沉了下来。二中人又开始嘲笑起来，他们刚刚还差点以为是真的。光头摸着头走上前，怎么？那个什么苏晨呢？这么厉害，怎么躲着不出来啊？说你们一中没中就是没中，比不过成绩还杜撰一个人出来吹牛，贱不贱啊？卧槽，这个叫苏晨的怎么回事？灰鹰小队的人忽然大喊起来。他们刚刚提交完成绩，却发现他们只排在第4，只有进前3才能拿学分，而一个苏晨的名字卡在他们前面。有没有搞错啊？这个人单刷比我们组队还快，这是什么大佬要来和我们抢学分啊？几名灰鹰小队的队员欲哭无泪，一中的学生则都围了上去查看排行榜上的名字。真的是苏晨，真的是苏晨！光头和王文凯互视一眼，傻了，这个苏晨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以前从来没听过啊！他们无法相信训练副本10小时通关的人是真实存在的。众人吵闹时，传送光柱再次落下，苏晨从里面走了出来，原本带笑的脸庞在看见同学后瞬间变得严肃。同学们一见到苏晨便立马欢呼起来。苏晨，是苏晨，我就知道他在副本里。苏晨来了！一中有人撑腰了。灰鹰小队的人看见苏晨穿着一身校服，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这怎么可能？还在上高中的学生单刷困难级稀有副本，不仅刷了，而且排名第3，比我们4个20级组队还要快。他现在恐怕只有10级，10就能够排第3，我不敢想象他以后会有多么强大。苏晨有些疑惑地望着人群，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兴奋。他没有回应同学们的欢呼，
而是转身按住了副本大门前的水晶。魔影宫殿困难级通关成功，通关用时 1.14分36秒。恭喜你刷新了通关记录，位列排行榜第1名。看见苏晨打破魔影迷宫的排名，众人瞬间炸锅了。第一了！灰鹰小队几人无法相信地呆滞在原地，一旁的一中同学则疯狂地欢呼起来。他们不只是为苏晨刷新记录而感到开心，还因为他狠狠灭了二中的威风。二中众人都傻了眼，不明白一中什么时候冒出了个神级大佬。苏神牛逼！什么王文凯，什么二中，都是垃圾！有人在混乱中大喊道。尽管声音嘈杂，但这句话还是精准射入了二中人的耳朵里。光头青筋暴起，转头看向王文凯：“凯哥，这能忍？”王文凯紧攥双拳，眼神愤慨：“你忍不了你上，我忍了。”啊，凯哥！王文凯麻溜的转身离开，没有一丝继续挑事的念头。开玩笑，人家能单刷困难副本，这上去不是送死吗？随着二中众人熄火，混乱的场面逐渐平静下来。苏晨在高正的讲解下明白了大概的情况，他很庆幸那几个人没有继续跳脸，否则就会再出现几个高从云了。一中是让他成为职业者的母校，没人可以在他面前侮辱一中。短暂的小风波过后，其他同学们开始准备下副本了。稀有副本的难度比训练副本强上不少，所以他们即便打普通级也要进行组队。组队的过程中，不时会有目光落在苏晨身上。苏晨的实力毋庸置疑，大家都明白，只要抱上他的大腿就能飞速升级。第18章，毫无感情的刷级机器。苏晨完全不知道周边同学丰富的心理活动，他端坐在椅子上，通过冥想恢复精神力。在之前，他可以靠着升级迅速恢复精神力，但现在升级速度变缓，通关副本没有升级的话，他就必须自己冥想恢复精神力。现在他的总精神力是300点，全部恢复至少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虽然他有重置晶石，但没想到精神力成为了连续刷本的阻碍。这时，顾夏向他走了过来，他取出2瓶白色药水递到苏晨面前，专注药水能够快速恢复精神力。苏晨睁开眼望着顾夏，两人脸上都没有表情。身旁的同学们纷纷侧目，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顾夏主动向男生搭话。作为一中出名的冰山美人，顾夏对男生一向都是爱搭不理的态度，即便是之前全校第一的高从云，也跟顾夏说不上几句话。现在顾夏竟然直接给苏晨递药水，而且还是专注药水，这是妥妥的高级别药水。周边的同学都小声嘀咕起来：顾夏遇苏晨，这不冰山撞冰山了吗？果然实力强才是最重要的啊！竟然可以让顾夏这种级别的倒贴。苏神就是苏神，连泡妞都这么强。高正看着眼前一幕连连摇头，在心里为好兄弟加油。苏晨思索了几秒后，开口问道：多少钱？药水可以省去大量的冥想时间，对他很有用。而且这种能直接回复精神力的药水不是轻易能买到的，至少他们低级别职业者不能直接购买。放在我这也没用吗？送给你了。顾夏冷冷说了句，转身就走。苏晨摇了摇头，他讲究的是等价交换，不愿意亏欠别人人情。2瓶药水，我带你刷一次困难级副本。苏晨道。顾夏立马转身成交。这么果断？苏晨在心里笑道。待顾夏虽然会分走半次经验，但2瓶药水可以快速刷2次，总经验值还是提高了的。苏晨和顾夏都不是喜欢废话的人，等苏晨喝下药水恢复精神力后，两人直接进入副本，只留下一众同学在原地眼巴巴的羡慕。男生幻想自己是苏晨，能带着女神下本，在他面前大装特装。女生们则幻想自己是顾夏，在苏晨的保护下闯过各种难关。进入副本，苏晨再次召唤出了典韦和士兵们。典韦一看见顾夏就挡在了苏晨面前。圣上，红颜祸水，让我来。说罢就要扛起顾夏跑，好在被苏晨及时拦住了。典韦兄，你是不是对女子过于敏感了？苏晨哭笑不得道。典韦这沉稳霸气的将军形象，每次遇到女人就碎一地，这反差太大了。典韦把苏晨请到一边，轻声道：圣上，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好，末将乃好色之徒。噗嗤，苏晨笑了出来，这典韦也太实诚了。圣上，请先别笑，还有第2点。典韦正色道：你说。每次您身边出现女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命犯赵兴。苏晨快速闪过脑子里不多的三国知识，知道了典韦这毛病的来源。他的死因正是因为上任主公曹操睡了别人嫂子，被找上门来，然后典韦奋力掩护曹老板逃跑，被乱军捅杀。怪不得典韦怕自己碰女人，原来是怕历史重演。苏晨笑着拍了拍典韦的肩膀：放心，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不会让你有事的。谢圣上。典韦拜谢。一旁的顾夏看苏晨与典韦聊天，愈发对苏晨产生了好奇。
这个男人见到同学一副扑克脸，但却可以和自己的召唤物有说有笑。苏晨安抚好典韦后，指挥部队向前出发。这次和老头过剧情时，典韦已经开始和他对话了。老头惨兮兮的哭诉，典韦在一旁知道了，马上就出来了，有什么好哭的？过完剧情，苏晨照例拒绝骑士，向前进军。你们怎么不带那个骑士？顾夏开口问道。家族给过他副本攻略，只有让骑士加入他才能带职业者进入 BOSS 房，我们不差他的战力。苏晨道。那你怎么进 BOSS 房的？顾夏惊讶道。难道还有别的方法？我们把 BOSS 房的墙壁砸了。顾夏带着惊诧前进，很快就见识到了苏晨的通关技巧。最好的通关技巧就是没有技巧，纯靠实力碾压。苏晨的军队如海啸般席卷了副本里的怪物，在他人眼里难以挑战的困难级副本，在苏晨这不过砍瓜切菜。在下本之前，顾夏就知道自己可能不需要怎么发挥，全部交给苏晨就行。但现在他是完全不用发挥，就像观光旅游一般，跟着军队走就行了。这是什么恐怖的实力？很快队伍来到庭院，苏晨发动黄威震荡，将骷髅士兵全部剿灭。苏晨的强大甚至让顾夏产生了一种感觉，就是那些骷髅兵很弱的感觉。但一个洞察术照过去，却又发现这些骷髅兵的属性一点也不弱，就算一只也够他对付半天了。都是同一天转职的同学，为什么差距会变得这么大？难道95至尊是媲美传说级职业的存在？杀进城堡，苏晨带着部队直奔 BOSS 房，错综复杂的道路完全不被他放在眼里。顾夏是看过攻略的，知道这副本之所以叫魔影迷宫，就是因为最后城堡中的道路十分复杂。据说就算刷本10几次的人也不可能一次走对，而苏晨才第3次就像回家了一般。你怎么确定路是对的？顾夏忍不住问道。我背了图。部队来到一堵墙前，典韦召唤出破城锤，给顾夏展示了真正的通关技巧。攻破墙壁，苏晨和典韦又见到了老朋友骷髅王。强大的金光在洞窟内亮起，顾夏只觉得的一阵眼花缭乱，伸手挡了一会儿后，再睁开眼就看见骷髅王化作骨粉，典韦扛着公主跑了出去。顾夏愣住了，刷本也不带这样刷的吧，至少给魔物一些尊重吧。几分钟后，苏晨和顾夏回到副本大厅，又一次刷新了记录。而且虽然分了一半经验，但苏晨还是迎来了升级，成功突破12级。第19章，赚钱竟如此容易。突破12级，各方面点数都获得了增加，最重要的精神力增加了50点。典韦的4维属性直接来到2600，士兵来到260。除此之外，典韦能召唤士兵的数量也来到了140人。出副本后，时间临近傍晚，苏晨决定再刷最后一次就去休息一趟。虽然有药水帮忙恢复，但身体的疲劳是不可抑制的，必须通过睡眠或者冥想来补充。比起打坐冥想，苏晨更喜欢睡觉，在床上睡觉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休息。苏晨喝下顾夏给的另一瓶药水，准备进入副本。站在一旁的顾夏见苏晨没跟他搭话的意思，便转身离开。我去另外的副本了。听见声音，苏晨这才想起来身边还有顾夏，他刚刚忙着古道升级面板，把他给忘了。好的，苏晨对着顾夏的方向说道。不过很快他发现了一个问题，顾夏没有重置晶石，魔影迷宫进入冷却，按理说他要去楼下找普通副本，但他没有下楼，而是往2楼深处走去，显然就是找错了位置。这上面都是稀有副本。苏晨开口提醒。我知道，我在找我家那几个。顾夏的话远远飘过来，像一把利剑刺入苏晨贫穷的心。对啊，他是顾家人，家里有几个稀有副本很正常，我以后也会有的。苏晨安慰自己，随即迈入传送光柱。你也可以。顾夏回头正好看见苏晨消失，也可以一起来。1个半小时后，苏晨从魔影迷宫中出来。因为是今天最后一次刷本，所以他没有追求速度，而是把副本的怪给清了个干干净净。经验条涨到了12级 72.36%， 对于这个进度，苏晨十分满意。按这个速度，或许他明天就能到达15级，然后再用剩下的时间冲击更高等级。想要考入顶尖学府，15级是个门槛，过了这个门槛，你才有冲击顶尖学府的机会。但过了门槛，不代表你一定能考上，最稳妥的还是要冲击更高等级，16、17级。收拾了一下行头，苏晨向楼下走去。他打算在交易所卖掉今天的战利品，然后在附近找一家旅店休息。副本大厅外有很多提供给转职者休憩的旅店，让他们休息或者度过副本冷却时间。路过1楼时，苏晨隐约听见有人在讨论一中学生打破稀有副本记录的事情。他对名声没什么兴趣，只要这些东西不影响到他正常生活，无所谓他们如何说。来到交易所，苏晨将手放在魔法晶石上，姓名苏晨，金币
563。装备：骷髅戒指。道具：重置晶石。任务：无。依旧是那个寒酸的账户。苏晨切换到交易界面，首先是那串玛姬公主的项链，每个月只会刷新一次的掉落物。苏晨找到那个买主，直接点击了交易。是否进行交易？是。苏晨储物空间里的项链消失。交易品检测中，符合任务要求，交易成功。当啷一声脆响，交易完成，快到让苏晨有些诧异。这可是50万，整整50万，这么几秒钟就交易完成了。苏晨连忙退回账户界面刷新。姓名：苏晨。金币50万零563。装备：骷髅戒指。道具：重置晶石。任务：无。钱这么好赚的吗？苏晨有些愣神。前身父母离世，总共才留下10几万存款和一栋老宅子，靠着这些存款和学校补助，苏晨勉强撑到了高中毕业。这几年他省吃俭用，觉得金钱是那么遥不可及。而成为职业者后，刚刚那一瞬间他就到账了50万，这来钱的轻易程度让他觉得都有些不真实。压制住激动的情绪，苏晨继续卖战利品。刷了4次魔影迷宫，他的小储物空间已经被塞爆了。期间他还扔掉了一些价值不高的战利品。打开背包，稻草人头颅 X423 份，骷髅骨粉 X667 份，破碎头骨 X89 份，粘连的蜘蛛网 X153，青铜级骷髅王冠，精神加30，防御加30，青铜级骷髅王冠，精神加20，防御加5，青铜级骷髅极致，精神加40，战力加30，青铜级骷髅王冠，鬼火之源 X4。一背包的东西，苏晨一项一项战利品的卖，每卖完一项就要自己心算核实一下价钱，怕自己被坑了。没办法，穷了2辈子的人就是这样精打细算。花了近20分钟，苏晨把所有不需要的战利品全都卖掉了。最后统计一下，又卖出来了大10万块，这让苏晨兴奋不已。50万只是偶然接到的任务，但这10万是只要他来就能稳定获得的资金，所以理论上来说，他现在已经是日收过10万高收入人群了。这个世界的金钱购买力和蓝星差不多，日收过10万几乎超过了这个世界上所有普通人，也超过了绝大部分底层转职者。根据灰鹰小队的情况就可以推测，他们4个20级组队挑战困难级魔影迷宫，消耗近6个小时，副本冷却7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一天最多只能刷魔影迷宫2次，且是不出问题的情况。而且刷2次，这个钱还需要4个人平分，每个人到手估计就1万，这1万还要包括购买药剂、武器装备等等，最后到手可能只有5000。就是说，一个20级的普通职业者日收入和12级的苏晨差了最少20倍，而这个差距还会随着苏晨等级的增加。苏晨最后看了眼账户，金钱59万零213，满满的幸福感。出交易所，在周边找了个旅店，简单洗漱后，苏晨带着疲惫入睡。从穿越那天算起，今天是他睡得最好的一次。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苏晨收拾好正要出发时，系统响起了声音：碎片商场限时折扣日。第20章新的武将神赵云。碎片商场限时折扣日，每个月碎片商场会随机一天，随机对一款商品进行随机折扣活动。碎片商城，5枚碎片随机获得一个30级以下的职业技能，5枚碎片将一个副本永久转化为你的专属领地，10枚碎片限时2折优惠，随机抽取一张武将卡或贵妃卡，其余功能待解锁。运气这么好吗？苏晨双眼一亮，这折扣正好打在了消耗最多的项目上，而且还是2折。他正好剩下2枚碎片，可以直接抽取一次武将卡。此外，他还发现上次选过一回的抽取技能选项增加了碎片，看来每次选择之后，被选择的选项就会增加碎片。不过其他的，苏晨现在最想看的还是自己能获得什么武将。典韦的表现就已经让人如此满意，下一个武将又将会带来怎样的惊喜？意念闪动，苏晨消耗2枚玉玺碎片抽取武将卡。是否抽取武将卡？是。抽取武将卡中，一阵蓝光闪烁，3张有角色画像的卡牌出现在苏晨面前：水浒神枪史文恭，龙胆银枪赵云，南宋名枪张宪。3张卡牌上下悬浮，卡牌下方有字幕显示出武将的简介，开出了3名枪兵。扫视一圈后，苏晨的眼神直接停留在了中间的赵云上。三国演义中的五虎上将，忠肝义胆，悍勇无畏。可以说，每个看过三国的男生都曾幻想过自己成为赵云。另外2人虽然也是比较有名的枪兵，但跟赵云还是无法比较。没有疑虑，苏晨伸手轻点赵云的卡牌，淡淡蓝色涟漪荡开，另外2张卡牌消失，赵云牌则化作蓝色光粒，
如烟花般炸开。呼！房间内疾风骤起，如刀剑般锋利，虚空裂缝出现在苏晨身侧。嗤！锐气破空声响起，一道蓝白光电从中闪出，白甲银枪赵子龙刺破虚空而来，身长8尺，姿颜雄伟，不愧是赵云。苏晨在心中惊叹。赵云闪出手虚空，收枪转身望向了苏晨。常山赵子龙，拜见圣上。赵云单膝跪地，对苏晨作礼，声音沉稳锐利，魄力十足。苏晨点头回应，抬手指向赵云查看属性。武将赵云1级，力量600，敏捷800，精神600，体质400，装备龙胆亮银枪，技能白马一从，孤胆英豪。白马一从，召唤5名轻骑兵进行作战。孤胆英豪，当500米范围内己方兵力少于敌方时，赵云和己方士兵除生命值外，所有属性都将随差距进行翻倍，上限10倍，十分强大的属性。对比典韦在1级时的4维属性，赵云的攻击和敏捷都高了200，精神力持平，体质少了200。这4维属性很符合赵云善于冲阵、武技高强的特点。而且孤单英豪这项技能意味着赵云能在众多敌人中游龙。最后是赵云的召唤兵种白马一从，历史上有名的轻骑兵，可以很好的和赵云形成配合。赵云的加入不只是单纯的数值提高，还让苏晨的战术安排有了更多的可能。典韦和他的部队是主力部队，负责在正面和敌人对抗，赵云和轻骑兵则可以起到扰乱阵型、阻断增援等等作用。很好，很好。苏晨心中大喜，他没想到系统竟然这么良心，打2折的武将卡都能开出赵云这种级别的武将。有赵云的加入，今天刷本的速度又会快上很多。苏晨挥手召回赵云，稍作收拾后前往副本大厅。今天的目标是突破15级，将一只脚迈入顶尖学府的门槛。一中校长办公室，校长和一众高级教师围坐在桌前，他们正在查看省教育厅发下来的高考模拟副本。每年高考前，每个市都会提前组织模拟考试，模拟考试的规模和形式都和高考差不多，既能让学生们提升等级，也可以让他们提前适应高考规则。模拟考将在第4天开启，在这之前，升到8级的学生才能参加，否则将无缘模拟考试，高考时就相当于裸考。这并非不公平，而是在筛选人才，资源只会向优秀的学生流动。校长看着模拟副本，面色凝重。今年的模拟副本难度很高啊。对面的老师推了下眼镜，确实，没想到竟然是万人超大型战争副本。模拟副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考的形式，今年高考恐怕也会是这样的战争副本。我们有多少年没有经历过战争副本了？很多年了，校长道，自从上次大战之后，我们已经度过了很久的和平时期。最近通道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大批魔物开始在荒野区聚集，恐怕不久我们又将迎来战争。这次高考考试的改变就是预兆，高层想提拔适合战场的学生，为将来会爆发的战争做准备。一班班主任陈云站起来，我相信我们一中学生没问题的。校长点了点头，望向一班班主任，高从云没事吧？没事，他醒来后说自己的伤势与同学无关，是被隐藏 BOSS 打出了副本。那就好，希望他加快速度，能赶上明天的模拟副本。把模拟副本的内容发给学生们吧，让他们提前有个准备。是。众班主任各拿一份桌上的文件，向外走去。文件是省教育厅发布的模拟副本信息。本次模拟考试将以万人战争副本作为考试内容，请各校师生提前做好准备。模拟副本名称为长坂坡血战，第21章长坂坡血战。模拟高考副本。苏晨来到副本大厅，走上2楼，发现很多同学正坐在魔影迷宫外面冥想。他们为了刷级，在副本大厅一夜没有离开。不像苏晨拥有重置晶石，且有实力刷困难级，他们只能刷普通难度，经验比困难级更少的同时冷却时间一样，所以他们想要尽快升级，就必须守在门口，不能浪费任何时间。不想打扰他们，苏晨轻声走向副本传送门。陈哥！高正忽然大喊了一声，周边同学听见苏晨的名字，立马脱离了冥想状态。看见学校的信息吗？高正凑了上来。什么信息？苏晨问道。高正指了指口袋，看通讯器。苏晨打开自己的通讯器，里面确实有一条未读信息。周边同学见苏晨还没看过信息，立马期待起苏晨的反应。学生就是这样，总想知道学霸对考试题目的反应。如果连学霸都觉得难，他们就会安心一些；如果学霸觉得简单，但他们觉得难，那就完犊子。苏晨仔细查看手机，看到最后，他不由得念出声：模拟副本长坂坡血战，这不是赵云一战成名的地方吗？刚抽到赵云就来长坂坡副本，
这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周边同学见苏晨惊讶的样子，心里一颗悬着的心就放下了。这战争副本是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副本，即便是理论教学都学得少，因为在和平年代，战争这两个字眼离大家太远了。他们一知道高考要考战争副本，心里就一直紧张的不行，直到看见苏晨都如此惊讶，才稍稍获得了安慰。连苏晨这种刚刚打破校史记录的人都觉得难，他们觉得难也很正常。还有人觉得考战争副本虽然难，但也是和苏晨等高分学生拉近成绩的机会。正常考试普通人肯定赶不上苏晨了，人家10小时通关，你花20几个小时根本完不了。但现在是战争副本，个人能力的影响被削减到极小，主要考核的是团队配合、临场指挥等等众多因素。战争副本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影响因素太多了，战场上的一切都没有定数，而没有定数才让普通学生看到了希望。万一自己就是战争天才，一战成名呢？高正见苏晨有些愣神，伸手晃了晃，连你也觉得难吗？苏晨收起通讯器，不置可否。如果模拟副本真的是三国时代的长坂坡之战，那他就有很大的把握。他不仅手握有副本加成的赵云，还熟知这段历史，这些都是他得天独厚的优势。尽快升级吧。苏晨留下一句话，径直走向魔影迷宫，选择困难级后传送了进去。他一走，外面的同学们就议论了起来，连苏神都说要赶紧升级了。看来这副本是真的很难啊！升级固然重要，但是团队配合和指挥才是战争的重点。确实，一个人再强，在战争中也根本算不上什么。你再强，你能以一敌千吗？显然不能。苏晨完全搞错方向了，现在不应该再单独刷本，而应该打团队配合。是的，下楼找一个团队副本吧，我们组团去。那苏晨呢？所有人都看向高正，高正摇了摇头，他不会和我们组队的。他清楚苏晨的性格，他如此果断的进入副本，就是怕被大家拉着组队。那我们走。有人一挥手，众人跟着他向楼下走去。高正有些担忧的望了一眼魔影迷宫的副本，以苏晨这清冷的性格，可能会对他之后的成绩有很大影响。他摇了摇头，跟随队伍离开。角落里，顾夏起身在副本门口放了2瓶专注药水，随后也下了楼。魔影迷宫内，苏晨没有召唤典韦，只召唤了赵云。赵云现在只有1级，如果想让他在明天的模拟考中发挥作用，必须要尽快升级。所以苏晨没有召唤典韦抢赵云的经验。第一关的稻田内，赵云带着麾下骑兵如银白闪电般四处穿梭，所到之处，敌人如草芥般被拦腰斩断，四处纷飞。虽然赵云只有1级，但是靠着孤胆鹰嚎这项技能，他们杀敌的速度一点不比典韦带兵差。魔影迷宫的特点就是魔物密集，一片稻田内的恐怖稻草人至少有100只，而赵云会根据敌我双方差距翻倍战力。我方只有5人，对方100人，差了近20倍战力。孤单鹰嚎发挥到最大限值，赵云和骑兵们除生命外的属性点直接翻10倍。赵云身骑白马，亮甲银枪，游龙般在敌阵中冲杀。不得不说，赵云杀敌比起典韦要帅太多了。苏晨在心中感叹。快速冲破第一关，赵云的等级直接来到3级。高级魔物的经验填补低等级还是轻轻松松。进入庭院，密集的骷髅兵直接触发孤胆鹰嚎，赵云率兵闪电般解决了战斗。不过最后剩一只小 boss 时，赵云失去加成，就多花费了一些时间。这也让苏晨更加了解了赵云的使用方法。当人少打人多时，能获得极强的战斗力加成；当势均力敌或者以多打少时，就不如典韦带兵来的高效。所以赵云适合做一支骑兵，指导敌人大后方，解决庭院，进入城堡。苏晨利用赵云和骑兵的高移速，快速剿灭了一些杂兵。随后召唤典韦砸墙，众人进入 BOSS 房。当骷髅王召唤出众多骷髅兵时，赵云和其部下再次获得了超强加成。苏晨没有让他们处理杂鱼，而是给赵云下了斩首的命令。他想看看赵云在这种加成下究竟会爆发出何等的战力。是，下令瞬间，一道银白电光闪过，空中响起巨大的音爆声。骷髅王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瞬间坍塌，化作一片碎骨，一击秒杀。连12级典韦开技能都要3刀的骷髅王，被赵云一枪秒杀，这无与伦比的战力。苏晨激动的紧攥拳头，他敢保证，如果模拟副本真是三国时期的长坂坡，那赵云绝对有实力像演义一样杀个7进7出。随着赵云一枪落下，苏晨的等级来到13级，而赵云和麾下轻骑兵的等级也来到了7级。第22章再次升级，强大的技能。出副本后，苏晨凭借着重置晶石和专注药水再次进本，一连刷了2次，专注药水耗尽。
苏晨通过冥想恢复完精神力后，再次入本。这一次入本，苏晨成功将等级突破15级。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姓，等级15 0.25%，力量150加20，敏捷150，精神500加50，体质150。装备：骷髅戒指。道具：重置晶石。技能：召唤武将典韦15级，召唤武将赵云9级，黄威15级，黄威浩荡2级。召唤武将典韦15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250精神力。召唤武将赵云9级，召唤武将赵云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300精神力。黄威15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消耗160精神力。黄威浩荡2级，为友方单位施加能持续10秒的黄威光环，光环会对5米范围内敌人造成50%友方生命值的伤害，效果可叠加，消耗精神力 3x 施加目标数量。升到15级，苏晨的精神力属性直接来到500点，即便没有装备也能直接发动4次黄威，且黄威的威力和自身精神力等级正相关，这意味着每一次提升，黄威的威力都在增加。越往后期，每级精神力提升的幅度越大，黄威的威力也就提升的越大。除此之外，新学会的神技黄威浩荡也升到了2级，光环的范围由3米提升到5米，每秒造成伤害由单位 30% 生命值提升至 50% 生命值。这技能增幅看着苏晨为之一振。光环范围的提升意味着重叠范围增大，意味着敌人受到负数伤害的可能增多，且伤害方面不只是 30% 到 50% 的提升，还要考虑士兵本身的生命值提升。可以说，这小小提升的1级让苏晨的战力又往上拔了一大截。以他现在的认知，已经无法判断自己的实力和什么级别相当了。除开他自身，典韦的4维属性来到3500，召唤士兵数量来到了200名，赵云的等级也突破9级，差最后一点经验就能到达10级。苏晨在副本门前坐下休息冥想起来，因为重置晶石和药水都消耗完毕，他打算原地等待7个小时再进入副本。好在只要完全进入冥想状态，就会感觉时间流逝加快。时间临近傍晚，副本大厅中又新加入了一大批一中学生，他们成功在傍晚6点前到达8级，获得了参加明天模拟考的资格。他们也是最后一批有资格参加模拟考的学生。这届高3一共500名学生，获得参加模拟考资格的同学在1/4左右。此刻200名一中学生正聚集在1楼会议室内商量明天的模拟考安排。会议室是提供给职业者休息和商讨战术的场所，需要租金租用。为了对明天的考试进行商讨，顾夏租下了最大的会议室。因为原本注重个人实力的考试突然切换成注重合作的战争副本，所以本该四处刷级的200名学生才会聚集在一起商量战术。站在讲台上讲解战术的不是顾夏，也不是高从云，而是李飞虎。据说其父亲是某战区的军官，所以自告奋勇担任指挥。战场中不存在个人，只存在集体，我们这200人就是一个集体，所有人都要按我的，也就是指挥的命令行动，完成我分配的任务。这次是全省模拟考，我们将代表一中和全省所有学校竞争，希望各位能完成分配到的任务，我们一起为一中争取荣耀。台下响起掌声，有学生为他叫好。李飞虎本身实力就属于前10梯队，再加上父亲是军官，眼下说的话自然有几分分量。李飞虎有些得意地看着台下众人，被人追捧的感觉让他觉得很不错，特别是连以前比他强的人现在都只能听他的指挥，这让他觉得这次考试改革就是专门为他而设计的。会议室门被打开，高正从门缝里闪进来，对众人摇了摇头。他还是没能邀请苏晨参加他们的讨论。李飞虎脸上闪过一抹怒色，他没想到自己天才指挥官的生涯在一开始就碰了钉子。嗨嗨，李飞虎干咳2声道，苏晨同学既然不想加入，我们也不会强求。我说过，在战场上个人的影响很小，我们这里200人，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等明天进入副本，苏晨同学自然会发现靠自己不行，随后就会想加入我们。李飞虎表面假笑，心中则对苏晨无比唾弃。就算再努力刷级又有什么用？刷破了天也就12、13级，战争副本里几个小怪围杀就能扒你层皮，走狗屎运开个隐藏职业就把自己当大爷了。明天给老子走着瞧！李飞虎咽下怒火，开始跟底下的人讲职业者战争中的注意事项。大厅2楼，苏晨从魔影迷宫中走出来，转身对着晶石一按，魔影宫殿困难级通关成功，通关用时 0.29分42秒。恭喜你成功打破历史记录！凭借着升级后的黄威震荡和赵云的强斩杀，
苏晨将自己的记录直接推进10几分钟，突破半小时大关。排在他之后的是火云小队，平均等级25级的4人小队，跟他这个单人15级刷的记录差了2个小时多。魔影迷宫的上限等级锁在25级，这意味着不会再有人能打破他的记录。今天最后一次刷本结束，赵云的等级成功突破10级。武将赵云10级，力量2000，敏捷2900，精神2000，体质1100，装备龙胆亮银枪，技能白马一从，孤胆鹰嚎，流云刺。白马一从，召唤25名轻骑兵进行作战。孤胆鹰嚎，当500米范围内己方兵力少于敌方时，赵云和己方士兵除生命值外，所有属性都将随差距进行翻倍，上限20倍。流云刺，赵云下一次攻击将获得敏捷属性的加成，敏捷提升越高，攻击伤害越高。第23章3天15级，无法逾越的鸿沟。赵云成功升到10级，孤胆鹰嚎的上限由10提升到了20倍，这让其在面对击群敌人时能获得更多的加成。除此，赵云还获得了新技能流云刺，此项技能按照移动速度给予加成，能将孤胆鹰嚎提供的速度加成最大转化为战力，这让赵云的斩首能力再次获得了巨幅增强。不过赵云也并非完美，从属性点来看，赵云最大的弱点就在防御力上。对比10级时的典韦，赵云力量属性相当，敏捷高出900，体质属性低了900，且相比于典韦，赵云没有霸体技能，更容易受到控制技能影响，所以赵云的使用需要更加谨慎，要避免其受到控制和大量伤害。查看完赵云的属性，苏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自身等级15级，武将等级一个15级，一个10级，他已经尽力完成了自己所能做的。今晚即便留在这里刷一晚上，也不会再有很大突破，不如回去好好休息，在明天的模拟考中全力发挥。收拾好东西下楼，苏晨没有看见一中其他学生的身影，猜测他们应该下团队副本去了。他拒绝加入200人的讨论，并不是因为看不起其他同学，而是出于几个原因。首先，他觉得这200人都没有战争经验，也不了解这个副本背景，自己参加只会浪费时间。其次，他光典韦麾下就有200名士兵要指挥，再加上赵云的骑兵，他能指挥的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去命令别人或者听别人命令，一人即可成军，无需再和他人组队。在交易所结算完战利品后，苏晨直接回家。第二天早上，苏晨准时到达学校，操场上已经立好了传送法阵，校长和各班班主任站在一旁等待。看见苏晨独自一人走来，校长和各班班主任停下了议论。校长有些诧异，他前天已经让班主任通知学生们下团队副本，不要再单练，而苏晨却一个人出现了。苏晨同学，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其他同学呢？苏晨平静回答，他们组队下团队副本了，我没有加入。这校长表情一滞，不知道说什么。面对学校有史以来最强的学生，他无法出言苛责。苏晨礼貌地跟校长和众老师打招呼后，独自在传送法阵前站定。他知道校长和老师们会担忧自己在战争副本中的表现，但他现在不打算回应，打破质疑的最好方法就是行动。紧接着，苏晨没多久，其他200名有考试资格的同学也进入操场。他们一整晚都没回家，而是在副本中练习。精神力可以用冥想恢复，但是衣服却是没时间换洗了。和衣着干净的苏晨比起来，其他人就显得有些狼狈。众人在老师的欢迎和指导声中走到传送法阵前站定，看着镇定自若的苏晨，同学们议论起来。苏晨身上这么干净，不会昨晚还回家休息了吧？天哪，大家都慌得不行，通宵练习，苏神竟然还回家洗漱，不愧是苏神。也不一定，我看苏神每次从副本出来都很干净，神打副本是不会脏手的。你们说苏神刷到多少级了？我猜至少13级，夸张了吧？顶多13级。苏神虽然厉害，但也比不上传说职业。是啊，只有传说级职业才能在3天就刷到14级往上，13级也很恐怖了。我现在才9级。听见众人一口一个苏神的叫，李飞虎忍不住开口：什么苏神苏神？我说了，上战场讨论单人等级没有用，就算他到了13级又怎样？你们这几个货色一起上，都能让他吃瘪。几个同学被李飞虎一骂，便低着头不再开口。李飞虎扭头看向苏晨，他那一脸淡定让李飞虎十分不爽。装什么瘪犊子，等进了副本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战场的恐怖。临近考试时间，校长站在传送法阵前进行最后讲话。同学们，我知道今年的突然改革让大家都很意外，但不用过度紧张，对我们难，对其他学校同学也一样。相信大家昨天已经进行了相关训练，进入副本后正常发挥就行。模拟考试即将开始，请各位做好准备。校长说完话，同学们最后一次检查个人装备。10分钟后，统一考试时间到，
淡蓝色的副本传送门开启，和训练副本时一样，在传送门上方显示出一张经验等级榜。学生进入副本后，就会自动同步其姓名、职业等级。同学们，依次进入副本，为一中争光。校长说完，让开身位，露出身后的石柱，只要触摸石柱就能进入副本。苏晨站在队伍最前，第一个走了上去。所有人都屏息凝视着苏晨。虽然大家已经知道个人实力在战争副本中不是决定性因素，但众人还是期待这新的一中第一人究竟能刷到什么级别。苏晨单手触摸晶石，身影消失在传送门前。他的等级经验同步出现在传送门上方。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等级15级。15级，3天15级，什么东西？苏晨的等级如晴天霹雳般落在众人头上。稀有职业最好的成绩也就是3天13级，而苏晨3天15级，这意味着他的职业已经和传说级职业相媲美。众老师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是谁都没想到的成绩。顾夏沉默着低头，虽然有心理准备，但也没想到差距这么大。他这几天完全没有休息，只靠冥想，连续辗转数个副本之间疯狂刷级，而就算这样也只拿到了11级。高从云暴毙不语，苏晨的等级彻底抹灭了他心中复仇的念想。至少单打独斗是不可能赢得。李飞虎气得嘴角抽搐，在心中大骂：自私，毫无集体精神，只顾着自己刷级，只顾着自己强大，这种人就是社会毒瘤，帝国蛀虫。短暂的震惊后，众人在校长组织下重新排队进入副本。此后的等级最高级也就是11级，没有出现更高级。和苏晨巨大的等级差距如天堑般横亘在众人面前，令人恐惧。第24章，你很强，但我讨厌你。一中全体学生进入副本后，校长半喜半忧伤地回到观赛台。其他老师见到校长也是同一副表情。苏晨这等级要放在以前，他们恐怕会兴奋地晕倒，但现在他们虽然也高兴，但无法那么纯粹的高兴了。苏晨这变态的等级之后，也预示着他极端独狼的作风。他从成为转职者开始，估计就从来没有和别人组过队，这让他们对苏晨在战争副本中的表现感到担忧。在成百上千人的战斗中，一个人再怎么样也是一个人。传送法阵开启10分钟后，考试进入最后5分钟的准备阶段。操场上空，在学校排行榜旁又生成了一张省级排行榜。模拟考试是省级考试，全省100多所转职者高校5000名学生将在同一个副本中竞争，而省级排行榜则会显示模拟考试中积分前100的学生。积分完全和高考判分一样，是按照学生在副本中表现进行打分。每个同学的积分组成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副本成绩，比如杀敌、助攻、治疗等等副本能够检测到的行为，副本会进行打分。另一部分是观赛团打分，观赛团由高层选拔出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会对学生的临场表现、指挥、配合默契度等等主观行为进行打分。2个分值相加就是学生的最终成绩。现在副本还没开始，排行榜上的排名以经验等级暂代，而位列第一的依旧是苏晨那刺眼的15级。南山市第一中学，苏晨，等级15级，积分0。在苏晨下方是其他学校的学生，最高等级不过13级。校长看着排名扼腕痛惜，如果苏晨放在前几年，这个成绩是极有可能拿省状元的。天台市第一中学，学生们全部进入副本，进入准备阶段。台下的天台一中校长看着排行榜，嘴角带笑。今年他带出了3名3天13级的超级天才，对省状元势在必得。旁边一名老师忧心道：校长，您让他们3个一直单独刷本，不去参加团队副本，这会不会对他们打战争副本产生影响啊？天台校长轻蔑一笑，一群小屁孩懂什么战争，懂什么配合，打到最后还是得看个人实力。其他学校的学生去参加团队副本会落下等级，而我们全力冲击就可以和他们拉开很大的差距。只要最后杀敌够多，那些团队配合分不要也罢。这个世界终究是英雄的世界。话音刚落，第2块排行榜出现，名为苏晨的南山一中学生以15级的等级傲视群雄。我打你的母牛！天台一中校长噌一下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这小子不老实，战争副本他玩个人英雄主义，不懂得配合，刷这么高级别也没用，个人实力没用的，战争要看团队合作。旁边的老师无视掉校长，怔怔注视着那个等级。3天15级，蓝山市今年不会出了个传说级职业吧？等候大厅，考试副本在进入前会设置等候大厅，学生在进入副本前会在这里等候15分钟，这是为了确保全省市同学能在同一时间进入副本，同时也是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副本的时间。几千名学生的身影汇聚在等候大厅里，
在他们面前有一块淡蓝色板，介绍了副本相关信息。不同于其他激动讨论的同学，苏晨静静地查看副本介绍。江东省模拟测试副本长坂坡血战。副本介绍：两国交战，刘备撤离途中于长坂坡被曹操派兵阻截，考生将扮演刘备方士兵，掩护10万百姓撤退。任务目标：阻挡曹操士兵，保护百姓撤离副本区域。任务惩罚：每当有百姓死亡，一定范围内的考生将遭受到无法治疗的伤害。特殊任务：保护关键人物，撤离副本区域将获得积分奖励，且全图考生获得血量回复。真的是那个长坂坡，人物和事件全都对上了。苏晨暗喜。苏晨开心，周边的同学却陷入了疑惑。保护10万人，我们连自己都管不过来，还要保护10万人？对方派什么兵追击啊？骷髅兵还是野狼之类的吗？10万人要保护，我们才5000人，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关键人物有提示吗？难道要从10万个人里找吗？看完副本，苏晨站在原地闭目养神，心中升起期待的情绪。他很期待这个副本，期待蓝星上赫赫有名的战役会被改编成怎样。在他周边，各学校学生都在最强者指挥下抱团组队，进行最后的战术安排。李飞虎组织好南山一中众人，把视线投向苏晨。刚刚是他给苏晨最后的机会，可惜他依旧没有申请加入。从现在开始，他李飞虎将不会再给苏晨任何机会。等着吧，我期待你向我求助时的表情。李飞虎阴狠狠地瞪了一眼苏晨。等候大厅上空的倒计时结束，5000名考生同时化作光影消散在空间里。考试开始。江南省某处一个全方位封闭的房间内，坐着10名高层专员，他们正是本次模拟考试的观赛评分小组。在神夏帝国，只要是考试就是绝对保密，只有高层人员才有资格观看副本内的录像，这是针对学生的保护措施。帝国不会让其他势力通过外放录像研究学生们的职业技能。房间内环绕着10块巨型屏幕，可以根据10名专家的意图变换视角。本次观赛小组的组长是江东省军部部长张云飞。作为主考官和评分小组组长，他的权力十分大。其他9人的评分都有限度，加分减分都不能超过1个量，而他的评分无限制，如果他极度厌恶某个人，甚至可以扣光其积分。当学生们在等候空间里时，观赛小组就已经开始观察他们了。而排行榜第1的苏晨自然是众人重点注意的对象。只看几眼，张云飞心里就给苏晨打上了几个标签：高傲、极度不合群、独狼、冷血。总而言之2个字：讨厌。第25章，全都交给我。大致观察后，有成员向张云飞发问：张部，您觉得这个苏晨怎么样？张云飞没有回答，而是在一堆档案里抽出了苏晨的信息。孤儿，契合度0%，人际交往少，破纪录。提取出几个关键词和脑中信息整合后，张云飞开口：短时间内升到15级，这表示他的职业在现阶段强度不错，但也到此为止了。他性格上的缺陷是很难弥补的，从小缺爱，毫无团队精神，独狼。或许有人会喜欢这种，但在我这里，他是绝对的不合格。或许这次副本他可以刷很高的分，但我肯定不会给他高分。其他成员互视一眼，觉得张云飞有些先入为主了。张部，要不要再看一下？他们学校老师对其品行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张云飞冷哼一声：你要是他的老师，你肯定也对他评价不错。成绩优异有时候会屏蔽很多缺点的，不信等着看吧，副本里的表现会告诉你们。屏幕中的场景一闪，考生们被传送进了模拟副本。模拟考核副本长坂坡血战。传送法阵消失，苏晨发现自己出现在绿意盎然的山野中，这应该就是古当阳地界了。苏晨环顾四周，周边都是地形平缓的山坡，放眼过去一马平川。身侧是一条由百姓组成的难民队伍，队伍长度惊人，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都看不到尽头。10万人组成的难民队伍长度几乎可以达到10公里，10公里的距离几乎可以贯穿一些小城市。出现在苏晨身边的全都是一中的同学，其他学校的同学成团出现在难民队伍的其他分段。苏晨稍加思考就推测出了这次考核的大概方式。要保护的百姓有10万，这10万百姓应该会按比例分给每个学校，然后副本将学生组团传送至相应的分段。考生的基础任务就是保护相应分段的百姓，如果分段内的百姓死亡，就会扣除该学校所有考生的生命值，且无法恢复。那敌军会怎么进攻呢？苏晨望向远方，按照前世记忆，曹操是派兵由西北方向追击，也就是队伍前进方向的右后方进攻。但副本为了公平考核，肯定不会从队尾开始进攻，所以苏晨走出嘈杂的人群，看向两边山坡。副本会直接在两边生成士兵，整个副本就类似于塔防游戏，他们在杀敌的同时还需要保护百姓安全。会生成什么士兵呢？
根据记忆，曹操可是派了5000虎豹骑兵，如果真的有骑兵，那就有些棘手了。这种平坦地形几乎就是骑兵的屠宰场，让他们冲杀起来几乎无法阻挡。和苏晨的冷静分析不同，刚刚传送至副本的其他同学都显得有些手忙脚乱。敌人呢？敌人在哪里？我们现在要干嘛？跟着他们走吗？大娘，你们是哪儿的人？你们要去哪啊？一中200名学生一边跟着难民队伍前进，一边发出各种疑问。别吵，别吵，听我指挥！李飞虎竭力大喊，效果不算明显。苏晨径直向较高处走去，将车马辎重和嘈杂的交谈声抛在身后。现在他对周边的情况尚不清楚，想要获得信息就必须要登高。苏晨干什么去了？要不要跟着他啊？苏晨肯定发现什么了。苏晨的离开立即引起了部分同学的关注。别他妈管他了，听老子说话！李飞虎怒吼。苏晨登上不算高的山坡，向四周眺望。他想知道队伍里会不会出现刘备、张飞这样的帮手，以及关键人物甘夫人和阿斗在哪里。远眺一段时间，苏晨推测自己被分配的位置在难民队伍的中间段，再想获得更多信息，靠他的目力就不够了。意念闪动，苏晨直接召唤出了4骑白马一从，让他们沿着难民队伍前后以及两侧进行侦查。升到15级后，他对召唤物的掌控距离已经有1000米了。随着白马骑向着4个方向出发，苏晨获得的视野越来越大。看着苏晨派出白马骑兵侦查，一中众人爆发出阵阵惊呼：卧槽，这是什么？好帅啊！应该是苏神的召唤物，他的职业是召唤类来着。我们也应该派兵侦查吧？为什么要在这傻站着？不仅是一中学生，其他学校的考生也注意到了快速掠过的白马骑。一时间，无数洞察术落在他们身上，但都无功而返。竟然洞察不出属性，那是敌军吗？他们好像在执行命令，应该是某人的召唤物。这召唤物也太酷了！白马骑的移速很快，没过多久就到达了侦察边界。苏晨通过传回的情报，进一步明确了现在的情况。向队伍两侧出发的白马骑在800米处就撞上了空气墙，那是副本的边界。向队伍后方出发的白马骑到达苏晨指挥极限后，看见队尾就在约1公里外。在苏晨已经探查完情况时，一中的队伍还没有做出实际的行动。在李飞虎的指挥下，队伍一团乱麻。别他妈吵了，那几个带侦察技能的出列，带侦察技能的给我出列！李飞虎扯着嗓子大喊，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变得如此难管。此时，苏晨从山坡上下来，缓缓走到队伍一侧。他一靠近，嘈杂的队伍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想知道苏晨要说什么。苏晨整理了一下信息，淡淡开口：10万百姓，平均给5000人，每人大概20人。我们学校约200名考生，要保护的队伍大概4000人。以出生点为中心，前后2000人是我们要管的分段。前半段1000人交给我，你们均分后面3000人。尽快行动，敌军会在队伍两侧刷出。众人听苏晨说完，不由得一阵惊叹。在他们云里雾里的时候，苏晨已经把副本摸得这么清楚了。而除了感叹苏晨侦查和反应能力之强，大家还注意到了另一个离谱的点：苏晨要一个人保护1000人。第26章，就这模拟副本。众人被苏晨这激进疯狂的话给惊住了。1000人，按照苏晨的算法，这是划分给50名考生的量，而他想自己一个人就全部顶住，这不就是说自己一个人能顶50人吗？他一个人保护1000人，我们剩下的均分3000，这是什么操作？1000人守得住吗？就算再强，也不能一个人做到这么多吧？有点自大了。他说一个顶我们10个差不多，一个顶50个，实在太过分了。见人群中响起质疑声，被抢了风头的李飞虎赶紧抓住这次挖苦的机会。一个人管1000人，你特马怎么不上天呢？难民死亡，我们所有人都会掉生命值。你要是失手了，岂不是要把我们所有人害死？苏晨扫视一眼人群，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其实预想过这种情况，所以只说了1000这个相对保守的数字，没想到还是引起了质疑。那就没办法了，打破质疑最好的方法就是行动。苏晨意念闪动，周身一阵杀气狂涌，伴随一声怒吼，典韦破空而出，参见圣上！吼声向众人袭去，站在前列的学生感觉五脏六腑都震颤起来，议论声彻底消失，所有人集体向后退了几米。李飞虎更是从队伍前列一连退到了最后。苏晨再次扫视众人，眼神中带着不可侵犯的威严：我1000人，剩下的你们均分，尽快行动。话音刚落，一阵号角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往队伍两侧看去，密密麻麻的生成了一大片军队。来了！有人大喊。愣在原地的人群立马紧张起来，向四处分散。现在他们再没时间质疑苏晨，只能按照他的安排布阵。看见敌军出现，
苏晨头也不回向队伍前方走去。战斗开始了，观察团、评分小组。张云飞看着屏幕中众人慌乱的样子，咧嘴大笑。看看这些毛头小子，要打起仗来，肯定全军覆没。一名考核成员扶了下眼镜，他们是第一次进战争副本，情有可原。不过也还是有些表现优秀的考生，比如苏晨，我就觉得不错，冷静，侦查能力优秀，对局势的判断十分精准。提到苏晨，张云飞的脸色立马严肃了起来。他用指关节敲了敲桌子，对所有人说道：“你们现在的评分标准依旧还停留在个人能力上。这次我当评分小组组长的原因，就是要修正各位的标准。这个苏晨，我和各位的看法完全相反。团队意识极差，有能力但不作为，独断专行。最严重的是，他竟然还有威胁同学的意图。光这一点，在我这就可以判死刑了。”被张云飞一说，其他评分成员也确实感受到了苏晨的缺陷。如果一名成员站起来反驳道：“如果苏晨同学真的可以保护下1000名百姓，他的这些作为是不是就有了解释的余地？比如不参与指挥是为了全力发挥处理敌人，威胁同学是为了快速打消质疑，让他们相信。”张云飞咧嘴笑了起来：“你说的不错，但这是可能吗？说自己能保护1000人，正是因为他过度自负导致对局势的误判。那些士兵可不是新手副本里的弱鸡，他们的强度相当于10级副本困难模式下的魔物，在这些士兵的进攻下，不依靠团队合作是不可能守住的。”反驳的成员点了点头，缓缓坐下。一个人确实没道理守1000人的，实在是太狂了。每损失10名百姓，就会全体永久丢失1点体质。以他们的级别，最弱的战士职业也不过200点体质。只要损失1半以上的百姓，一整个学校的考生就会被淘汰。这个叫苏晨的小子会为自己的误判付出代价。张云飞看着屏幕中苏晨的背影道：“啪！”苏晨一个响指收回新派出去侦察的白马旗，白马旗给他带来了敌军的信息。队伍左右两侧都生成了敌方步兵，且数量一致。不过他们现在只是生成在原地，还没有向队伍发动进攻。这毕竟是考试，不会一上来就要考生的命。跟随着难民队伍缓缓移动，苏晨也在不断观察周边。经过典韦的震慑，他身后果然没有同学跟上来，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能够自由发挥。在苏晨前方是另一所学校的分段，他们似乎刚刚才发现规律，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到需要防守的位置。几人看了眼苏晨，发现一长段距离只有他一个人，脸上便不由露出讥讽的表情。校与校之间是竞争关系，他们看见就苏晨一个人守，便认定他们学校马上会被淘汰。嗡！四面八方的号角声再次响起，这一次是进攻的号角，敌方士兵们开始向难民队伍进军。听见号角声响起，苏晨感觉自己真的置身于那个古老的战场。典韦，这可是你的老东家。苏晨笑道。什么意思啊？典韦疑惑道。被苏晨召唤的武将没有相应的记忆，所以典韦并不知道曹操。苏晨抬手指向远方士兵，意思就是狠狠地干死他们。意念闪动，100名虎豹骑士兵被苏晨召唤出来。经过2次升级的士兵目光炯炯，手持尖刀圆盾，组成了一堵气势雄厚的人墙。整齐排列的军队和两边散乱的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隔壁校几个学生嘴巴大张，完全傻在原地。这是什么鬼职业？一下子拉出来这么多人，他是不是作弊啊？这什么意思啊？苏晨没有放出所有士兵，而是根据敌人数量放了100名。他意念闪动，100名士兵被分成2队，分别迎击左右两边的敌军。和其他人不同，苏晨没有紧守在队伍旁，而是让士兵主动出击，必须要让战线拉长，这样才有容错的空间。敌方士兵一身漆黑，身旁萦绕着黑色的烟雾，疯狂地向队伍冲刺。在他们即将和士兵靠近时，苏晨抬手一点，魔化士兵，强化型魔物，等级10，力量150，敏捷120，精神100，体质120。苏晨沉默了，属性这么低。第27章，他这哪里是考试，他是来刷经验的呀。敌方士兵的属性值和魔影迷宫里小怪差不多，面对典韦士兵近350点的4维属性根本没得打。敌方第一波进攻人数不算多，50名士兵飞速就解决了战斗。击杀10级魔化士兵，经验加296；击杀10级魔化士兵，经验加278；击杀10级魔化士兵，经验加311。面板旁短暂刷了会儿屏就结束了，这点量还不如他在魔影迷宫里刷级。不过苏晨也理解，因为考虑到这是考试，难度必须由低到高慢慢递进，这样才能筛选出优秀的人才。边上其他学校的学生见苏晨3两下就解决了战斗，顿时自信大增。我靠，对面中看不中用，这么简单就被解决了。兄弟们，
跟着我冲锋！干他丫的！几名战士直接拿着长刀短剑就冲了上去。和敌军打了一会之后，发现情况不对，他娘的，这东西怎么这么硬？完了，被包围了！根本不是对面弱，是隔壁那人太强了呀！几名骑士在悲惨的嚎叫声中倒地，被传送出了副本。苏晨憋不住笑了。观察团内众评分成员看着屏幕愣住了，他们本以为看起来凶狠无比的典韦就是苏晨的召唤物，谁知道他又从哪里扯来了100个士兵，而且这些士兵还不是炮灰，他们单挑10级魔化士兵连血都不会掉，这简直就是断档般的强大。看完苏晨的表现，众人的眼神不由自主移向了张云飞。张云飞干2声，把视角切换到其他学校的战场。这个苏晨的实力确实不错，但是这还只是刚开始。隔壁学校也有用阵法无伤歼灭敌军的存在，接下来敌人数量会越来越多，如果他不和同学配合，只靠肉搏，最后还是会乏力的。其他观察团成员半信半疑的点头，继续观察副本里的战斗。又一阵号角声响起，第2波敌军来袭。这一波兵种不变，但数量增多了1倍。苏晨没有变阵，用上一波的配置对上敌军。由于敌军变多，这一波有的士兵会遭受敌军的围攻，但有盾牌的防护，受到的伤害也不算多。10几秒钟的时间，苏晨这边就解决了战斗。看向周边，他们面对这一波敌人就显得有些吃力了。前方淘汰了3名战士的分段已经有敌军突破，他们正冲向逃难的民众。苏晨用手一指，最靠近那边的10名士兵奔向被突破的分段。虽然那不是自己学校的分段，但砍杀敌军的经验值可是归自己的。靠着300的敏捷，典韦士兵很快就追上敌军，挥刀砍杀，击杀10级魔化士兵，经验加296。击杀10级魔化士兵，经验加313。看见苏晨派兵帮忙，隔壁学校的同学向他投来感激的目光。苏晨没有回应，毕竟他只是想拿经验，而不是想当圣人。忽然，面板上红了一下，典韦的体质掉了1点。苏晨立马反应过来，一中也被突破了。他二话不说，抬手召唤了20名士兵，派往一中其他分段。士兵的操控范围有1公里，完全可以覆盖属于一中的分段。他之所以之前没这样做，是因为相信其他同学，但如果他们守不住，苏晨就一定会出手。典韦士兵很快到达了失守分段，敌方士兵已经冲进了难民队伍，正在疯狂砍杀。该分段的战士被淘汰，法师职业的学生似乎用光了精力，正拿着根法杖敲士兵的头。剩下还有数名奶妈站在一旁，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典韦士兵到达之后，快速锁定队伍中的敌军，对他们展开围杀。这是苏晨的士兵，一个女生喊起来。听见苏晨这个名字，该分段的众人瞬间松了口气。随后他们就看见自己很难杀死的敌人被苏晨士兵几刀就砍成了尸体。竟然几刀就砍死了，苏晨的普通士兵都这么强吗？这就是我们和他的差距啊。20名士兵砍杀完敌军后，迅速向周边散开，他们均等的分散至其他分段，作为苏晨查看情况的眼睛。如果出现失守的情况，他就会立即派兵出击，这样既能让同学得到锻炼，也能保证己方不被突破。第2波进攻结束，同学们立即抓住这宝贵的间隙，重新分配战力。随着战斗增多，他们也在进步。刚刚被突破的分段，就是因为职业搭配不均，奶妈过多，前排和主攻类职业过少。我们这里缺战士和牧师，多于奶妈。少战士，来个战士。需要范围型技能法师或者奶妈。观察室内，评分小组对苏晨的表现又有了新的判断。不仅能解决自己分段的敌军，他竟然还有余力帮助其他人。我怎么感觉他还没真正的发力啊？张部长，这下你怎么看？有人向张云飞发问。这苏晨不仅守住了自己的区域，还帮助了其他同学，甚至还帮助了别校同学。张云飞有点纳闷地看着屏幕中的苏晨，不得不说，这小子真给了他一些惊喜。这一轮下来，让张云飞对苏晨的印象有所改观，但还不彻底。苏晨目前为止还没遇上困难，一个人的真实品性必须要在苦难中才能体现。不着急，继续往下看，这才哪到哪呢？张云飞撑着头，表现得满不在乎。第3波敌军出现，这一波的量在第2波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翻倍。看见远处煞气滔天的敌军，不少学生都开始在心中打鼓，这压迫感实在太足了。苏晨扫了一眼敌军，大概估测了一下数量，这波敌军和魔影迷宫花园里的骷髅兵的数量差不多，看来这是要上强度了。苏晨凭空一握，将所有典韦士兵召唤出来。隔壁校的同学已经呆住了，他们望了望身旁零零碎碎的几人，又看了看苏晨那边全副武装的士兵，那边怎么还有人啊？什么鬼啊？干，他这哪里是考试，他是来刷经验的呀？这还比什么比？直接点了算球。第28章
我的短板不存在。不到1分钟，苏晨再次解决了这波敌人。这种强度的战斗，连让他释放技能的必要都没有。反观隔壁学校，不知道是实力较弱，还是职业分配失常，他们分段末端的学生已经全军覆没。苏晨派兵把突破的敌军杀完后，干脆就让他们留在了那里。全都是经验，不要白不要。比起隔壁的惨淡景象，一中这边因为之前重新搭配了职业，表现得比上一轮还要好。其中最不用担心的是顾夏所处的分段，凭借着职业寒冰法师的大范围技能，他和他的小队能较快地处理掉敌军。另一方面就是高从云的分段，他的圣剑骑士职业也有范围型技能，再加上合理的小队配置，处理敌人还算轻松。赵飞虎小队最为豪华，带了5个前排，4个法师，3个射手，3个奶妈，1个牧师，而且这些同学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实力在学校很靠前的学生。如此豪华的配置，却只防守了区100人，连每人需要防守10人的最低标准都不符合。赵飞虎被战士稳稳保护在中间，只是偶尔放2个技能，对其他分段的情况不管不顾。苏晨对他的印象已经差到了极点，除了他们打得比较游刃有余，其他小组就是在艰难作战，偶尔有比较薄弱的地方，苏晨会第一时间派值守的士兵支援。忽然队伍中间段被人突破，苏晨迅速调动5名士兵赶去，那是好兄弟高正的分段，他们组了个5战士加3奶妈的奇葩组合，前面几波还能硬刚，到这一波没有范围型技能，就只能被围杀败退。此时2名学生已经淘汰，高正被5名魔化士兵攻击，虽然身后有奶妈回血，但他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危急之际，典韦士兵到达，用盾牌给高正解围后，挥手几刀就将对面砍杀。死里逃生的高正望着士兵，这是苏晨的士兵，他不是要防守1000人吗？竟然还有余力来支援我们。高正的眼神微微颤动，心中升起对苏晨的感激。在苏晨的支援下，敌方士兵被尽数消灭，一中在这一轮完美过关。正当众人要重新分配职业，为下一轮做准备时，远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空洞，空洞中不断有黑雾漫出，并伴随着雷电闪动。下一刻，一个个身形巨大的士兵从黑洞中踏出，他们身高4米往上，浑身肌肉虬结，一身盔甲泛着猩红血色。精英怪来了，苏晨喃喃。大群士兵考验学生们的范围伤害能力，而精英怪则考验学生们的单点突破能力。这也是为什么老师们强调在战场上要注重团队配合，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拥有大范围杀伤能力的同时，又拥有强悍的单点突破能力。看见精英怪出场，其他同学们迅速切换主攻击位。如果说之前是法师的主场，那现在就是能持续单点输出的射手主场。精英怪不断涌出，每一个分段都至少要面临1只精英怪，而苏晨这边则要面临整整10只精英怪。苏晨抬手释放洞察术，查看对面的等级。魔化士兵首领，强化型魔物，等级12，力量1000，敏捷200，精神400，体质1000，技能震退。比魔影迷宫骷髅首领的强度略高，但在典韦手里不过几刀的事情，即便有10只，也只是多花一些时间罢了。观察室内，众人紧紧盯着屏幕内的苏晨。上一轮在大家以为他已经到极限时，他又召唤出了100名士兵，这让众人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这是15级学生能达到的战力。这轮就是他的极限了。张云飞缓缓开口，他的实力确实强大，在同等级甚至高5级内都不存在对手，但是他的进攻方式过于单一，只靠召唤物的砍击。现在敌方的精英怪有震退技能，不惧怕人海战术，而他又没有远程攻击手段，他必须要和其他成员组队了，否则这轮不可能过关。张云飞说完，众成员也点头表示同意。苏晨的强大毋庸置疑，但个人能力总是存在短板的，就算是传说级职业者也不例外。众人望着苏晨，期待着他将如何解决这轮敌人。副本内，一中的各个小组已经准备好了阵容。其实只要职业搭配合适，这单只精英怪比大批士兵还要好对付一些。精英怪移动缓慢，众人趁着这段时间恢复精力体力。苏晨那边能行吗？忽然有人发问。苏神，你也怀疑？你脑子瓦特了？不是怀疑，我是觉得稍微有些艰难。苏晨要对付整整10只精英怪，而且还没有远程输出。那人说完，众人忽然觉得有道理。精英怪有震退技能，不怕苏晨的人海攻击，而苏晨似乎只有战士近身攻击这一个手段，要不要派个人去支援一下苏晨？有人喊道。顾夏面无表情的摇头，苏晨不需要的，他是见过典韦出手，他知道这些精英怪在典韦手里根本不堪一击。李飞虎嘴角轻跳，苏晨怎么会需要我们帮助？所有人管好自己的区域，不可以支援。他转身看向苏晨，期待着他接下来落败求援的模样。
喜欢装？现在看你那些小喽啰还有什么办法？苏晨静静站在原地，等敌军到达一定距离后，他抬手一挥，身侧典韦心领神会，向前一步迈出。他双眼泛红，一身战意早已按耐不住。哇呀！典韦兴奋地怒吼一声，双手凭空一握，两柄巨型战戟出现在手中。见典韦使用双戟，苏晨微微一愣，随后轻笑一声。看来这号声不断的古战场让典韦战意狂涌啊！那就让你战得痛快！苏晨大手一挥，让所有士兵撤退，给典韦让出道路。典韦自阵中走出，脚步由缓到急，随后越来越快，到最后奔跑着冲向敌军。他一身血色战甲，周身血色杀意滔天，向前冲锋时气势如虎，完全压住了对面10支精英魔兵的队伍。区区小虫，速来取死！第29章，究竟哪边才是敌人？看见典韦一个人冲向10名精英魔兵，众人都惊住了。什么情况？其他士兵都退了，他要一个打10个吗？这怎么可能？对面可是强化型精英怪啊！为什么我觉得他气势反而压制住了对面？虽然很离谱，但这是苏晨的召唤物，我觉得他会赢。顾夏望着典韦冲锋的背影微微颤抖，他知道典韦的实力，知道接下来将会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死来！典韦的吼声响彻天地，挥舞着双戟冲入10人队伍。无畏冲锋！在交战的第一刻，典韦就发动了技能，1分钟内攻击力翻倍，且获得无视控制的霸体状态，3500点战力再翻倍，根本不是对面的精英怪能够阻挡。再加上强悍的霸体，典韦此刻就如杀神降临。吃！一记重击砍下，站在最前的精英怪被一刀砍杀，伤口由肩膀斜切到胯部，整个身体都斩成了2截，根本没有还手之力。1000点体质的魔兵在典韦面前与草芥无二。吃！又是旋身一刀，身后想要偷袭的魔兵直接被斩首。漆黑的头颅在空中旋转，飞出几百米后滚落在众人面前。同学们人都傻了，根本不敢相信眼前一幕。卧槽，这么猛的吗？兄弟们，谁来告诉我哪边才是敌人？苏晨不会是隐藏 BOSS 吧？不然解释不通啊。苏晨哥哥好帅！李飞虎看着典韦大杀四方，整张脸都气红了。怎么可能这么强？这根本不合理！他开挂了！观察室内一片死寂，所有评分员都死死盯着屏幕，他们不敢相信那是仅15级的召唤物。滔天的气势，强悍的武技，无与伦比的恐怖战力，这种召唤物怎么可能是15级职业者召唤出来的？再说一遍，他是什么职业？张云飞缓缓开口。隐藏职业95至尊。一名成员回答。95至尊，张云飞喃，这职业是不是有点变态了？作为学生时代的佼佼者，他见过太多强大的职业，可从来没有一个职业会让他觉得强大到变态，即便是传说级也没有。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再加上强大到超模的武将，即便是让同等级的传说职业者，能战胜苏晨的概率也十分渺茫。张云飞默默切换屏幕，查看其他分段的战况。他是来看小屁孩被魔兵吓尿的，不是来看屠杀魔兵的。太他妈残忍了，沙坤也不过如此。吃！典韦手握双戟，不断挥舞，战戟所到之处，立马炸出一片血雾。10只精英魔兵接连倒下，毫无抵抗之力。击杀魔化士兵首领，经验加3031。击杀魔化士兵首领，经验加3102。击杀魔化士兵首领，经验加2987。每倒下一只魔兵首领，苏晨的经验条就会上涨1段。不愧是精英怪，经验值给的就是丰厚。不到1分钟，强化魔兵尽数死亡。苏晨15级的经验条也来到2/3的位置。典韦杀完，其他分段的同学也解决了相应的精英魔兵。第3波进攻结束，众人再次进入休整时间。副本上空浮现出已经淘汰的人数，出进副本的5000人，此时只剩下了2000人。南山市一中以12名百姓的损伤位列积分榜第1，而除了南山一中，其他学校的损失都很大，甚至有的学校全校出局。苏晨分段隔壁的学校就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苏晨保护的那部分百姓。一中同学们见到积分榜，纷纷感谢起苏晨。还好有苏晨大佬帮我们分担了1000人，不然我们就惨了。是啊，苏神不仅分担压力，还给我们打支援，我爱苏神。高正看着积分榜感慨万千，如果不是苏晨出手，他早已淘汰出局。而且自己淘汰是小，关键是分段失手会影响到其他同学。敌军的进攻连续不断，只要一个点失手，就会影响到下一波，随后缺口就会越来越大。苏晨不仅分担压力，给予支援，还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调整职业搭配。不夸张地说，苏晨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一中。
李飞虎见苏晨重获众人支持，心中的怒气不断翻涌。他不过是管了他一个人，我才是你们的指挥。一中能排第一是我的功劳，你们都要感谢我。他话一出，人群中立马响起了骂声：“你丫闭嘴吧！谁没看见你一个人躲在后面啊？”“谁说的？”李飞虎怒吼：“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你敢骂我？”他这一吼没有吓住众人，反而迎来了更多的骂声：“赶紧滚吧！你爸就是我！你指挥了个屁！我奶奶来也比你指挥的好！谁把他踢了，看见他就烦！什么都没做还邀功，真是下头难！”李飞虎望着怒骂他的同学，整个人傻了。他明明是团队指挥，为什么会被大家唾弃？苏晨把所有事情看在眼里，对于李飞虎，他只想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短暂的休整时间结束，第4波敌人来袭。这一波是精英魔兵和普通魔兵的混搭。苏晨派典韦和士兵共同出击，依旧是毫无压力的解决战斗。一中其他同学也渐入佳境，几乎完美的守住了这波。和一中一样，其他学校在这一轮也没有再产生巨大损失。到这个阶段，剩下考生的职业搭配都几乎达到了最优解，且大家都已经适应了副本的战斗节奏，只要基本模式不变就不会出现大问题。成功守住一波后，大家的自信都上来了，甚至有人洋溢出对下一波的喜悦。苏晨依旧面无表情，在众人有些得意忘形的时候，他再次向四周放出白马器侦察。他知道长坂坡的故事，知道这个副本不会就这么简单。观察室内，张云飞看着苏晨的动作，无奈摇了摇头。这小子是学生吗？不会是哪个战神转世吧？其余评分成员点头应和。在战斗方面，苏晨同学已经无可挑剔了，准备进入下一阶段。我特马就不信这小子还有底牌。张云飞打开桌面上的黑箱，从里面取出一块魔法晶石。来吧，让这群得意忘形的小子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战争。第30章，逐渐疯狂的考试。副本内，众人在兴奋讨论之际，天空中忽然传来说话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本次模拟考试的主考官。”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苏晨也抬头望向天空。主考官？为什么主考官会在考试过程中进行干预？直觉让他感觉到，这主考官出现肯定不只是说2句话而已。天空中的声音继续下去。首先恭喜各位能够撑住前面4波的进攻，能够存活到这一轮，你们的实力已经达到了标准。而为了测试出各位的极限，接下来你们的敌人将会更加强大。除了敌人增强外，从下一轮开始，副本规则将会发生改变。关键点来了，苏晨眉头一紧，基础规则发生改变，肯定会造成巨影响。首先取消分段保护模式，现在百姓死亡，所有人都将受到伤害，每死亡100人，副本内所有人将永久扣除1点体力。新规则出现，众人一片哗然。什么？那我们要保护的范围也太大了吧？天哪，要是别的学校拖后腿就麻烦了。不公平，我们为什么要为陌生人的失误买单？苏晨轻轻点了点头，他对这个规则十分认可，这才是战争副本应该有的模式。真要打仗，谁还会给你分段？同一阵营的战友就是要共同承担后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第2条规则，从下轮开始取消本场考试的副本保护机制。不等众人消化第1条规则，第2条更加炸裂的规则又出来了。这条规则一出，考场内的学生直接炸锅了。什么？我没听错吧？要取消保护机制？保护机制是什么啊？取消了会有什么后果？会死啊！取消了保护机制，只要受到致命伤就会死在副本里啊！不是，为什么考个试为什么会死？主考官是不是疯了？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你敢让我死在副本里，你就完蛋了。不止考场上，连观察团里都沸腾了。从来没有一场考核解除过保护机制，其他评分成员都不知道张云飞在玩哪一出。张部，你不会来真的吧？取消保护机制会死人的呀！谨慎行事啊，张部，出了事我们可担不起责。张部长，副本里有很多大家族的后代，千万不要乱来啊！张云飞见众人一脸慌张，脸上一副诡计得逞的笑容。你们学院派就是学院派，遇到点事就慌得不行。这个，他将一颗魔法水晶拍在桌子上，军部的小玩意儿。我们测试新兵时经常用这个，能在副本内制造假死的迹象。假死？评分团众人疑惑道。有保护机制在副本内受到致命伤的人会被立即传送出副本，他们的身体会化作幻影消失。但启动了这个装置，被传送出副本的人身体不会消失，而是以死亡的状态留在副本内。这样就是假死，能够检验新兵在面对真实死亡的反应。成员们恍然大悟，所以都是假的，保护机制依旧在，但副本里的人会觉得消失了。张云飞点了点头，是的，死虽然是假死，
但他们在死亡面前的反应却是真的。战场上是没有保护机制的，战士们要直面真正的死亡。这一个小举措就能反映出考生在真实战场上的反应，筛选出我们需要的人才。众成员点头赞同，这2条规则一出，模拟副本才成了真正的战争副本。他们望着屏幕中再次乱成一团的考生，忽然觉得这场模拟考试才刚刚开始。副本内所有学生们都陷入疯狂，死亡对于和平年代成长的学生来说，压迫感还是太大了。抗议！抗议！我申请终止考试！我不考了，我只是想上大学，我不想上战场，我不想死啊！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碰过，只是加入一条规则，几分钟前还自信满满的众人直接陷入崩溃。苏晨无视周边的嘈杂，安静地通过白马旗视野观察周边情况。虽然他不害怕，但他理解其他同学的恐惧，因为这2条规则的组合威力太大了。如果单纯只是取消保护机制，那大家还会有殊死一搏的决心，毕竟命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但配合上第1条，只要百姓死亡，所有人都要扣除生命值，这下命就不只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你失误了，得死；别人失误了，你也得死。这2条规则一组合，无论是实力强还是实力弱的同学都会感到恐惧。但这些同学里不包括苏晨，这2条规则的增加对他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典韦忠诚护卫的被动存在，他和典韦共享体质，而典韦拥有高达3500点的体质。现在副本内还有6万名百姓，就算全部死完，也只能扣600点体质。这600点体质对其他人来说够死上好几回，但对典韦来说仅仅算个轻伤。所以他人失误影响不了苏晨，他只用确保自己能够杀光敌人就好。只要实力强大，直面死亡又如何？嗡！四面八方的号角声再次响起。听见这宛如丧钟的号声，人群中顿时一片哀嚎。这一次敌人没有生成在队伍两侧，而是生成在了整条难民队伍的末尾。苏晨利用白马旗的视角眺望远处那黑压压的一片骑兵，苏晨在嘴中喃喃：骑兵来了。据前世记忆，曹操正式派遣了一支虎豹骑精锐追杀刘备，这真是要他们的命吗？苏晨有些惊讶，比起之前，这一波的难度增长的可不是1点2点。骑兵和步兵先不谈属性，光说兵种战力上就不是一个级别。而且这次是模拟战士战争的集群生成，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分散。这意味着大家如果不团结起来，就只能等着被骑兵群逐一击破，冲杀殆尽。幻影闪过，所有考生面前都出现了一块信息面板。江东省模拟测试副本长坂坡血战2阶段。副本介绍：队尾出现大批敌方精锐骑兵，请所有考生列队防守。任务目标：阻挡曹操骑兵，保护百姓撤离副本区域。任务惩罚：每当有百姓死亡，副本内所有考生将遭受到无法治疗的伤害。特殊任务：保护关键人物撤离副本区域将获得积分奖励，且全图考生获得血量回复。第31章，刷经验罢了。看完信息面板后，众人再次议论起来。敌军从队尾生成，那我们就不会一开始遭遇敌人。还好我们不在队尾，队尾那批人死定了。是啊，前面的人先帮我们消耗敌军，我们打赢的几率就会更高。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庆幸己方不在队尾的同时，又可惜自己不在对手。因为敌军从队尾开始扫荡，所以越处于对手的学生越安全。随着大家讨论，所有人都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已经没有特定要保护的百姓了，完全可以向对手移动，选择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大家都想到了，但是没人能说出口，没人能把贪生怕死的话当众说出来。这时候李飞虎站了出来：各位，我们一中是排行榜最高的学校，是最强战力，我们应该留存实力，让其他人先消耗，最后再绝杀敌人。所有人跟上我，我们往对手前进。李飞虎话一出，众人皆是一愣，在心中惊叹起来。不要脸还是得看李飞虎，逃跑的事都能被他说得很正义。不过这一次没人再喷他，因为这关系到众人的生死。之前有保护机制，大家还能冲一冲，但现在可是会死人的，没人愿意拿生命开玩笑。要去吗？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就在众人迟疑之际，边上已经有其他学校的人走了上来，他们神色惶恐，拼了命地往队伍前面冲。快走吧，他妈的别人都冲上来了。这些人都开始跑了，再不走我们就成最后一排了。赶紧走，大家都是一条命，凭什么我们要给别人拼命？众人恐慌的情绪在看见别人逃跑时涌了上来，一时间一中所有人都开始向前方逃离。观察室内，张云飞脸上挂着个夸张的笑脸。对位了，对位了，这才是他想看见新人的反应，这就是新兵蛋子面对死亡的反应。没人不怕死，没人甘心成为别人的挡箭牌。他妈的平时看起来一个比一个英勇，关键时刻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张云飞转头对着评分成员道：“逃跑的全给我记下来，一个都别放过。”张部，你直接取消保护机制太狠了，这些都还只是学生。评分成员边记录边说道。张云飞冷哼一声：“我们选拔的是战士，是在战场上能依靠的队友。难道你会把自己的后背交给这些人吗？”评分团成员哑口无言。一中的学生看起来也要退了，那个李飞虎的煽动力很强啊。众人的注意力被拉回一中，发现一中已经有人开始动身了。屏幕随意切换了几个大吼的学生后，又定格在了苏晨脸上。苏晨依旧是一副扑克脸，仿佛周边发生的那么多事情都和他没关系。他会怎么选择？是往后逃跑，还是留守原地？所有人的屏幕，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苏晨脸上。原本作为评分员，他们应该平均关注每一个考生，但这场考试，苏晨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他的一举一动几乎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考试评分团几乎变成了苏晨观察团。他肯定会走。张云飞摩挲着下巴道：“就算他的队伍再强，也不可能守住这波骑兵大军。他这种人最清楚自己的实力，绝对不会去做冒险的事情。我觉得他会坚守阵地。”有成员为苏晨发声：“他性格孤傲，撤退绝对是有辱尊严的事情。”张云飞笑着摇头：“这些评分成员见过的人，尤其是天赋异禀的人，太少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自命不凡的天才有多珍惜生命。他笃定苏晨一定会和同学们撤离，他没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其实这场考试根本没有设计取消保护机制的环节，毕竟这不是军队考核。但张云飞擅自取消了保护机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苏晨。他对自己的识人能力很自信，但苏晨一直在打破他的判断，所以他极力想挑出苏晨的毛病，以证明自己的识人能力没有问题。现在机会来了，谁都不能逃过对死亡的恐惧，苏晨也不例外。副本内，一中同学在李飞虎的煽动下赶往队伍前方，走出100米后，他们遇到了苏晨。苏晨静静站在原地，身侧站着典韦和100名士兵，他光是站着不动就给人带来极大的威严感。苏晨，你跟我们一起走吧。有同学开口：“跟我们一起走吧，你的实力最强，不能在前面就被消耗。”同学们纷纷开口劝导苏晨，想让这个最强战力跟着他们一起撤离。苏晨无视众人的声音，在脑子里稍加计算后开口：“我大概算了下，在我们后方约有2万名百姓，2万名百姓死亡会给所有人造成200点伤害。我相信你们有很多人体质少于200点，所以你们现在的行为和去自杀没有区别。”语毕，一中全体成员都呆滞在原地。他们没想到自己身后竟然有那么多百姓，他们只是想着向后逃跑可以让别人挡刀，却没想到这样的行为也会害死自己。苏晨没有再说多余的话，召唤回士兵后动身向队尾出发。有典韦的保护在，他根本不怕死。他的目的主要是刷经验，考核副本的魔物经验值相当于困难模式下的稀有副本，而且随着波次增多，魔物的数量和经验值都在增加。其他人逃跑的行为在苏晨看来却十分不错，这完全就是在给他创造良好的单刷场所。一中众人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晨离开，默默给他让出了一条通道。纵使大家知道苏晨很强大，但也没人觉得他能独自对抗一整波魔物，所以苏晨独自走向队尾的表现在众人眼里就像英勇就义。苏晨竟然想去前线吗？为什么？难道他不怕死吗？苏晨是真正的勇士，他为了保护大家才选择奔赴战场。和苏晨比起来，我们就是可耻的逃兵。第32章，直接清场。苏晨神色平淡，心里想着这一波究竟能刷多少经验，但在众人眼里，他这就是慷慨赴死的表情。这平静的表情给其他想要逃跑的人的心灵沉重一击。在所有人都为了活着逃跑时，他竟然逆着人群走向前线。他的行为感动了身边所有人。高正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今天我高正死也要站着死。说罢，他加快脚步，紧紧跟在了苏晨身后。顾夏没有说话，直接动身跟在了苏晨身后。他相信苏晨，相信他的实力，更相信他的判断。女生都加入了，大老爷们还往后缩什么？一个男生大吼，走出人群，加入到苏晨的队伍。加我一个！我刘刚不当懦夫，我黎耀辉也不是懦夫，我也加入。我到现在都只有8级，但我不想当缩头乌龟。加我一个！我也加入，我加入。众人的情绪被彻底引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苏晨逆行的队伍之中。看着苏晨带领众人走向前线，观察室内再次陷入了一片寂静。在他们眼里，苏晨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然奔赴前线，是绝对的英雄。看着苏晨平静而坚定的表情，评分成员们心潮澎湃。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新人面对死亡时的表现。他为了保护众人，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英雄，
绝对的英雄。张云飞怔怔地望着屏幕，苏晨的应对再一次打破他的预料，超出了他的判断。不可能啊，他怎么会一点也不怕死？张云飞震惊了。就算是再勇敢的人，在生死面前也会有所犹豫，而苏晨看起来却丝毫没有迟疑。排除苏晨是面瘫后，张云飞想到了唯一的理由，那就是苏晨根本没有在生死面前做选择。他认为自己完全不会死在敌人的进攻下。那怎么可能？这可是整整一波敌人，这简直就不是自信，而是狂妄了。号角声响起，第5波的敌人生成在难民队伍的尾部。屏幕中，一中众人已经在苏晨的带领下来到了队尾，战场最前线。共1000名魔化骑兵组成的队伍矗立在远方，宛如一堵黑色城墙。评分成员们屏息凝神，为屏幕中的学生们担忧起来。同学们虽然展示了血性，但是光靠热血和勇气是赢不了战斗的。考生这边的人数只有300人，其中一大半是被苏晨感动的南山一中学生，另一部分是路上吸收的学生。300对1000，对面还是精锐骑兵，这恐怖的实力差距是靠多少勇气都弥补不了的。加油啊！评分团成员纷纷给考生们加起油来。他们本不该带有主观情绪，但实在是被学生们的勇气感染。张云飞紧紧盯着屏幕，来吧，是时候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了。以苏晨目前展现的实力，绝对不足以抵御这波敌人，他们一定会被击溃。看着同学一个一个死在面前时，你会有什么表现呢？副本内，苏晨带领着众人直面对面的精锐骑兵，不愧是历史上有名的精锐部队。虎豹骑兵连成一片，隔着几千米的距离都能释放出巨大的威压。在看见虎豹骑的瞬间，同学们心中刚刚被激起的热血就凉了一半。现在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硬着头皮死撑。苏晨转头看去，看见这么一大群人跟在身后，不由得有些吃惊。早知道就不说话了，他在心中喃喃。不过来了也行，虽然会分经验，但也能分担一些敌人。对面有1000名骑兵，如果只让他一个人来，还是有些牵强。不过他们看起来好像快要崩溃了。苏晨一一扫过同学的脸，紧张、恐惧、绝望、痛苦，各种负面情绪都能在他们脸上看见。苏晨理解他们的恐惧，他自身拥有典韦的保护，只要不犯巨大失误，不可能会死。而这些同学们都是在直面死亡，一个操作失误就有可能迎来死亡。恐惧归恐惧，但不能情绪崩溃，他必须要他们来点信心，否则一个崩溃的队伍只会起到副作用。苏晨意念闪动，直接召唤出了属于他的200名虎豹骑士兵。200名虎豹骑士兵挡在众人面前，宛如铜墙铁壁。随后他猛地挥手，200名士兵同时用刀身敲击盾牌，发出震响。轰！敲击声让所有人从恐惧中短暂的脱离出来，他们齐齐望着苏晨。苏晨双眼泛出金光，缓缓开口：“这里不会有人死。”他语气平缓，但却带着不可违背的强大威压。在那一瞬间，没有人可以质疑他。强行给众人打了剂定心针后，苏晨继续说道：“骑兵进攻最重要的就是速度，只要能减缓速度，就能大大降低骑兵的威胁。我的士兵会站在最前方，为大家抵挡第一波进攻。请所有法师类、射手类职业紧靠在我的士兵之后。你们的任务是在和两军交锋前，想尽办法对他们的前进制造阻碍。所有战士类职业紧贴远程攻击类职业，你们的任务是保护他们。除此之外，你们还需要在骑兵减缓速度后，快速对他们进行围杀。辅助类职业尽可能保护你的同学们。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战斗，祝各位好运。”说罢，苏晨转身走到士兵中间，站在了队伍最前方。而同学们虽然依旧恐慌，但也开始迅速按照苏晨的指令整齐队列。这就是指挥的意义，越在混乱的情况下，指挥的重要性就更大。除去指挥，指挥者本身的实力也很重要，能不能让所有人信服是十分关键的因素。比起李飞虎，苏晨只需几句话就能调动所有人，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几分钟后，众人按照苏晨的命令完成了组队。没多久，死亡号角声再一次响起。几百米外，由魔化虎骑兵组成的黑色城墙向着众人猛冲而来。马蹄踏地声宛如天雷炸响，整个世界都仿佛颤抖了起来。这就是骑兵冲杀震撼！列阵！苏晨呼喊。所有典韦士兵高举盾牌，稳稳立在众人面前。去！苏晨再喊。典韦怒吼一声，举着血腥双戟，独自冲向敌阵。他是苏晨阻挡骑兵的第一道防线。砰！典韦猛地炸入敌军队伍，挥舞着双戟猛杀起来。敌方骑兵虽然强悍，但和典韦相冲还差了108000里。不过典韦只有1人，影响范围有限。绝大批骑兵都没有受到典韦影响，依旧保持冲锋状态。靠近到100米时，己方队伍中的远程攻击开始发力，各种各样的攻击和魔法落下。寒冰魔法、大火球术、地形改变、缓速魔法、
箭雨，如焰火般绚烂的攻击砸入敌方军队，产生了大小不一的各种影响。这一轮过后，敌军队伍不再整齐，开始变得散乱。不过依靠着高强度四维属性，敌军依旧没有多少阵亡地的冲到了苏晨阵前。这里就是你们的目的？苏晨冷冷看着排列紧密的骑兵队伍，抬手一指：黄威浩荡。第33章白马一从。嗡！无数道璀璨金光从士兵的身上涌出。已经升到2级的黄威浩荡拥有5米的范围，每秒能够造成 50% 生命值的伤害。且苏晨让士兵们全都错位排列，让重合区域增大的同时，也能更好限制敌军的移动。敌方骑兵冲入，带着滔天煞气和威严黄威碰撞。黄威浩荡对于集群敌人是绝对的杀气。闯入队伍中心的敌军虽然也对士兵们造成了海量伤害，但在重叠的黄威浩荡下，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金色涟漪仿佛潮水，将黑色的煞气一层层冲刷洗净。200名士兵组成了绝对的生命境地，魔化虎豹旗开始成片死亡。苏晨的经验面板上出现熟悉的刷屏模式：击杀12级魔化虎骑兵，经验加531；击杀12级魔化虎骑兵，经验加514；击杀12级魔化虎骑兵，经验加501；击杀12级魔化虎骑兵，经验加553。看着敌军成片倒在苏晨阵前，所有人都傻眼了。没人能想到，打到现在，在所有人都油尽灯枯的时候，苏晨竟然还拥有底牌，而且是如此强大的底牌。他们100多人同时释放法术，都没能造成大可观的杀伤，而苏晨的技能一释放，就几乎开始了屠杀模式。这是什么恐怖的实力？高正看着金光璀璨的黄威浩荡，忽然想到一件事，那就是苏晨来对韦想的可能根本不是英勇就义，而只是单纯的想来刷经验。在别人眼里是生与死的抉择，在苏晨眼里只不过是更多的经验。观察室内，张云飞猛地从椅子上跃了起来，竟然是阵法类技能，这小子竟然还有后手。其他评分成员和张云飞一样，都是满脸震惊。无论是个人实力还是指挥能力，苏晨都表现得无可挑剔。军队、武将、侦察、阵法，这职业实在太强大了，不可限量，不可限量啊！众人呼喊道。张云飞慢慢滑回座椅，眼神中有些许落寞。苏晨彻底将他折服，他已经再挑不出任何问题了。这是他从业20多年来第一次看人看走眼。副本内，大批的敌军在军阵中死亡。在众人惊讶于黄威浩荡的恐怖杀伤力时，苏晨依旧在冷静地分析局面。经过几轮连续进攻，己方已经消灭了80%敌军，剩下的则绕过了防线。众骑兵冲锋完之后，必须要拉开距离休整，为下一波进攻造势。而他们拉开距离的这段时间，就是攻击性最薄弱的时候。苏晨在第3轮升到了16级，16级加上装备，共有750点精神力，给所有200名士兵施加2级黄威浩荡花费了600点精神力。他已经没有精神力再发动一次黄威浩荡，如果让对方形成冲锋，就一定会造成损伤，必须要在这里结束战斗。苏晨发动技能，恢复士兵状态，并且将数量提升到了230人。意念闪动，230名战士转身向着敌军追杀而去。其他同学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跟在士兵身后发起冲锋。牧师、先知等法师职业释放群体加速技能，为众人加速。他们原本来是抱着被屠杀的心态来的，谁能想到在苏晨的带领下，现在他们竟然在追杀敌军。不过在追击一段时间后，众人忽然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敌方是骑兵，而己方是步兵，移动速度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就连苏晨的士兵也完全撵不上对方。眼看魔化骑兵越来越远，众人的心又悬了起来。就算只剩200名骑兵，让他们发起冲锋，也会造成恐怖的伤害，这可是会死人的，没有人想看见敌方再度发起冲锋。苏晨很快意识到了这点，他随即抬手将25名白马骑召唤了出来。专业的事要让专业的人做，对付骑兵自然还是需要骑兵。25骑白马翼从列成一排，英姿勃发。苏晨指向前方，淡淡出声：一个不留。语毕，25骑白马骑冲向敌军。白马银枪组成的队伍如一支利箭，神速穿过战场，直刺敌军。亮银配色的白马瞬间骑吸引了场上所有人的视线，众人都下意识地发出一声轻叹：太帅了！白马银枪，这是什么神仙部队？好快，他们马上就能追上敌军！太帅了，看得我简直要疯掉了！这个数量能赢吗？会不会打不过？一定要赢啊，苏晨！在众人欢呼声中，白马翼从如一柄利剑刺入魔化虎骑兵的队伍。魔化虎骑兵为重骑兵，依靠长矛冲锋来给敌人制造伤害，但长矛在紧密阵型中完全施展不开。武器受制，再加上白马骑是从背后袭杀，
魔化虎骑兵根本没有还手的空间。很快，200名魔化骑兵在白马旗的长刀下化作一条条经验提示：击杀12级魔化虎骑兵，经验加531；击杀12级魔化虎骑兵，经验加501；击杀12级魔化虎骑兵，经验加514；击杀12级魔化虎骑兵，经验加553。10分钟后，白马义从凯旋归来，原本银白色的盔甲上已经沾满了敌人的污血，但浑身污血不仅没有影响他们的气魄，反而还看起来更加肃杀。25名白马骑缓缓穿过人群，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苏晨挥手将白马骑和典韦以及一众士兵收回召唤空间。下一波不知何时开始，现在要抓紧时间让他们恢复状态。收回士兵后，苏晨望向众人，发现他们看向自己的眼神都快拉丝了。天哪，我还以为他们只是侦察兵，没想到这么能打，太强太帅了，我也想召唤这么强的队伍。召唤师职业也太强了吧，比我这法师什么的屌1万倍。谢邀，跟召唤师没关系，单纯是苏晨强。他说的没错，我也是召唤师，我的骷髅兵刚刚被自己人才死了一半。第34章，一中都是废物。现场学生震惊之际，观察室内的评分小组也全都骂了。张云飞双眼发亮，心中情绪久久不能平复。苏晨给他的惊喜实在太多了，多到他甚至怀疑苏晨是不是作弊了。一个15级的职业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多维度的进攻手段？他到目前为止所展现的进攻方式简直让人叹为观止。阵地战、追击战、人海战术、单点突破、物理攻击、阵法招式，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些东西一个人就拥有。张云飞都如此震惊，周边那些评分成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简直就是苏晨的夸夸团，全方位无死角夸赞。太离谱了，实在是太离谱了！谁能想到那些看起来风度翩翩的士兵竟然也拥有如此战力？他还只有15级啊，竟然就拥有了双兵种，如此强大的战力，这个职业合理吗？简直就是全能啊！张云飞默默听众人讨论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副本幸存人数，依旧还是2000人。第5波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淘汰掉，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长坂坡血战原本是部队用来考核新兵的副本，而这么多年下来，第5波也被教官们称为死亡第5关。这一关的魔化虎骑兵每次都能淘汰一半的考核人员，因为第5波比起前4波改变很大，不仅改变了进攻方式，还改变了进攻位置，这对于考核人员的勇气、临场反应能力等等都是巨大的考验。而今天死亡第5关的魔咒被彻底打破，不只是没有造成大量淘汰，而是连一个考生都没有淘汰，而其中的最关键因素自然就是苏晨，可以说他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局势。张云飞缓缓摇头，不知道军队里那些老家伙知道了会是什么表情。讨论之际，时间流逝，第6波即将来临，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张云飞暗自喃喃。第6关，长坂坡血战的最后一关，自副本设立以来，就从来没有人能通过这一关。副本内悠长的号角声响起，第6关开启。众人的信息面板上跳出来一段话：江东省模拟测试副本长坂坡血战第2阶段，最终关卡单骑救主，任务目标阻挡曹操骑兵，保护百姓以及关键人物撤离副本区域。任务惩罚：一每当有百姓死亡，副本内所有考生将遭受到无法治疗的伤害。任务惩罚：2关键人物丢失，所有人直接扣除200点体质。特殊任务：保护关键人物撤离副本区域将获得积分奖励，并成功通关。这是要到关键剧情了。苏晨默默关闭面板。这关的难度再次升级，不仅要保护百姓，还要保护关键人物。如果关键人物丢失，所有人扣除200点体质。200点体质，这伤害几乎可以秒杀所有10级左右的职业者。苏晨在心中快速思考起来，关键人物应该就是甘夫人和阿斗，而甘夫人和阿斗位于队伍前列，距离远远超过了他对士兵的控制范围。如果他现在动身去队伍前列，那么队尾肯定会全军覆没。但如果放弃去前列，有敌军突破掳走甘夫人和阿斗，那结局也是一样。两难的选择，苏晨暗自喃喃。疑惑之际，苏晨望向周边，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之前每一关开始前，敌军都会先生成在边界上，让他们查看规模，并且给一些准备的时间。而这关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生成敌人？是最后一关的特殊机制，还是有什么别的情况？苏晨眉头微皱，隐隐觉得其中有些问题。难民队伍前段约1000名学生聚集在这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队伍后方逃来的。队伍中间2个人暴毙，看着周边逃来的学生，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他们是天台市第1中学的前2名，2人都来自天台市同一个大家族。进入副本前，
他们的等级就已经升到了恐怖的13级，且职业都是法师类。作为今年争夺省状元的热门人物，他们两人也被称作怪物二人组。火法师周岩暴毙站在一旁，在他身边的死灵法师周一涵正在准备某种阵法。周岩冷笑道：“这些蠢驴竟然在考试过程中逃跑，他们的分肯定被扣完了。”周一涵道：“都不过是些想混个普通大学的配角罢了，扣点分就扣点分吧。话说上一波的强度是不是太低了？逃了这么多人，他们还能守住？”周一涵耸了耸肩，战争副本不过如此。如果最后一波他们要再守住，得分不会超过我们吧？周岩问道。不可能。周一涵笃定地摇了摇头，抬手指向难民队伍中的马车。关键人物在我们这，只要护送他们过关，就能拿大量积分。而且前4波，我们2个每人都至少保护了200人。他们守住最后2波也要平分积分，算到每个人头上分不算多。单人积分加上奖励积分，不可能有人超过我们。周岩笑着点头，遥遥领先。两人谈话之际，周一涵完成了施法，一道灰色的光圈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散开。阵法完成，周岩对着刚刚逃来的人群招手：“那个什么虎，带你的人往阵法里靠靠，加点 buff。”李飞虎听到周岩喊他，立马点头哈腰的答应，随后招呼着身边同学向灰色阵法里靠。同学们往里面挤一挤，周哥给我们加 buff 了。李飞虎刚逃到这里，就发现了周岩、周一涵两人。他知道这两人实力强大，且是争夺省状元的热门。而除了这点，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背后的周家实力十分强大。在李飞虎眼里，实力其次，背景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他十分看不上苏晨的原因。区区一个孤儿，不过靠着狗屎运获得了隐藏职业，竟然敢抢他的风头，敢指挥众人孤立他。不过他相信，等苏晨隐藏职业的强势期一过，马上就会泯然众人。而周家两人拥有强大的背景，其家族会一直提供最好的资源，让他们成为一方强者。什么垃圾苏晨，周家二人才配做我李飞虎的朋友。李飞虎谄媚地对周岩发笑，带着跟他一起逃跑的同学走进法阵。这傻子挺逗的。周岩看着李飞虎笑了，别嘲笑他，作为想抱大腿的土狗来说，他算努力的。第35章无法通关的副本。看着依次走进法阵的众人，周一涵舔了舔嘴唇。那法阵根本不会加 buff， 而是名为死亡祭坛的阵法。他的职业是死灵法师，死亡祭坛是该职业的专属技能。释放阵法后，任何生灵只要在阵法内待上1分钟，就会被连接死亡锁链。被挂上死亡锁链，就会为施法者和施法者指定的目标承受伤害，持续时间10分钟。每有一个目标被挂上死亡锁链，他就能分摊出1%的伤害，上限60%。因为这项技能存在，他们两人并不担心副本取消保护机制，也不担心百姓死亡对他们造成的伤害。1分钟过后，周一涵收回法阵，面板上显示的分摊伤害已经达到了60%上限。看他的表情，周岩就知道阵法已经完成。每次看你这技能，都觉得有些强的变态。周岩喃喃。纵观整个职业者历史，能够转移伤害的技能少之又少，而且这些技能都只有高等级职业者才能学会。而周一涵在低等级就学会了如此神技，在周岩看来十分强大。很强吗？还好吧。周一涵摇了摇头。只能持续10分钟，还需要目标进入法阵1分钟才生效。知足吧，哪有能一直持续且不用付出代价的成伤技能？周岩道。比起你这稀有职业，我火法师的技能太普通了。说起稀有职业，周一涵再次看向李飞虎。那个虎什么的，好像是南山一中的吧？据说他们学校出了一个隐藏职业。周岩冷哼2声，肯定是个垃圾吧，不然有大腿抱，这傻子还会跑这么远。周一涵点了点头表示认可，随后兴奋地打量那些被挂上死亡锁链的人。被连接锁链的人会更加容易死亡，而他们2人对此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在他们眼里，其他人都不过是杂鱼，他们的生命一文不值。第5波休整时间结束，强烈的号角声从4面8方响起。这次的号角声持续了很久。正当众人疑惑号角声为什么还不停止时，他们猛地发现远处山坡上开始生出一批又一批敌军。那是什么？有人惊呼。周家2人循声看去，发现山坡上竟然出现了黑压压一片的魔化虎豹骑兵。周身冒着黑魂的骑兵整齐排列，遍布整面山坡。恐怖的威压隔着几百米冲向众人。所有逃跑而来的学生都傻眼了，他们就是为了逃离敌军而来到前列，却没想到这最后一波的敌军竟然直接刷在了他们脸上。完了，快跑啊！我们死定了，我们死定了！周家2人怔怔望着山坡，心中同样满是震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敌军会突然刷在队伍中段，而且对面满山坡至少有5000名骑兵。
这强度跟前几波比起来，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观察团内，众评分成员看见生成在队伍中段的队伍也傻了。为什么这一关根本没有提示，突然就把敌人生成在了中段，而且还一次性生成了5000名敌军，比上一波直接翻了5倍。这对于当前级别的考生来说，根本不可能通关啊！看着屏幕中生成的敌军，张云飞叹了口气。结束了，希望苏晨这小子别受到什么打击。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让大家愣住了。众人听见张云飞的话，立马察觉出他话里有话。张部长，这最后一关的难度是不是太高了？张云飞摇了摇头，颇有些无奈道：最后一关的设计确实过高了，因为这个副本一个无法通关的副本。什么？无法通关？众人感到有些不理解。考试中怎么可能会出现无法通关的副本？那些无法处理的通道都已经形成了不断产出魔物的深渊，而副本作为人类处理过的产物，根本不存在无法通关一说。张云飞缓缓解释，不是无法通关，而是以他们的等级无法通关。这是个副本，原来是军部新兵入伍的考核副本。除了检验新兵各项能力之外，这个副本还有一个作用。副本不就是用来考核能力的吗？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作用？众人疑惑。张云飞淡淡道：下马威，给所有新入伍的新兵一个下马威。职业者军队和普通职业者最大的区别就是集体和个人的区别。普通职业者总会认为自己个人能力强就行，其他人不关我事。而这考核副本除了检验实力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新兵下马威。每年都会有优秀的职业者通过前5关，他们大都实力强悍，自视甚高。而在这个时候，第6关的敌人就会以碾压姿态秒杀他们，用赤裸裸的战力差距碾碎他们的自信，让他们知道自己现在不过是一坨狗屎。我当年被碾压后，足足缓了1个星期。张云飞惨然一笑，其他评分成员傻眼了，这是什么变态的训练方法？怪不得军队职业者和普通职业者的差距会这么大。所以张云飞继续道，为了确保碾压所有人，第6关的难度是断档增大，以他们的级别是不可能通关的。连苏晨也不行吗？张云飞望向屏幕中漫山遍野的魔化骑兵，决绝地摇了摇头。那是一支满编虎豹骑队伍，一共5000人，由重骑兵虎骑和轻骑兵豹骑组成。魔化虎骑兵在部队前方，着重甲持长枪，负责冲散敌人阵型。魔化豹骑兵位于部队后方，这轻甲持长砍刀，负责追杀散乱的敌人。面对这种配置，只有把副本里所有考生的级别提升10级才有机会。不过这个副本存在唯一的机会。张云飞忽然道，如果能带着关键人物冲出包围，护送他们到终点，任务就会结束。那不是还有机会？众人惊呼。苏晨那些白马骑兵跑得很快，张云飞依旧摇头，这个机会几乎不存在，他们即便再快也冲不出5000骑兵的包围。要知道，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传说及职业者都没能通过这一关。观察室内沉默了，张云飞这句话彻底杀死了比赛。既然连众多传说及职业者都没能通过，苏晨的几率就更加渺茫。没人想到军部那些出题人竟然会这么狠，众人不由得开始同情这些撑到第6波的考生们，尤其对苏晨，他们有了隐隐的担忧。越是实力强大的人，越是自尊心很重，如果失败后不能及时调整心态，一次彻底的惨败可能会对他的未来都造成严重影响。第36章，赵云现身。队尾300名学生已经列队完毕，紧张又期待地等待最后一波敌军到来。苏晨操纵着白马骑在四周侦查，还是没有发现敌军生成的踪影。忽然号角声响起，不知是不是最后一波的缘故，这次的号角声十分持久。但号角声持续的过程中，苏晨都没有看见周围生成敌人。难道敌人进攻的方位不是队尾？号角声结束，所有人面前跳出一行大字：队伍前段遭遇敌军主力突袭，请尽力防守。果然出事了，事出反常必有妖。苏晨眉头微皱，这个模拟考试的难度是不是过高了？在敌方属性已经很强的情况下，竟然还有偷袭这种设计，而且这是取消了保护机制的情况，是会死人的。苏晨身边已经列好阵型等候敌军的众人更是傻了眼，他们原本都已经做好准备拼搏最后一波，结束这恐怖的考试，但现在却被人告知敌人不走后面，而是突然袭击了中段。这难道不是故意耍他们吗？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所有人都发现自己的面板开始掉体质属性，不到1分钟的时间，前段就已经被突破了。队伍前段他们连赶过去的时间都没有，只能白白等死。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众人再一次陷入疯狂，为什么一点消息都不给？这是在玩我们啊！这掉血速度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赶过去了。这是谋杀，这是谋杀啊！众人慌作一团，偶尔有人想组织大家回防，但声音被淹没在人潮中。
苏晨确定队尾没有敌军生成后，收回白马旗，快速做出决断。以这个掉血量来看，其他人没有时间再赶赴战场了，他必须一个人赶往前线支援。除去为了大量经验外，苏晨也是想救一中同学的命。他不是冷血动物，虽说他和同学们的关系不算很好，但也有3年同窗情谊。如果让他看着同学一个一个死在自己面前，这他做不到。更何况自己的好兄弟高正也在其中，必须要支援，而且要快速支援。怎么快速赶到前线？6公里的距离，如果靠跑的话，肯定会错失战机。思绪快速闪过，苏晨想到了方法。要说速度，那就只剩下唯一的选择了。长坂坡真正的主角，龙胆银枪，白马将军。苏晨意念闪动，召唤武将赵云。呲！霎时间，风云激变，数道蓝白电流萦绕在苏晨身边，连空间都开始发生扭曲。狂风掀起滔天灰尘，空间中不断有电流涌动迸射。苏晨仿佛被一颗雷电法球包裹在内，空间畸变越来越大，雷电涌动越来越激烈。身后异变引起了众人的注意，他们纷纷回头看去。这一回头就全都愣在了原地，那宛如神明降临的场面太过震撼。无数电流雷蛇般在苏晨身边狂舞，爆裂的能量不断涌动，不断压缩，在聚集到最极限时，万物俱寂。随后一点寒芒亮起，嗤！一声巨响炸裂，赵云手持银枪刺穿虚空而来，空间震荡，积蓄的能量彻底引爆，蓝白电芒射满所有人的眼睛。白芒中，赵云一身铠甲银亮如霜，手中龙胆亮银枪锐意喷薄。赵云一甩披风，转身跪倒在苏晨面前，抱拳作礼：“末将赵云参见圣上。”同学们沸腾了，苏晨还有武将，苏晨今人还能召唤武将，太帅了！这出场方式也太帅了吧！苏晨哪里是召唤师啊，他是召神师啊！苏晨做了个前进的手势，赵云心领神会，他抬手一挥，一匹幻影白马生成在远方，随后巨象成形奔来。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这正是赵云的珍贵坐骑赵夜玉狮子。白马跑来，赵云带着苏晨翻身上马，随后一扯缰绳，玉狮子双蹄抬起，对空发出嘶鸣：“圣上，坐稳！”赵云一吼，玉狮子如箭一般射了出去。配上坐骑，赵云2900点的敏捷属性展露无遗。苏晨坐在马上，只感觉风像刀片一般刮过。以这个速度，不要10分钟就能赶到战场。队伍前段，魔化骑兵的进攻如潮水般涌下，原本就不成组织的队伍被魔化虎骑兵一波冲散，1000名聚集在一起的学生瞬间就死了一半，剩下侥幸逃过第一波攻势的学生也疯的疯，傻的傻，几乎丧失了战斗意志。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逃跑过来的，本就没有多少勇气，而在敌人的滔天威压和同学的惨死中，他们失去了仅存的一丝理智，情绪彻底崩溃，在副本中慌不择路的逃跑。这种溃散的队伍在魔化豹骑兵面前就是排队等死，他们利用高机动性不断穿梭在人群中砍杀。周岩和周一涵组织了小部分人，再加上其他人作为挡箭牌，才勉强撑住了第一波冲锋。现在他们在不断释放各种技能，用来阻挡魔化豹骑兵的进攻，但他们也不过是苦苦支撑，因为另一面山坡上魔化虎骑兵即将完成列阵，等到下一波冲锋，他们的阵型将会被彻底打散。周岩和周一涵的脸上满是惊恐和不可置信，他们不敢相信以自己的实力竟然被碾压成这样。他们可是高达13级的职业者，所有考生中最顶级的存在，但副本里这些魔化骑兵的属性竟然比他们还高，而且数量竟然高达5000，这是什么鬼难度？这根本不想让他们通关啊！躲在他们身后的李飞虎已然被吓破了胆，他没想到连周家2人都毫无还手之力，而且之前他还抱有侥幸，认为取消保护机制只是吓他们而已，上面不可能真让考生死亡。但当他看见虎骑兵冲杀时，那些飞溅的鲜血和内脏，心中的侥幸被摧毁了。赤！李飞虎前方的同学被魔化豹骑兵一刀腰斩，一串大肠在空中转了9圈，落在了他脸上。妈妈！我不玩了，我要妈妈！第37章，常山赵子龙在此。观察团内，屏幕内满是队伍前段崩溃的样子。张云飞眉毛一挑，这才是新人面对战场的正常反应。在战场上，敌人不会跟你讲规则，偷袭和围杀才是常态。看着屏幕中考生被魔化虎豹骑虐杀，评分团成员意识到这关卡确实如张云飞所说，根本无法通关。苏晨配合上300名学生，才处理掉上一波的1000名魔化骑兵，而这5000名魔化骑兵的体量，即便让苏晨来也无济于事。看来真的要全员覆灭了。轰！副本内地震般的马蹄声再次响起，魔化虎骑兵再一次向剩下的考生发起冲锋。
所有人都脸色一变，原本还聚集成团的学生瞬间溃散，向四周逃散。周岩和周一涵也放弃了保护关键人物的想法，顺着人流逃跑。反正他们已经施展了转移伤害的法阵，即便扣体质点也杀不死他们。只要躲在一个地方等所有人死完，到时候他们依旧能保住第一的位置。两人迅速逃离虎骑兵的冲锋位置，一路上施展法术杀掉了追杀他们的豹骑兵。作为2名13级的稀有职业者，只顾着逃跑对他们来说难度不大。当两人跑到山坡上时，发现难民队伍中的马车已然被掀翻，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掉了出来，正惊慌无措地寻找保护。两人神情一致，知道这就是关键人物，只要把关键人物送出副本，也算能够通过最后一关。但此时关键人物周边已经围绕了上千名虎豹骑兵，很显然他们的目标就是这对关键人物。不可能了，即便冲进去也出不来，出来了也逃不过追杀。走吧，周一涵淡淡道，关键人物死亡，所有人扣200点体质，除了我们所有人都得死，我们只用躲起来就能坐享第一。周岩点了点头，两人头也不回，朝着反方向逃窜。就在他们逃跑之际，一道白色流光瞬间从他们面前闪过，那东西速度过快，两人都没反应过来就一闪而过。他们迅速回头，只看见是一个身骑白马的男人，竟然敢往里面冲，这人不要命了。周岩惊诧道，那是考生吗还是什么？为什么他能骑马？管他是什么，反正往里冲就死定了。白马骑兵过后，两人又看见一个考生缓缓走来，他步伐缓慢，行走时像在思考什么，正是从队尾赶来的苏晨。周岩和周一涵见苏晨也在向敌人方向行走，只觉得是个被吓傻了的疯子。得，全都疯了，我们走。两人准备继续逃跑，却听见身后传来杂乱的马蹄声，一队魔化豹骑兵已经追了上来。周岩神色一变，拉着周一涵就跑。他们两个刚刚杀完一组，现在技能处于冷却期，没有抵抗手段，正好现在有个傻子挡刀，能帮他们争取一些逃跑时间。两人越跑越远，眼看魔化豹骑兵已经快杀到眼前，但苏晨却不躲不避，真是个傻子啊！周岩心中感叹，但下一秒他的眼珠子就差点喷出眼眶。卧槽！两人同时惊呼。只见魔化豹骑兵快接近苏晨时，他稍稍一抬手，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凭空出现，瞬间将豹骑兵包围，残杀致死。怎么可能？周岩双目圆瞪，战斗力为什么会这么强？周一涵双手颤动，这用肉身组成的军阵竟然都如此强悍，这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么强的召唤师？召唤士兵保护之后，苏晨专注在赵云身上，通过赵云视角，他已经冲入了敌军最多的地方。看着那漫山遍野的魔化虎豹骑兵，苏晨心中都觉得夸张。为什么第6关和第5关的跨度会如此之大？这个难度感觉根本不想让他们通关。好在出题人还算有良心，留有一个破局点，那就是关键人物甘夫人和阿斗。现在只要救出甘夫人和阿斗，再将他们带终点就能成功。说起来容易，但这可是面对5000魔化虎豹骑的围捕。苏晨丝毫不敢怠慢，全心全意给赵云下达指令。他没有召唤白马骑或者点位跟随，因为他们跟不上赵云的速度。从现在开始，这里将是赵云的主场。战斗中心，甘夫人和阿斗已经被一队魔化虎豹骑掳上马，只要他们将其带出副本区域，那么副本内所有人将扣除200点体质。这对于所有考生来说都堪称毁灭性打击。但面对如此威胁，没有任何考生出面抵抗，因为他们全都被打散，正忙着逃跑。死亡与绝望蔓延着整片战场。魔化虎豹骑兵将给这些初出茅庐的职业者上人生的第一课。观察团内，评分小组沉默看着屏幕中的惨状，他们都在为副本中的考生们担忧。张云飞同样缄默不语，他作为军人自然知道战争的苦难。模拟考核虽然严苛，但也是为了神夏帝国的未来准备。这些考生们必须知道，转职者道路就是一条用血与泪铺就的死亡之路。忽然屏幕一抖，漆黑的战场被一条直直插入的白线切割开来。那是什么？张云飞瞳孔骤缩，他紧盯白线，想要弄清那是什么东西，但是根本追不上他的速度。拉大视角范围，屏幕中监视范围增大，众人终于看清那条白线是一名骑马狂奔的武将。这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张云飞惊呼。他们之前一直在关注战场前段，并没有看见苏晨召唤赵云。此刻看见赵云如闪电般刺入战场，心脏仿佛被铁锤锤了一般震颤。没见过这名武将，难道又是苏晨的吗？苏晨！张云飞不可置信地摇头，不会又是他吧？副本内哭喊声和砍杀声不断交织，魔化虎骑兵一波波的冲锋，豹骑兵一次次的砍杀。考生队伍早已溃散，人数从开始时的2000人直接锐减至800人。
需要保护的百姓也在魔化虎豹旗的攻势下死了1万人，还没死亡的所有考生也已经被扣了100点体质。而甘夫人和阿斗此刻被一支豹骑兵小队掳走，只要离开副本，那么所有人扣200点体质，全员将会迎来死亡。在绝望的时刻，一道白色幻影直直刺入敌军，所到之处，敌人如草芥般倒下。他向着甘夫人和阿斗直冲而去，飞扬的马蹄声如苍劲鼓点，滔天的战意雷霆般涌动。常山赵子龙在此，小贼休得猖狂。第38章世界 BOSS。 赵云如闪电般刺入绑架甘夫人和阿斗的敌军队伍，龙胆亮银枪在他手中疯狂舞动，所到之处炸出一团团血雾。赵云的技能孤胆英豪会按照己方和地方的兵力差距对赵云进行增幅，而赵云孤身一人闯入万军丛中，孤胆英豪已经触发到当前等级的极致，除了体质点外的4维属性直接翻了20倍。赵云的攻击力由2000直接翻倍至4万，敏捷属性更是由2900直接翻倍至58000。银枪在他手中舞动的速度已然超过人眼可视的极限，所有人看见的都只能看见一道道银光闪过。在这种攻击强度下，抓捕甘夫人和阿斗的士兵一个个被挑飞而出。几个呼吸的功夫，赵云来到甘夫人和阿斗面前，看见他们的脸，赵云眼神闪动，一种熟悉感涌上心头。上马啊！他大喊一声，将甘夫人抓上马背，又将阿斗护在身前。苏晨的指令适时传达，让他将甘夫人和阿斗送到副本终点。赵云攥紧缰绳，赵夜玉狮子再次飞驰起来。就在赵云救回甘夫人和阿斗的瞬间，副本内所有敌军都锁定了他。5000名魔化虎豹骑放弃一切行动，转向进攻赵云。学生们忽然发现敌军不再追捕自己，而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跑去。死里逃生的他们不由得望向敌人奔去的方向，只看见一道亮银色身影孤身一人穿梭在敌阵之中，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左突右杀，完全不把敌人放在眼里。他是英雄，他救了我们！学生们哭喊起来。在众人绝望之际，是赵云杀入拯救了他们。他身上带着的是关键人物，只要送出副本，我们就赢了。加油啊，一定要赢啊！求求你了，请你一定要赢啊！所有幸存的学生都祈祷起来。那道在敌阵中厮杀的身影是他们最后的希望。观察团内，所有人都攥紧了双拳，紧张的无法呼吸。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赵云身上，所有人都期盼他能冲出重围，获得胜利。张云飞望着屏幕微微颤抖，他那身尘封多年的凉血都沸腾了起来。作为一名军人，他对英雄主义从来都不感冒，甚至有些忌讳。但他不得不承认，在赵云出现的那一刻，他浑身像触电了般猛烈颤抖，太震撼了，震撼到无法言说。英雄，绝对的英雄，那睥睨众生的气魄，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那挽狂澜于既倒的强大实力，怎么能不让人激动？怎么能不让人振奋？副本内，赵云面对越围越多的敌军，没有丝毫减速，手中的银枪划出一道道枪印，宛如龙蛇狂舞。一批批的敌军靠近，又一批批被杀死，污血四溅，狂杀漫天。一起闯天下，何有所惧？来，再来！常胜将军在此，尔等速来取死！赵云嘶吼着向前，将一切挡在前方的阻碍都给扫退。没有人可以抵挡他的枪法，没有人可以阻止他的前进。折龙以金棉，一笑动千山。这就是五虎上将赵云。赵云不断向前，远处的副本镜头已然进入眼帘。只要将甘夫人和阿斗护送到位，副本即刻结束。忽而一阵黑风袭来，漫天的黄沙被吹上空中。通过赵云共享视野的苏晨眉头一皱，知道这副本又要来东西了。果不其然，下一秒面板上弹出提示 ：BOSS 战已触发，祝各位好运。轰！随着震天轰响爆出，一个身形巨大的武将生成在赵云前进的道路上。他身高近5米，浑身冒着黑色魂气，手持一杆巨型长枪。魔化武将张和，世界 BOSS， 等级15，力量3万，敏捷2万，精神2万，体质3万，技能强悍震退，锁魂枪。看见张和的出现，原本还抱有一线希望的考生们如坠深渊。在最后一关已经如此变态的情况下，竟然还有世界 BOSS， 这个模拟考核根本就不想让人活下去。那名白马武将能打过吗？有人还怀抱侥幸地问道。怎么可能？这可是4维属性突破10000点的世界 BOSS， 他就算再强也不可能。没希望了，我们没希望了。我不想死。不止考生，观察团里的众人也懵了。他们都以为这次能够创造历史，突破最后一关，但谁知道最后一关还有世界 BOSS， 这是什么魔鬼副本？这次张云飞都傻了。
作为主考官，连他都不知道最后一关还有世界 BOSS 一说，因为他们当初参加考核的时候根本都没有触发 BOSS 战。所谓世界 BOSS 就是四维属性高到变态，需要团队一起进攻才能拿下的 BOSS。而副本内已经没有团队了，只有赵云一人，还是要在这里结束了。张云飞喃喃，世界 BOSS 的出现已然彻底断绝了他们通关的希望。竟然还有世界 BOSS， 苏晨有些惊诧，不过很快冷静下来。世界 BOSS 固然强悍，但很不幸他的对手是赵云。赵云拥有孤胆英豪的加持，他最强大的就是于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苏晨只需要打断张合的唯一控制技能强悍震退，其他交给赵云就好。前进！苏晨的意志穿过千米，直指赵云。赵云握紧银枪，双眼中的战意无限高涨，没有人能阻挡他完成苏晨的命令。流云刺发动，赵云银枪上涌起一阵阵电芒。流云刺能够将移速转化成战力，此刻正是转化过程。随着战力转化，赵云银枪上的寒芒越来越锐利，仿佛能够划破时空。看着赵云进入攻击范围，魔化张合发出吼声，即将释放强力震退。臣服！千米外，苏晨一道无法抗拒的黄威刺入脑中，强行打断了他的技能释放。等魔化张合再度抬起头时，赵云已然杀到了眼前，随之而来的还有漫无边际的疯狂杀意。吾乃常山赵子龙是也。第39章，历史第一个满分，无法逾越的鸿沟。赤，一道流光闪过，银枪破空。赵云持枪继续前进，在他身后，世界 BOSS 张合的巨大身躯缓缓倒地。轰！巨大的震撼声传来，四维属性突破万点的魔化张合倒地不起。世界 BOSS 竟然被一枪秒杀，所有人都傻了。秒杀世界 BOSS 是什么操作？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是万人副本，秒杀万人副本的世界 BOSS， 这究竟要到何种级别才能做到？万物俱寂，整个副本所有学生都陷入了沉默。熟悉之后，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又在沉默中爆发，所有考生们都瞪大双眼，抱着头欢呼咆哮起来。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活下来了！我们可以活下来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可是世界 BOSS 啊！无法相信，无法相信的存在！秒杀世界 BOSS， 这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操作吗？世界 BOSS 是根据副本内职业者战力生成的，它能秒杀副本 BOSS， 岂不是意味着能秒杀我们所有考生？刺破星辰的银枪，我们的英雄！我要哭了，谁都别拦着我，我他妈要大哭一场！妈妈啊！所有评分成员也都傻了。不可能！观察团内，张云飞瘫坐在椅子上，这是何等的强大，这是何等的力量！在这种级别一击秒杀世界 BOSS， 这怎么呢？众评分成员连连摇头，根本无法置信，在他们的执教生涯中根本没有见过这么恐怖的存在。别说他们的执教生涯，就算是在历史上，一击秒杀世界 BOSS 的记载都是少之又少。如果今天的一切是真的，那么他们就将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击杀世界 BOSS 经验加205633，击杀世界 BOSS 经验到账。苏晨身上冒起一道白色的升级光柱，获得这一大波经验值，苏晨的等级直接突破17级，且17级经验条也来到一半的位置。打开面板，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姓，等级17 46.25%， 力量170加20，敏捷170，精神900加50，体质170，装备骷髅戒指，道具重置晶石，技能召唤武将典韦17级，召唤武将赵云11级，黄威17级，黄威浩荡2级，召唤武将典韦17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350精神力。召唤武将赵云11级，召唤武将赵云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400精神力。黄威17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消耗200精神力。黄威浩荡2级，为有方单位施加能持续10秒的黄威光环，光环会对5米范围内敌人造成 50% 有方生命值的伤害，效果可叠加，消耗精神力 3x 施加目标数量。不愧是战争副本，这次可是让他刷级刷到够了。想要进入最顶尖学府的等级门槛是15级，而他经过一次模拟副本等级已然达到了17级，等级已经达标，只要高考正常发挥，他几乎就能稳进2所顶尖高校。顶尖高校拥有全帝国最好的资源，是所有职业者都梦寐以求的地方。想到这里，苏晨心中稍感兴奋。看完自己的面板，赵云也成功将甘夫人和阿斗送到了副本终点。恭喜通关长坂坡血战，传国玉玺碎片+5。第6关结束，
所有魔化虎豹骑兵都化作幻影消散，一道道传送法阵从天空中落下，很多还幸存着的考生立马钻了进去。即便魔物都已经消散，他们也不愿意再在这副本里停留片刻。而剩下的一些人则目送着英雄赵云从远处缓缓归来，他们在向拯救了他们的英雄致敬。落日余晖下，银枪白马，血染征袍，谁人看了不说一句英雄豪杰？赵云回到苏晨面前，翻身下马，郑重的抱拳作礼。圣上，幸不辱命。看着浑身浴血的赵云，苏晨满意的点头。经过这一战，赵云也由10级升到了11级。休息吧。苏晨抬手一挥，赵云化作幻影消散在副本中。看见赵云竟然是苏晨的部下，余下的考生震惊了。他们本以为赵云是某种副本 NPC， 亦或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能一击秒杀世界 BOSS 的赵云，竟然是和他们一样考生的召唤物。那既然是他的召唤物，这也太强了吧！连世界 BOSS 都能一招秒杀，打我们岂不是崩个屁的事？他就是我的神，谢谢神明！震惊之余，同学们还不忘对苏晨投来感激的目光。苏晨微微点头表示回应，虽说不是他刻意为之，但是能救下这些人也是好事。众人感谢完之后，纷纷走入属于自己的传送法阵。苏晨正准备离开时，忽然发现不远处死人堆里有动静，直觉告诉他那里面有情况。苏晨往前走了几步，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里面钻了出来。哈哈，我还活着，我李飞虎还活着。苏晨眉头一皱，看来他是用同学的尸体做掩护，躲起来了。看着李飞虎那死里逃生的表情，苏晨微微一笑，他直接召唤出了典韦，下达指令。典韦二话不说，取出攻城锤就走到了李飞虎身边。浑身是血的李飞虎看着杀意磅礴的典韦，傻了眼。这是什么情况？先跟我搭讪？你好。噗！典韦直接一锤子砸下，把李飞虎砸成了猪肉脯。苏晨吹了声口哨，若无其事地走进传送法阵，传出了副本。观察团内众评分团成员对视一眼，默契地关闭了监视器。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并没有看见。嗨，张云飞干咳2声，十分自然地跳过了刚刚的小插曲。打仗嘛，有时候误伤友军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等到所有考生都传送出去，模拟副本关闭，评分团成员开始对所有人的表现进行最终评分。对于苏晨，所有人无一例外都给了满分的评价，就连刚开始对苏晨极其严苛的张云飞也给了满分评价。这是评分团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员满分。苏晨无论是从个人实力、组织能力都值得这个分数。随后，众人对考生中表现突出的人进行评分，表现优异和表现极差都被视为表现突出。像李飞虎那种鼓动大家逃跑的人，自然被大家给了负分评价。没有突出表现的人，评分团成绩为0分，根据其副本内杀敌得分进行排名。经过再三商议后，评分团成员完成了对突出考生的打分，将评分团分数和考生积分结合后，得出考生积分排行榜。苏晨以2万分的积分一骑绝尘，在他之后排第2名的周岩只有2000分，这差距根本不是一星半点，而是宛如天堑。评分完毕，接下来考试情况将被发送至各个学校，其中前10名的成绩将进行锁分处理，也就是只展示排名，不展示得分。这是帝国为了防止其他势力觊觎考生而特意实施的保护机制。张云飞收起散漫的态度，站起身对众人敬了个礼。很高兴和大家合作，今天我们有幸见证了一颗超新星的冉冉升起。作为本次的主考官，我有责任提醒大家一句，考场内的一切都是帝国机密，需要绝对的保密。无特殊情况，我们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考场中的具体情况。众评分团成员点头表示明白。如果没有这些保护机制，别国就可以从各种考试录像中研究我国强者的技能、作战特点等等，所以这些都是绝对机密，只有高层才有权限查看。跟众人重申保密协议后，张云飞点击发送成绩。第40章，绝无争议的省第一。南山一中，操场外大批的医疗人员和心理辅导人员已经就位，传送法阵一落下，他们就一拥而上，给已经昏迷的学生进行治疗。苏晨走出传送阵，看见医疗人员正在治疗那些在副本内死亡的学生。原来如此，苏晨喃喃。他对于副本内是否取消了保护机制一直存疑，因为理智上认为上层不可能让学生死在考试副本里，但是副本里那些血肉横飞的场景又迷惑了他。现在他推测保护机制根本没有取消，而是加入了某种假死机制。考生卸线低于最低值后，副本依旧会将他们传送出去，指副本会模拟出他们身体的拷贝，营造被砍杀的假象。稍作分析后，苏晨理解了这项机制的目的，这是在锻炼考生面对生死的反应，毕竟战场上可没有什么保护机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苏晨回头发现是高正和顾夏。没事吧？最后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没到战斗就结束了。没什么，就是敌人变多了一些。苏晨淡淡道。高正一脸不信，伸手指了指不远处。真的假的啊？你看跟李飞虎逃跑了的那群人全都昏迷了，特别是李飞虎重度昏迷，一看就是在副本内受了很重的伤。我不太清楚。苏晨面无表情的摇头。在得知取消保护机制是假后，那些死亡的同学其实并没有死后。学生们的情绪终于得到了些许缓解，还清醒的人开始聚集到一起商议成绩。模拟考试也会像高考一样提供一个省排行榜，根据省排行榜，众人可以摸清自己的实力究竟几何，大概能够上什么档次的学校。观战席上，南山一中的校长和各班班主任紧紧盯着省排行榜，马上就会放榜出结果，他们很担忧苏晨的排名。虽然苏晨个人实力很强，但他不愿意和人组队，很有可能会被评分团扣出很多分数。校长紧张地捏着水杯，把茶叶吃了又吐。8年，距离上一个天才洛千山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这8年间，南山一中默默无闻，再也没出过亮眼的学生。如今苏晨的出现，让他再次看见了渺茫的希望。嗡的一声，属于省排行榜的光幕开始微微颤抖。来了来了！校长和众老师都激动起来。前10，只要挤进前10就好。校长在心中祈祷。光幕落下，省排行榜更新。苏晨的名字赫然位于排行榜第1位。南山市第一中学，苏晨，等级17级，积分斜杠。排行榜一出，操场上的学生们沸腾了。天呐，苏晨是第1！苏晨是第1！不愧是苏神，我爱你苏神！观战席上的老师也沸腾了，拥抱欢呼起来。校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1，竟然是第1！当初洛千山那么耀眼，也不过排在省第9的位置，而苏晨竟然直接杀到了第1。校长一把扔掉水杯，和其他老师们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虽然只是模拟考，但能拿下省第1也绝对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能培养出这样一个明星学员，对学校未来发展有着数不清的好处。操场内，高正激动地握住苏晨的手。发，你牛大发了，这可是省第1啊！苏晨有些哭笑不得，怎么感觉他比自己还高兴？对于第1名这个称号，苏晨并不在意，他更加在意的是自己在打副本过程中实际获得的东西。比如他的等级成功提升至17级，还获得了5枚传国玉玺碎片，这些东西才是能切实帮助自己成长的。短暂惊讶于苏晨的成绩后，众人开始寻找自己的排名。让他们意外的是，几乎所有和苏晨一起行动的学生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而另一群跟随李飞虎逃跑的人成绩几乎都不太好看。哇，我竟然突破了1000分！我也突破了，还好当时选择了跟苏晨离开，选择真的很重要。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李飞虎，肯定就完蛋了。兄弟们，我89分，还有救吗？换挡重开吧。高正和顾夏两人也分别看了自己的成绩。顾夏总分1735分，处于省排名第36的位置。高正总分1523分，处于省排名第116的位置。两所顶尖学府每年都会在江东省招募50人，只要省排名前100，就有机会进入这两所高校。如此看来，只要顾夏高考正常发挥，就有机会冲击顶尖学府，而高正也能够上一所排名前列的优质高校。看见自己的排名，顾夏心里松了口气。高正则一脸感慨地望着排行榜，自己和苏晨之间已经差了100名，可惜了，前10名不放成绩，不然我真想知道和我们俩的差距有多大了。不会很大的。苏晨道。天台市第一中学观战席，一个浑身肃杀的老人坐在中央，天台校长站在他身边滔滔不绝，把他2个孙子在学校的表现夸得天花乱坠。老人正是周家现任家主周震，在江东省的能量十分之大。今天他来到天台一中，是想看看周岩和周一涵的表现。作为家族中重点培养的2人，周震对他们抱有很大期望。在周震身后还有2个浓妆艳抹的少妇，分别是周岩和周一涵的母亲。2人互相看不上眼，在观战席坐了10分钟，就互相翻了上百个白眼。嗡的一声响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省排行榜即将更新。天台市校长笑眯眯道：周老，您就放心，第1名肯定是您2个宝贝孙子的。周家在天台乃至整个江东省都数1数2，能攀上这棵大树，他未来的路就好走了。你这么笃定？我看排行榜上还有个15级的学生。周震沉声道：刷级强不代表实力强，那种没受过培养的野小子，估计进副本都被吓傻了。周震不置可否，周岩和周一涵都是他一手培养的，从小就开始接受各种专业战斗训练，实战经验绝对比同龄人高上一截。低级别的等级差距不算太大，完全可以靠操作和临场反应弥补。更何况
他们两个还都是法师，互相配合的话，杀敌效率会很高。光幕抖动，排行榜更新。您看我说了吧，第一名肯定是天台校长，一个回头僵在了原地。第41章危险的荒野。没道理啊！天台一中校长傻眼了。周震额头上的青筋猛地长起，他们周家倾斜大批资源培养的两人，竟然输给了一个半路杀出来的野路子，他凭什么？周震身后两个妇人大叫起来：有黑幕，有黑幕！我家周岩肯定是第一啊！凭什么你周岩第一？明明是我家周一涵第一！查分，我们要查分！两个女人没了之前的端庄，嚷嚷起来。周震眉头紧皱，脸色暗沉，坐在座位上拨通了通讯器。以他的能力查模拟考分数，就是一句话的事。他知道以周岩和周一涵的职业和等级，在刷怪上能力绝对是这届考生的第一，所以问题肯定就出在评审团打分上。他想看看是哪个评分员误判了他孙子的得分。通讯器接通，校长和两个女人都安静了下来。老朱啊！周震直截了当表明来意。对面答应之后，过了几分钟才回到通讯器前。听见对面的话后，周震神情一滞，手里的通讯器都险些滑落。麻烦你了，下次出来喝酒。周震缓缓放下通讯器，虽然极力克制，但还是能从脸上看出震惊的神色。老爷子，怎么样啊？是不是我家周岩第一啊？你胡说什么？肯定是我家周一涵吗？老爷子，老爷！周震猛地起身，宽硕的身形直接将二人挤开。闭嘴吧，两个蠢东西！他怒喝一声，只留下一脸懵逼的众人。周家家主说在天台市一手遮天都不为过，从来没有人见过他如此失态的情况。周震面色凝重地走出场馆，脑海里萦绕着那个恐怖的分数，2万分！那个叫苏晨的小子竟然2万分，排在他后面一位的周岩仅仅2000分，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天才就是天才，一个新的传说正在展开。苏晨和高正吃了顿晚饭后，回家就直接倒在了床上。经过一天的厮杀，他的疲惫值已经拉满。虽说模拟副本第一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奖励，但升到17级就是最好的奖励。如果换做其他副本，一天内是不可能连升2级的。凭着17级的等级，苏晨成功向校长申请到了通行证。通行证是去往城市外的钥匙，城市外就是魔物聚集区，俗称荒野。在荒野上分布着众多来不及处理或者无法处理的通道，因为无人处理，许多魔物从通道中涌出，便形成了魔物聚集区。在荒野，不像在副本内有保护机制，那些魔物都是冲着你的命来的。理论上，只有突破18级才能够在荒野行走。但苏晨由于表现优异，被校长特批。他去荒野不是为了冒险，也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试验。苏晨打开碎片商城，碎片商城，5枚碎片，随机获得一个30级以下的职业技能，20级；5枚碎片，将一个副本永久转化为你的专属领地；15枚碎片，随机抽取一张武将卡或贵妃卡，20级。其余功能待解锁。现在他拥有5枚碎片，其他项目要么碎片不够，要么等级不够，所以他只能选择转化一个副本为专属领地。正好苏晨也想看看专属领地会提供什么效果，想要试验这项能力，在副本大厅里弄显然不太妥当，那些都是公用资源，且如果副本消失，肯定会有高层调查。副本大厅不好弄，荒野里却很适合这项能力。荒野里到处都是散落的通道，只要自己清空一遍，然后用碎片转化，就可以永久获得一个领地。这也是他急着向校长申请出城的原因。至于安全方面，他有着十足的保障。典韦已经跟着他一起升到了17级。武将典韦17级，力量4300，防御4300，精神4300，体质4300，装备无双战技破城锤，技能虎豹骑忠诚护卫无畏冲锋。虎豹骑召唤260名虎豹骑士兵作战。忠诚护卫在自身阵亡前，召唤者受到的所有伤害都将转移至自身。无畏冲锋30秒内攻击力翻倍，获得持续的霸体效果。17级4300点的4维属性，再加上忠诚护卫这项神技，他现在站着让同等级职业者打都没问题。距离高考还有3天，在这3天内，他要争取突破到18级，然后永久获得一个领地。不知道获得专属领地会有什么效果。苏晨边想边睡了过去。第二天清晨，苏晨坐专车来到南山市的东面城墙。城墙看起来十分高耸，突破100米，全部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就是这面城墙挡住了魔物，让人类的生存得到了保障。苏晨来到出城关卡，递上自己的通行证。几名值守的士兵对着通行证看了一遍又一遍。这通行证竟然是真的！他们见苏晨穿着校服，
本以为又是个想拿假证溜出去的毛头小子，但经过轮番检查，这通行证确实是真的。通行证可是要18级才能拿到，眼前这个小子还穿着校服，怎么可能18级？不过疑惑归疑惑，只要通行证是真的，他们就得放人。一名守卫来到高达几十米的城门下，掏出钥匙打开了一个2米高的小门，可以走了。苏晨点头接过通行证，向门外走去。几名守卫看着苏晨的背影嘀咕起来，看校服是一中的，和我侄子一个学校，我侄子都还在训练副本里，他就能出城了，估计是搞了特权吧。刚转职没几天的学生怎么可能18级？荒野可不是学校副本，每年都有几个菜鸟要来送命的。不管他，反正有卡我们就放，是死是活和我们无关。走出城墙，苏晨发现荒野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破败，至少在城墙外围，这里还是一副鸟语花香的感觉。不过远离城市后，应该就会切换一幅景象。苏晨意念闪动，8匹白马旗瞬间出现，向不同的方向分散，同时他们的视角也在苏晨脑海里形成巨大的地图。第42章，考得不好没关系，哥们儿带飞你。走过一段没有魔物的捷径道路，苏晨到达前线哨站。出示自己通行证之后，他进入了真正的荒野。从这里开始，大地不再生长植物，天空不再飘荡白云，地面上有无数裂缝，或绿或紫或黑色的诡异光芒从中射出。苏晨取出一张地图，上面标记了南山荒野区的高风险区、补给站等等地方。在野外没有独特的地标，一般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但苏晨完全不用担心，他的脑海中会随着士兵路径自动生成地图，只需要将脑海中的地图和荒野区地图加以对照，他就可以明确知道自己的方位。思索片刻后，苏晨在地图上选择了一个被标记为20级的通道——潘神的迷宫。这个通道离城市很近，且记载出现的时间已经有6个月之久。官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大规模的通道清理任务，像这种低等级又靠近城市的通道一般，很快就会被清理掉。而这个通道能存在这么久，肯定存在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先去看看。苏晨确定方向后出发，他没有选择召唤赵云带自己，而是选择了步行出发。赵云白马银甲的在荒野上实在太显眼，荒野上没有法律，也没有规则，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还是低调谨慎为好。向着目的地前进了半个小时，处理了一堆杂七杂八的怪物后，苏晨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荒野比他想象的要大很多。地图上看起来不算长的距离，实际走起来要花费很多时间。在他考虑要不要召唤赵云带自己时，身后传来引擎轰鸣声，一辆多功能越野车从远处向他开来。苏晨瞬间警惕起来，荒野上没有什么遮挡，他看见对方的同时，对方也肯定看见了他。现在就看对方的来意是好是坏。如果带着善意，那一切好说；但如果对方带有恶意，那么他也不介意杀几个人。越野车靠近苏晨后缓缓减速，露天后车厢上站起来一个人和苏晨打招呼：“苏晨小兄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苏晨认出来那个人是在副本大厅见过几次的陈勇，他是一中的学长，曾经帮苏晨处理过几个小流氓。学长好，苏晨礼貌性打招呼。加上陈勇，对方一共4个人，2男2女，应该是一个小队。陈勇从车上跳下来，走到苏晨面前：“没人带你吗？你竟然一个人来荒野？”苏晨微微点头。见苏晨肯定，陈勇脸上浮现出担忧的神色。荒野比起城区极度危险，需要18级以后才能拿通行证进入。不过经常会有一些小年轻或者普通人想要看看城墙外的世界，只要给出合适的价格，守卫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这些人出城。陈勇认为苏晨也是靠着违规手段出城的小年轻，毕竟没人会相信4天前才转职的新人可以升8级拿到通行证。知道苏晨只有1个人后，陈勇决定出手保护这个小学弟。他不由分说让苏晨上了越野车的后车厢。苏晨没有拒绝，正好他也打算搭一趟顺风车，两方能够相遇就代表前进的方向大概一致。后车厢上坐着2个女生，一个身形高大，浑身肌肉鼓胀，是战士类职业；另一个身材瘦小，穿着牧师长袍，应该牧师或者奶妈职业。出发！陈勇敲了2下车顶，驾驶是一个法师职业的男人，启动越野车。越野车启动，陈勇继续道：“今天你就跟我们一起行动，晚上我会把你送回城区。还好你遇上的是我们，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苏晨点了点头，表示感谢。陈勇，这是哪儿来的小帅哥呀？也不介绍一下？坐在苏晨对面，身材火辣的女战士开口道。陈勇一拍脑袋，给双方介绍起来。经过介绍，苏晨知道了这是一个双战士、一法一奶妈的小队。陈勇是小队队长，女战士叫杨启，高等职业研战士；奶妈叫沈安宁，普通职业治疗医师。
开车的法师叫老狗，普通职业大法师。互相介绍完之后，大家的话题又回到苏晨身上。当杨琪提到今年高考改革时，众人忽然想到昨天是模拟高考的日子。怎么样，模拟考的排名如何？陈勇自然而然地问道。不过话一出口，他就意识到不太妥当。头一天模拟考，第二天就独自进荒野，很显然这是考试没考好，心里出问题了。他有些担忧地看着苏晨，担心自己揭了他的伤疤。还行吧，苏晨淡淡回答，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虽然没有情绪流露，但众人猜测苏晨的排名肯定不算好，不然也不会做出独自进入荒野这种近乎寻死的行为。这3天我们都可以带你练姐，不要气馁。陈勇赶紧出来打圆场，将话题引向他们今天的任务目标。好巧不巧，陈勇一伙人跟苏晨的目标竟然是一致的，都是潘神的迷宫。据陈勇所说，那个地方魔物等级虽然不高，但是地形极度复杂，很多小队都因为找不到通关线索，又找不到返回的道路，而活活被耗死在里面。而且副本中还有西方神话魔物，拥有十分诡异的技能，有些小队侥幸逃出，精神上却出现了大问题。这些都是这个通道一直没有完成清理的原因。就在几天前，官方加大了悬赏力度，成功清理该通道者将会奖励5000贡献点。贡献点可以理解为更加稀缺的钱，只有完成帝国任务，为帝国做出贡献才能获得。贡献点能兑换到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苏晨那颗重置宝石，那就是需要用自身贡献点兑换的，在市面上不可能买到。不仅购买重置晶石需要贡献点，连重新充能也需要贡献点。贡献点和个人生物信息绑定，不可继承、转存、买卖，这让贡献点显得更加珍贵。陈勇他们就是冲着这5000贡献点来的。事成之后，每人1000多贡献点，够他们全身上下都换上最好的装备。苏晨在一旁静静听他们聊天，对这个通道有了大致的了解。这潘神的迷宫最难点在于地形复杂，这个他完全不用顾忌，毕竟和士兵配合后，他就是人形地图。另外就是西方神那些会让人发疯的诡异技能，那就要看看他们能不能吓到典韦和赵云吧。第43章，很难吗？靠近潘神的迷宫，周边的地形开始发生改变，原本的灰红色的大地变成了紫黑色，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众多沼泽泥潭。为了不让车报废在泥潭里，众人选择下车步行。驾驶员老狗是非学院派职业者，没有参加过高考，在荒野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见苏晨跟在他们身后，老狗不客气的直接指着陈勇说道：“这小子不在车里守着，跟着我们干嘛？”陈勇向老狗解释了一番，什么照顾学弟这呀那呀的，但老狗根本不吃那一套，他只认2个字：利益。我们原本4个人分5000点，每人1250，现在你半路上扯一个人，让我白白少250点，这怎么弄？陈勇面露难色，待苏晨下本确实是他脑子一热想出来的主意，没有经过小队协商。虽然2个女生都同意了，但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很难办。你们不用管我，我可以一个人下本的。苏晨的声音从后面传来，4个人猛地回头，脸上都挂着不可置信的表情。他们4个平均等级25，都不敢确保一定能成功，而苏晨才刚转职没几天，这不是在寻死，这是在干嘛？见苏晨的精神状态岌岌可危，陈永一咬牙喊道：“250，一个上等法师戒指的价钱，包在我身上，成交！”老狗爽快的起身带路，只要钱到位，一切好说。这段路满是沼泽和烂泥，一个不小心就会陷入其中。只有老狗这种在荒野中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分辨出正确的道路。几人前进之时，陈勇一直跟在苏晨身边说些鼓励的话。为了帮助学弟走回正轨，他今天可算是下了血本了。众人走过漫长的沼泽地，来到了一处高耸的土堆面前。苏晨看见土堆前有一道深紫色的裂缝，裂缝中满是虚无，这就是副本原始的模样。如果不加以处理，魔物就会通过裂缝来到现实世界。5人在陈勇的提醒下检查完装备后，全都站在了裂缝面前。注意在副本里不要大吵大闹。老狗特意盯了苏晨一眼，跟在姐姐后面哦。杨琪用大欧派撞了苏晨一下，出发！苏晨用手触碰裂缝，很快就出现在了副本内。原始副本潘神地迷宫，难度未知，通关条件未知。进入副本，一股潮湿腐烂的味道扑鼻而来。苏晨捏住鼻子，快速查看周边的情况。他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地下宫殿中，在他们正前面就有5条通道，不知道通向何方。有没有搞错？一上来就这么复杂？杨琪喊道。不愧是存在了6个月的通道。陈勇说话的同时，已经举起了盾牌和长剑，谨防黑暗中敌人的进攻。另一边，奶妈婶安宁也释放了某种照明术的技能，让可视范围变大。作为人均25级的职业者小队，他们的团队配合已然很有默契。
老狗半蹲在地，吟唱了一会儿后，释放出一只淡蓝色小狗。小狗在他的指挥下，朝着最左边的一条通道跑去。高级洞察术可以释放出能长时间存在并且探查周边情况的灵体。等一会儿吧，找对路还要半天呢。老狗释放洞察术后，就原地休息了起来。其他人在保持警惕的同时，也准备休息。在这种迷宫中，宁愿慢也不能走错路。苏晨看着老狗，有些疑惑，他为什么不多释放几个灵体？你为什么不多释放几个灵体，加快探路的速度呢？他走到老狗身边道。老狗眯着眼瞥了他一眼，新人看着就行了，不要问这种没有意义的问题。我放的是高级洞察术，估计你连学都还没有学过。我知道，但是你为什么不多放几个灵体？老狗猛地睁开眼，都说了是高级洞察术，放不要时间，不要冷却吗？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弄个什么东西出来探探路？见老狗有些不满，陈勇几个人赶紧围了上来。他们知道老狗生性火爆，脾气不好。老狗，你别跟学生计较。陈勇话说到一半，身后忽然亮起召唤的光芒。只见苏晨召唤了20名士兵，4个一组，跑进了各个通道。啊，很难吗？苏晨轻声道。在他对面的老狗哑口无言。你是召唤师类职业？陈勇颇为惊喜道。一次性能就召唤20个召唤物，你的实力还不错呀。杨奇道。召唤物离召唤师的距离有限制，你这些东西根本探不了多少距离。老狗为自己找不？众人点了点头。苏晨级别还不高，召唤物活动范围一般超不过100米。苏晨没有理会众人，而是闭着眼睛仔细在脑海中生成地图。17级点为士兵的敏捷属性有430，已经强过大多数同等级职业者，而且他们还如同不知疲倦的机器，根本不会累。很快，士兵将各个通道都走了到尽头。苏晨从中确定了正确通道。跟我走。苏晨道。什么意思啊？这么快就好了？陈勇不可置信。从苏晨放出士兵到现在不过几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他就能把路给找对。死路、毒沼泽、尖刺陷阱、正确道路、死路。苏晨依次指着几个通道说道。这怎么可能啊？老狗惊呼。他收集过这个通道的一些信息，其中关于第一关的末尾确实有毒沼泽之类的陷阱。苏晨作为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不可能知道这些信息，这就意味着他确实把每条路都走到了尽头。跟他走吧。老狗哀叹一声，虽然他不愿意被小贝驳了面子，但光从探路这一点，对方确实比他强太多。有老狗的话，众人这才收拾好，跟在苏晨身后出发。你看吧，我就说你可以的。陈勇拍着苏晨的肩膀，适时给出鼓励。他觉得如果能让苏晨感受到自己的价值，那么就很可能将他扳回正轨。苏晨依靠脑海中的地图，顺利将众人带出迷宫，进入一个巨大的溶洞内。溶洞内一片漆黑，飘荡着令人难以忍受的腐蚀味道。沈安宁释放照明法术后，几人的鸡皮疙瘩瞬间起了一身。在溶洞前方聚集了一群墨绿色蟾蜍。第44章古希腊魔物。被照明法术一照，原本沉睡中的巨型蟾蜍瞬间全部都醒了过来。他们身形有1人高，脑袋上2颗篮球大小的眼睛死死盯着陈勇等人。鼓！同一时间，所有巨型蟾蜍的嘴巴都开始肿胀。退出洞口！陈勇大喊一声。任何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嘴巴肿胀是蛙类魔物的进攻预兆。几人很快将苏晨围在身后，退出溶洞。吃！蟾蜍的毒液攻击随后而至，这是某种强酸性毒液，溅射在岩壁上，冒出丝丝蒸汽。等一波攻击结束，老狗瞬间钻出去，对着洞内吟唱法术。大火球！一颗红焰火球随即向魔化蟾蜍群砸落，火光点燃整个溶洞。魔法抗性！那群畜生竟然有魔法抗性！老狗表情严峻。几人呆住了，没想到一个20级的通道竟然会这么难缠。老狗是他们当中的唯一远程进攻，老狗都不行，他们就更加束手无策了。我冲进去，安宁跟着奶我。杨奇将大刀往肩上一扛。不可能，里面少说有几10只蟾蜍，这些攻击落在你身上，不可能奶得回来。陈勇言辞拒绝，他不可能拿队友的命去做赌注。难道只有返回了吗？众人迟疑时，被杨奇紧紧护在身后的苏晨开口：让我来。不行，你的召唤物才20只，而且战斗力肯定不算强，没机会的。其实不止20个。苏晨道。众人有些惊讶地望向苏晨，原本连20只他们都觉得有些多了，现在他却说不止20个。那有多少个？25、30也不够啊。苏晨没有搭话，艰难地从杨奇身前挣脱出来，然后卡好攻击间隔，对洞内释放了一个洞察术。魔化毒液蟾蜍，强化型魔物，等级20，力量
200，敏捷100，精神600，体质600，技能强力魔法抗性，法术伤害性魔物，最高的属性已经和典韦士兵差不多了。苏晨粗略进行敌我战力对比后，伸出一只手召唤士兵，60名士兵现身，瞬间挤满了通道。啊！众人傻眼了，竟然还有这么多！卡好攻击间隔，60名虎豹骑士兵举着盾牌一拥而入。魔化蟾蜍的攻击力确实强悍，士兵们的盾牌不过2次就被腐蚀殆尽。为了让士兵能冲进蟾蜍的阵型，期间苏晨还使用技能更新了一次士兵的状态。等所有士兵到位后，苏晨意念闪动，黄威浩荡，60名士兵身上绽放出金色威严的光芒。紧密叠合的黄威浩荡配合上士兵们的疯狂砍杀，苏晨的面板上又开始了熟悉的刷屏模式。击杀20级魔化毒液蟾蜍，经验加863，获得毒蛙的位 X1。击杀20级魔化毒液蟾蜍，经验加871，获得毒蛙的位 X1。击杀20级魔化毒液蟾蜍，经验加843，获得毒蛙的位 X1。效果不错，苏晨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首先是他这次只派出了60名战士，这样发动黄威浩荡时只需消耗180点精力，不会像以前一样一次性就把他的精神力铁消耗完。其次，他观察了黄威浩荡的伤害模式。原本他担心黄威浩荡也是法术伤害，面对魔化蟾蜍的效果不会太好。现在看来，黄威浩荡完全没有被魔抗减免，这意味着黄威浩荡很可能是真实伤害。要知道，在后期魔物的物理和魔法抗性都会提升到恐怖的程度，而真实伤害技能可以能完全无视其防御，按面板伤害扣除血量，所以真实伤害技能往往都是后期才能学会的神技，而他在第2个技能就掌握了。数分钟后，溶洞内的战斗结束，众人不可置信地跟随苏晨进入矿洞。矿洞内的蟾蜍已经全部死亡，士兵则还剩下20名左右。苏晨挥手一招，将士兵收回，云淡风轻地分析起接下来的关卡。而站在他身后的几人就没有那么轻松了，这怎么可能？他们全都是20多级的职业者，连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在苏晨面前却像是洒水。苏晨学弟，你怎么做到的？陈勇开口问道。苏晨礼貌性回头解释，首先让士兵冲进溶洞，然后释放范围型技能。说罢，他继续回过头观察墙上的壁画。其他几人如遭雷击般愣在原地。苏晨说起来像是陪老妈去个菜市场那么简单，但是在他们听起来却无异于天方夜谭。陈勇忽然想起苏晨在路上说的我可以一个人下本，不禁汗流浃背。这小子不会来真的吧？现在的年轻人这么萌吗？4人中老狗的心态最平和，甚至还有些欣喜。之前苏晨碾压了他的探查能力，被小贝碾压，心里总觉得有些过不去。但看到现在，苏晨不只是碾压了他，而是平等碾压了他们所有人。从一个人到所有人，这让他的心情好了很多。苏晨观察一会儿后，从身旁蟾蜍的尸体中取出一把金钥匙，找到溶洞另一处，插入钥匙，一扇石门缓缓打开。石门后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大厅内一张100米长桌，桌面上摆满了各色珍馐佳肴。只看见那些美食的一瞬间，苏晨的精神力就产生了稍许波动。大家小心，有控制类技能。苏晨还没来得及提醒，陈勇和杨琪就扑上餐桌，狼吞虎咽起来。老狗面色狰狞地拉着沈安宁往大厅外走。法师类职业受到精神控制的影响更小，但战士类这种莽夫职业就完全抵御不了。苏晨试着唤醒陈勇2人，发现并没有用。就在他们2个狂吃的时候，一张壁画上的眼睛眨了一下，随后壁画闪动，一只魔物扭动着从壁画中走了出来。那2只眼睛并不在眼眶内，而在他的手掌中心。他浑身惨白，身高3米，浑身基本上都是皮包骨。嘶啊！伴随着骇人的惨叫，他逐渐向餐桌上狂吃的2人靠近。苏晨在记忆中检索出了他的原型——拉米亚，古希腊神话中暴虐的无眼怪物。据说他遭受诅咒，每生下一个孩子就会将其活吞。看来他就是这精神控制的源头，只要解决他，应该就能让陈勇和杨琪脱离精神控制。古希腊怪物吗？苏晨在口中喃喃。那就来试试古希腊的强度。苏晨意念闪动，一阵狂杀之气喷涌而出。召唤典韦，第45章，你怎么敢的？噗！一阵狂风骤起，身着血红盔甲的典韦出现在苏晨身侧。他滔天的杀意向外喷涌，连陷入精神混乱的陈勇2人都浑身一震。老狗还在拖着安宁往外走，精神就快要撑不住时，一阵杀意袭来，把他浑身吓了个透心凉。醒了，他以为是魔物杀到了面前，回头一看，却只看见苏晨身边站着一个身材魁梧、身高2米的战士。卧槽，这小子什么鬼啊！
典韦出现的一瞬间，魔化拉米亚就对其施展了精神控制。典韦只是桌子上看了一眼，就一手把什么面包、奶酪、芝士、咖喱的全部扫飞了出去。庶子，岂敢以猪食引我！他指着魔化拉米亚怒骂，随后凭空一拿，取出巨戟向他投了过去。保险起见，苏晨用洞察术看了拉米亚的属性：魔化拉米亚，强化型魔物，等级21，力量1000，敏捷500，精神1500，体质600，技能贪欲枷锁。脆皮法师完全不是典韦的对手，典韦高达4300点的4维属性完全碾压他。果不其然，典韦先投出一根战戟，直接将魔化拉米亚钉在了墙上。随后他在空中取出另一把战戟，挥舞着向其攻去。魔化拉米亚尖叫着，浑身长出骨刀。典韦手持巨戟将其一一打碎，最后直接刺入了他那满是蠕动牙齿的大嘴里。吃！装神弄鬼，狗命拿来！典韦怒喝一声，直接斩下了他的头颅。击杀21级魔化拉米亚，经验加4396，获得拉米亚的眼珠。魔化拉米亚瞬间倒地，化作一团黑色死灰。整个金碧辉煌的大厅也瞬间破败，灯火熄灭，器物蒙尘。桌上那些西式食物也一个个化为黑色的灰土。铺在桌上的陈勇和杨琪两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感觉到喉咙不对劲，猛地弯腰咳嗽起来。幻觉破灭了，苏晨想到。霎时间，一阵阵刺耳的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大厅周边的壁画开始坍塌破碎，其后是一个个深不见底的洞窟，声音就是从中传来的。有东西要上来了！苏晨顿时警觉，一手召唤出了100名典韦士兵。此刻，老狗和沈安宁已经从精神控制中脱离。作为成熟的职业者，他们没有停留，立马施展出自己的法术。沈安宁立马施展出照明术，让大厅重新恢复光亮，而老狗再次使用高级洞察术，让淡蓝色灵体跃入窄小的洞窟之中。魔化拉米亚子4维属性300点左右，数量很多。得到情报后，他快速反馈给了苏晨。得到情报的苏晨快速将士兵精准地分配到每个魔窟前。300点的属性在20级这个阶段算是很低级的魔物了。这种走量而不走质的魔物是苏晨的最爱，因为他们会触发疯狂的经验刷屏模式。每个洞窟平均分布了3名士兵。回过神来的陈勇、杨琪和老狗也个人守护一个洞窟。伴随着骇人的惨叫，魔化拉米亚子嗣们冲出了洞窟。他们身材瘦小，硕大的头颅上没有眼睛，只有占据整整半张脸的大嘴和2个鼻孔。他们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像是要把所有人都撕成碎片。这场景不得不说十分诡异且恐怖。然而没什么用，士兵们面无表情的一刀刀砍下，把一只只跳出洞窟的魔化子嗣砍成烂泥。击杀魔化拉米亚子嗣，经验加356，获得灰土 X3。击杀魔化拉米亚子嗣，经验加343，获得灰土 X3。击杀魔化拉米亚子嗣，经验加332，获得灰土 X2。苏晨的面板上开始疯狂刷屏，他静静站在大厅中央，开始观察周边的壁画。在他身边，陈勇等人正守着各自的洞窟，卖力杀敌。对于20级的他们来说，300点的魔物也能较为轻松的对付。不过，比起苏晨那不知疲惫以及不会犯错的典韦士兵来说，陈勇和杨琪在连续挥刀进攻中，难免会出现一刀砍偏的失误。面对这种持续不断出现的魔物，一刀砍偏就会对后面杀敌产生巨量影响，而且这种情况会随着他们的疲惫值不断增加。好在有沈安宁作为奶妈的治疗和其他补给，这才让两人没有失手。另一边的老狗作为法师，清理大批魔物本是他的强项，一个大火球法术就能清空整个洞窟。不过随着魔物持续不断涌入，他就得一边嗑药一边释放技能了。相比于苏晨的士兵们缺乏了可持续性，整段魔化子嗣的进攻维持了数分钟之久。随着最后一声惨叫结束，子嗣们被悉数消灭。魔物进攻结束，陈勇等人立马瘫坐在地上。在他们准备喘口气好好休息一下时，忽然看见了苏晨身后站着的巨大身影。我靠，这是什么？陈勇猛地起身护在了几人身前。那一刻他脑海中闪过数个猜测，魔物，但是他没有表现出进攻意图。友好 NPC， 但是他没有触发任务提醒。雕塑摆在这个位置也太奇怪了，如此多的猜测没有一个猜到正确答案，因为他下意识地将答案给回避了，认为那不可能。苏晨缓缓回头，这也是我的召唤物，武将典韦。陈勇嘴巴微张，拿剑的手有些哆嗦起来。除了已经被震惊过的老狗，其他人和他的反应完全一致。有没有搞错啊？不仅能够召唤大量士兵，使用范围型技能，还能召唤武将，这职业学吗？这符合职业平衡原理吗？
此刻，在陈勇眼中，苏晨的形象开始发生改变了。原本那个玩世不恭、自寻死路的浪荡学生形象变得虚幻，他开始向天赋异禀、超出常理的究极天才形象转变。有这种实力，拿个通行证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各位，这个密码有人能解吗？苏晨的声音将众人的思绪拉回，他们有些忌惮地绕过典韦，来到苏晨身边。在苏晨面前是一扇巨大恢宏的石门，石门上刻有各种光怪陆离的图案以及样式繁复的纹路，那些纹路分别对应着石门上的16道精密的锁具。这显然是一扇需要找出其中规律才能破解的密码门。第46章，一出手就把神打懵，竟然还有机关门。老狗有些抱怨地说道。作为在荒野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油条，他下过很多野生副本，而其中最让他觉得头疼的就是一些机关。这些机关往往十分难解，要么就是一卡半天，要么就是根本解不开。他们最讨厌的就是有时候明明实力够能通关的地方，却被这些小机关给卡住了。陈勇等人看了石门上的复杂机关，也是眉头紧锁。他们作为大学毕业的学院派，学校里图案学、密码学的知识也学了不少，但面前这道题目明显超纲了。如果学校里教的是蛋炒饭的话，这道密码锁就是让他们做满汉全席了。16道机关锁，每条线环环相扣，错一条就要推倒重来。陈勇额头上已经开始出汗了，而且这些图案不是我们熟悉的图案，上面的逻辑关联我们很难理解。沈安宁进一步解释。杨琪适时的选择闭嘴，他对自己熊大无脑的人设记得很清楚。陈勇心念一闪，心里忽然冒出个不祥的预感，他觉得苏晨肯定又要以天才的智力秀他们一脸了。每次在众人无计可施、抓耳挠腮的时候，苏晨就会淡淡出声，然后咔咔2下解决问题。太恐怖了，陈勇觉得自己快要被苏晨虐出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缓缓看向旁边，只见苏晨眉头紧锁，思考半天后淡淡摇了摇头。陈勇心口一松，觉得有些恍惚，终于有他也不行的东西了。苏晨看着密码门，摇着头后退2步，这上面的文字他根本看不懂，再加上高中的密码学往往浅尝辄止，如果硬要用脑子去解，花上10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都有可能。所以他选择换一个计策。典韦，你来。他让出身位，后方的典韦缓缓走向大门，旁边众人全都傻眼了，痴痴呆呆地盯着2米多高、壮得跟山一样的典韦。他能解开机关锁？召唤物的智商这么高？难道这位魁梧的壮士还是位智将？砰！众人诧异之际，典韦凭空取出破城锤往门上砸了过去，一锤砸中，16道机关锁瞬间断了8道，连石门也猛烈震动起来。卧槽，大智慧啊！众人惊呼。砰砰，又是2记大锤砸下，16道机关锁纷纷掉落，石门哀嚎了一声，缓缓向2边开启。破门之后，典韦收起破城锤，冷哼一声：“哼，雕虫小技儿。”陈勇一行人都傻眼了，从没人想过玩智力的关卡还能这样过，怪不得老话说一力降10会，说到底还是自身实力不济啊。苏晨满意的点头，让沈安宁照明开路，带头走进最后的 BOSS 房。自从展示出绝对实力以来，这支小队的实际领头人就成为了苏晨。进入 BOSS 房，周边的景色和刚刚的场景截然不同，原本的金碧辉煌到这里变得满目破败。嶙峋怪异的溶洞中央立着一根和人等高的不规则石柱，以石柱为中心，一共5个同心圆向外等比扩散。5个同心圆，一般 BOSS 房出现与数字相关的东西，就代表着和 BOSS 生命或者阶段数有关。苏晨说完，转向陈勇以验证自己的说法，这是他课外了解的知识，不算明确。陈勇默默点头，脸上露出不好看的神色。你说的对，但20级的副本 BOSS 为什么会有5个阶段？他们曾经也闯过接近30级的野生副本，但从来都是3个阶段顶天，这次竟然5个阶段，怪不得这个通道持续了6个月都没人通关。其复杂程度以及魔物强度，至少需要30级以上的职业者小队才算稳妥。原本陈勇忧心忡忡，但转头看见苏晨那一脸5阶段很厉害吗的表情，他释怀了。他知道这个 BOSS 无论怎样，恐怕苏晨都能够没什么压力的干死对面。谈话间，同心圆中央的石柱转动了一下，股股鲜血从其顶端涌了出来。要来了吗？苏晨抬手一挥，直接召唤出100名士兵围绕在石柱周边。他打算等 BOSS 一出场就启动黄威浩荡蒸发了他。还5阶段，一出场我就秒了你。股股鲜血猛地变大变多，顺着石柱流入地面。在地面上，他们沿着既定的轨道慢慢填满5个同心圆。在最后一个大圆被填满之际，溶洞内传来一阵古老的音乐。一听见音乐，杨琪和沈安宁的脸上就泛起了一抹潮红，额头出汗，
身体某些部位开始不受控制的扭动起来。一旁的陈勇虽然没那么夸张，但也没好到哪里去。苏晨看见几人的异常表现，立马想到潘神有一个名号是音乐与性爱的象征，音乐里有精神控制。苏晨出口提醒，除去老狗外的三人一个机灵，回过神来。陈勇摇了摇头，举起大剑让自己清醒。杨琪和沈安宁虽然脸上还是泛着潮红，但精神也稳定了一些。只要有心理准备，面对一般的精神控制是可以靠意志抵抗的。轰！整个溶洞都开始剧烈的摇摆，仿佛下一刻就会坍塌。震动持续了近1分钟后，一个巨大的怪物踏碎洞顶，从天而降。吼！在快要震碎耳膜的吼叫声中，众人看清了他的样貌。他身高近5米，长着一双羊腿，上半身是人身，头部又是羊头。羊头上长着一双羊类特有的诡异横瞳，以及一对巨型羊角。古希腊神话中的牧神潘 BOSS 潘神，强化型魔物，等级22级，力量1200，敏捷1000，精神2300，体质1000，技能精神扰乱践踏。潘神落地后立马开始了西方神特色诵念名号。吾乃赫尔墨斯之子，音乐与诗歌之主，恐慌与噩梦的象征，伟大的皇威浩荡。不等潘神说完，苏晨直接抬手发动技能，100名士兵挥刀一拥而上，再加上皇威浩荡的叠加威力，潘神那不算厚的血条瞬间见底。随后是2条，随后是第3条，地面同心圆里的血液瞬间清空了3个。不到5秒钟的时间，潘神5个阶段就被苏晨群殴的只剩下2个。吼！潘神狼狈地跳上高空，这才躲开了士兵们的继续攻击。周边陈勇几人表情茫然，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描述眼前场景了。BOSS 战还能这样打？人家过场动画都没放完，你直接给人揍掉了3个阶段，这特么科学吗？这特么礼貌吗？第47章，千帝之帝，万王之王。潘神猛地跃出10多米，躲开了士兵的砍杀，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布满泥土的灰黄色皮肤开始脱落。吼！他再次怒吼，全身的灰皮褪去，露出底下鲜红的血肉。原本就外形怪异的潘神，此刻更是一点神性都不复存在，变成了赤裸裸的害人怪物。苏晨重新释放洞察术 ，BOSS 潘神，强化型魔物，等级22级，力量2200，敏捷2000，精神5000，体质2000，技能精神控制，死亡践踏。第4阶段的潘神在全属性上都获得了惊人提升，精神属性更是已经超过了点为4300的属性点，而且其2个小技能也迎来了进化，由精神扰乱、践踏升级成了精神控制和死亡践踏。这副本的难度确实有点超纲了，苏晨在心中暗道。比起他，其他人的表情更是惊恐。陈勇剑盾在前，开启黄金护罩，将所有人都笼罩在内。敌人还未出招，他就已经交出了最后的底牌。沈安宁也将治疗光环和照明法术提前释放，生怕敌人出手后来不及。老狗则果断地开始吟唱法术，希望能够帮苏晨一把。苏晨见众人的反应，心中也是由衷赞叹。虽然陈勇小队的职业和实力比较普通，但从他们面对危机和困难的反应来看，他们没有愧对于一支成熟小队的称号。死吧！吼声传来，潘神从空中高高跃起，随后砸向苏晨派向前去的士兵。死亡践踏！士兵的血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下降，有血量不健康的士兵甚至已经死在了其技能下。人海战术已经不起作用了。大火球术，烈火斩！在潘神攻击间隙之时，杨琪找到了切入点，配合老狗的法术冲了上去。虽然攻击成功，但是造成的伤害有限。潘神再次向后跃出，躲开杨琪攻击，发动技能。他硬生生掰下自己左手的3根手指，将其拼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根鼓箫。吹动鼓箫，靡靡之音响起，潘神5000点精神属性造成的强大精神控制降临。刹那间，所有人都遭受了影响。奔跑中的杨琪直接跪倒在地，吟唱法术和释放持续法术的老狗陈勇等人也被迫中断，就连典韦那猩红眼神中的杀气都消失不见。只有苏晨还屹立在原地，但他的精神也有些波动。意念波动的同时，他的胸膛中莫名浮现出一股怒火。那怒火随着潘神的控制时间越来越热烈，越来越喷薄，仿佛下一秒就要从胸腔中喷涌出。见苏晨不倒，潘神再次加快了箫声频率，一阵阵音波猛冲而来，所有人都无法再有半点反抗。臣服于我！潘神难听的嗓音响起，伴随着箫音扑来，所有人都再也无法控制的跪倒在地。被控制的典韦无法使用技能，隐隐也有了跪服之意。就在这时，
苏晨胸膛的怒火积蓄到了最高点，如火山爆发一般，那股滔天怒火从胸膛中喷涌而出，一道金黄锐利的光直直从他的眼神中刺出，精神控制瞬间消失，只剩下无穷的愤怒。尔等岂敢令我臣服？苏晨怒而开口，语气中带着令人恐惧的威严。那不是普通的恐惧，而是天子一怒，伏尸百万，那让天地都为之震颤的恐惧。跪！苏晨伸出双手，猛地向下一翻，一道金色的黄威以他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散开。黄威所到之处，潘神的音乐荡然无存，金色的光圈迅速推向四周，解除了所有人的精神异常。金光猛地撞上潘神，他的骨箫瞬间断裂，双腿弯曲，直直砸在了地面上。他跪倒在了苏晨面前，跪倒在了九五至尊面前。死来！典韦挣脱束缚后，取出战戟，猛地冲了上去。潘神无法从控制状态脱离，第4阶段被典韦活活砍死。死啊！他怒喝一声，身上的人形部分开始褪去，慢慢蜕变成完全的山羊形态。第5阶段 BOSS 潘神，强化型魔物，等级22级，力量5000，敏捷2000，精神5000，体质3000，技能精神控制，死亡践踏，死亡冲锋，其所有属性再度提升，变得更加恐怖。不过只要精神属性没有提升，在盛怒的帝王面前就永远无法站起。跪！苏晨那不可抗拒的黄威再度响起，金黄色光圈再一次向潘神冲去。潘神折断羊角，吹响号角抵抗黄威，无济于事。黄威降临，他再度跪倒在苏晨面前。典韦开启无畏冲锋，战斗力翻倍且进入霸体状态。他猛地跃向潘神，挥动双戟将其砍得血肉翻飞。轰！伴随一声巨响，潘神呻吟着倒在血泊之中。击杀 BOSS 牧神潘，经验加20000，获得白银级潘神骨削 X1，获得白银级潘神面具 X1，获得白银级羊角盔甲 X1，获得白银级羊角护肩 X1，获得鲜血之源 X1，获得灰烬之土 X30，获得传国玉玺碎片 X5。潘神的迷宫首次通关通道，获得奖励1000贡献点。该通道刷新时间12小时，请在魔物再次生成前施加单向传送法阵。成功通关，苏晨胸膛中的怒火逐渐减弱，情绪逐渐恢复正常。他低头看向双手逐渐褪去的金光，有些惊讶于自己的反应。无论是这辈子还是上辈子，他几乎从不动怒。即便是在经过几年努力，但职业契合度依旧为0%的黑暗时光，他都没有动过这么大的怒气。究竟是为什么？是什么导致自己发动如此之大的怒火？苏晨不禁思考起来。当他联想起发怒时无意识说出的那段话，他终于明白了自身怒气的来源。那不是他的怒火，而是华夏1000年来100位帝皇的怒火。95至尊，万王之王，岂能遭人控制，被人制衡？虽然被 BOSS 控制很正常，而且就算被控制，也不过是被近身打掉一点血量。有皮草肉厚的典韦在，他不可能有什么危险。但是他能被控制，来自95至尊的威严却不能被控制。帝皇可以受伤，可以流血，唯独不能被带上枷锁。如果他在这里臣服于一帮邪神，那他就是唾弃了华夏积淀1000年的帝皇之威。念及于此，苏晨心中对自身职业的尊敬更上一层。他绝不能让帝王威严在自己手上减弱半分。第49章，专属副本，招募 BOSS 潘神。副本通关，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一场 BOSS 战可是让他们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极点，而且让他们恐惧的不只是那神话 BOSS。面目骇人，技能变态的潘神虽然很恐怖，但是比起最后杀气滔天像变了个人的苏晨，众人觉得潘神甚至都有些可爱，想养一只了。陈勇和老狗心有余悸地望着苏晨，刚刚那恐怖的威压还历历在目。你感觉到了？你有那种感觉吗？陈勇咽了口口水。老狗低声喃喃，有一种马上要被诛九族的感觉。陈勇连忙点头，卧槽，你形容的太对了。另一头，苏晨召回典韦和士兵，转身向几人看来，你们怎么样？没什么事吧？这突然一回头，把几人吓得连摆手加摇头，往后窜了好几米。没事。苏晨轻笑，知道是自己刚刚的样子吓到他们了。其实连他自己都有些被吓到了，毕竟那是帝王之怒，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够直面这权力巅峰的怒火。清点完装备就走吧。苏晨道。在苏晨的提醒下，众人这才反应过来清点自己的收获。在大家都检查差不多了之后，众人跟随苏晨传送出了副本。因为他们的通关，副本周边恶劣的环境也开始消散。
那些腐蚀沼泽、死灰开始慢慢褪去，露出大地原本的颜色。如果能够将所有通道都给打通，那么以后荒野也不会再被称为荒野了。苏晨在心中道。没有了沼泽的阻碍，几人很快就回到了多功能越野车旁。陈勇一行人准备驾车去最近的荒野补给点加油，然后再返回南山城区。苏晨则以要刷怪的理由拒绝了继续同行的邀请。陈勇等人也没有继续挽留。在这南山荒野区，以苏晨的实力基本上可以横着走了。临别时，陈勇从车上给苏晨分了一些露营装备。苏晨实力再强，也是第一次来荒野，有些地方可能不会想到。大号行军水囊，城里水便宜，在这荒野可就比黄金还贵了。加厚防风睡袋，虽然你冥想也行，但相信我，没什么比睡一觉更能恢复精神。一大袋面饼，我妈亲手做的，比市面上的压缩饼干好吃10个米其林。速燃煤，防风点火器，我看你没火系魔法，这2个或许也有用。差不多了，就这些。陈勇又检查了一遍道。苏晨微笑着点头，将装备全都装进储物空间。谢谢。不谈其他的，陈勇作为小队队长，其尊重、关爱队友的品质是绝对合格的。又寒暄几句后，几人稍作告别，发车离开。车开出不远，陈勇探出头问了苏晨最后一个问题：苏晨小兄弟，你模拟考究考得怎样？能说具体的名次吗？苏晨挥着手淡淡道，侥幸拿了第一。陈勇叹了口气，缩回车子。虽然已经有预料，但还是觉得自己太囧了。他竟然把全省模拟考第1名、3天18级的神仙当作浪荡少年安慰了半天，这落差太大了。现在他需要有人来安慰 QAQ。 目送越野车离开，苏晨转身再次向迷宫副本走去。原本小队队长陈勇是需要通知官方，让他们派阵法师来处理这个副本的，但苏晨主动揽下了这个任务，因为接下来才是他来荒野的真正目的。试验转化专属副本究竟会有什么效果？作为皇帝，怎么能没有自己的王土？重新回到副本面前，苏晨意念闪动，将刚刚通关获得的5枚玉玺碎片消耗一空。是否消耗5枚玉玺碎片，将潘神的迷宫转化为你的专属领地？是。选择成功，转化中。正在建立传送锚点，正在修改副本参数。怪物图鉴生成，请从中选出您想要俘虏的魔物种类。注：可以多选，选择之后该魔物将加入您的军队，而不会再出现于副本中。种类1：魔化毒液蟾蜍，数量71只。种类2：魔化拉米亚，数量1只。种类3：魔化拉米亚子嗣，数量343只。种类4：魔化巨型壁虎，数量3只。种类5：副本 BOSS 潘神，数量1只。竟然可以把副本内的魔物招入麾下，这么强大的能力，苏晨略微感到惊讶。原本他以为这个功能就只是独占副本一直刷而已，没想到连里面的魔物都可以俘虏成为军队。扫了一遍榜单，又细致分析了一遍后，苏晨理解了系统的意思。理论上，这里面5个种类他都可以选择加入军队，不过选择之后，该种类不会再出现在副本里，即便刷新也不会。也就是说，招募魔物，军队实力会增强，但是副本的经验会变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军队是不可再生军队，不像自己的军队可以用技能复活。稍加思考之后，苏晨放弃了那些小怪，只选择将最终 BOSS 潘神加入军队。首先一点，那些魔物都太丑了，加入军队有些不伦不类。其次是加入军队后，他们都会被去魔化，实力有所下降。牺牲大量无限的经验就换一支不强的雇佣兵，实在不太值得。最后选择潘神，是因为他有一个大范围精神控制技能，而且 BOSS 的经验值在一整个副本中的占比一般不会超过 10%。 拿掉 BOSS 是对副本经验值影响最小的，这样子下来一举多得，堪称完美。选择成功，专属副本生成中。第50章高考副本风狼居胥2合1，专属领地潘神的迷宫生成成功。成功设置传送锚点，可随时随地进入副本。副本每12小时更新一次，为及时刷本将储存挑战次数，最高可储存5次。副本中的关卡兵力分配可重新设置，以适配速刷或者练兵等不同需求。首次解锁专属领地，赠送5枚玉玺碎片，不客气。还赠送了5枚玉玺碎片，不仅有打折日，还有新客户回馈，这系统还挺人性化的。毫不客气地收下5枚玉玺碎片，苏晨又仔细研究起专属领地的效果。不得不说，这玉玺碎片换的能力没有一项是鸡肋的，无论是武将还是皇威浩荡这种技能，亦或是专属副本，个个都是超级神技。招募魔物就不谈了，光从刷级这方面来看，12个小时更新一次，更新时间和原来没有差别，但是原本的更新完你不打，就会一直停在那。专属副本却能够储存挑战次数，也就是你可以等3天存满5次，然后1天之内打完。
这3天不用寸步不离守在副本旁，根本不用担心副本没及时打，而且根据自己的想法调整副本内容。如果想速刷，就把怪全集中在一起，士兵扔下去，黄威浩荡齐活了。如果想练兵，比如想试验赵云带兵和典韦配合的效果，就可以给魔物们也排兵布阵进行练习。这专属领地就是专属领地，简直随心所欲。副本转化成功后，直接刷新了一次。苏晨二话不说，直接进入副本。在进入副本的过程中，就会跳出面板让你进行调整。苏晨将第一关的迷宫和后面繁琐的解密环节直接取消，然后将带有控制的魔化拉米亚扔进 BOSS 房，其他魔物不变。进入副本，这一次他没有上典韦，而是换赵云上阵杀敌。第一关魔化毒液蟾蜍，赵云激活孤胆英豪，率领白马骑在癞蛤蟆丛中肆意屠杀，污血四溅，毒液翻飞，面板上的经验值不断刷屏。第二关是300多只拉米亚子嗣，依旧是一道道流光在房间内左右屠杀。不过杀到最后，即便是苏晨补了一次技能的情况下，白马骑还是消耗完了，主要是在狭小空间中留给他们移动拉扯的时间太少。300多只魔物随便被摸几下就会掉很多生命值，最后只剩下赵云一个人杀入 BOSS 房。面对由精英怪假冒的 BOSS 魔化拉米亚，虽然赵云没有精神抵抗的技能，但一只精英怪还是奈何不了他。2点寒芒亮起，拉米亚的身上就多了数个窟窿，悲惨倒地。比起典韦的残暴虐杀，赵云的枪法则更加干净利索，讲究一招制敌。通关副本升级光柱亮起，苏晨再一次迎来了升级，由17级来到18级。打开面板，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姓，等级18 1.62%， 力量180加20，敏捷180，精神1100加50，体质180，装备骷髅戒指，道具重置晶石，技能召唤武将典韦18级，召唤武将赵云13级，黄威18级，黄威浩荡2级，召唤武将典韦18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500精神力。召唤武将赵云13级，召唤武将赵云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550精神力。黄威18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消耗300精神力。黄威浩荡2级，为友方单位施加能持续10秒的黄威光环，光环会对5米范围内敌人造成 50% 友方生命值的伤害，效果可叠加，消耗精神力 3x 施加目标数量。军团信息：武将典韦，资深虎豹骑士兵，武将赵云，白马一从，潘神。典韦18级，力4700，敏4700，精4700，体4700，统御部队，资深虎豹骑士兵290。赵云13级，力2600，敏4250，精2600，体1700，统御部队，白马一从轻骑兵40。其他兵种：潘神18级，力1500，敏1300，精3000，体1300。查看完自己属性之后，苏晨发现在面板最下方还更新了一个军团信息，在这里可以一眼查看自己所有部下的属性，不用再一个一个的查看了。典韦和赵云都跟随自己有了升级，属性和能召唤的士兵数量都有所提升，而军队还加入了一个骑兵潘神。苏晨忽然感觉自己就像远古时代的皇帝，部队中除了人族还有些奇珍异兽。不过潘神的级别被压低至和自己同级，而且还经历了去魔化，各方面属性都有所降低，和同等级典韦赵云无法相比，但比一般士兵强上不少。作为接近白嫖来的战力，潘神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把升级收获理了一遍后，苏晨心中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这是对自己实力壮大的幸福感。时间临近傍晚，荒野上的风逐渐大了起来，因为缺少植被，荒野上的风简直就像无人能挡的蛮牛，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中横冲直撞，怪不得要用防风火机和特制煤。苏晨喃喃着取出陈勇留下的装备，用身体挡着风升起萤火，一丝温暖涌入心窝。他取出2个面饼放在火上烤了烤，香味钻入鼻子，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饼，吃了半嘴的沙子。呸呸！苏晨边吐边直接召唤出了整整290名虎豹骑士兵，290名士兵举盾列阵，气势震天，稳稳地站在苏晨面前，为他挡沙子。吃饭是天大的事，让近300号人挡个沙子很合理。除了290名挡沙士兵，苏晨还提前派出了20名侦察的白马骑，任何东西敢打扰他吃饭，都会招致一场恐怖的袭击。边吃饭的间隙，苏晨学着上辈的习惯，开始了刷手机。不同于手机，这个世界
只有名为通讯器的工具，功能很简单，只有打电话和发短信2个作用。这个世界饱受魔物侵扰，没精力发展娱乐产业。翻开短信箱，里面很多条消息。高正大哥，7点23分，陈哥你人呢？我在副本大厅根本没看见你。顾盼之间，夏夜繁星，7点36分，你今天不用下本吗？顾盼之间，夏夜繁星，9点21分，李飞虎那边好像有问题，他的父亲来副本大厅找你了。陌生人，10点11分，你是苏晨吗？我儿子的事你逃不了的。顾盼之间，夏夜繁星，10点26分，暂时别来副本大厅，我联系我父亲帮你处理。高正大哥，11点36分，卧槽老大，有几个虎拉吧唧的人在副本大厅门口堵你，你千万别来。高正大哥，13点26分，卧槽，顾夏真的好猛。顾盼之间，夏夜繁星，13点54分，没事了，暂时。顾盼之间，夏夜繁星，16点31分，你去哪了？王校长，16点53分，苏晨同学，李飞虎在副本中受伤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请你放心，我会尽力减少这次事件对你的影响。另外，在荒野中请务必小心，全国高考战争副本已经确定，将在5点钟发送至你的邮箱，请注意查收。蓝山市第一中学校长办公室，李飞虎老爸来找麻烦了。苏晨忽然想起来，李飞虎是见过典韦的，所以他醒来之后确实可以指认自己。看来下次要杀人还是要做绝一点。苏晨眼神闪过一抹厉色。不过这件事暂时还不会对我产生影响，只要校长不暴露我出城的信息，不可能有人会知道我在荒野。而且看起来学校和一些势力似乎都站在我这边，这就是那句话的意思吗？当你强大了，所有人所有事都会来帮你。如果他不是模拟考第一，不是天才，只是一名普通学生，或许李飞虎老爸就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了。关闭短信箱，苏晨发现时间已经接近5点，高考战争副本即将发放。这一次又会是什么副本？模拟副本结束之后，苏晨忽然意识到，高考改革正是神夏帝国对未来的政策方针改革。和平年代持续了近100年，很多黑暗的东西已经滋生得够庞大，开始蠢蠢欲动了。裂口越来越大的深渊，越来越多无法通关的通道，神级强者陨落。而且还不仅仅是魔物的威胁，神夏帝国周边的小国家也开始不老实了。通道是随机出现在各个土地上的，不过国土面积越大，出现的通道越多。在灾变前期，这些通道给神夏帝国带来了数不清的魔物，无尽的灾难。不过神夏人挺过来之后，这些通道就变成了副本。副本越多，意味着能培养的职业者越多，国力自然而然会强大。置之死地而后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周边那些什么樱花国、泡菜国、咖喱国则全然相反。在灾变初期，他们对神夏帝国的球员视而不见，龟缩在弹丸之地。而当神夏帝国处理完魔物，重新走上发展壮大的道路时，他们又无耻地提出什么人类共同体，要求神夏帝国对他们开放境内副本，一起发展。真是不同的世界，同样的无耻。神夏帝国自然用铁拳拒绝。不过这些年来，这些小人又开始皮痒了。刚来到这个世界，了解到这些历史时，苏晨不仅对这些国家的做法没有丝毫意外，反而觉得非常正常。因为他知道有东西是坏在了骨子里，无论穿越到哪个平行时空都一样。如果有一天让他上战场面对上樱花或者泡菜，那一定要好好的杀个痛快。上辈子没机会和先辈共同御敌，这辈子一定要杀回本。正义愤填膺时，通讯器响了一声。苏晨从情绪中脱离，这才发现面饼都凉了。他把半张饼放进火上烤，查看新发来的信息。看见信息的那一刹，他愣了一下。王校长，17点，各位同学们好，这次全国高考战争副本已经确定，全国各省市的精英考生将在2天后齐聚战争副本，为你们各自的将来奋勇拼搏。此次考核主要考验的是大家的团队配合能力以及快速奔袭、长线作战能力。副本名称为风狼居胥，请各位努力备考，争取有一个好的发挥，祝大家好运。蓝山市第一中学校长办公室，苏晨看着通讯器中的副本名称，眼神中反射的火光熠熠生辉。风狼居胥，第51章，20级就能无敌。赵云出击，风狼居胥。高考副本竟然是这场华夏历史上彪炳千古的战役。这场战役的主角就是人称大汉现实外挂的霍去病，18岁封冠军侯，20岁任骠骑将军，匈奴人眼中的活阎王。霍去病在这一场战役中杀得匈奴大军抱头鼠窜，狼狈逃至狼居胥山，随后在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封礼，史称封狼居胥。从此，封狼居胥被誉为华夏古代武将的最高荣誉。看见副本名称，苏晨的心已经开始微微发热。能够亲身经历这一场伟大的杀灭异族的战斗，光是想想都会让人激动。激动过后，苏晨很快稳下心态，分析起这场考试的内容。
不像前世，高考题目严格保密，泄密者甚至会有牢狱之灾。这个世界的考试副本总会提前告知，好让学生们有个大概的认知。不过因为这些副本都是不公开副本，所以大家也只能知道大概考核方向，无法针对训练。但苏晨不一样，苏晨完全熟知这段历史，而且有上一次长坂坡血战的经验，他知道副本的改编程度不会太大。如果说上一次长坂坡考验的是众人防守能力，那么这一次就绝对是考验众人的进攻能力。历史上封狼居胥的那场战役，霍去病率兵深入2000多里，杀敌7万多人才杀到狼居胥山，所以这个副本肯定有长途跋涉和长线作战的考验。这次的对手也不再是步兵或者虎豹骑那样稍显笨重的兵种，这次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匈奴人，擅长骑马射箭的一帮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用远距离攻击和高移动力拉扯敌人。如果真面对这些人的话，苏晨将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典韦的虎豹骑士兵现在还没有配备战马，他们都是步兵，步兵在骑射面前只有被放风筝射杀的下场。而赵云的能力重在奇袭和斩首，作为正面主力的话，人数太少。现在最可靠的方法是尽快升到20级，让虎豹骑迎来第2次兵种升级。如果虎豹骑升级后可以配备战马，那么就可以解决正面战力问题。不过，苏晨咬了一口面饼，目光闪烁。如果再召唤一名武将呢？如果能召唤出一名适合大规模骑兵战斗的武将呢？如果直接把霍去病给召唤出来呢？那这场战役就完全没问题了。思绪一起，苏晨立马就打开了碎片商场。碎片商城，5枚碎片，随机获得一个30级以下的职业技能，20级；10枚碎片，将一个副本永久转化为你的专属领地；15枚碎片，随机抽取一张武将卡或贵妃卡，20级。其余功能待解锁。因为第一次转化副本，系统又赠送了他5块碎片，所以相当于没有消耗。模拟副本加上潘神的迷宫，他现在一共有10块碎片。想要抽取武将卡，他还需要再赚取5枚玉玺碎片。而且除了碎片之外，他还需要把自己升等级刷到20级。20级，无论是升级虎豹骑还是解锁武将，都需要突破这个等级。如果他突破20级，就很可能成为高考历史上第一个20级考生。20级，5枚玉玺碎片，还剩下2天半的时间。苏晨眼神中闪过厉色，虽然有难度，但对他来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定决心后，苏晨吃饼的速度也加快了几分。关闭面板，拿出地图。副本大厅中的副本都有等级限制，而且现在有李飞虎老爸闹事，所以苏晨决定在高考前不返回城区，就在荒野区练级。荒野区无论通道和副本都十分狂野，没有等级限制。在荒野区升级，经验肯定比副本大厅来的痛快。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苏晨很快发现合适的通道已经十分难找了，像潘神的迷宫这种低等级通道早就被别人抢完，而剩下的一些几乎都是35级以上的大型通道。那些通道存在已久，周边几乎形成了绝地。通道不行，苏晨的目光又放到了副本上。如果说副本大厅里的副本是官方副本的话，那么荒野的副本就完全是野生副本。这里的副本大都处在一些帮派势力的管辖下，没有等级限制，没有人数限制，交钱就能进。26级法老王之心，苏晨在地图上快速选中了一个副本。管理这个副本的帮派是炸天帮，似乎是比较有名的帮派。名字这么野，苏晨轻笑。快速吃完面板，苏晨召回所有士兵，准备上路。这几天他不会刷潘神迷宫中的经验，准备续满5次让之后新加入的武将一次升级成功。召回武将正准备出发之际，苏晨忽然察觉到耳畔的风中有引擎声响起。本以为是陈勇等人加油返回了，但通过白马旗侦查发现并不是他们，而是一支车队。车队一共3辆车，车上挂着意义不明的旗帜，看起来像是帮派势力。联系陈勇给的信息，苏晨很快意识到这群人是奔着通道来的。可惜他们来晚一步，通道已经被转化成专属领地了。不仅通道没了，连副本都没剩下。苏晨不愿意和这些人打交道，但现在走肯定也来不及，懒得费口舌了，来点硬的。思索片刻后，苏晨轻轻抬手，身后一阵雷芒闪烁，银甲赵云缓缓现身。参见圣上。苏晨微微点头，向着1000米外几辆越野车一指，驱逐。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别特马唱了，你个傻帽！傻帽骂谁？傻帽骂你！别吵了，你们看那边是不是有光？什么光？不会还有人敢在这鬼地方露营吧？越野车队里有几人站起来向远处张望。我投了个窝头，还真他妈有光！加快速度，不会有哪个不怕死的抢先我们一步吧？操！敢抢我们炸天帮的副本，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快点啊！5000贡献点啊！在一声声的催促下，车队速度逐渐加快。靠近之后，众人确定了那就是萤火，而且周边的沼泽还消失了。这意味着有人在他们炸天帮地盘上打通了通道，现在还留在那耀武扬威。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是对他们炸天帮威严的挑衅。加快速度，干死这些小偷！卧槽，前面怎么打雷了？一群人忽然发现前方区域不断有电流涌现。吃！越野车队紧急停了下来。面对未知的东西，他们还是有些忌惮。帮派成员打开远射灯，想要看清来人。很快，一人一马缓缓走入灯光之中。那人单手持枪，银冠而立，一身银甲在灯光照耀下亮如星辰。来者何人？第52章，白送入场券。你们真是太贴心了。赵云的声音锐气十足，正义凛然，一出口直接传遍了整个荒野，仿佛能洞穿人心。炸天帮一群人有点懵，这声音有点恐怖啊！在荒野混了这么久，从没遇过比他们还虎的。一群人愣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反应过来后，他们发现赵云虽然看起来狠，但也就一个人，对面一人一马，而这边10几号人，怎么说也是优势在我。在知道双方悬殊实力差距后，炸天帮一行人纷纷摔门下车。他们炸天帮横行荒野这么多年，就没遇见过这么拽的，今天非得让对面知道谁才是这荒野真正的王。越野车上10几号人冲下车，整整齐齐站成一排。我刁你问，你混哪里的？这么拽？一个像是领头的人走了出来，双手一摊，大声问道：连我们炸天帮都不知道，也敢来荒野玩？你不要命了？赵云没有回话，静静地站在原地。喂，你哑巴呀？我们大哥问你话呀。有个小瘦子从人群中走出来道。赵云依旧没有回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窝你个窝头，真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老大，干他！好，你上！领头的大喊。啊！小瘦子瞪大了双眼，不等他反应，领头的就一脚把他踹了出去。窝头！瘦子滚了3圈，重新站起来，愣愣盯着对面身姿伟岸的赵云。老三，你可是22级法师，不用怕他。老三加油，我们看好你。干死他！那人也就看起来虎，打2下就泄气了。瘦子在众人的打气下咽了口水，硬着头皮取出自己的法杖。他颤巍巍抬手对赵云释放洞察术，洞察术亮起，赵云手腕猛地一抖，银枪发出尖利的颤鸣音。赵云这一阵把瘦子吓得魂飞魄散，直接晕了过去。身后众炸天帮成员一拍脑门，觉得无比丢人。奶奶的废物！领头人怒吼：老二你上！好！被叫到名字的光头取出一把阔刃大刀上前，看老子今天2刀砍了他！赵云见光头出阵，眼神中闪过惊芒。光头不管不顾，举着刀就冲了上去。23级狂战士，血液沸腾，去死吧！赵云眼神一闪，骑马上前后2枪刺出。第一枪刺中光头的大刀根部，整个刀身剧烈颤抖，让他根本握不住，大刀脱手。第二枪刺中他的大腿根，一枪刺入直接破防，鲜血狂涌。哇啊！光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10几名帮派分子大惊失色。光头是他们中战力佼佼者，竟然连他都被2招放倒了。赵云将枪立于地面，冷冷看向对面数十号人。现在离去，还可以保一条小命。10几号帮派分子傻眼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自己地盘上被人威胁。即便光头被一招秒杀，但他们还剩10几人。我刁你问，兄弟们干死他！领头人大喊：冲啊！周边的兄弟也大喊道：冲啊！杀死他们！炸天帮必胜！一帮人喊了近1分钟，嗓子都快喊哑了，但没有一个人率先冲锋，反而还有人退了好几步。我刁你问，你们倒是上啊！领头人大喊：老大，你怎么不上？我要在后面指挥啊！我是大脑啊！给我冲！在领头人最后一声冲锋中，所有小弟都冲了上去。赵云抽枪上前，顿时在黑暗中舞出一道道银白刀光。啊！咦！呜！哇啦！各种惨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一帮不成气候的小混混被杀得连妈都不认识了。即将全部杀完的时候，引擎声响起，领头人开着车跑了。通过赵云视角观战的苏晨笑了，在赵云面前，你以为你跑得掉吗？不到1分钟，赵云就把这群帮派成员打得丧失了战斗能力。随后他召唤玉狮子，几分钟就追上了开车逃跑的领头人。看见赵云追上来的时候，领头人的心都死了。他满脸迷茫地看了看赵云胯下的马，又看了看自己的车，瞪大的眼神中满是迷茫和不解。开挂了！赵云猛地一枪刺入越野车前胎，
人仰车翻，领头人整个人都被甩飞了出去。他摔出10几米开外，因为骑士职业的皮糙肉厚，侥幸存活。赵云走到他跟前后，他趴在地疯狂道歉：“对不起大爷，我错了，求你放过我吧。”说话间，他从怀中摸出了一张副本入场券。苏晨命赵云取过入场券，入场券上写着的正好是法老王之星。原来自己误打误撞的遇到了炸天帮成员，发现自己能不用钱就入场，苏晨感到十分满意。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高兴之余，他命赵云一枪打晕了领头人。这应该是炸天帮的边缘成员，碰到厉害的人物就成了散沙。而且不得不说，赵云就是赵云，帅气与勇武并存。每每看着赵云那精湛的枪法，带入第一视角的苏晨心中都是一阵畅快。等赵云返回，苏晨收起入场券，向着目的地出发。这次在赶路的同时，他召唤出了所有典韦士兵向四周扩散。为了在高考前到达20级，他要一路刷到目的地。荒野上存在着许多从各种通道中逃脱的魔物，这些魔物等级不一，数量不一，运气好的时候会遇上一些经验值特别丰厚的存在。不过一般人不会把这些魔物当作刷经验的选择，因为在荒野外围，这些魔物不会集群，找起来十分困难。偶尔碰上2只运气好，想要刷级就不行了。但苏晨完全不用担心，他有整整1支部队，260名士兵均等分布在方圆1000米内，对周边进行地毯式搜索。别人刷不了的怪，在苏晨这里也是照样刷。击杀18级沙漠毒蝎，经验值加562，获得毒刺 X1； 击杀22级霸王花，经验值加892，获得臭花蕊 X1； 击杀23级巨型杀虫，经验值加1302，获得截肢长腿 X5。第53章补给点风云，炸天帮的怒火。清冷的月光透过云层射下，给荒野更添一份寂凉。这荒凉污秽之地，在夜晚本应该没有什么生物活动的迹象，但在今晚却格外热闹。近300号人拿着砍刀在荒野上横冲直撞。击杀18级沙漠毒蝎，经验值加562，获得毒刺 X1； 击杀22级沙棘，经验值加892，获得臭花蕊 X1； 击杀23级尸斑秃鹫，经验值加1302，获得截肢长腿 X5。苏晨的面板上不断有一条条的经验提示出现。300名典韦士兵疯狂砍杀魔物，连犄角旮旯都不会放过，因为魔物不分动物植物，甚至连石头都有可能是魔物，所以一路上士兵们几乎把整个荒野翻了个底朝天。无论是什么，只要看起来像魔物，就会被士兵插上2刀。有时候苏晨觉得自己都有点像进村扫荡的土匪。土匪归土匪，这样的扫荡让他的经验提升也十分迅速，经验获取的速度要比副本大厅快上很多。按着地图上的方向走了近3个小时，苏晨终于看见了些许火光，那是荒野中的补给点，正好位于他前往法老王之星的途中。补给点除了如字面意思可以获得各种补给品外，也是一个荒野中职业者交易买卖的场所，那里会聚集大量职业者进行售卖道具材料的买卖。在副本里刷了很久，再加上一路上的材料，苏晨的背包也差不多满了，所以他打算在补给点清一波背包，然后再去新的副本。靠近补给点，苏晨逐渐召回周边的士兵，他不太喜欢招摇过市。10几分后，苏晨来到灯火通明的补给点，一顶又一顶巨型帐篷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临时旅馆。每一顶帐篷几乎就相当于一间客房。在旅馆周边是众多的小摊贩，他们大多数就是职业者或者专门购买道具的商人。穿过边缘几顶帐篷，苏晨走进集市小道，看见苏晨的身影，那些精明的商人立马觉得大生意来了。穿着学生气的校服，一看就是能狠狠宰上一笔的肥羊。哎，小哥，要不要进来休息一下？有好东西哦。小哥，还没试过那个吧？进来体验一下哟。下到18岁，上到58岁，我们这里应有尽有。琥珀石，年轻人，琥珀石保你平安。小兄弟，我这里有好货，便宜卖给你，要不要？苏晨无视了所有凑上来的小摊小贩，他要找专业收货的商人。见苏晨没有搭理自己，那些送上门的小贩立马转变了脸色。装什么大爷啊，穷鬼一个！琥珀石不买，你小子气数已尽啊！对于这些人的恼羞成怒，苏晨更是懒得搭理。视线在人群中搜寻，很快苏晨就发现了目标：官方的商铺。比起其他小摊小贩，官方商铺拥有一顶大帐篷，帐篷上挂着帝国交易所的标志。认准标志，苏晨掀开门帘，走进了类似蒙古包的帐篷。比起其他私人摊贩，官方给的定价虽然不会高，但很稳定。私人商贩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想要的东西价格给的高，不需要的价格低。而官方商铺给的所有价格都是根据市场稀缺度来看的。走进商铺里面，站着2名职业者，负责买卖交易。在苏晨表明来意后，
他们打开柜台上方的盒子，露出里面的魔法水晶。苏晨将手放上去，商城面板开启。在苏晨买卖之际，2名职业者不断的上下打量他。他们吃惊于一个学生怎么能出现在这荒野深处，心中不住的猜测起他的身份。几分钟后，苏晨结束操作，将魔法水晶推回给2人。在荒野中不比在交易所，在这里还需要官方人员确认材料无误后，交易才会生效。2名职业者接过水晶，将手放了上去。在放上去的那一瞬间，2人眼神一致，紧紧盯着苏晨。怎么了？苏晨发现2人眼神不对，2人互视一眼，转头对苏晨道：“小兄弟，你是不是刚刚从潘神的迷宫出来？”苏晨点头，有些材料是副本特殊掉落物，通过这些特殊材料就能知道他刚从哪个副本中出来。见苏晨点头，2人脸色变得更加凝重起来。一人轻轻趴到苏晨耳边：“小兄弟，你快点离开荒野吧，不然就麻烦了。”什么意思啊？苏晨表示不解，荒野里有什么麻烦吗？从进入到现在，他都没察觉出荒野和城区有什么区别。有人在追查打通潘神迷宫的人，之前已经有一伙人被抓走了。怎样的一伙人？苏晨眼神一凛，是一个小队，2男2女。听到这里，苏晨的眼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出事了吗？现在还不知道，不过那伙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潘神的迷宫有5000贡献点，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苏晨脑中思绪闪烁，虽然和陈勇他们不过一面之缘，但他们给苏晨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怎么说也是下过副本的队友，如果自己能力足够的话，他打算帮一把。做好决定后，苏晨出声询问：“是哪伙人？”他这一问把2个官方商人给搞不会了。你4个高等级队友都被抓了，你一个新人不赶紧跑路，还问这些有的没的干嘛？小兄弟，我劝你别再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赶紧跑。是啊，你也分了贡献点，被他们抓住就不妙了。苏晨摇了摇头，无视2人的话，继续道：“告诉我是哪伙人？”这一次他的语气变得严峻，话语中透出一股威严。2人惊讶于苏晨的气势，无奈的开口回答：“是炸天帮，荒野上4大帮派之一。他们不久前筹集了一支强大的小队前去讨伐潘神的迷宫，但是迷宫早早被人通关，而他们又在半路遇到了强大的魔物，险些全军覆没。这些事情加起来让他们彻底疯狂，回来就找到了你的朋友们。”苏晨愣住了，炸天帮？难道是赵云处理掉的那伙人？你确定是炸天帮吗？苏晨有些怀疑地问了一句。2名商人郑重点头：“是的。”他们见苏晨脸色呆滞，以为他害怕了，便补充了一句：“小兄弟，我知道你觉得抛弃队友很可耻，但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希望你能深思。你确定他们今晚派出的是精锐战力？”苏晨又问了一嘴：“是的，都是些亡命之徒，精锐中的精锐。”第54章，陷入绝境的陈勇小队。补给点中心是炸天帮的帐篷群，他们是这个补给点的管理者。帐篷群前立着一根柱子，柱子上绑着陈勇、老狗几人。他们面色不佳，浑身是伤，看起来经历了激烈的战斗。炸天帮一伙人面色嚣张地立于帐篷口，周边则围着一圈又一圈的围观群众。陈勇看了看周边，又看了看队友，脸上露出无尽的悔意。因为是第一次获得如此多的贡献点，所以他们一路上商量了很多购买什么装备的事。而他们说的话被有心人听去上报给了炸天帮。炸天帮人多势众，他们不敌被抓了回来。财不露白，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应该知道，可是他作为队长却没有注意提醒队友。现在还不知道炸天帮会如何处置他们，队里可是还有2个女生啊。思考间，炸天帮的领头人发话了，他的脸上有一道紫色被殴打的痕迹，看起来有些滑稽。但陈勇此刻没有心情注意那些，他只希望炸天帮不要做得太过分。各位荒野的兄弟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里是我们炸天帮的地盘，在我们炸天帮的地盘上就应该做遵守我们炸天帮的规矩。这些人不守规矩，偷走了我们整整5000贡献点，你们说是不是坏了规矩？5000贡献点！围观众人爆发出惊叹声，纷纷向陈勇等人投去同情的目光。拿了炸天帮5000贡献点，这下有他们好受的了。我炸天帮也不是不讲理。领头人继续说道：“现在我给他们机会，给他们证明自己的机会。1对1同职业单挑，赢了只要把贡献点兑换成装备上缴就能走。输了，领头人嘿嘿笑起来，男的死路一条，女的留给兄弟们享受。你敢碰老娘一下，你看老娘把不把你天灵盖掀了！”杨琪骂道。哈哈，领头人大笑，我就喜欢你这种烈马，骑得爽。芜湖，现场骑，现场骑，我们要看，我们要看！周边一群人喊了起来。荒野中绝大部分都是些城区犯了罪的亡命之徒，素质差到极点。人群中还有些城区来的职业者，他们只能无奈地摇头。
他们同情陈勇小队的遭遇，但是也仅限于此了。他们不可能违抗炸天帮去做什么，除非他们不想在荒野混了。在众人的起哄声中，陈勇一行人显得十分窘迫。陈勇无地自容，觉得自己愧对于队友。杨琪涨红了脸，和周边那些起哄的人对骂。沈安宁整张脸都已经红了，他感受到人群中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只觉得他们比魔物还要恐怖。老狗则目光死沉，盯着人群出神。他在荒野混迹这么久，怎么说也混了一大把朋友，而他刚刚向人群中那些朋友投去求救目光时，得到的只有躲闪的眼神。没有人会愿意为了他而得罪炸天帮。既然大家呼声这么高，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领头人大喊，底下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说是给机会，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结局已定的战斗。炸天帮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从他们手中逃走的。领头人轻蔑地指着陈勇一行人，第一个，你们谁先上？老娘来，看今天老娘不卸你一条腿！杨琪大喊，杨琪，让我来，是我害了你们。陈勇道，队长，你说什么？这是大家的原因，没有人怪你。可是我……别吵了！领头人大喊，什么时候还给我演苦情戏？你先来！他指着杨琪道，脸上挂着淫荡的笑容。今天就让我来看看你那胸前有几两肉！好好好，老大干翻他！老大威武！最喜欢看打女人了，打得他直不起腿。一个小弟上前割开杨琪的绳子，割开的瞬间，杨琪从空间取出大剑，就朝着领头人冲了上去。他的冲势很猛，但是身形十分不稳。周边战斗经验的职业者立马就看出来，他已经处于负伤状态。陈勇他们早在被抓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被打成了重伤，现在他们是在没有任何状态的情况下和对面交战。眼见杨琪冲上来，领头人侧身轻松躲过斩击，猛地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杨琪挥刀回身斩来，又被领头人躲开。趁杨琪空档，领头人一脚狠踹在他的腹部，把他踢飞了出去。哎呀呀，老大你懂不懂怜香惜玉啊？这一脚下去以后怕是怀不了孩子了，哈哈哈！杨琪倒在地上拼命想要爬起来，但是受伤太重，连骂人都骂不出声了。不行了吧，小妞，以后你可得好好伺候老子了。领头人回身再看向陈勇，你下一个。陈勇看着倒在地上的杨琪，眼神中满是悔恨和心疼。被解开绳子后，他艰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他的左腿还插着一根弓箭，鲜血渗透了一大片区域。领头人指着他，喂，你是队长是吧？今天老子再给你个机会，你只要打赢我身边这个瘦子，刚刚那个女的你带走。如果你打输，后面绑着的那个女的不用打，直接给我们。听见领头人的话，陈勇死死攥住了手里的大剑，责任再一次压在了他的肩上，两个女孩的命压在了他的剑上。他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死死望向前方，一定要赢，今天他拼了命也一定要赢。官方商铺外，苏晨出了门，直接向集市中心走。他从官方职业者那里知道了炸天帮营地的位置，没走几步，一名职业者从帐篷里追了出来。喂，小兄弟，你走反了方向，那边才是出口。苏晨径直走，没有回头。我没有走反。官方职业者瞪大眼睛，愣在了原地。不会吧？难道说他要去找炸天帮的麻烦？这不就是去送死吗？喂，小兄弟，别去啊！你还年轻啊！官方职业者追了上去，他一定要救下这个年轻的生命。第55章，年轻就是好，倒头就睡。快走吧，炸天帮的势力十分强大，根本不是你能对付的。官方职业者一路上紧紧跟在苏晨后面，苦口婆心地劝导他。我看你的校服是一中的吧？我的儿子也在一中，你听我一句劝，不要去，你还年轻。苏晨根本没有回头搭理他，一路向着前方走。越往前走，同行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听说炸天帮要处决一伙人，赶去看热闹的。期间还有那几个曾经纠缠过苏晨的小摊贩，他们见苏晨后面跟着官方商人，知道他是把货卖给官方了，因为没能宰上苏晨一刀，这让他们觉得十分不爽。几个人赶路之际，还趁机挖苦苏晨一番。小子，你知道那里在干嘛不？你也敢去凑热闹？那里可是炸天帮大爷们在办事，会杀人的。你小子见过死人吗？这毛都没长齐的小鬼还见过死人？我看他3两下就要被吓出尿来。哈哈，是啊是啊，别到时候四处找妈妈。听见几人嘴里说炸天帮有可能杀人，苏晨没搭理他们，只是又加快了脚步。几个小摊贩见苏晨快速走开，哈哈大笑起来。别说了，人家都以为我们是流氓，被吓跑了。被我们几个流氓吓跑了，那待会他看见炸天帮那群悍匪还不得尿裤子？这小子还不知道自己要看见什么，今天就让荒野给他好好上一课。几人也加快脚步，他们对苏晨接下来的反应十分感兴趣。炸天帮营地前，陈勇的战斗已经进入尾声，
他浑身焦黑的扑倒在地，身上止不住颤抖。在他对面拿着法杖的瘦子眼角带笑：“你个窝头，这种势力也能当队长啊？你还不如大兄妹一半能打。”陈勇扑倒在地上，面无血色。他拼了命想要站起来，但是双腿已然失去知觉。他看着前方表情痛苦的杨琪，想着身后的沈安宁，因为他的失误，他们小队所有人都要完蛋了。两行不甘的眼泪流了出来。如果他能再强一点就好了。如果他能像苏晨那样强大，又怎么会保护不了自己的队员？可是，一切没有如果。他不是苏晨，他今天要死在这里了。哭了，哭了，我把他打哭了。瘦子怪笑起来，周边人群哈哈大笑，疯狂地起哄。这些城里来的职业者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自视清高，现在炸天帮算是帮他们出了一口恶气。炸天帮领头人盯着地上的陈勇，脑子里有些疑惑。这疑惑其实在他把他们抓回来的时候就有了，那就是以他们的实力是怎么通过潘神的迷宫的。潘神迷宫作为存续这么久的硬骨头，要不是官方加码，连他们炸天帮都不愿意冒险。而现在这群实力不算强的小队竟然能通过，难道他们小队里还有人？他忽然想起几个小时前他们一伙人在迷宫外全军覆没的场景。虽然他们对外宣称是遇上了强大魔物，但是他们自己清楚，干翻他们的是人。难道那个骑马的人是和他们一伙的？思索半晌，领头人又自己否定掉了自己的猜测。那个玩意儿实力那么强，明显是某个大佬，根本不可能和这伙人组队。那看起来就是这伙人走了狗屎运，凑巧通了副本。确定陈勇几人不会再有后手，领头人又把头转向捆绑众人的柱子，把那个小妞给我抓来，男的继续和瘦子打。是。沈安宁被几个小弟毛手毛脚的抓走了，陈勇小队此刻只剩下了老狗一人。作为土生土长的荒野人，此刻围观的人却没有一个愿意为他开口说话。打不打呀？看你个窝头呢！就在瘦子要对老狗发动攻击时，忽然一个巡逻小弟从人群中挤了进来。老大，东边的魔物全都死完了。此话一出，周边一众职业者都有点懵。荒野上的魔物怎么可能死完呢？他们不是根本杀不尽的吗？众人以为是这个巡逻小弟犯了病，但没想到炸天帮领头人直接站了起来。你说什么？我说我在东边巡逻，发现魔物全部都死完了。领头人眼神一凛，脸色立马变成了猪肝色。东边就是他们撞上那个骑马男人的方向，而且想来想去，也只有那种实力才能清空一大块区域的魔物。难道他已经来到补给点了？他来补给点想要干嘛？见领头人脸色大变，原本对这条消息不以为意的众人也纷纷猜测起来。他们想知道是什么人物真的能清空一整片区域的魔物，又是什么人让不可一世的炸天帮头目如此惊慌。领头人慌张归慌张，没有彻底乱了分寸，这毕竟是在他的地盘，不能丢了面子。而且那人在当时没有对他们下杀手，应该也不是冲着他们炸天帮来的。他派出一半人手，让他们在补给点找人，要是找到骑马的人立马汇报。另外一边，他命令瘦子快速解决战斗，他现在已经没有心情看斗兽了。瘦子得到指令，二话不说开始吟唱法术。几个小时前他被骑马的人吓晕，在所有兄弟面前折了面子，这一次他要憋一个大的秒杀眼前的男人，让大家知道他的真正实力。奥兰多的法术奥秘，唤醒我沉睡的力量，究极大魔法火球，给我去死！最后一个死字不是出自他口，而是来自人群之中。在听见死字的一瞬间，他的心脏骤缩，大脑仿佛被铁钉刺入，召唤出一半的大火球瞬间熄灭，他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围观群众都傻眼了，不解地看着倒地的瘦子。这是什么鬼？放着法术好好的，怎么就睡着了？这是精神力耗尽了？也没见过有人耗尽直接倒地的呀。领头人正思索真发现了骑马者该怎么办，忽然见瘦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也懵了。这傻子今天什么情况？打都没打就晕倒了2次。众人诧异间，一个身影挤出人群，缓缓走向了老狗。原本心如死灰的老狗猛地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望着走来的人。苏晨，第56章，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看见苏晨一个学生出现，旁边的人都感觉有些错乱。在一群5大3粗的糙老爷们之间出现一个白净的学生，怎么看怎么违和。这是啥意思啊？走错地方了小弟，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老大脸色都不对了，他还敢往里冲？赶紧把他搞出去，不然这小子今晚就要死在这。喂，谁家小孩认领一下？苏晨无视周边的嘈杂，眼神观察起陈勇4人的伤势。老狗和沈安宁的状态还不错，身上虽然有伤，但不致命。杨琪应该受了严重的内伤，倒在地上起不来。陈勇的伤势最严重，简直触目惊心。如果当时让赵云杀掉这群人，
或许事情就不会到现在这般景象。苏晨的眼中闪过杀气，狠狠地望向了领头人。领头人正心烦骑马者的事情，瘦子莫名倒地后更让他烦躁。苏晨这一瞪，直接引爆了他的情绪。你小子他妈的不想活了，敢瞪老子！领头人噌的一下站起来，气势凶狠，把周边围观群众都吓得后退了几步。苏晨眼神冷淡，准备抬手时，一个人从后面拉住了他。对不起啊，李老大，这我家小孩不懂事乱跑。那名官方商人拼命地把苏晨往回拉，他此刻也无比害怕，但他实在不想看见苏晨送命。我管你谁家小孩，今天老子必须要给他点教训！领头人怒吼。李老大，他还是个孩子，你放。你们交易所也敢管老子的事，不想在这里混了。官方商人一听愣住了，他无奈地看了苏晨一眼，缓缓退回了人群。看着苏晨那年轻的面孔，商人心中无比沉痛。这年轻人空有一番为同伴报仇的热血，却不知道热血在荒野是最没用的东西。人群中那几个小摊贩见苏晨陷入麻烦，互视一眼偷笑起来。他们原本是想看苏晨被李老大处决犯人的手段吓到，没想到这傻子虎吧唧的冲了进去，现在自己变成了李老大的犯人，这乐子一下就变得更加大了。领头人盯着苏晨开口：你个不怕死的，想救他们是吧？今天老子就给你上一课学校里学不到的，先穿袜子再穿鞋，先当孙子再当爷。你小子想瞪老子，还差他妈个108000岁！办他！领头人一指，一个小弟拎着双刀向苏晨走来。围观人群又开始起哄，小白脸挑衅黑老大被杀。不得不说，今晚的节目实在太多，多他们好几天谈资了。这小子完蛋了，没救了。学生还来荒野，我看他本来也没想活。凉了，凉了，叫他不买我的琥珀石，气数已尽了。双刀小弟凶神恶煞地走上前来，苏晨单手一抬，5名典韦士兵瞬间现身。不等那人反应，5把砍刀从5个方向直直刺入了他的肚子。吃！小弟倒地，肠子流了一地。啊！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给吓傻了。什么情况？怎么突然来了5个人？卧槽！直接秒杀了！这什么啊？那小子是召唤师，一次性召唤5名战士，他实力很强啊！我的天，竟然有人敢在炸天帮的地盘上杀人！官方商人傻眼了，他没想到苏晨的战力竟然这么强，而且他刚刚是直接杀了人啊，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学生吗？领头人不敢相信地盯着血泊中的小弟，怎么可能？刚刚那个小弟至少20级，而对面这小子校服都没脱，最多12、3级，怎么可能1秒钟都没撑过就死了？看见小弟死在自家地盘，领头人彻底绷不住了，这对他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侮辱。给老子上，把那小子的皮给我剥下来！周边10几名小弟一拥而上，面目狰狞，好像要把苏晨活吞。见炸天帮动真格了，围观群众纷纷向后撤开距离。杀了他！杀了他！干死他！让这小子知道什么才是荒野！完了完了，这小子今天连全尸都留不下来。他那5个召唤物还可以，但是面对这么多人完全没机会啊！可惜了，以他的实力本可以混出点名堂的，下辈子注意吧。10几人靠近，苏晨眼睛都没眨，再度挥手召唤出了20名士兵。看见场上再一次出现了2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围观群众沸腾了。什么鬼啊？他竟然还有人，这什么意思啊？这小子来砸场子的。见再次出现20名士兵，众小弟慌了，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苏晨抬手一指，25名士兵直接围杀了上去。整个炸天帮营地前瞬间变成了一座屠宰场，惨叫不断，血肉横飞，所有人都傻眼了。谁能想到在炸天帮的地盘上会出现这样的屠杀？完了完了，这是什么啊？这小子简直逆天了！看见苏晨疯狂地屠杀，领头人彻底疯了，他嘶吼着向所有人发布悬赏：杀了他，谁杀了他就能获得我全部贡献点。这条悬赏一出，围观群众们瞬间躁动，他们都是刀尖舔血的亡命徒，有这样的悬赏不可能不心动。何况苏晨的士兵有限，他们围观有上百号人堆也堆死他。上啊，兄弟们，给李老大报仇！冲啊冲啊！贡献点！妈的小子扮猪老虎，就别怪叔叔们不讲武德，宰了他呀！众人冲锋之际，苏晨抬手一挥，周身一股暴虐的杀意铺展开来。身穿血红盔甲的典韦出现在众人面前，吃！一道血色刀影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直接被拦腰斩断，血柱喷涌出，不要钱似的洒在后面那些人的脸上。啊！所有人惊叫着往后退，仿佛看见了死神降临。快退啊！快退啊！他是恶魔，这人是恶魔呀！不要杀我，
我家里还有小孩啊！人群中的商人已然傻眼了，他被人推搡在地上，双眼死死盯着苏晨。他不敢相信自己刚刚护了半天的学生，竟然连杀几十人都不眨眼。他现在丝毫不怀疑苏晨是怎么拿到通行证进入荒野了，他的实力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保护。被砍杀了数人之后，围观群众乱成一团，其中几个小摊贩正不要命地往外挤，他们一脸惊恐，脸上全是汗。苏晨那杀神般的表现成为了他们的噩梦，他们没想到自己嘲讽了一路的人竟然这么恐怖。现在他们只想逃出去收拾东西，然后永远离开这里。慢一点就会死，但凡慢一点被抓住就死定了。苏晨无视混乱的人群，将目光投向领头人。领头人跪倒在地上，裤裆间已然湿透，他的头部止不住的颤抖。典韦的出现让他联想到了赵云，而这两个如此恐怖的战力竟然是出自一个少年之手。不可能，不可能！苏晨抬手一指，典韦跃步上前，一刀斩下。吃！领头人的头颅滚落到苏晨脚边。苏晨淡淡看了一眼，一脚踢开。他已经给过他们一次机会，可惜他们没有珍惜。第57章，死得恰到好处。典韦一刀砍杀炸天帮领头人，转身看向惊魂未定的人群。见典韦望来，所有人都打了个深深的寒战。杀气，那双眼中滔天的杀气。荒野中没有法律，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可能沾着几条人命，这也是荒野人也被称作亡命之徒的原因。但是就这样一群人在典韦面前，也感觉自己就像白纸一样纯洁。典韦那双眼睛中的杀意根本不是杀意两个人可以锻炼出来的。我的天，这也太猛了！我感觉他可以把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杀了。这是什么级别的召唤物啊？也太强了吧！我感觉自己要被吓尿了。谁他妈尿我脚上了？典韦震慑众人，苏晨自己查看起陈勇小队的状态。他给沈安宁松绑，让他查看杨琪和陈勇的伤势。检查一会儿后，沈安宁心疼的摇头。他表示陈勇的伤势过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产生严重后遗症，而以沈安宁的等级和目前状态，根本无法快速完成治疗。老狗见状走出2步，跪倒在人群面前。他要求人群中的治疗系职业者救陈勇。我老狗求求各位，请出手救救我们队长！我老狗求！老狗哽咽了。作为荒野人，面子功夫很重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面子够大，呼朋唤友。现在他跪倒在众人面前，意味着颜面扫地，在荒野永远都抬不起头了。但即便他豁出去了，人群中依旧静如止水，没有人回应他。其实就根本不看老狗，大家要知道的是苏晨的意思。苏晨转身走向老狗，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随后面向人群淡淡出声：救人者赏。短短4个字在人群中产生了核爆般的反应，一呼百应，所有治疗系职业者都冲了出来。苏晨在老狗的帮助下选择了几个最老练的治疗系，几人合力不到10分钟的功夫就让陈勇和杨琪恢复正常。看着苏晨的一呼百应和自己下跪都无人理，老狗懂了，表面上的兄弟根本没有用，一个人要想站得稳还是实力至上。只要拳头够大，所有人都很和善，拳头不够大，所有人都想弄你。对于荒野人来说，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炸天帮被铲除，苏晨成了这里最强大的人。即便苏晨看起来只是一个学生，但所有人都还是要看他的脸色。治疗完毕，陈勇几人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看见是苏晨又一次救了他们，几人顿时百感交集，不知道说什么好。陈勇作为队长，心中更是堵塞，被人3番2次拯救，而自己却连报答的方法都没有。苏晨兄，谢谢你，我不真知道该如何回报你了。苏晨摆了摆手，好好活着就行，你们好好养伤，后会有期。见陈勇脱离危险，苏晨便动身离开。他原本来补给点只是为了清空背包的，现在处理这些杂鱼浪费了一些时间，所以不能再拖延了。和陈勇一行人短暂告别，苏晨让典韦在人群中开路走了出去。围观群众纷纷侧目，不知道苏晨为什么就走了。他们本猜测苏晨是某个大家族派来接管炸天帮生意，才把他们杀完的。但现在炸天帮人都死完了，苏晨却什么都不干就走了。人群中有些之间起过哄，嘲讽过苏晨的人在他路过时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但是苏晨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根本不在乎。有人忽然意识到，在苏晨面前，自己等人都不过是草芥杀食罢了。什么炸天帮，什么潘神副本，人家根本不在乎。他就是路见不平出手相助，至于杀人以及杀完人的影响也完全不在乎。炸天帮这伙人死后谁来管理，谁来处置这个补给点，他完全不在意。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配进入他的眼睛。官方商人没有再敢和苏晨搭话，只是站在人群中和所有人一样安静地看着苏晨逐渐走远。没有人知道苏晨是谁，没有人知道他的背景如何。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今晚过后
荒野上又将流传起一段传说。离开补给点，苏晨继续朝着地图上的目的地前进。和来的时候一样，300名士兵围绕在周边疯狂刷怪。再往里走是荒野的更深处，魔物的等级有所提升，而杀怪获得的经验也是更加丰富。在刷怪向前的同时，苏晨也想起了一个问题：接下来要去的副本法老王之心也属于炸天帮麾下。炸天帮作为荒野上一个大帮派，刚刚他处理掉的只是一小撮，有实力掌握法老王之心这个大副本，意味着那里的炸天帮势力肯定不小。不知道这炸天帮内部的凝聚力如何，苏晨想到，如果他们要帮弟兄们复仇的话，那自己只能先刷人再刷副本了。他必须要在高考前升到20级，并且再一次获得抽武将的机会。没有人可以阻挡他升级的脚步，任何妄图阻挡他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补给点内，在苏晨离开后不久，补给点内的很多人都动身离开了。他们要把刚刚的见闻传播至整个荒野，其中还有些没来得及出手，侥幸逃过一劫的炸天帮成员。他们迅速离开补给点，向法老王之心副本前进。那里是他们的大本营，坐落着炸天帮真正的大人物。法老王之心，炸天帮大本营。在法老王之心的传送门外，围绕着无数帐篷。和刚刚的补给点一样，这些都是来做生意的人，只不过规模大了10几倍。在荒野，大帮派的收入基本上都来自于副本门票以及配套产业。法老王之心作为大型副本，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炸天帮大本营帐篷内，首领3把刀正愁眉苦脸地撑着头。近1个月的时间，荒野又出现了很多大通道，有的被官方拿下，有的则被其他帮派收获。法老王之心原本作为荒野少有的几个大型副本，吸引了大量人流。近几个月来，他们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生意也是逐渐惨淡。3把刀一直都在想破局的方法，可是没有丝毫进展。无比苦恼之时，几个小弟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看见他们那副便秘的表情，3把刀一个头2个大。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最不想就是处理麻烦的事情。无奈手下这群人老会给他捅出各种篓子。有屁快放！3把刀皱着眉头大喊。几个传令小弟边说边哭，述说着李老大是如何被人残杀。他们边说边抹眼泪，动情之处还会留下几条鼻涕。不同于他们的悲伤，3把刀的表情越听越舒展开来，到最后甚至有些兴奋。等他们几人说完后，3把刀急不可待地询问：“你们确定说的都是真的？几招就把他们杀完了？一句假话没有，千真万确。”周边的群众全都看见了，他们也十分激动。是啊，大家都为李老大的死悲愤不已。哈哈哈，好啊！3把刀大喊起来。底下的人懵了，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小弟死了还这么开心？首领你说什么？我说他们死得好啊，死的真他妈是时候。第58章，虚假还是真实？传说中的人物，为什么会死得好？众小弟懵逼了，完全不知道大首领在说什么话。为什么他得知手下死亡，非但没有震怒，反而这么的兴奋？几个小弟不清楚，但是3把刀自己可是清楚的不得了。他和那几个小弟没有仇，他自己也没有疯，他是真觉得这几人死得恰到好处。死几个小弟，丢一个无关紧要的据点，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他看中的是苏晨这个人，这个实力强大且有无限噱头的年轻人。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在大众面前出手团灭帮派分子，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团灭，是完完全全的秒杀。这将引起整个荒野的震战。在荒野这群闲人之间，传播最快的就是各种奇闻异事。苏晨的名号不出1天就会传遍荒野，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想要亲眼见识他那夸张的实力。他只要出现在哪，就会在哪里掀起人流狂潮。如果苏晨出现在他的副本中，那么必将引起大批人的追捧。人流则意味着生意，他那些围绕着副本的产业将获得大批光顾。有这样的经济效益，谁还管死去的那几个小弟啊？用他们的命换剩下几百上千号兄弟吃上饭，这难道不算一件好事？你们几个别在那假哭了！3把刀喊道：“赶紧收拾东西，给我去侦查那个苏晨的动向，务必要让他来我们副本。”几个小弟走后，很快又有小弟押着几号人进来，说他们在营地内造谣。3把刀眼睛一亮：“造的什么谣？”说我们炸天帮的人被一个小鬼团灭了。好，3把刀大笑，看来苏晨的故事传播的比他想的还要快。我澄清一下，这不是谣言，这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那个叫苏晨的马上就要来我们法老之心，吩咐弟兄们把消息传出去。啊！几个小弟也傻眼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法老之心周边迅速又支起了几千顶帐篷。靠着炸天帮强大的关系网，苏晨的故事和他即将到达法老之心的传闻迅速在荒野传播。
荒野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四处奔波寻找乐子是所有荒野职业者不多的乐趣之一。往往有一些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赶着奔往目的地。而这一次还不只是风吹草动，而是天震地动。究其原因，是因为苏晨的故事实在是太离谱了。什么一中学生一人单秒炸天帮小队，一人单刷5000贡献点副本，一人清空荒野东面所有魔物。除了这些，还有些更离谱的传闻，说他是传说级职业者在荒野的私生子，说他是高考落榜生，在荒野里遇到了奇遇翻身，还有说他根本就是魔物化身，召唤物也全都是魔物。在一众真真假假的离谱传闻中，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看一眼苏晨的真容。他们大部分人不相信苏晨的存在，也不相信苏晨有传闻中的实力，他们只是想要看个乐子，亲眼见证谣言破碎的场景。更有炸天帮的对手帮派一口咬定苏晨只是炸天帮自导自演用来揽客的虚假形象，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他们只不过是把大家骗去消费而已。总而言之，不管真真假假，苏晨的故事在荒野上如病毒般疯狂传播，而他要前往的目的地法老之星已然聚集了成千上万人，所有人都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等待着苏晨的出现。这是什么情况？苏晨有些奇怪地看向四周，从几个小时前开始，他的周边就不断有越野车开过。刚开始他以为是去法老之星的路上有很多车，但很快他发现有几辆车根本就是同一辆，他们在很远的地方查看自己的位置。因为距离足够远，且对方没有表现出攻击意图，苏晨就没有出手阻拦。不过越靠近法老之星，这些车辆也愈发变多了起来。苏晨隐隐觉得事情有些不对了。根据车上的标志，他发现那些车就是属于炸天帮的。可如果这些炸天帮的人想复仇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出手？而且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怕自己迷路，一直在用车辆给自己引路，甚至他们引的方向就是自己的目的地法老之星。这炸天帮的人想要干嘛？苏晨有些搞不懂他们的操作了。不过无所谓，只要他们没直接出手，就是有所顾忌。到目前为止，他只展示过典韦和25名士兵的战力，对这种战力存在顾忌的敌人根本不需要他放在心上。炸天帮大本营内不断有小弟进入汇报苏晨的方位，20公里了，10公里了，坐下休息了，又前进了。听着苏晨的方位离己方越来越近，三把刀脸上的笑容也已经越来越夸张。营地内的营业额在疯狂增长，就刚刚过去那1个小时的量几乎能抵以往的几天了。这还只是配套产业的营业额，如果能让苏晨进入副本，以后副本营业额也会迎来激增。苏晨离得越来越近，三把刀也越来越忙，他把其余所有补给点的存货都给运到了法老之星，各种饮用水、新鲜瓜果、干粮小吃，所有东西的售价都比以往贵了2倍。对于这种坐地起价的行为，众人虽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毕竟这是方圆几十里都只有法老之星这一个据点。大本营外，越来越多的职业者加入到看戏的队伍中，新搭建的帐篷已经把营地向外扩大了1倍。所有人都在讨论那个刚刚火起来没多久的人物。你们说真的假的？一个人能清理完所有魔物？哼，传闻嘛，我只是来凑个热闹的，好久见过这么多人了。传闻当然要夸大喽，不然你会大老远跑来。所以你们都不相信那个人很强？一个新人而已，再强能强到哪里去？一个戴眼镜的人扶了下眼镜，淡淡道：你们都错了，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个人，这只是三把刀营销出来的噱头。如果他真的杀了三把刀那么多小弟，三把刀怎么可能不去报仇呢？他只是骗你们来消费罢了。卧槽，你说的对啊，这三把刀刚刚一个苹果卖了我300块。靠，真的呀，我一包红薯干也花了100。三把刀简直不是人啊，弄个假人骗我们。第59章传说现身，荒野阵战。还没等苏晨现身，营地内就掀起了一阵又一阵讨论狂潮。大家在苏晨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大多数人现在觉得苏晨是假的，是炸天帮首领弄出来揽客的噱头。只有一小部分人因为亲眼看见过苏晨，才坚持自己的意见。时间1分1秒的过去，苏晨迟迟没有出现。营地内已经开始出现讨伐三把刀的声音了。大家愈发觉得他骗了大家，让所有人大老远白跑一趟。人群中的眼镜男推了推眼镜，胸有成竹道：我赌10万，苏晨今晚不会出现，并且往后几天三把刀都不会让他出现。为什么啊？怎么三把刀想不让他出现，他就不出现啊？有人询问。你想，苏晨一天不出现，你是不是就会在这里等上1天？感觉是哎。我挨这套目的就是来看那个天才苏晨的。哼哼，眼镜男冷笑，苏晨只要1天不出现，三把刀就能赚1天的钱，所以他这个人完全就是假的，不过是三把刀赚钱的工具。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出现绝世天才？这是现实世界，不是小说。卧槽，大佬你好牛逼，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这里面水很深，我不好跟你多说，懂得自然懂。眼镜男给苏晨定性后，淡定地查看起接下来的反应。他的话在人群中掀起轩然大波，大家对三把刀的声讨越来越激烈。对此，三把刀没有任何表示，只是又增设了几十个冰凉山泉水售卖点。众人骂一会儿炸天帮，骂一会儿三把刀，甚至还有人骂苏晨。骂完一轮，众人口干舌燥之际，忽然发现有冰凉山泉水卖，于是纷纷买上一瓶休养生息。就在大家偃旗息鼓的时候，忽然从营地东边开始传来骚动，中部的人群都探头向远处张望，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没有等待太久，骚动很快就如海啸般席卷而来。众人传递的消息只有一句话：苏晨来了。这则消息把众人又给弄不会了。什么玩意儿？真的来了？不是说假的吗？我靠，真有这个人，不是有难说是假的吗？在哪呢？在哪呢？眼见才为实啊！苏晨来了，苏晨来了！中部的人群很快又把骚动向后方传播，苏晨来了的消息席卷遍布整个营地。三把刀站在炸天帮大本营，喜笑颜开。他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人给盼来了。来人，给苏晨兄弟开路！他大手一挥，上百号炸天帮成员冲进营地，保持通向副本的道路通畅。营地边缘，身穿义中校服的苏晨正缓缓走向人群。看见远处那乌泱泱一大群人，苏晨有些被镇住了。他以为是法老王之心吸引了这么多人前往，直到走近后，他听见这些人嘴巴里喊的话，以及他们死死盯着自己的行为，苏晨才感觉到这些人是冲着他来的。众人看见远处缓缓走来的苏晨，心中的激动彻底释放出来。卧槽，真的是真的，真的是学生，和传闻一模一样，是一中学生。这就是苏晨吗？他真的宰了一整帮炸天帮小队。如果传闻是真的，何止炸天帮小队，他可是单人清空了一整片的魔物啊！是假的吧？我看他浑身一点杀气没有啊！是啊，太稚嫩了，杀过人的家伙不会还有这种清澈的眼神。有没有赶上去试一下的？在众人的你一言我一语中，苏晨走进了营地。这一下他完全确定了，这群人确实是冲着他来的。因为自从踏进营地，所有人的视线都锁定住了他，那些目光热烈且好奇，似乎想要把他身上每一个毛孔都记下来。这是什么情况？苏晨对自己一夜之间成为大明星感到十分困惑。为了避开这些人的视线，他抬手一挥，召唤出40名典卫士兵，将自己团团包围。他这随意的一个动作，仿佛点燃了引线，将整个营地瞬间引爆。我抄！我抄！我抄！是真的，传闻是真的，苏晨真的是召唤师。卧槽，我以为来看个乐子，没想到他来真的。这些士兵眼神好凶狠，看起来和一般召唤物根本不同，有杀气啊！这些士兵身上真的有杀气，不知道他们属性多少啊？靠这些东西真的能清空魔物吗？苏晨前进间，一道道洞察术投向了帮苏晨挡视线的士兵们。在职业者的理念中，对陌生人释放洞察术会被视作挑衅的举动，因为这是试探对方实力，这个行为就带有进攻意图。私底下众人都不会轻易释放洞察术，但这里人多眼杂，有些手脚不干净的就趁乱释放了。洞察术释放完毕，回答他们的是苏晨一道精准的皇威指令：跪下！扑通！人群中3-2个人瞬间跪倒在地，大脑止不住的颤抖。皇威的释放又让人群轰动了。卧槽！看见了没？看见了没？发动技能了！大家千万别释放洞察术，会出事的。不可直视神，苏晨不会是神吧？短短几分钟，苏晨的出现在人群中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狂潮。那些在中部还没看见真人的群众，心中已经躁动的不行。他们爬上杆子，冲上车顶，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这传闻里的人物。在一众躁动的群众中，眼镜男依旧水波不惊，他认定了这就是一场商业诈骗。苏晨就算出现，也是一个假货，不可能有真正的实力。这种轰动的效果，只需要一个演员配几个水军就能达成，根本没技术含量。和眼镜男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其他帮派的成员。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砸场子。现在看见炸天帮生意这么火爆，更是激起了他们的嫉妒和愤怒。他奶奶的，脸都不要了，竟然真弄出来了个什么苏晨！没想到他竟然敢让那个苏晨出来，敢在荒野卖实力人设，他有那个资格吗？他敢出来，我们就敢打！走，让这小子知道荒野的厉害。第60章，一起上就好了。几个帮派的成员开始向苏晨方向移动，他们的动向很快就传到了三把刀耳朵里。作为多年的竞争对手，三把刀知道这些人是肯定会来砸场子的。面对手下出手阻拦的建议，三把刀大笑着拒绝：“让他们上吧，他们不过是排队送死罢了。”见三把刀如此自信，手下的人迟疑了：“首领，
那个苏晨真有那么厉害吗？虽然他杀了我们的人，但是传闻肯定会有些夸大吧？那小子能顶得住吗？三把刀笑着摸了摸下巴，你们在荒野里待太久了，不知道墙内的事。说罢，他从身后掏出来张报纸，甩在几人脸上。几人摊开一看，顿时傻眼了。这张报纸的所有版面几乎都被苏晨一人霸占。模拟高考全省第一，蓝山是百年一遇的神级天才，有史以来训练副本最快记录。天才是如何炼成的？蓝山市的荣耀，苏晨的千面人生，震惊全市，唯一稀有职业95至尊。看到这里，众人才反应过来，苏晨根本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传说，他早在市区内就已经是传说了。几人看着报纸上苏晨的各种离谱标签，忽然对前去找他麻烦的那几个帮派产生了深深的同情。露天营地，天空刚刚亮起，苏晨在典韦士兵的包围下向副本前进。虽然搞不懂为什么这些人要围观自己，但只要他们不阻碍入副本，站在一旁看看也无所谓。法老之星是周边唯一一个大型副本，提供的经验也绝对丰富。苏晨不可能因为一些无关的注视就放弃这个大型副本。在炸天帮成员的开路下，苏晨沿着通道直向副本前进。走出10几步后，通过士兵的视角，苏晨看见前方迎来一群人。这些人气势汹汹，明显和围观群众不一样，又要来麻烦了。苏晨暗忖，这又是些什么东西？看制服并不是炸天帮的人。苏晨不知道来者何人，但围观群众作为荒野人却再清楚不过。迎面走来的可都是荒野上响当当的大帮派，黄天帮、海会帮、一神帮，共称天海一三帮。天海一三帮的出现让围观群众再次沸腾。对于苏晨，众人最想知道的事情就是他的实力究竟有没有那么强。毕竟传闻里的他实在是太夸张了，没有人不想看一看。不过大家知道自己的斤两，都不敢上去挑战。而天海一三帮的出现，无疑是完成了众人最想做的事情。我去，来了来了，砸场子来了，终于来了吗？我们最期待的环节。感觉这小子危险了，来的人都不是小角色。开打开打，让我们看看真正的实力。苏晨大战天海一，这一战要彻底引爆荒野。苏晨哥哥加油啊，干死对面，荒野人永不臣服。3个帮派几十个人挡住了苏晨的去路。典韦士兵让出位置，苏晨在山呼海啸的欢呼声中走了出来。对面同样走出来一个人，海会帮二当家蔡老二，29级大剑士，几十人中等级最高的职业者。蔡老二指着苏晨的鼻子开口，臭小子，今天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小年纪不学好，和3把刀混在一起骗人。什么3把刀？苏晨迷惑地眯起眼睛，他又不是索隆，怎么会和3把刀混在一起？还给爷爷在这装，你和那3把刀都是荒野败类，净耍些不三不四的手段，扰乱秩序。今天爷爷我就要替天行道，打得你们这些人现原形。哎，苏晨打了个哈欠，他完全听不懂对面在说什么。不过这都不重要，因为从对面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皮子痒了。今天你跪下给爷爷磕个头，爷爷就放。对面蔡老二还在疯狂输出，苏晨直接挥手打断了他。众人见苏晨挥手，立马觉察出了空气中的火药味。终于要来了，第一个就要和蔡老二打吗？太刺激了，看样子苏晨要直接挑战蔡老二啊。蔡老二可是海会帮历代战力最蛮横的一个，可不好对付啊。希望他稳一点，先从底下人开始打，步子迈太大容易扯着蛋。是啊，第一个肯定要挑垃圾的，不然第一个就打输也太丑了。苏晨没有选蔡老二，而是将手指向队伍正中间的位置挥了挥。人群中发出一阵叹息，虽然苏晨不选蔡老二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情，但这件事真发生了之后，苏晨在他们心中传奇的形象已经掉了一半。按照传闻中的战绩，苏晨肯定是要挑战对面最强的人的。果然传闻还是夸大了，实力并不夸张。可惜了，我还以为有多厉害。面对天海翼，只要赶上就很厉害了。希望他能抗到蔡老二出手吧，不然也太没劲了。蔡老二看苏晨没有直接选自己，心中也是一松。对面不敢选最强的，肯定是有所顾忌。只要有顾忌，那就意味着他对自己身实力的不自信。只要他不自信，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蔡老二笑着挥了挥手，让队伍中间的队员走出队列。这人也是主战类法师职业，即便输也不会输得太难看，而且还能试探苏晨的招数。蔡老二不由得在心中发笑，嘲笑苏晨的选人完全就是把自己坑了。在他发笑之际，迎来的是苏晨的疑问：他出来干什么？蔡老二皱眉道：怎么？他不是你自己选的吗？还是说这个太强了，你要换人？发现对面理解错了自己的意思，苏晨再度重复了挥手的动作，淡淡出声：我的意思是，他不用一个人出来，你们一起上就好了。啊！
蔡老二张着大嘴，双目圆瞪，面部肌肉不断的颤抖。在他身后的帮派成员也是一脸惊恐，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周边的围观群众更是如遭雷击，瞬间安静下来。之前嘲讽苏晨不敢选人的人，在这一刻彻底傻了眼。短暂的寂静之后，全场再度陷入疯狂。神，这特马才是神，不愧是传说中的人物。苏神，我们还以为他是挑中间一个人，原来他是让所有人一起上。天哪，什么才叫狂？这他们才叫狂啊！好帅啊！什么时候我也能说所有人一起上啊？他不会来真的吧？对面可是几十号人啊！先不说他实力怎样，反正节目效果拉满。杀！打起来！第61章7进7出神赵云。蔡老二满脸的不可置信，打我们所有人！他没想到事情竟然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这里有近30号人，他可从来没听说过谁能一个打30个。一时间，各种情绪涌上蔡老二的心头，羞愧、猜疑、愤怒。就在他要破口大骂之际，苏晨转身走回了典韦士兵的包围中。蔡老二傻眼了，不知道苏晨玩的是哪一套。苏晨的举动也让周边众人再度陷入怀疑。神，什么意思？又不打了？不是说要打吗？怎么又躲回去了？我看他表情淡定，不像是反悔的样子啊。有一说一，这几十名士兵不会就是他全部战力了吧？这些士兵虽然看起来猛，但说到底也不过是召唤物，要打起来肯定不如真人。要打就出来打，别躲在里面。苏晨回到典韦士兵的包围中站定，他不想再陪这些人玩游戏了，必须赶紧结束战斗。而最适合以一敌多进行战斗的，莫非就是赵云了？苏晨抬手一挥，一股爆裂的雷芒凭空炸响，周边众人吓得愣住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下一刻，无数电芒在苏晨周边涌动起来。喂，这是什么啊？感觉要来大东西了呀！天地异象，这东西的出现竟然能引发天地异象。电涌不断加快，爆裂的能量在一点不断聚集浓缩，最后嗤的一声，赵云手持银枪刺破虚空而出。众人只看见眼中白芒一闪，下一秒赵云就已经威风凛凛地站在他们面前了。赵云的出现彻底引爆全场，从来没有人见过如此威风帅气的召唤物。我的天哪，这真的是召唤物吗？这也太帅了吧！我干！今天能看见这召唤物也值得了呀！你们看他的眼神，正气之中蕴含着无边杀意。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真的能打赢对面30人。打不打得赢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打起来一定特别帅。快打！打起来！看见赵云现身，蔡老二一行人的气势瞬间减半。他们对赵云眉宇之间那喷薄杀意的感受是最深的。这种威严的气势和杀意，完全是用人命堆起来的。看见赵云的一瞬间，蔡老二等资深老手就知道，来者绝对是个硬茬。不过硬茬归硬茬，己方再怎么说也是有30人的大队伍，打起来谁赢谁输还不好说。而且如果他们在这么多人面前退缩，他们以后也不用在荒野混了。他奶奶的，兄弟们！蔡老二憋足力气大喊：摆好阵型跟我上，今天一定要让这小子知道我们荒野人不是吃素的。在蔡老二的怒吼中，30几名帮派成员迅速列阵。在荒野里打拼这么多年，他们的战斗经验不会差。10秒钟不到，30几人列队完毕。不同职业之间合理穿插，确保防御和攻击都能最大化。在他们紧张的准备时，对面的赵云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动作。等到对方阵型准备完毕，赵云动了。他单手持枪微微一抖，银亮枪声立刻响起了爆裂的颤鸣。这爆裂的颤鸣音如龙吟般威严，令所有人都震撼不已。太帅了，这实在是太帅了！我的血都要沸腾起来了。蔡老二他们都被吓傻了，不会真要一串30了吧？虽然两边人数差距很大，但苏晨这边气势完全碾压蔡老二。太震撼了，太震撼了！双方准备完毕，苏晨没有再浪费时间。上！赵云得到指令，将枪一抖，直接冲了上去。高敏捷的赵云如闪电般迸发，银色的枪尖在地面拖曳，划出一道深深刻痕。防御阵型！蔡老二大喊。队内所有战士职业都将防御技能开至最大，只要抗下这一击，他们就能够反手进行输出。不过事情没有如他们所想的发展，赵云根本没有正面迎上防御，他在即将刺入敌阵改变方向，瞬间绕过前排，从侧面切入了阵型。前排的战士只看见眼前白芒一闪，随之身后就传来连绵不绝的惨叫声。一众法师射手在赵云面前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银枪所到之处，惨叫声鹊起。防御！蔡老二惊慌大吼。等前排反应过来回身防守，赵云早已经刺出敌阵，和他们拉开了距离。众人再度转向，想要围攻赵云，赵云又立即加速转变方向。几次变位后，
一道白色闪电刺入队伍最薄弱之处。等众人急忙进行防守，赵云又从另一个方向刺了进来。赵云不断的刺入刺出，30几人的队伍不断减员。在赵云的战术下，30几人的队伍愣是一次像样的进攻都没有发出。打到最后6人时，帮派队伍彻底崩溃，四处散逃。赵云持枪站定在一众倒地不起的成员面前，云淡风轻，仿佛刚刚只是处理了几只苍蝇。围观群众沸腾了，他们幻想过赵云的胜利，但没想到竟然会是这种碾压般的胜利。赵云出枪到结束，战斗时长不超过3分钟，期间20多人中枪倒下，而赵云却没有丝毫的损伤。对面可都是20级以上的成熟职业者，以他们的战斗经验，竟然连赵云的人都没有碰到，这是何等的速度，这是何等的实力！啊呀，太帅了，太帅了，太疯狂了，太帅了！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先切后排，再打游击，对面连碰都没碰到一下。无论是从硬实力还是战斗技巧，苏晨的召唤物都是完全的碾压。兄弟们，我们见证历史了，一川30，新的传说诞生了。苏晨是神，苏晨简直就是神！在山呼海啸的欢呼声中，苏晨指挥部队继续前进。这次他让赵云上场，本想是让他直接秒杀对面立威，以免后面还有不长眼的人上前浪费时间。不过出乎苏晨的意料，这次赵云没有用流云刺进行秒杀，而是展示了另一套打法。以前赵云都是用高强度的攻击直接秒杀对手，而这次他还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战斗智慧，用高移速和高战力逐渐瓦解敌方战力。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不愧是能在长坂坡7进7出的赵云。第62章，100人副本又如何？结束战斗不出几分钟，苏晨一人战胜30名帮派成员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营地。原先对苏晨的所有质疑都不攻自破，传闻愈发变得真实了起来。不过在一众欢呼赞美声中，依旧存在着质疑。眼镜男撑了撑眼镜，依旧波澜不惊。演员依旧是演员，周边群众看不下去了，认为他就是纯纯的嘴硬。3大帮派的人都被打败了，你不会说他们都是演员吧？是的，3大帮派依旧是演员，他们肯定和3把刀合伙了，由他们出来给苏晨造势，最后你们消费的钱，所有帮派平分。我靠，3大帮派都打死了，竟然还打不服你的嘴！眼镜男冷笑一声，一切都有可能是假的，一切都有可能是演员，除非3把刀敢让他进法老王之心，里面的魔物不会陪他演戏。不过3把刀肯定不会这样做，毕竟这样的话，他们精心编织的谎言就破了。听完眼镜男的分析，众人也开始期盼苏晨进入法老王之心副本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堵上所有不相信的人。苏晨战胜3大帮派的消息传回炸天帮大本营，3把刀坐在椅子上，笑得根本合不拢嘴。经此一战，3大帮派至少要3个月来恢复名誉，而且这还无法完全恢复，他们已经完全成为了苏晨的背景板。以后没有人提到苏晨，他一挑30的事迹就会被拿出来述说一番。相比这个，炸天帮团灭的消息就显得情有可原了很多。毕竟人家组队打斗失败了，炸天帮单挑失败很正常。可以说这次之后，炸天帮将会凌驾于天海一3帮，成为名副其实的荒野第1大帮。得知苏晨胜利消息后，3把刀亲自带领所有部下上前迎接苏晨。只要再让苏晨进入法老王之心刷级，那么法老王肯定就会成为荒野最火爆的大型副本。炸天帮全员出动，苏晨看见前方又来了一大批人，顿时感到无语。正当他要让赵云上前虐杀一波时，3把刀携一众队员高举双手，表示并无恶意。苏晨再次走出士兵包围，想看看对面的人又要耍什么幺蛾子。不过这次出乎他的意料，因为对方的态度好得有些过分。3把刀先是夸赞了一番苏晨，表示在南山市报纸上见过他，随后步入正题，邀请苏晨进入法老王之心副本挑战。苏晨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他本来的目的就是进入法老王之心。见苏晨如此爽快答应，3把刀还献上了一块一次性重置晶石。比起苏晨那可以反复充能的晶石，这块只能使用一次。不过这块重置晶石蕴含的能量抵得上苏晨的3、4块，也只有这样，这枚晶石才能够重置一次大型副本。副本越大，冷却时间越久，重置所需花费的能量就越高。像苏晨那枚重置晶石可以重置5次小型副本，但却只能重置1次中型副本。而高考模拟副本那种千人万人的超大型副本，想要重置，需要花费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苏晨没有客气，直接收下了3把刀的重置晶石。比起小型、中型副本，大型副本的经验值会多很多很多。连续2次挑战应该可以让他的经验值达到20级，这意味着高考前他不用再考虑其他副本。见苏晨收下重置晶石，3把刀更是喜笑颜开。
决定好进入副本后，接下来就是组队时间。法老王之心作为100人大型副本，其难度不是一般副本可以比拟的，所以3把刀认为，即便是苏晨也会需要一些诸如辅助类的职业。苏先生，您这边需要什么配置的职业者？我炸天帮上百号人随时待命，您想要什么就可以来什么。如果您觉得还不满意，这周边上万人也任由挑选，我相信他们都很想跟您一起下本。3把刀话一出，苏晨要选人下本的消息又迅速传开，这一次更是掀起了火山爆发般的疯狂，场面一度进入失控状态。毕竟没有人不想和传说中的人物一起下本，能跟在这种人身边，即便什么都不做，光看着也能获得很大的进步。哇，苏晨真要下本了，不仅要下本，还要选人，选我一个啊，带我一个，求求了，卖屁股也可以的，选我，23级海洋法师，海的味道我知道，我22级圣灵牧师，解控消负面什么都行，让我来，25级森林医者，我的奶量巨足，不信除非给我看看。这边还没讨论完，那边又迅速传来了一个惊天信息，苏晨不需要组队，1人下本。这条消息一传开，男女老少无一例外全都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之中。比起1挑30，这条听起来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个人挑战100人副本，这是什么逆天操作？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但是那都是高等级职业者返回低等级副本挑战，而苏晨不过是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学生，他的等级根本不可能超过副本等级。消息一出，连眼镜男都沉默了。一个人进入副本，这下就算是他也找不到角度去质疑了。黑子说话，给老子叫啊！虽然苏晨失去了和我组队的消息，但是我为他感到骄傲，还失去了和你组队的消息，谁尿黄子醒他？太强了！1人挑战100人副本，苏晨永远的神！别高兴得太早，不知道还以为他已经通关了呢。是啊，只是下本而已，我一进去就出来，也叫1人下本啊！还1人下法老之心，活着出来就算成功。众人乱成一片，各执一词，整个现场就像一锅烧开的水，人声鼎沸。苏先生，您可能不了解，法老王之心是100人副本啊！100人副本，您确定要1个人挑战吗？3把刀傻眼了。虽然知道苏晨很厉害，但是挑战100人副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甚至这都不是过分，而是狂的没边了。万一他要是死在里面，那前面铺垫这么多就全完了。苏晨无视掉3把刀的质疑，重回士兵包围。赵云开路，一支队伍坚决地向着法老王之心前进。看着苏晨去意已决，3把刀索性不再劝阻，他大手一挥，对所有手下大喊：瓜果零食价格再翻1倍，饮用水翻2倍，所有人加收摊位费，不交卷铺盖滚蛋。最后准备开盘，赌苏晨能不能活着出来。苏晨在山呼海啸中走向副本传送门，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这里获得巨大突破。第63章大型副本法老王之心。3把刀要加收摊位费的消息一经传开，所有人都破口大骂。他这种行为无疑是在电影最精彩的时候提醒开通会员才能继续。1人刷100人副本，这种精彩到足以历史留名的战役，谁愿意半路走啊？我干你温，1万块一个摊位，你怎么不去抢劫啊？他是黑帮啊，就是在抢劫好不好？天杀的3把刀，为了苏晨，这1万块不交也得交。虽然很不甘心，但是苏晨这一战我必须看。交钱，交钱！奶奶的，这1万块就当喂狗了。为了知道苏晨进入副本后的发展，所有人都狠下心交钱。没办法，苏晨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法老王之心副本前，苏晨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经过10几个小时的野外刷怪，他18级经验条已经过了2/3的位置。不出意外的话，这一次下本一定可以升到19级，甚至直接突破20级。而且大型副本获得的玉玺碎片必然不低。现在他共拥有10枚碎片，只要获得5枚以上，就能再次召唤武将。如果能一次获得10枚碎片，他甚至可以再兑换一项职业技能。苏晨伸手触摸传送晶石，直接进入副本。大型副本法老王之心，难度困难级，通关条件击败最终 BOSS。 一进入副本，周边的喧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漫天风声。风暴果携着黄沙袭来，打在苏晨的脸上宛如刀割，一来就给下马威。苏晨心念一闪，50名士兵将自身团团包围，挡住风沙。漫天黄沙让能见度下降到可怜的地步，苏晨几乎只能看见前方几米。不过这对他来说不算问题，因为他并不是只有一双眼睛。抬手挥动，20名白马骑在苏晨的命令下向四周扩散，侦察敌情。有了白马骑的视野，苏晨迅速掌握了周边环境。
他所处的位置是沙暴中心，周边没有任何遮挡。白马奇探出1500米，没有发现任何魔物。怎么会没有魔物？苏晨在心中思考。很快他的视线落在地面的流沙上，既然上面没有魔物，那肯定就在下面了。他抬手一挥，召唤出全部290名点位士兵，士兵们迅速散开，然后将刀刺入地面。果然不出苏晨意料，士兵们将刀刺入后，地面立即发生了震动，整片沙地开始颤抖，沙粒开始快速流动。噗噗，一只只通体身鹤的巨蝎从流沙中冲出，没有任何起手动作，它们3米多长的尾刺直直刺向士兵，尾刺刺入盾牌，发出一阵阵状击声。这么凶狠的偷袭，苏晨感到有些震惊。先是沙暴遮蔽视野，然后从地底发动进攻。如果经验不足的话，普通小队很可能在这第一关就瞬间毙命。洞察术打出，巨蝎的属性进入苏晨视野。沙漠巨蝎，强化型魔物，等级23，力量500，敏捷400，精神600，体质600，很强的4维属性，已经全面超过点位士兵了。没有发动黄威浩荡，苏晨选择微调士兵的站位，对巨蝎进行围杀。虽然属性很高，但这些巨蝎的数量不算多。在苏晨的调整下，士兵们很快就包围了一只巨蝎。近300名士兵对着40只巨蝎不断出刀，叮叮当当的刀甲交击声短暂盖过了风声。面板提示声响起，苏晨迎来了9维的经验刷屏。击杀23级沙漠巨蝎，经验加1230，获得毒刺 X1。击杀23级沙漠巨蝎，经验加1215，获得毒刺 X2。击杀23级沙漠巨蝎，经验加1156，获得毒刺 X1。处理完巨蝎的士兵会被苏晨安排至前方唤醒新一批巨蝎。每一块区域下方都隐藏着几十只巨蝎。在苏晨的指令下，队伍一边杀敌一边向前移动。有了之前的经验，士兵们杀巨蝎的速度越来越快，面板上经验刷屏速度也越来越快。走出1公里左右时，风暴再度增大，裹挟着黄沙的飓风宛如一把把利刃。苏晨发现士兵们的生命值已经开始减少，这不是自然现象，这是有人在发动技能。苏晨快速反应过来，立即抬手将所有白马旗召唤了出来。对方肯定就隐藏在这沙暴之中。白马旗向4面8方奔出，传递回周边的信息。为了专心寻找敌人，苏晨同时召唤出了典韦，让典韦带领着一众虎豹骑士兵和巨蝎厮杀，自己则根据脑海中的地形图不断调整白马翼从们的走位，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苏晨发现有一个区域的沙暴比周边更加狂躁，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苏晨抬手一挥，召唤出赵云，一声令下，赵云身骑白马一头扎进了沙暴之中。随着赵云进入，那片区域的沙暴变得愈发狂暴，似乎想要阻挠赵云的前进。看见这番场景，苏晨更加确信其中藏有魔物。赵云发动流云刺，攻击力随着移速的增加不断攀升。随着超高速移动，一个身着法袍的干尸终于出现在赵云面前。找到你了，苏晨眼神一凛，释放洞察术。死亡祭司，强化型魔物，等级24，力量2000，敏捷1000，精神2500，体质2000，技能沙暴送葬，神之仆。4维属性几乎快赶上赵云的精英怪，果然是百人副本，难度就是比单人副本要高。随着赵云越来越近，死亡祭司开始疯狂挥舞法杖，沙暴的威力进一步增大，连赵云的前进都受到了阻碍。他的技能虽然不是硬控，但也大大减缓了赵云的移速。移速降低，流云刺的攻击力也随之降低，赵云冲锋的伤害受到了很大的缩减。而且沙暴送葬的伤害很高，苏晨甚至怀疑赵云能不能冲到对方面前。就在苏晨迟疑要不要收回赵云再做打算之际，对方给出了解题思路。他释放了第2个技能神之仆，一道道黄沙从地面喷出，随即快速凝结，化成了一个个黄沙士兵。一瞬间，沙漠祭司的身边就出现了上百名士兵。看见这幅场景，苏晨笑了，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上百名黄沙士兵的出现直接触发了赵云的孤胆鹰嚎，他的移速和攻击力瞬间拔升至此前的20倍，一人一马如流光般刺入敌军。第64章奖励关卡，经验疯狂增长。带入赵云视角的苏晨只感到周边景色在快速倒退，远方死亡祭司的面孔中出现了一抹惊恐。他不会知道，正是他召唤士兵的操作，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中。黄沙士兵涌了冲上前来，想要保护祭司，但在赵云敏捷属性经过翻倍，已然达到了10万点。在这种速度下，所有阻碍都不过痴人说梦。赤
流云刺，一道白芒闪过，死亡祭司的血条瞬间清零，眼中满是困惑的倒在了黄沙之中。击杀24级死亡祭司，经验加6534，获得沙漠权杖。祭司死亡，沙暴瞬间停止。剩下的黄沙士兵似乎触发了狂暴模式，迅速冲向赵云。赵云将枪一抖，转身再度杀入敌阵。原本被沙暴阻挡的白马旗也在苏晨的指挥下杀入黄沙士兵之中。一边典韦带着士兵疯狂砍杀，一边赵云带着白马旗不断冲杀。两处战场同一时间开战，面板上的经验提醒根本停都停不下来。击杀23级黄沙士兵，经验加1096，获得沙石 X16。击杀23级黄沙士兵，经验加1135，获得沙粒 X36。击杀23级沙漠巨蟹，经验加1230，获得毒刺 X2。击杀23级黄沙士兵，经验加1065，获得沙粒 X55。击杀23级沙漠巨蟹，经验加1211，获得毒刺 X3。在一轮又一轮的砍杀中，苏晨的经验条持续不断的增长。不得不说，副本还是副本，其魔物密集程度比荒野上要高出好几倍。又进行了10几分钟的战斗后，苏晨成功清空了第一关的魔物。使用技能更新典韦和赵云部下状态后，苏晨重整阵型，向着第二关出发。副本外，围观群众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营地上空的光幕，上面显示着苏晨通关进程以及相应的时间。忽然在56分的时候，光幕上第一关的时间停止了计时。只有两种情况会出现停止计时，一种是通关，而另一种是死亡。所有人都愣住了，因为56分钟远远不够通关时间。我靠，怎么停止计时了？苏晨不会死在里面了吧？完犊子了，第一关危险重重，肯定是出事了。有没有可能是过关了？开什么玩笑，我上次跟70人团都花了3个小时，这才56分钟，肯定没了呀！不等众人猜测太久，光幕上的计时再次闪动，第二关开始计时。什么？这竟然是过关时间？苏晨只花56分钟就过关了，有没有搞错啊？这怎么可能呢？第二关都开始计时了，怎么可能搞错？我干，一人只花56分钟就通关，这是什么神仙啊？我第一次进本光是找路就花了2-2个小时啊！56分钟解决地面埋伏，找到沙暴祭司，这真是神人才能做到了。走出沙暴区域，一座高耸的金字塔出现在苏晨面前。上百米高的金字塔稳稳矗立于沙漠中心，古老文明的厚重感扑面而来。不愧是前世被誉为古代奇迹的建筑，苏晨在心中感慨。如果不说，谁又能知道这恢宏的建筑竟然是陵墓呢？哪个坟头盖这么高？典韦开口了。赵云点了点头，表示认同。苏晨，不愧是大智慧。带着士兵靠近金字塔，苏晨看见了他那独特的入口。虽然金字塔的塔身有近上百米，但它的入口只有1人高，这是为了防止压力将入口压垮。苏晨将士兵们收回，只留下了典韦和赵云。带着几百名士兵进入这个窄道实在是不方便。赵云在前方开路，典韦殿后，3人迅速进入了这巨大的坟墓。金字塔内部的甬道依旧很窄，永远都只维持在1人通过的宽度。不过随着逐渐深入，它的高度越来越高，几乎达到了10几米，让人仿佛穿行在山间峡谷之中。走过一段不知向上还是向下的道路，一个宽阔的房间出现在几人面前。10几根粗大的石柱撑起了这片房间，房间中央放着一个刻满符文的石棺。看见这番场景，苏晨忽然想起了上辈子看过的盗墓小说，正想着要不要在角落点上一根蜡烛，典韦就已经走向了石棺。不等苏晨反应，典韦举起破城锤就向棺材狠狠砸了下去。起床了！轰！一锤砸下，石棺瞬间破裂，灰尘四起，无数细密的声音瞬间充斥了整个房间，那声音让人直起鸡皮疙瘩。灰尘散去，苏晨看见了前方不断挥舞聚集的典韦和已经爬满他半身的黑色甲虫。圣金甲虫，强化型魔物，等级20，力量100，敏捷200，精神0，体质100。四维属性很低，但数量几乎令人恐惧。如潮水般的黑色甲虫正从石棺中涌出，那数量让苏晨的密集恐惧症直接犯了。和他同样感到不适的还有彪形大汉典韦。此刻典韦正胡乱挥砍着巨戟，想要把身上的甲虫弄走，但他攻击力固然强横，面对细小的甲虫却没有任何办法。哇呀呀，主公救我！典韦大吼。原本还有些害怕的苏晨看见典韦这副模样，瞬间笑喷了。叫你虎，这下是中了吧？和苏晨大笑不同，赵云舍身上前，持枪帮典韦挑落甲虫。不过他的枪面对海量甲虫也作用不大。苏晨边笑边对典韦和赵云释放了黄威浩荡。
阵阵金色涟漪从典韦和赵云身边冒出。黄威浩荡的威力根据目标的生命值进行计算，所以典韦和赵云释放的黄威浩荡威力比普通士兵要强上数十倍。金色涟漪一出，在他们周边的圣金甲虫瞬间死亡。一连串近乎疯狂的经验提示开始在苏晨面板上刷屏，原本恐怖的甲虫群瞬间化作了苏晨的海量经验。典韦和赵云发现金光威能后，立马冲向圣金甲虫出现的源头，击杀20级圣金甲虫，经验加314，获得甲虫翅 X3。击杀20级圣金甲虫，经验加315，获得甲虫翅 X2。击杀20级圣金甲虫，经验加302，获得甲虫喙 X1。甲虫虽然单个经验低，但是数量实在太多，源源不断的圣金甲虫化作丰厚的经验包，让苏晨的经验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上涨。这根本就是奖励关卡呀！不出5分钟，最后一点经验条直接填满。升级光柱亮起，苏晨成功突破19级。第65章突破19级，解锁远程攻击能力。等级提升，苏晨没有着急打开面板查看，而是死死盯着前方，因为在无数圣金甲虫发出的嗡嗡声中，他捕捉到了另外的声音。这关卡里不只有圣金甲虫，果然不出所料，房间四周石墙没有征兆的轰然垮塌，无数阴寒嘶嘶声从四面八方的黑暗中传来。眼镜蛇，黑褐色的眼镜蛇，每一条都长达3米，手臂粗细，它们吐着银色的信子，颈部枕鳞大张，快速向着苏晨滑行而来。洞察术探出，暗黑王蛇，强化型魔物，等级23，力量300，敏捷400，精神200，体质300，技能黑暗之水。又是一波走量不走质的魔物，它们虽然属性不高，但如果操作失误，就会陷入被围攻的境地。要是被围攻，群体造成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不过对于其他职业者很棘手的集群型魔物，在苏晨面前就是一个个经验包。苏晨目光闪动，抬手召唤出了200名典韦士兵，士兵们以苏晨为中心层层展开，将整个空间填满。黄威浩荡，代表着无上皇权的金光亮起，瞬间照亮了整片空间。士兵疯狂挥刀砍击，再配上持续不断的黄威浩荡，蛇群迎来了大片大片的死亡，惨叫声在上空不断回荡。没有在第一波死去的黑暗王蛇对士兵展开了回击，他们拉开距离，从口中喷射出漆黑的毒液。士兵们没有给任何机会，抬起盾牌直接格挡。毒液并不具备腐蚀性，喷在盾牌上造成不了任何效果。反扑失败，士兵们一拥而上，将最后一批王蛇乱刀砍死。大团大团的经验向苏晨涌来，经验条疯狂上涨，根本停不下来。击杀23级黑暗王蛇，经验加603，获得毒牙 X2。击杀23级黑暗王蛇，经验加598，获得毒牙 X1。击杀20级圣金甲虫，经验加315，获得甲虫翅 X2。击杀23级黑暗王蛇，经验加614，获得毒牙 X2。击杀20级圣金甲虫，经验加302，获得甲虫喙 X1。屠杀又持续了10分钟左右，苏晨19级的经验条都已经逼近1/5了。这一关的经验实在太夸张了，比他之前遇到的任何关卡都要恐怖。等下一次能转化副本的时候，他一定要回来转化这个副本。这一关的甲虫群和蛇群给的经验实在太疯狂了，跟不要前世的白送。确定魔物都被彻底消灭后，苏晨打开面板查看起新鲜的19级属性。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姓，等级19 18.63%，力量190加20，敏捷190，精神1300加50，体质190，装备骷髅戒指，道具重置晶石，技能召唤武将典韦19级，召唤武将赵云16级，黄威19级，黄威浩荡3级。召唤武将典韦19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600精神力。召唤武将赵云16级，召唤武将赵云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700精神力。黄威19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消耗350精神力。黄威浩荡3级，为友方单位施加能持续10秒的黄威光环，光环会对10米范围内敌人造成100%友方生命值的伤害，效果可叠加，消耗精神力 5x 施加目标数量。军团信息：武将典韦，资深虎豹骑士兵；武将赵云，资深白马义从，潘神。典韦19级，力5100，敏5100，精5100，体5100，统御部队，资深虎豹骑士兵320。
赵云16级，力3900，名5650，金3900，体2400，统御部队白马一从轻骑兵60。其他兵种：潘神18级，力1500，名1300，金3000，体1300。看完面板，苏晨眼神中立马射出了喜悦的光芒。这次升级带来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除了自身的属性提升外，苏晨最在意的就是黄威浩荡的提升。应该是这波甲虫群和蛇群给黄威浩荡刷了很多熟练度，让其从2级升到3级。虽然看起来只是小小1级的提升，但技能效果的提升却是无比夸张。首先，技能范围由5米提升到了10米，这个提升不只是表面上的范围提升，还是对技能伤害的大幅度提升。因为黄威浩荡的伤害是可以叠加的，范围增大意味着叠加区域的面积增大。假如一个敌人站着不动，其每秒受到黄威浩荡伤害的最大值取决于范围内有多少士兵。如果是2级的黄威浩荡，伤害范围5米，表示其5米范围内能站多少士兵，就可以叠加多少伤害。现在3级的黄威浩荡将范围提升至10米，10米范围内能站下的士兵数量自然更多，造成伤害也就越高。如果将每秒伤害按面积量化，在威力不变的情况，光是范围提升就将黄威浩荡的伤害提升了4倍。而且提升还不止范围，伤害也由目标 50% 生命值提升至了 100%。最夸张的是，作为黄威浩荡目标的士兵们也提升了生命值，这表示黄威浩荡从3个维度上都获得了提升。这次提升可以说让苏晨的刷怪效率又有了质的飞跃。除了黄威浩荡，这次升级另一个惊喜就是赵云和白马一从的提升。赵云在荒野上刷魔物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到了14级，这次在副本内则是连升2级，来到了16级。越过15级门槛的时候，赵云和白马一从迎来了一次兵种升级。白马一从升级为资深白马一从，不仅更新了身上的轻甲，还配备了新武器短弓。这是苏晨队伍中第一批拥有远程攻击的士兵，填补了队伍中远程输出的空缺。而赵云作为白马一从的将领，同样也获得了新式武器。第66章虎豹骑升级，赵云的神级功法。武将赵云16级，力量3900，敏捷5650，精神3900，体质2400，装备龙胆亮银枪、穿杨弓，技能白马一从、孤胆英豪。白马一从召唤60名轻骑兵进行作战。孤胆英豪，当500米范围内己方兵力少于敌方时，赵云和己方士兵除生命值外，所有属性都将随差距进行翻倍，上限20倍。流云刺，赵云下一次攻击将获得敏捷属性的加成，敏捷提升越高，攻击伤害越高。作为白马一从的将领，赵云也获得了新武器穿杨弓。在三国中，赵云从来都是以用枪闻名，这让很多人忽略了他的射术也是一流水平。如今赵云获得穿杨弓，让苏晨回想起了这一点。兵种升级后，赵云和白马一从成功从轻骑化身为骑射，不单单是战力的提升，还极大丰富了队伍的进攻手段。看完赵云和白马一从，最后的重点就是典韦。典韦的4维属性已经高达5100点，这个属性点可以碾压任何同等级单人副本的 BOSS。 超高的属性值加上忠诚护卫的存在，别说魔物进攻了，就算苏晨主动求死都十分有难度，根本死不掉。而且典韦和虎豹骑也要到达20级门槛了，跨过这个门槛，他们也会迎来一次兵种升级，不知道这一次会获得怎样的提升。其实苏晨对自己的虎豹骑没有马这一点一直耿耿于怀，如果下一次兵种升级让他来选，他会选择给虎豹骑配备战马。不过20级都是后话，现在最重要的是通关这个副本。按照这个副本的经验量来看，第2次下本一定能突破20级。如果后续关卡经验丰富的话，甚至有可能在这一次就可以突破20级。压下心中升级的喜悦，苏晨带领队伍继续向副本深处出发。副本外，围观群众们再一次陷入疯狂。这次光幕上的时间定格在1小时32分钟，虽然这也是在常人看来不可能通关的时间，但有上一关的经验。这次再没有人认为苏晨死在副本里了。果然10分钟后，计时重新开始，苏晨进入了第3关，1个半小时就突破了第2关，我已经没力气再震惊了。第2关应该是海量的虫群和蛇群，没想到苏晨竟然这么轻松就过关了。是啊，我本以为他会在这一关吃瘪的，因为他的武将好像没有范围伤害能力。苏神那是没有范围伤害吗？那是打我们这些喽啰根本用不上啊！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特马的人和人比人和狗的差距还大。别说了老铁，再说要破防了。第3关有解密环节，我不信他还能这么快，还敢质疑苏神，你就是想被打脸。3把刀和手下
愣愣盯着光幕上的时间，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经营法老王之心这么多年，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如此恐怖的成绩。如果这光幕不是他们做的，他都要怀疑是不是造假了。小弟看着光幕喃喃，这苏晨也太夸张了，如果能挖来我们帮派，岂不是发达了？三把刀狠狠敲了一下小弟的头，你什么级别？人家什么级别？人能跟你混一个地方？他是要踏上最强者道路，成为神下荣光的人。离开第二关关卡，苏晨走进了漫长的下行甬道。金字塔的底座很大，所以下行道路穿过的区域也越来越大。古希腊是个崇拜动物的国度，墙壁两侧刻有各种动物图案。除了动物，还有各种由动物和人结合而成的神奇，狗首人身、鹰首人身、狮身人面。苏晨对古埃及的了解不多，只认得到其中狗首人身的阿努比斯。原因无他，因为前世喜欢玩的游戏中有个叫狗头的英雄，其原型就是古埃及的死神阿努比斯。思绪刚想到这，甬道尽头就出现了一个宽阔的大殿。这次的大殿不仅宽阔，而且层高气高，上方看不见顶，下方黑金配色，墙壁上则刻满了各种充满神秘图案。在中央则竖着放置着一口人形石棺，石棺前悬挂着一杆天秤，天秤下面放着几块心形石头和洁白羽毛。根据石棺上的图案，苏晨知道这又到典韦最擅长的解谜环节了。这次他连看图案都懒得看了，而是直接看了典韦一眼。典韦心领神会，从虚空中取出破城锤，随后一把扔给了赵云。赵云疑惑地看着典韦，典韦对着石棺昂了昂下巴：“云兄，交给你了。”苏晨扑哧一下笑了出来，他知道典韦世上一关被圣甲虫弄出阴影了。没想到这浓眉大眼的典韦竟然会害怕小小的屎壳郎。听见苏晨的笑声，典韦故作镇定，继续道：“云兄莫怕，用力砸便好。”赵云无奈摇了摇头，扛着巨锤对天秤狠狠砸下。砰！和典韦的悍勇不同，赵云用锤都有一种飘逸感，一锤砸下，天秤被瞬间破坏。紧接着赵云旋身挥锤，第二锤再次砸向石棺。砰！石棺猛烈震动，随后向下落入地面之中。与此同时，在大殿上方传来一阵尖锐的鸣叫。在上面，苏晨抬头看去，正好看见一道羽毛形成的箭雨急射而来。圣上！典韦一步站至苏晨面前，取出战戟于面前挥舞起来，旋转的战戟将羽箭全部劈开。大胆鼠辈，竟敢偷袭圣上！典韦吼道，双目燃起怒火。一旁的赵云同样眼神如电，扔回破城锤，一把取出银白色的穿阳弓，搭箭拉弓，嗖一声，弓箭如闪电般射向上空，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破空。一声惨烈鸟鸣响起，上空鹰首狮身的魔物落地。魔化施救，强化型魔物，等级24，力量700，敏捷800，精神600，体质500，技能羽箭。一只狮鹫落地，更多的鸟鸣从上空响起。苏晨抬手将60名白马翼从全部召唤而出，白马翼从搭箭拉弓，一场地对空战斗就此展开。第67章华夏 vs 古埃及，千年文明的战争。嗖嗖嗖，白马翼从搭弓射箭，一阵阵箭雨射向上空，他们的箭矢如开了锁头挂般，不断命中魔化狮鹫，而狮鹫给予的羽毛回击则落在典韦士兵的盾牌上。白马翼从和虎豹骑一攻一防配合的完美无瑕，己方攻击不断得手，而对方攻击则不断落空。几波互射下来，魔化狮鹫终于扛不住了，开始大批死亡。一时间，狮鹫尸体和漫天羽毛一齐下落，颇有些浪漫主义的感觉。苏晨觉得浪漫，典韦不觉得。他举着战戟对天空疯狂挥舞，将尸体打飞到房间各处，嘴里丑鸟丑鸟的骂着。击杀24级魔化狮鹫，经验加1536，获得羽翼 X2。击杀24级魔化狮鹫，经验加1503，获得羽翼 X1。击杀24级魔化狮鹫，经验加1481，获得羽翼 X2。魔化狮鹫的数量不多，但是单只经验十分可观，只能说大型副本不养经验低的魔物。随着狮鹫的大批死亡，苏晨的经验条也再次迎来上涨。眼看上空的魔物逐渐减少，苏晨将目光又投至中央那口人形石棺上。没等他看多久，石棺开始猛烈颤抖，随即化成了一堆黄沙。黄沙从洞口向外喷涌，不断蔓延至大殿的各个角落。伴随一阵剧烈震战，黄沙又开始倒流，退回洞口。黄沙在洞口聚集凝结，逐渐形成了一只狗首人身的魔物。埃及死神阿努比斯，狗头人。苏晨一眼就认出了那特征鲜明的狗头，一记洞察术打出。阿努比斯强化型魔物，等级25，力量2000，敏捷1500，精神1500，
体质2000，技能阳痿、灵魂烈焰、死神降临。精英怪4维属性都很不错，在点为一半的程度。嘶啊！阿努比斯对着苏晨等闯入者发出怒吼。典韦循声望去，看见他的瞬间就露出了无比厌恶的神色。他指着阿努比斯的鼻子喊道：“丑怪，你到底是人是狗？”阿努比斯不堪受辱，高举双手对着典韦释放了技能，紫色的光芒冒出，典韦顿时脸色大变。是阳痿。苏晨察觉出典韦异样，释放无畏冲锋，帮典韦清除负面状态。经历那不可描述的感觉后，典韦瞬间爆发出了火山喷发般的怒气。他双目喷火，取出一对巨戟，猛地冲向阿努比斯。死狗，拿命来！彻底疯狂的典韦根本没给阿努比斯还手机会，一对巨戟不断出击，直接把他捅成了筛糠。阿努比斯呜咽一声，倒在了污血之中。击杀25级阿努比斯，经验加6687，获得死神雕像 X1。即便阿努比斯已经死亡，愤怒的典韦依旧没有停手，对着尸体还输出了半天。苏晨哭笑不得，在他身边的赵云以及一众士兵十分困惑，不知道典韦将军为何会发这么大的火。只有知道阿努比斯技能的苏晨表示十分理解典韦。阿努比斯死亡，整个大殿猛地一颤，地板开始向下沉降。苏晨站稳身形，快速查看周边的情况。这地板显然是要将他们送往金字塔最底层。速降持续了10几分钟，在一阵剧烈轰鸣中，地板猛地砸落在地，灰尘四起，响声震天。等待灰尘散去，苏晨发现他们身处一片大到夸张的空间中，上空天花板距离他们几乎有上百米的高度，而四周更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硕大的空间让苏晨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还在室内，且这个空间一根承重柱都没有，完全违背力学原理。除去违背常理外，更加夸张的是，空间内布满了类似兵马俑的士兵。苏晨一眼扫去，前方至少有几千名砂石封印的士兵，在几千名士兵身后立着一口巨大的黄金棺材，黄金棺材上绘制了一个人形图案，明显就是象征古埃及至高权力的法老。法老沉睡在千人军队的守护之中，庄严肃穆。苏晨远远望着那口威严的黄金棺，眼中神色逐渐凌厉。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就是最后一关了。古埃及面对华夏，这是2个千年文明跨越时空的交战。作为华夏文明的皇帝，这一战他必须要赢。苏晨高举双手，召唤出全部320名资深虎豹骑士兵以及60名白马一从。列阵！他沉声低喝，语气中隐隐展露出帝王的威严。320名虎豹骑士兵于身前组成方阵，60名白马一从在一侧翻身上马。典韦和赵云也感应到苏晨气场的变化，雄浑战意喷薄而出。典韦缓步走到方阵前站定，取出双戟，目视前方。赵云召唤出玉麒麟，手持银枪来到骑兵阵前。列阵完毕，硕大空间内迸发出一阵闷雷般的响声，前方几千名士兵身上的砂石开始脱落，露出底下干瘪的人体。哗啦啦一阵砂石落地声，敌军最前方的军队解除封印，他们全身干瘪，没有一丝血色，举着圆盾和短刀，嘶吼着发起冲锋。木乃伊战士，强化型魔物，等级25，力量600，敏捷600，精神600，体质600。苏晨抬手一挥，典韦带着士兵迎向敌军。拿命来！专注模式的典韦挥动双戟杀入敌阵，瞬间就收割了一大群敌人。紧随其后的士兵也与敌人展开交战。士兵双方的属性值相差不多，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多，一时间进入持久战。苏晨没有贸然开始皇威浩荡，因为这只是敌方第一波进攻，在后面还有大批敌人。皇威浩荡必须用在最关键的时刻。虽然士兵之间势均力敌，但己方有着典韦这个变数。典韦双戟挥舞，在敌阵中疯狂砍杀，很快就让双方士兵出现了人数差。出现人数差就代表着己方可以围杀对方士兵。局势倾倒，敌方士兵开始出现大批量的死亡。当敌方人数锐减到一个区间时，第二批敌军解除封印。这一批敌军除了步战之外，还加入了车兵，上百架战车如山崩般滚滚而来。苏晨抬手一挥，赵云得令，他扯紧马绳，将枪一抖：“诸位，随我去！”第68章，赶量血条你就输了，成功提升至20级。赵云一声令下，带着白马骑向前冲锋。银枪白马组成的骑兵队宛如流星般射出。待敌军进入攻击射程后，赵云抬手挥动，白马一从挽弓射箭，一道道箭矢奔向敌军，造成第一波伤害。抵近之后，又一波箭矢射出，造成第二波伤害。敌方每辆战车都配备了4名士兵，2名长矛兵，1名弓手，1名驾驶。作为回击，敌军战车上的敌人也发射了弓箭。
一时间漫天箭矢飞舞，落在双方阵地。典韦士兵拥有盾牌防御，受到伤害不大。赵云这边尽管进行了躲闪，但还是产生了一些减员。一波互射之后，双方距离再一次拉近。赵云收起长弓，亮出银枪，带着白马旗进行冲锋。银枪在手，贼军何足道哉！赵云大吼一声，带着众人绕开地方布战，直刺入战车队伍之中。他们受到苏晨的指令，就是阻扰敌军战车前进。如果让战车无阻碍冲入己方布战队伍，一定会造成大量的伤害。银光闪过，赵云直接挑翻了一辆木架战车，战车上的士兵被直接压死。其他白马骑没有赵云的力量，就对准战马下手，一根根长枪刺入马腹，战马吃痛翻倒，同样也造成战车侧翻。赵云一马当先，在敌阵中杀得翻江倒海。白马骑们也不甘示弱，竭力阻止战车的冲锋。经过升级过的白马义从们进一步提升了枪法枪技，这让他们在短兵相接的时候完全碾压了敌军的长矛兵。随着赵云带兵杀入，敌军前排战车瞬间倾覆大半，倾覆的战车又撞向其他战车，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在赵云翻江倒海之际，典韦这边也处理完第一波敌人，向前冲锋，迎上了第二波敌军。霎时间，嘶吼呐喊声、兵器交击声、箭矢穿梭声在这地下古墓中翻腾，整片战场杀得灰尘闭眼，血光滔天。海量经验涌入苏晨的经验条，面板上不断跳出经验提示：击杀25级木乃伊战士，经验加1634，获得甲胄 X2； 击杀25级木乃伊长矛兵，经验加1656，获得甲胄 X3； 击杀25级木乃伊战士，经验加1611，获得甲胄 X3； 击杀25级木乃伊弓手，经验加1693，获得剑士 X5； 击杀25级木乃伊长矛兵士，经验加1652，获得甲胄 X1。 杀到这里，苏晨依旧没有开启黄威浩荡，因为敌军的战力连一半都还没有出完。白马骑虽然扰乱了大部分车兵，但局限于自身数量过少，还是让一部分战车撞入了正面战场。战车的加入给正面部队造成了大量伤害。长矛兵虽然奈何不了枪兵，但是对步兵还是有很大优势。面对战车的加入，典韦士兵只能以命搏命，用大量减员换取地方战车的倾覆。面对海量的敌人，虎豹骑士兵和白马骑都遭受了大量减员。在局势快要倾覆的极限时刻时候，苏晨启动典韦和赵云的技能刷新部队，部队重回最佳状态，将局势重新扭转。经过较为艰难的战斗，敌军的第二波攻势进入尾声。就在这时，黄金关旁边的2个石棺碎裂，从里面走出2名手持权杖的祭司，伴随着低沉的吟唱，空间内剩下的所有士兵都被解封。士兵的数量比前2波加起来还要多上很多。第3波攻势开启，而且不只是数量变多，苏晨发现士兵们的眼神都变得有些茫然。那吟唱声有精神控制类的效果，如果放在之前，这控制类技能一定会让苏晨头疼。毕竟除了典韦之外，包括赵云在内的所有兵种都没有解控能力，这种大范围控制绝对会对己方战力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对于现在的苏晨来说，团体控制技能已经不足为惧。古希腊性爱与音乐之神，现华夏雇佣兵，潘神出列。苏晨抬手一挥，转化潘神迷宫获得的 BOSS 潘神现身于战场。给我吹箫！苏晨喊道。在苏晨的指令下，潘神立刻施展技能，左手扭曲化作一根鼓箫，然后放在嘴边吹了起来。带着神奇功效的音乐向四周扩散，抵消对方吟唱的同时，还削减了敌军的气势。潘神从副本中取出，虽然有所削弱，但怎么说也是副本 BOSS。BOSS 的技能力压2只精英怪还是轻轻松松。有潘神下场解决精神控制，苏晨就再没有了任何顾虑。他抬手向前一指，所有士兵同时向前发动冲锋。两军交接之际，黄威浩荡发动，3级黄威浩荡瞬间照亮了整个地下空间，宛如烈阳的金色光芒灼烧着所有闯入其中的魔化灵魂。开启黄威浩荡的一瞬间，这支华夏之师迸发出了最强大的战力。身负金光的军队宛如一条巨龙撞进了敌方部队，敌军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兵败如山倒，成批成批的敌人死去，面板上冒出源源不断的经验提示。敌军溃败之际，位于最后的黄金关震战起来，棺盖瞬间炸裂，一个头戴黄金面具的男人从中现身。 BOSS 图坦卡蒙，强化型魔物，等级25级，力量8000，敏捷4000，精神10000，体质10000，技能法老王的诅咒，湮灭法阵。古埃及第18王朝第12位法老，以恐怖的诅咒闻名于世界。在现身的瞬间，他就召唤出了一个深黑色法阵，随后立刻开始了诡异的吟唱。法阵在吟唱中缓缓展开，
死亡的气息从法阵中不断涌出。图坦卡蒙不知道的是，在1000米战场外，3双眼睛已然盯上了他。挥舞双戟的典韦一边吼叫一边砍杀，向着他不断前进。手持银枪的赵云无视掉所有敌人，开始向着他缓缓加速。神色平静的苏晨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了他。被这3双眼睛盯上，无论是什么卡还是什么蒙，只要敢亮血条，就只有死路一条。臣服！一道黄威刺向图坦卡蒙，将他吟唱的法术瞬间打断。随后一道流星般的刺激袭来，直接贯穿了他的胸膛。最后2柄巨戟挥砍，戴着黄金面具的头颅高高抛向了空中。图坦卡蒙最终 BOSS 出场不过1分钟就迎来了死亡。击杀25级 BOSS 图坦卡蒙，经验加36210，获得法老的黄金面具 X1， 获得白银级法老之眼 X1， 获得白银级诅咒项链 X1， 获得法老之心 X1， 获得黄沙石块 X94， 获得传国玉玺碎片 X15， 成功通关法老王之心，刷新副本最新纪录，成功提升等级至20级，能够获得新的技能以及武将。第69章虎豹骑完全体，恐怖的新职业技能升级。光柱亮起，苏晨的等级成功突破20级。看着光标上显示的20级，苏晨心跳有些加速。对于所有职业者来说，跨越20级这个门槛都是一次质的飞跃，而对于苏晨来说，20级带来的提升将会更加恐怖。苏晨打开属性面板，仔细查看起这次获得的提升。首先是最让苏晨最意外的部分，虎豹骑的升级。突破20级门槛后，虎豹骑迎来了新一次的兵种升级。资深虎豹骑士兵升级为了精锐虎豹骑士兵，而且这次升级还正好满足了苏晨一直以来的期盼。虎豹骑士兵全员配备了战马。苏晨意念闪动，将战马召唤而出。典韦带领着所有虎豹骑士兵翻身上马，身着黑金色盔甲的士兵配上穿黑色马铠的战马，350人的虎豹骑队伍宛如一支钢铁之师，散发着雄浑战意。这才是历史上那支著名的精锐骑兵部队。除去战马之外，士兵们还获得了骑兵冲锋需要的重矛，主武器为矛，副武器配有短刀和盾牌，进可骑兵冲锋，退可列阵防守。这一次升级不仅大幅度提升了虎豹骑整体战力，还提升了他们的战术水平。且高考副本为风狼居胥，苏晨记得其中有大量的长途奔袭战斗。原本他以为典韦和虎豹骑追击敌人会有些困难，但现在兵种升级之后，他们依旧可以作为主要战力。除去兵种升级，典韦的4维属性来到了恐怖的5500，每名士兵也都有550的属性。另一边赵云和白马一从虽然没有升级兵种，但是连升2级来到了18级，不仅战力获得了显著提升，兵种数量也来到了80名。白马一从作为轻骑兵，可以很好和虎豹骑形成互补，一直打正面冲锋，一直打侧面袭击，既有正面盾牌防守，也有攻守远程输出，这样一支队伍在战场上将会无往不利。到这里，苏晨对这次高考已然信心十足，但是他的升级还远远没有结束。这次突破给他的第2个惊喜就是副本竟然掉落了15枚玉玺碎片，加上之前保存的10枚玉玺碎片，他一共拥有了整整25枚玉玺碎片。25枚碎片意味着他可以同时获得一项新职业技能和1位新武将，这2样东西无论哪一个对苏晨的战力都将是质的飞跃。遥想起黄威浩荡和赵云给他带来的强大增幅，苏晨心中涌出了巨大的期待。这一次又将获得什么能力，又将召唤出什么武将？打开碎片商城，碎片商城，5枚碎片随机获得一个30级以下的职业技能，20级；10枚碎片将一个副本永久转化为你的专属领地；15枚碎片随机抽取一张武将卡或贵妃卡，20级，其余功能待解锁。算了下碎片总数，一共需要30枚碎片，可惜还差5枚碎片，不然苏晨打算把这个副本都给收了。意念闪动，苏晨直接消耗5枚玉玺碎片兑换了职业技能。职业技能获取中，一段时间后，金光在苏晨手中亮起，获得技能成功。获得技能玄金万里。玄金万里可让任何己方单位进入自由征战状态，处于该状态下的部队将不再受召唤者操控，且不再受召唤距离限制。注：当部队完成了召唤者的命令，或者被召唤者强制回收时，会解除自由征战状态并回到召唤空间。注：处在自由征战状态下的将领会被视作职业者单位，能够自主出入有权限的副本。注：当将领和部队的等级与召唤者一致时，自由征战状态时获得的所有经验会提供给召唤者；当将领和部队的等级低于召唤者时，自由征战状态时获得的所有经验将会被优先用于提升自身等级。注：所有武将和部队与召唤者同等级以后，等级将会和召唤者同步提升。
看完繁复的技能介绍，苏晨的心被狠狠震颤了一番。如果说此前的职业技能都是战力方面的提升，那这项技能就完全是扩宽了这个职业的边界。玄经万里的出现，让苏晨真正有了做皇帝的感觉。开玩笑，当皇帝怎么还能亲自下副本？真正的皇帝只需要随手一指，手下将领就能带着百万雄师把副本给屠戮殆尽。这才是皇帝，这才是95至尊的职业技能。看着面板，苏晨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复。虽然这项技能没有带来明面上的战力提升，但绝对称得上95至尊的核心技能。首先第一点，将领们的自由度得到了巨大提升。苏晨虽然可以操控武将们进行战斗，但他基本上没有这样做过。毕竟相比战功赫赫的武将们，他不过是一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无论是战斗技巧、战斗时临场反应，亦或是对局势的判断，他都不可能比得上饱经厮杀的千古名将。他所做的一直都是凭借自身对副本的了解，对将领们下达相应指令，然后将领们就会利用自身的判断和能力完成苏晨的指令。进入自由征战模式后，苏晨同样只用下达一个指令，剩下的可以全权交给将领和士兵们去完成。而且自由征战模式下还没有距离限制，这将极大的增加将领们的自由度，让他们将自身能力发挥到极致。其次，第二点是武将们在自由征战模式下能随意出入副本，这会让苏晨未来刷金的验能力将得到巨幅提升。苏晨完全可以让武将们进入不同副本同时开刷，原本只能刷一个副本的时间，现在可以刷2个、3个，甚至更多副本。虽然在低等级时，处于自由征战模式的将领不会提供经验值给苏晨，但经验独享也能让武将获得快速升级，解决掉一直追不上苏晨等级的问题。总之，这项技能十分强大，不是面板上几个字介绍能体现出来的。在玄经万里出现前，95至尊和其他召唤师职业的差异仅在于召唤物的强度上，而在玄经万里出现后，这项职业将彻底和其他召唤师职业划出边界。毕竟其他召唤师的召唤物是绝对不可能自由出入副本的。可以说，这项技能让95至尊真正成为了95至尊。分析完玄经万里的能力，苏晨平复激动的心情，将视线移至商城中另一个项目。终于能召唤新的武将了。第70章，永义冠3军大汉天骄霍去病。这次会抽出什么武将？苏晨不禁在心中猜测，甚至有些惴惴不安起来。虽说系统至今还没有坑过他，但万一开出来不算强力的武将，可就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如果开出来无双上将潘凤或者邢道荣大哥之类的，那就也不是说这些前辈菜，只是他们和典韦赵云比起来还是要差一点。这种紧张又期待的情绪让苏晨想起了上辈子的抽卡游戏，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抽卡，这玩意儿是真有魔力啊！没有再多想，苏晨意念闪动，直接消耗掉了15枚玉玺碎片。金光泛起，系统开始运转，抽取武将卡中，淡淡的蓝光在苏晨面前闪烁，3张卡牌缓缓浮现在苏晨面前。苏晨眼中金芒闪烁，双手紧握，他希望这次能像上次在长坂坡前抽出赵云一样，也抽出一张适合狼居胥副本的武将，不求运气好到开出霍去病这种超级至尊卡，只要能开出卫青或者李广，苏晨就觉得很满足了。不知是不是心中有期待的原因，苏晨觉得这次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一段时间的等待后，蓝光闪烁结束，3张角色卡牌终于出现在了苏晨面前。在看见卡牌名称的一瞬间，苏晨整个人都猛颤了一下。真的来了！二师将军李广利，勇冠3军霍去病，大明战神李景龙。一股热血在苏晨的胸膛中翻涌。作为华夏子民，没有谁看见这个名字能不为之动容。18岁封冠军侯，20岁任骠骑将军，22岁创造武将最高荣耀封狼居胥。他的存在如流星般耀眼，也如流星般飞逝。虽然24岁就离开人世，但他让大汉的铁蹄踏遍了整片沙漠。苏晨缓缓抬手指向中间那张勇冠3军的卡牌，如果不小心点到旁边2张就完蛋了。手指点中，淡淡蓝色涟漪荡开，另外2张卡牌消失，霍去病卡牌则化作蓝色光粒，如烟花般炸开。踏踏，忽而一阵剧烈的踏地声响起，是马蹄踏地声。苏晨意识到，如雷鸣般震耳欲聋的铁蹄之音在大殿中回荡，让典韦和赵云都不自主地升起警惕之心。那声音由远及近，愈发强烈，愈发震撼，到最后宛如山崩地裂，整个地下空间都开始震颤。轰隆隆，空间撕裂，一名身骑战马的年轻将军从中出现。他身穿红色铁血战袍，手持血色长枪，脸庞清秀却饱含锐气。仅仅是一个出场，周身便涌现出足以撕开整片天幕的锋芒。
而这还只是开始，在他身后，一排排黑红相间的铁骑不断从空间中浮现，无尽的威严排山倒海般压向苏晨。典韦和赵云不知何时已然站在了苏晨身侧，他们虽然知道来者没有敌意，但是那无边威压还是让他们感到警惕。年轻的将军抬手一挥，数百铁骑瞬间停止。将军收起血色长枪，来到苏晨面前。末将霍去病参见陛下。霍去病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对苏晨抱拳行礼。霍去病三字一出现，赵云和典韦的脸色微微颤动。他们两个作为西汉后人，自然是知道彪炳千古的霍去病。虽然记忆被封存无法记起，但心中还是涌现出特殊的感觉。霍将军请起。苏晨抬手将霍去病扶起，看着他那与自己年纪相仿的脸庞，苏晨不由得一阵感慨。很难想象，在大多数人无视风险继续安装的年纪，霍去病已经大破匈奴，被封冠军侯了。感慨之际，苏晨抬手查看霍去病的属性：武将霍去病10级，力量2000，敏捷2000，精神4000，体质2000，装备霍家枪，技能大汉铁骑，冲锋军阵。大汉铁骑召唤200名大汉铁骑进行作战。冲锋军阵将铁骑分为多种军阵，以应对不同的战况。长袭阵采用长袭军阵，部队整体敏捷属性获得大幅提升。迂回阵采用迂回军阵，部队将打散成团，单兵砍杀能力获得大幅提升。绝杀阵采用绝杀歼灭阵，部队将集群发动毁灭冲锋，部队整体冲撞伤害获得大幅提升。一出场就是10级，系统实在是太贴心了。苏晨在心中暗道。查看完霍去病的技能和属性，苏晨发现他和典韦、赵云有很大的差别。无论是典韦还是赵云，他们的技能都是对自身战力的提升，而霍去病的技能都是作用于整体部队，能提升整个部队的能力。因为如此，霍去病的4维属性也在精神方面最为突出，其他3维和同等级典韦一样，而精神却10足足高出了1倍。比起赵云和典韦，霍去病的技能更加符合一名统帅的要求。查看完霍去病，苏晨又查看起大汉铁骑的属性。作为霍去病麾下的精锐骑兵，他们一出场就有200骑，这着实让苏晨有些震惊。这可是200名骑兵啊！典韦可是到20级才拥有300名骑兵，在此之前都是步兵，而霍去病出场就带200名铁骑，这实在太夸张了。抬手打开铁骑面板，让苏晨更加惊讶的事情出现了。召唤物大汉铁骑，等级10，力量400，敏捷400，精神800，体质400。他们的4维属性竟然是霍去病的1/5。要知道，其典韦和赵云士兵都只有他们1/10的属性，这意味着大汉铁骑比起虎豹骑和白马一从，更是精锐中的精锐。有这样一群精锐之师，再配上霍去病的神级指挥，那区区魔物还有什么可惧？第71章20级的含金量，战力获得质的飞跃。查看完这次升级所得，苏晨又打开了背包。法老之心作为大型副本，其掉落物的属性在同等级副本中一般是最上等。现在皇位浩荡来到3级，给一个目标施加光环就需要5点精神力。依靠职业本身的精神力已经不太能支持如此大量的精神消耗，他必须要依靠装备的助力。打开背包，面对琳琅满目的装备，苏晨只关注他们的一条属性，那就是精神属性。其他属性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只有精神力是自己需要的。好在法老王之心的精英怪以及 BOSS 都是法师类魔物，掉落了很多法师类装备，其中精神力加点最多的就是图坦卡蒙掉落的法老王之心。作为饰品，其光精神力就能够增加500点，几乎相当于自己升1级能够提升的总量。每次通关只会掉落1枚。要知道，其他人都是100人下副本的，这种顶级装备的归属肯定会引发很大的争抢。将法老王之心装上，精神属性直接增加500点。另外还有一个法老的黄金面具，这项道具是偏防御型的法师装备，不过也能增加200点精神力。苏晨也将其装备上了，精神力再次提升200点。最后是一些权杖类的武器，一般都能增加100点左右精神力。不过和穿戴道具只用装在装备栏不同，武器类是必须要拿在手上才会生效。苏晨实在不想在手上拿一些奇奇怪怪的棍子，索性放弃了那点精神力。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中也突然冒出一个想法，那就是历史上很多传说级职业者都拥有自己的专属武器，那些武器要么是上古神兵，要么是神级兵器，甚至有一些武器只认定唯一职业者，只有被认定的职业者才能使用。他忽然想起自身职业会不会也拥有专属武器，能适配帝皇的又将是什么武器？畅想了一下后，苏晨将思绪清出脑海，那些都是后话了。
眼下还是完成好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佩戴完装备，苏晨再次查阅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苏晨，职业：95至尊，为一姓，等级20 0.05%，力量200加220，敏捷200加200，精神1600加750，体质200加200。装备：骷髅戒指、黄金面具、法老王之心。道具：重置晶石。技能：召唤武将典韦20级，召唤武将赵云18级，召唤武将霍去病10级，黄威20级，黄威浩荡3级，玄金万里1级。召唤武将典韦20级，召唤武将典韦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650精神力。召唤武将赵云18级，召唤武将赵云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750精神力。召唤武将霍去病10级，召唤武将霍去病可操控其进行战斗，消耗1000精神力。黄威20级，对范围内的目标发出一次强制指令，拒绝执行将会遭受精神伤害和思维滞缓，消耗400精神力。黄威浩荡3级，为友方单位施加能持续10秒的黄威光环，光环会对10米范围内敌人造成100%友方生命值的伤害，效果可叠加，消耗精神力 5x 施加目标数量。玄金万里1级，可让任何己方单位进入自由征战状态，处于该状态下的部队将不再受召唤者操控，且不再受召唤距离限制。军团信息：武将典韦，精锐虎豹骑士兵；武将赵云，资深白马义从；武将霍去病，大汉铁骑，潘神。典韦20级，力5500，民5500，精5500，体5500，统御部队资深虎豹骑士兵350。赵云18级，力4700，民6650，精4700，体3000，统御部队白马义从轻骑兵80。霍去病10级，力2000，民2000，精4000，体2000，统御部队大汉铁骑重骑兵200。其他兵种：潘神20级，力200，敏1800，精3600，体1800。看着自己又提升了一大截属性，并且增加了技能和武将的面板，苏晨嘴角微微翘起，心中抑制不住的狂喜。果然说突破20级是一个门槛，这次升级带来的提升远远超过了苏晨的预料。虽然不太清楚高等级职业者的属性如何，但苏晨保守估计30级以下的职业者即便集群也不会是他的对手。有这样的战力，考上2所高等学府几乎是板上钉钉了。不过考上大学并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生活的起点。苏晨的目标可不只是考上顶级学府那么简单。魔物肆虐，邻国侵扰，这个世界的和平年代即将结束，届时自己能提供多少战力，就看今天的努力程度。即便高考已经10拿9稳，他也要抓紧最后这一点升级的时间。高考前的最后目标，尽全力提升所有武将的等级。关闭面板，苏晨招手收回了所有武将以及士兵。整理好背包后，苏晨走进传送光柱，离开副本。副本外，看见苏晨通关时间的营地众人已经完全沸腾了。2个半小时，苏晨单人通关100人副本法老王之心，仅用了2个半小时。一坤10通关，一坤10通关，苏晨真乃神人也！你敢排行榜第2名，花了整整7个半小时，而且他们还是60人的队伍。见证历史，我亲眼见证了历史。等老了就能和孙子们吹牛了。海量小怪加上高属性精英怪以及难度极高的解密环节，苏晨竟然全都无压力通关。是啊，这实在是太强了，简直就是被窝里放屁，能文能武，未来可期，未来可期。苏晨的出现是我神夏帝国的荣耀。苏晨走出副本，3把刀几乎五体投地的迎了上来。太强了，苏晨兄，能与你结识是我炸天帮的荣耀。2个半小时通关，这已经不能用厉害2个字来形容了，这简直就是变态，强大到变态。3把刀对苏晨的实力有预判，但他没想到苏晨竟然强大到了这种程度。面对热情的3把刀，苏晨点了点头表示回应。他转身启用3把刀之前提供的重置晶石，重置了副本。正准备进入时，他忽然发觉现在就是试验新技能玄金万里的绝佳契机。第72章，超神的升级速度，全员20级满级。想到使用玄金万里，苏晨直接抬手把3位将军召唤了出来。一时间，血腥煞气、雷电爆鸣、铁蹄震地声同时涌起。典韦、赵云、霍去病同时出现在苏晨面前。参见陛下！3人喊完，苏晨只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古怪的喊叫声。回头看去，只发现是被吓坏了的3把刀一行人。3把刀咽了口水，神色惊恐地看着毫无征兆出现的3名将军。在他身后的10几名小弟魂都快吓没了，鼻涕眼泪流了一脸。
他们原本是想给苏晨送上几瓶药水，恢复精神力，哪里想到突然一下电闪雷鸣，山崩地裂，大家纷纷以为自己遭了天谴。等到三位武将出现后，众人的表情更加疯狂了。他们只见过苏晨召唤赵云出来战斗，光是赵云那恐怖战力就已经让他们觉得离谱了。而现在发现苏晨竟然有3名这样的武将，怪不得实力那么恐怖。没有理会震惊的众人，苏晨让3位武将都进入自由征战模式。随后他指向副本传送阵，扫荡法老王之心。指令一出，3名武将领命，直接进入了副本。看着典韦3人依次进入副本，苏晨没有任何动作，只是静静等待着副本通道关闭。这下彻底把3把刀一行人给搞不会了。那3名武将不是苏晨的召唤物吗？为什么他们能直接进入副本，而且还把苏晨给落在外面了？看着副本通道即将关闭，3把刀出言提醒：苏晨兄，你还没上车啊？苏晨没有回应3把刀，而是直接坐下开始冥想。几秒钟后，副本通道关闭，光幕上重新开始了倒计时。3把刀和一众小弟懵了，30几年职业者生涯在这一刻遭受了毁灭冲击。召唤物不仅自主进入副本，而且还真的启动了副本，这完全不合理啊！营地外，围观群众们也发现光幕重新开始了计时。我靠，一下也不休息，直接开始2刷吗？不对啊，这次怎么不是苏晨的名字？典韦、赵云、霍去病，这3个人是谁啊？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家伙？他们怎么来抢苏晨的风头？他们3个人也想通关，也太瞧不起百人副本了吧？等典韦3人进入副本几分钟后，苏晨面板上开始不断涌现出现经验提示：击杀23级沙漠巨蟹，经验加1230，获得毒刺 X1；击杀23级沙漠巨蟹，经验加斜杠，获得毒刺 X2；击杀23级沙漠巨蟹，经验加斜杠，获得毒刺 X1；击杀23级黄沙士兵，经验加斜杠，获得沙士 X16；击杀23级黄沙士兵，经验加斜杠，获得沙粒 X36；击杀23级沙漠巨蟹，经验加1230，获得毒刺 X2。有的魔物会正常掉落经验和物品，有的魔物则只掉落物品。很明显，正常掉落的是典韦击杀的魔物，而后者是赵云和霍去病击杀的。后者那些魔物的经验值优先被用于赵云和霍去病自身的升级。对此，苏晨没有任何异议，他的实力提升完全取决于武将等级的提升，所以优先升级武将是提升战力最快捷的方法。而且等到武将和自身同级后，他们就不会再分摊经验。除了能提升武将升级速度外，苏晨觉得这种人在家中做，经验添上来的感觉也特别好。等到之后去副本大厅，他只用一声令下，经验就会如潮水般向他涌来。一想到这里，苏晨对这个职业的未来又生出几分期待。经验猛刷了一波屏之后，苏晨发现典韦3人已经通过了第1关，而且时间上只花费了31分钟，比他刚刚的56分钟快了几乎1倍。看来霍去病的加入确实让己方战力有了质的提升，毕竟那可是一名神级武将加上200名铁骑啊！看着光幕上的31分钟的通关时间，3把刀险些没站稳滑倒。怎么召唤物自己进去通关时间还更快了？这职业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啊？营地外也彻底疯狂了。众人还没从苏晨给的震撼中脱离，忽然发现又来了3个狠人。31分钟就通关了，这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战神？这3人什么地干活，竟然比苏晨还快了1倍！对不起大哥们，刚刚是我冒昧了，小弟磕头谢罪。恐怖如斯，我直接倒吸一口凉气。典韦、赵云、霍去病，我神夏帝国又出现了3名勇士。第1关过去，典韦3人在第2关花费了较长时间，因为第2关是海量虫群，没有黄威浩荡的加持会很难处理。最后3人通过第2关的时间定格在1小时38分钟，比苏晨慢了几分钟。这个时间超出了苏晨的意料，他原本认为他们至少需要2小时以上才能解决虫群。通过第3关之后，苏晨发现面板上正常提供经验的魔物比例变多了。他查看自身属性，果然发现赵云的等级已然到达了20级。没有了自己分经验，武将的等级果然提升迅速。从这次以后，赵云会一直随着自己的等级提升而提升。又等了30多分钟，时间最终定格在2个小时16分钟，速度比苏晨更快，在第2关浪费的时间用第3关追了回来。如此可以看出，霍去病铁骑冲锋的威力比苏晨对所有士兵释放黄威浩荡还要强大。如果没有第2关特殊关卡的拖延，苏晨预计他们的时间还会快上很多。2个小时16分钟，这是没有黄威浩荡加成下的成绩。这意味着苏晨突破20级，获得霍去病之后，战力几乎翻了1倍。传送光柱闪动，3名武将从法阵中走出。
一番厮杀，赵云等级提升到了20级，霍去病的等级也成功到达15级。他还有已经充能了3次的潘神迷宫副本，在高考前能充满5次。只要让霍去病单刷5次，他就能在高考前让其圆满升到20级。全员20级满级，苏晨将以全胜姿态参加高考。风狼居胥第73章，随手召唤传送法阵，躺着也能升级。看见光幕上最后的通关时间，营地外再次传来山呼海啸般的声音。谁能想到，刚刚刷新的恐怖新纪录，不出几个小时又被打破了一次。2个小时16分钟，他们竟然比苏晨还要快。为什么突然又出现了3个大佬？我们荒野这么卧虎藏龙吗？如果苏晨是神，那他们3位又是什么？5个小时通了2次，我法老王之心不要面子的吗？我天哪，那这3个人岂不是打得过苏晨？不可能，他们是组队的，苏晨是单刷的，1对1苏晨肯定赢。确实，1对1的话，苏晨随便打典韦、赵云和霍去病。法老之心门口，苏晨觉得后背有些发凉，感冒了。苏晨摇了摇头，查看霍去病的属性，除了精神力外的3维属性和典韦同级一致，不过精神力已经到达6000点。值得一提的是，大汉铁骑在10级和15级都没有迎来兵种升级，看来大汉铁骑的升级要等到20级了。苏晨抬手将3名武将收回召唤空间。刷野生副本的时间已经结束，现在只需要将自己的潘神副本刷完，就可以回去准备高考了。在离开前，苏晨对3把刀招了招手，表示要将自己的背包清空。2次法老王之心已经让他的储物空间爆满了，要不是在副本里扔掉了大部分杂货，他已经装不下了。听闻苏晨要卖装备，3把刀立马喊来了营地内交易所成员，他当场花3倍的价格把苏晨手里所有装备都买了下来。在别人看来，他是个冤大头，不过他自己知道这件事价值千金，毕竟能在苏晨面前刷好感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买完苏晨的材料后，3把刀又从材料的数量推断出苏晨的储物空间是最低级的。他立马表示今天自己搞活动，只要在他这卖东西就送终极储物空间。终极储物空间比低级储物空间多出了5倍容量，需要500贡献点才能兑换。这对于一般职业者来说几乎算得上是奢侈品，毕竟500贡献点都可以兑换2样30级以下的装备了，而买储物空间不会有任何战力提升，所以大部分职业者都宁愿多跑几趟，也不愿意兑换终极空间。苏晨见还有这么好的活动，果断收下了礼物，并且在心中提升了对这个又送重置晶石又送空间的炸天帮首领的印象。苏晨兄，要不要我们用车送你离开？3把刀上前询问。您现在名声火热，如果就这样出去，怕是会被大家围住。苏晨摇了摇头，不需要了。然后他脑中思绪闪动，随手一挥，荒野上空的云层瞬间滚动起来，金色的光芒在其中不断涌动。营地内吵闹的人群被异象吸引，纷纷抬头看去。什么情况？要下雨了！我去，家里还有衣服没收？你们有没有文化啊？这特码是天地异象，只有顶级高手才能创造出的奇观啊！卧槽，这妖牛逼！难道还有高手？轰！金色光芒不断膨胀，随后冲出云层，直指地面而下。金色光柱从天而降，将苏晨整个包裹在内。沐浴在金光中的苏晨散发出不可直视的神圣威严。转化副本时，系统会自动建立锚点，这些锚点可以让苏晨随时随地的进行传送。站在光柱周边的3把刀一片茫然，在他身后的小弟已然跪倒了一大片。几秒钟后，苏晨缓缓上升，瞬间化作一道金光，消散在原地。光柱消失，恐怖的威严也逐渐散去。WTF！3把刀和手下众人双眼大睁，愣在原地。这是什么？抬手就能召唤传送法阵？3把刀嘴唇微颤，手掌不断在胸前抚摸。传送法阵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就连50级的阵法师也需要吟唱10几秒，并且还有诸多限制。而苏晨竟然随手一挥就能施展一个传送法阵，而且还是金色的，这是什么鬼？这也太帅了吧！荒野上一道金光落下，苏晨重新回到了潘神迷宫入口。距离高考还有1天多的时间，他要在这里将霍去病刷到20级再离开。他召唤出霍去病，开启自由征战模式，然后直接下达了连续扫荡的命令。霍去病领命进入副本，苏晨又召唤出50名虎豹骑士兵在周围警戒。准备妥当后，苏晨从终极储物空间中取出大号睡袋，铺在了地上。连续2天的持续奔波战斗，他的身体已经十分疲劳了。虽然有冥想一段时间，但冥想毕竟算不上真正的休息。钻进睡袋，苏晨打开通讯器查看消息，除了高正一系列短信轰炸外，还有顾夏的一些消息，大都是和李飞虎那要找麻烦的老爸有关。苏晨无心关注这些琐事，直接查看学校发的高考信息。
有一些考前须知和一些考前指导。考前指导对苏晨的帮助不大，毕竟他熟知这段历史，对考试内容的理解比预测老师要高多了。最后是几条校长给他私发的消息，大都是询问他在荒野的情况，以及对训练方向的提示。苏晨给校长回了感谢，给高正回了一个搞怪表情。要给顾夏回复的时候，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算了，感觉两人不算很熟。关闭通讯器，面板上已然传来了经验刷屏的提示，并且还不断有材料进入储物空间。看来霍去病已经开始带着铁骑们在副本里乱杀了，竟然睡觉也能升级，这实在是太变态了。苏晨暗自吐槽，在不断冒出的经验中进入梦乡。法老王之心副本。苏晨走后，3把刀开始结算之前的赌盘，因为绝大部分人都预测苏晨能够活着出副本，所有大家基本上都是不赚不赔。不过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知道是不相信苏晨，还是想以小博大，竟然压了苏晨会死在副本里，其中还有个眼镜男压上了全部身家。那人看苏晨成功通关后，还一度想要逃走，好在被愤怒的围观群众拿下，连眼睛都揍碎了。后面他还来找3把刀讨要说法，说是在他地盘上出事的。3把刀表示西西务者魏俊杰，这小可爱这么没眼力，没被打死算好的。一晚上议论的话题变了又变，最后停留在苏晨和后面3名大佬究竟谁厉害。神夏帝国首都帝国教育部，恢宏庄严的会议厅内，军部和教育部的高层领导人齐聚一室，正在对今年职业者高考进行最后的核准。作为改革以来的第一届高考，这次高考的规模和规格是前所未有的庞大。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出。教育部部长发问。长桌最头上，一名戴着3星肩章、眼神锐利的男人开口：我还是觉得这次考试副本的难度过大。第74章全国职业者高考开考。说话的人是传说级职业者魏征，神夏帝国最年轻的少将，以军部代表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他也将会是此次全国职业者高考的最高审查者。难度还很大吗？可我们已经为学生配备了各种机动装备，并且提供了补给点，让他们能够进行长距离和长时间作战。魏征摇了摇头，我指的难度不是从单兵角度，而是从整体角度。风狼居胥内的敌人精通各种战术，就这样把一群高中生扔进去，实在不算妥当。那魏将军的意思是？教育部长发问。在副本战斗开始前，给所有考生进行集中分组和短暂集训，让他们明确出团队中的领导者以及一些基础战术，不要一团散沙地进入副本。据我接到的指令，战争副本不就是要考验学生们临场反应能力吗？教育部长道。魏征双手摊开放在桌面上，确实要考验临场反应，但各位不要忘了，考生中的大部分在未来也只是士兵，他们只需要完成命令，不需要发号施令。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临场反应就是听上级的指挥。所以我建议集中分组，挑选出有领导意愿的考生，针对不同考生给出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2项评判。魏征说完，教育部长没有搭话，而是思考了起来。周边的参会人员也纷纷进行议论。确实魏征的方案比把人一堆扔进去要合理一些，毕竟打仗都是打有准备之仗，不可能这样把一群人扔进战场。讨论一圈后，教育部赞同了魏征的提议，并将紧急修改出一份评分标准。我的部分说完了，感谢各位。得到认可后，魏征将手摆正，安静聆听接下来的讨论。副本是由军部上层决定的，他们强硬选择了高难度副本。魏征理解他们选材心切，但是他们实在忽视了大部分考生的实力。在这个难度下，实力较弱的考生甚至连1分都拿不到。高考不光是为了挑选天才，还要分梯度挑选其他人才。为了减少难度，期间魏征不断在教育部和军部之间周旋。就算降低到现在这个地步，他还是觉得难度太大了。他确信让高中时期的自己来，肯定无法通关。不过无法通关也不要紧，高考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满分考生。比起期盼有考生通关，魏征更希望看见这群新生代拼搏的朝气。荒野上，苏晨一觉睡了14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浑身污血的霍去病正默默站在他的身边。陛下！见苏晨醒来，霍去病抱拳行礼。苏晨收起睡袋，抬手查看霍去病的属性。武将霍去病20级，力量5500，敏捷5500，精神8000，体质5500，装备霍家枪、梅花弓，技能大汉铁骑、冲锋军阵。大汉铁骑召唤400名大汉铁骑进行作战。冲锋军阵将铁骑分为多种军阵，以应对不同的战况。果然已经升到20级了。在有玄经万里之前，赵云跟着自己打了那么久，等级都还一直处于追赶阶段。而一获得玄经万里，不仅赵云追上了等级，连新获得的霍去病都立马追了上来。这就是解锁新技能的威力，让武将的等级提升变得十分迅猛。
而这个技能的强势还刚刚开始，等以后他下副本，那就是以3倍速度升级了。苏晨有些兴奋，他忽然有种前世挂机刷级的感觉了。升到20级，霍去病的3维属性追平点为，精神力更是高达8000点，而大汉铁骑的数量也来到了夸张的400骑，而且升到20级的铁骑获得兵种升级，配备了长弓。这样一来，己方部队又多了400名能远程攻击的战士。除了弓之外，他们的盔甲也替换成了精装轻甲。这种盔甲质地更轻，但是防御性又有所提升，特别适合长距离奔袭作战的大汉铁骑。前世历史中，霍去病带的部队也是轻装上阵，经常打闪电战。终于全员20级了，苏晨有一种舒畅的满足感，完全被填满了。道一声将军辛苦后，苏晨收回霍去病和警戒的士兵，随后召唤出赵云，向着市区方向策马奔腾。有赵云带领，回去的速度比来时快了好几倍。过关卡的时候，那几个守城卫兵还记起了苏晨，嘿嘿，这小子竟然活着出来了。这2天荒野上那么大动荡，他竟然都没出事，福大命大呀。回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明天一早就是全国职业者高考。回想起前世高考整夜睡不着觉，苏晨会心一笑。没想到穿越之后还要经历高考，真是流水的异世界，铁打的高考。没有睡觉，苏晨利用冥想消耗掉了最后的等待时光。第2天清晨，换好干净衣服，苏晨来到南山市高考考点。露天建筑内，一道巨大的副本传送光柱射向苍穹，建筑大门上挂着一道道祝福考生的横幅。乘风破浪，气宇轩昂，全力以赴，金榜题名。势如破竹导黄龙，千帆竞发旗凯旋。祝各位金榜题名，决战高考，决胜未来。祝南山市全体职业者考生金榜题名。场馆外挤满了接送学生进入考场的父母们，他们和孩子们说着最后叮嘱的话，有放平心态的安抚，也有注意安全的提醒。南山市几所职业者高中的校长都站在门口为各自的学生加油。远远看见苏晨出现，一中校长就大喊了起来：苏晨同学，你终于来了！声音之大，让周边几个校长听得清清楚楚。苏晨的名字一传出，立刻在门口引起了一阵小骚动。作为模拟考的省状元，他的名字在南山市考生群体中几乎是无人不晓。校长破开围观的人群，亲自把苏晨带进考点。进门时，他还热情地和边上几个校长打了招呼。进入建筑内后，校长没有直接把苏晨带到传送点，而是把他带进了边上一个隐秘房间。走进房间，里面坐着一名军官。见苏晨走近，军官笑着起身迎接他。苏晨同学，你好，我叫张云飞，是你们之前模拟考的主考官。第75章，高考第1位20级，超越传说级的存在。和苏晨打完招呼，张云飞直奔主题。我这次来是专门处理一项关于你的案件。李飞虎的父亲李虎将你告上了职业者审判所，罪证是你在模拟副本中伤害同学。李虎动用了点关系，让审判所在今天开庭，似乎有意让你错过这次高考。张云飞说道，这特意停下来查看苏晨的表情。他知道苏晨确实在副本中杀死了李飞虎，此刻就想看看他的反应。苏晨听见张云飞的话，表情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眼神稍稍沉了一些。他没想到这件事竟然会影响到他参加高考。庭审持续多久？庭审完还可以进入高考副本吗？苏晨语气冰冷的开口。张云飞看完苏晨的表现，嘴角微微翘起，不愧是省第一，在这种不利情况下也能保持绝对冷静。放心吧，他笑着开口，军部可不会让你错过高考。李虎同志经过考虑之后，自愿取消了上诉。放心参加高考吧，苏晨同学展出我们江东人的风采。苏晨看了眼张云飞，心中明白军部已经把事给压了下来。感谢。苏晨握住张云飞伸出的手，又交代完一些具体事项后，苏晨跟着校长离开房间。走到门口时，张云飞对着苏晨敬了一个军礼。苏晨同学，江东省军部预祝高考顺利，金榜题名。考点前，同学们排队经过检查后，一个个进入传送法阵。苏晨正在排队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正是损友高正。高正脸上挂着一个夸张的表情，陈哥，你大发了呀！听说江东省高层直接派人把李飞虎老爸给押了回去，那可是军部高层啊，和你做兄弟我好有面子。苏晨哭笑不得，这家伙说话一直都是这么直白。不过确实他自己也没想到军部会直接派人下来。李飞虎老爸不过是南山市一个小军官罢了，也不知道他见到省里高层会是什么表情。排队进入考点后，南山市考生在副本传送门前进行最后的等待，还有最后10分钟，他们就要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大部分人都显得十分紧张，只能靠不停的说话来缓解压力。好紧张啊，
我昨天下午才升到10级，要是考砸就没学上了。我也才9级，连模拟考都没参加。听他们说战争副本难度特别高。是的，今年模拟考难度大到夸张，甚至还取消了保护机制。哇！参加过模拟考的大佬可以和你组队吗？没用的，进入副本后全国考生都会打散，现在组队没意义。那怎么办？我们等级这么低，肯定不会有人和我们组队的。没事的，跟着大部队就行。不过给你们个建议，远离海会省的人。等待时间结束，考生们在一众加油声中走向传送法阵。一道道身影通过法阵进入准备空间，法阵上空显示出所有进入者的等级。观战席上，各学校校长已经就位。今年我们南山市考生的等级都还不错嘛。一位校长道。不知道一中那位模拟考省状元到什么等级了。二中校长道。一中校长捋了捋头上3根头发，有些期待地盯着光幕。苏晨问他要通行证时已经有17级了，在荒野又经历了2天时间，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已经18级，甚至有可能到达19级。不过19级实在太夸张了，因为历史上那些传说及职业者高考时也不过18级。我觉得应该会有18级吧。一中校长保守地猜了个等级。边上几名校长互视一眼，摇了摇头。他们都觉得一中校长太飘了，还18级，传说级也不过18级，不过是拿了个省状元，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学生对标传说级职业者了。考点内，位于队伍中段的苏晨走向传送法阵，在他身后的高正笑眯眯道：“让我看看你什么级别，你这几天都没来副本大厅，怕不是已经被我追上等级了？”苏晨笑了，把手放在传送晶石上，进入副本。光幕上，苏晨的名字立马来到了第1名的显眼位置。高正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OK， 我傻逼。观战席上，不仅其他校长傻了眼，连一中校长也傻了眼。他刚刚发现其他校长有点想看他出丑的意思，便在心中期待苏晨直接出个18级，甚至19级，亮瞎他们的狗眼。可现在苏晨直接20级，把他自己的眼睛也亮瞎了。考点外，一众全场考生瞬间沸腾，因为在一堆15级以下的等级中，突然出现一个20级，实在太突兀了。20级是什么鬼？7天时间能升到20级？这是苏晨啊，模拟考的第1名。苏神也太强了吧，高考历史上最高等级也才18级吧。天呐，我才刚8级，连苏晨的屁都闻不到了。为什么高考不能同校组队？好想和苏晨一个队伍啊。光影闪烁，苏晨出现在一片淡蓝色的空间中，周边都是陌生面孔。在他进来时，周边就已经有一些人了，而后又陆陆续续传送进来一些人。和模拟考一样，这里是正式进入副本前的准备空间。不过和模拟考又有些不同，苏晨发现空间内有一名神情严肃的军官。等待15分钟后，全国所有考生都传送完毕，军官开始讲话。本次职业者高考共有16万考生，应上层需求，每5000人为一大队，每1000人为一中队，小队不计。我们这里的5000人为第9大队，现在请所有13级以上且相当队长的考生出列。军官话一出，5000人的空间里立马响起了议论声。苏晨安静地站在原地，没有任何表示。理论上来说，当队长肯定会有些加分项目，不过他没有这个意愿。所有海会省的同学请到我这里集合，队长领导应该在我们中产生。人群中一个自信满满的男生喊道。海会省，苏晨对这个地方略有了解，据说是神夏帝国经济和实力最强的省份，其省会也是除帝都和魔都外的帝国第3大城市。好的经济带来了好的教育资源，因为帝都和魔都不参加全国高考，所以海会省的考生在高考中一直都是素质最好的一批。不过他们那种自视甚高的姿态也经常会让其他省份的考生不满。凭什么你们当队长，我蜀山省的不行？对啊，拽什么拽，我们汉南人也能当队长。苏晨没有参与这场闹剧，而是挑了一个角落冥想。帝都全国高考审查组硕大的战术会议室内，少将魏征站在一个巨大的球形显示器前，上百人组成的高考评分小组围绕在显示器周边。显示器上分屏显示了所有准备空间内发生的情况。考生们不知道的是，从进入准备空间那一刻，打分就已经开始了。第76章漠北之战，让我选择，我选择全都要。魏征对准备空间里的乱象早有预料，要选队长就一定会发生竞争，尤其还是一群来自4海8方素未谋面的人，在准备空间有军官的情况下都会乱成这样。要是扔进副本里让他们自己选，就更不用说了，到时候怕是魔物打上门来都形成不了团队。各省市的等级排名榜出来了吗？魏征问道。等级排名榜从各市考点传到省会，然后再由省会传到帝都。海会省、青沙省的已经出来了，2道光幕出现在显示器周边。海会省、青沙省经济差距较大
两省的考生等级差距也很大。海会省共有6名到达17级的考生，青沙省1名都没有。后面16级考生的数量差距更是显著，几乎都到达了几倍。海会省今年考生质量很高啊，在没有传说级的情况下，都出了6名17级考生。有成员喊道。魏征点了点头，海会省的考生基本上就代表这一届考生的最高水平了，而且他们在没有传说级的情况下，都能将学生训练到17级，这代表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如果未来出现传说级职业者，或许就能在高考升到19级甚至更高。后面又陆陆续续出了几个省市的等级表，可以看出考生的整体水平都上升了一个档次。魏征对考生整体的提升感到欣慰，不过也依旧存在一些遗憾，那就是今年没有出现高等级考生。帝国已经7年没有出过传说级职业者了。按理说，通道变多，深渊影响加深，出现传说级的概率也会增大。周边的国家接连爆出新的传说级职业者，而神夏帝国却一直没有，就好像帝国气运被谁给夺走了一般。还剩下几个不算发达的中部省份，魏征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回球形显示器了。卧槽！忽然有人大喊，魏征眉头一皱，循声看去，那人连忙为自己的粗口道歉，随即将一份排行榜调到了主界面。江东省职业者高考等级排名榜，江东省南山市第一中学苏晨，等级20级。我爱你！看见排行榜上的名次，众人都差点爆了粗口。20级？怎么可能会有20级的人？看见这个数字，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卧槽，第二反应是质疑排行榜是不是出了问题，第三反应是江东省又出了一个传说级。等这3个反应都落空后，众人懵逼了。非传说级隐藏职业7天20级，这是什么概念？快把他的所有信息调出来！魏征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他有预感神夏帝国的天才要出现了。很快，苏晨所有的信息显示在大屏上，所有人都分析起来。95至尊，从来没听过的隐藏职业，这也太夸张了！确定他是这届的考生吗？这也不是传说级，怎么升到20级的？会议室内响起各种震惊和质疑的声音，只有魏征看着显示屏越来越兴奋。这是隐藏传说级职业，他沉声道：“隐藏传说级职业根本没听说过呀，现在你们听说过了。”魏征满脸振奋，我神夏帝国终于又出传说级职业了，能在7天升到20级的职业，不是传说级是什么级？如果可以开创一个新等级的话，他甚至想给这个苏晨一个超传说级。切换到9号空间，看看我们传说级考生在做什么。魏征道，他从来不掩盖自己对人才的欣赏，特别还是这种超级人才。显示器迅速切换进9号空间，锁定了苏晨。魏征和评分团都沉默了。苏晨正坐在地上冥想，在其他人努力争取队长的情况下，他竟然在角落里打坐。他20级都不去争一下队长的位置，不会是那种随遇而安的性格吧？可能领导能力不强，只是一个打手的角色。评分团众人莫衷一是，唯独魏征表示满意。沉着冷静，情绪稳定，喜欢单人行动，爱吃炸鸡。魏征很快就给苏晨打上了几个标签，他已经有些期待苏晨的表现了。海会省、海会市省长正看着教育厅呈上的等级排行榜，看着海会省学生等级比去年又高了一个档次，省长不由得笑了起来。我们的学生依旧是这么优秀吗？是啊，等今年高考完，应该又可以获得一大批帝国拨款了。教育部长道，不错不错，今年的状元是不是也稳了呀？肯定了，今年我们6名17级，其他省加起来没我们多，他们拿什么比？那就好，那就好。准备空间内的队长争夺已经接近尾声，虽然各省市出了很多人争夺队长席位，但是海会省的考生确实从等级、模拟考成绩、领导经验都有所胜出。最终第9大队5000人大队长由海会市1名17级考生拿下，剩下5个小队长职位也有4个是海会省考生。众考生不喜欢归不喜欢，实力差距摆在那里。队长分完后就是小队分组，然后小队再组成中队。海会省的考生汇聚在一起，组成了小队。其他省份的同学则互相穿插着组队。苏晨依旧没有参加小队组队，因为他不需要。偶尔有几个女生会凑上来找他组队，不过都被苏晨拒绝。慢慢的，大家都以为他放弃考试了，便不再上前组队。10几分钟后，小队组完，又开始了中队组队。在军官的分配下，5支人数差不多的中队组队完毕。最后就是长达2个小时的基础战术介绍以及战场沟通要则。这里苏晨取消冥想站起来听了，体内华国人的记忆让他无法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的考点。几个小时的考前培训结束，准备空间内终于开始了倒计时。光幕闪烁，所有人都化作流光出现在一座废弃古城中。古城外是一望无际的荒凉戈壁，空旷的大地，荒废的老城。即使天空中阳光灿烂，
也无法驱散众人心中升起的悲凉。全国职业者高考考核副本，封狼居胥。漠北之战，匈奴于河西之战惨败，退居大漠以北，其残余势力依旧不断侵扰大汉边境。经过2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大汉王朝决心向匈奴单于本部的势力发动进攻。本次副本考核有3条行军路线，行军难度不一，补给点数量不一，应对敌人不一，请各位考生谨慎选择前进路线。此次副本会经历长时间战斗，所有考生背包中都已经装入初始补给品，每个补给点也可以进行相应补给，请谨慎使用。请各位考生关注团队配合、战术执行，尽可能发挥出自身实力。祝考试顺利，帝都教育部宣。果然是那个历史上的战役，苏晨有些兴奋。关闭面板，看向远处，老城外有3道传送光柱，应该就对应着3条前进路线。苏晨微微一笑，谨慎选择前进路线。如果我选择全都要呢？第77章，3条路线，3种战斗，点位现身，护卫忠诚。打开背包，苏晨发现背包里确实出现了一些补给品，3瓶封神药水、3瓶精华圣水以及一些饮用水和食物。封神药水和精华圣水都是高级药水，封神药水能够将敏捷属性提升3倍，持续20分钟，精华圣水更是能直接将精神力填满。这2种药水确实对长时间和长距离作战很有帮助。看来国家这次是下大功夫了，苏晨想到。在他面前，5000人的大队伍又陷入了争论之中。按照分组要求，这5000人需要按照大队长安排进入同一个通道，3个传送通道，3条行军路线，3条路线将应对不同种类的敌人，遭遇不同种类的战斗。路线的选择将会对他们的高考成绩产生很大影响。不过说是团体讨论，其实就是几名海会省的队长在进行商讨，其他考生的建议要么被否决，要么被直接忽视。普通考生即便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从队长职位确定的那一刻起，军官就明确表示，队长的命令就代表上层命令，要是无故违背队长的指令，将会遭受扣分。苏晨检查完自己的背包，动身向队伍前方走去。每个路线的大致信息都显示在传送法阵旁，他需要亲自查看才能做出选择。看见苏晨往前走，几个和他一样站在队伍末尾的考生开口：“同学，我们就别瞎凑热闹了，站在后面听命令就行。”“是啊，别浪费力气，他们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低等级。”苏晨没搭理他们，径直向前走去。几个学生对苏晨高傲的态度有些恼火：“这人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们？难道是什么人物？也没看见他竞争队长啊！别管他了，估计是个摆不清自己位置的人。”老城的通道狭窄，5000人把道路挤得满满当当。苏晨一路往前走，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苏晨完全就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主。苏晨一路走到队伍最前方，几名队长正在激烈的讨论。他们已经看过了每个传送门的信息，正在权衡通关难度和得分效率。讨论正当激烈的地方，苏晨忽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你有什么事？”大队长纪伯达有些不耐烦道。他就是在准备空间内号召海会省考生集合的那个人。讨论正处于火热阶段，几个队长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纪伯达正头疼，看见苏晨走出来，以为他又想提一些没头没脑的建议。苏晨看都没看纪伯达，越过几个队长，直接走向传送法阵。纪伯达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边上几个队长也有些费解。现在可是高考，怎么还会出现一些没眼力见的刺头？苏晨走到中间的法阵前，将手放在了传送晶石上。不过他没有选择传送，而是选择了阅读信息。“喂，你要干嘛？”纪伯达以为他要独自传送，开口大喊：“擅自行动可是会扣你考核分数的。”几名队长也喊道：“出风头也不是这样出啊，下来吧。”人群中也传出议论声。苏晨完全无视那些声音，分析起脑海中浮现的信息。传送地点：定襄郡，主要路线：出定襄郡至燕然山、龙城、王城。战斗特点：长途奔袭、突袭战、斩首战。补给点：3处。根据前世的知识，这是漠北之战卫青将军的行军路线。如果副本没有调动的话，这条路线会遇上单于主力部队。分析完这处，苏晨又走到左边的传送法阵前。传送地点：陇西郡，主要路线：出陇西郡至金城、乌鞘岭、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战斗特点：攻城战、持久战。补给点：7处。这场战役似乎是霍去病第一次河西之战的行军路线。这条路线有众多敌方城池，有很多攻城战。苏晨边思考边转身走向最右边的传送法阵。此时，几名队长对苏晨完全无视的态度已然产生了恼怒。他们在同龄人中从小就是万众瞩目的存在，无论到哪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像今天这般完全被人无视的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尤其是纪伯达，他现在顶着大队长这个职务，如果这般被人无视还不出声，那他接下来还如何服众？他转身走出队伍，眼神中怒气闪烁。这位同学，如果你对我的指挥不信任，大可以在分队长的时候就提出来。现在我已经被任命为队长，有权利指挥这里所有人，我命令你现在就退回队伍。全场寂静，纪伯达怒吼的声音在老城上空回荡。众人死死盯着苏晨，想要看他接下来的反应。如果他再不退步，恐怕就会被纪伯达杀鸡儆猴了。众人不知道的是，苏晨早早就屏蔽了走位的声音，因为他要思考，不想周边有人打扰。纪伯达的怒吼根本没有进入他耳朵半分。苏晨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最右侧的法阵，将手放了上去。所有人都傻眼了，没有人想到苏晨会如此大胆。纪伯达可是17级的大队长，无论从实力还是职位都碾压他。在高考这么严肃的场合当刺头，真是不把自己的前途当回事。3番2次被无视，纪伯达再也忍不了。他凭空一握，瞬间铠甲附体，一把巨剑也浮现在手中。嗡！他用脚猛地踏地，等级和职业同时浮现在头上。除了用洞察术可以查看等级之外，职业者也可以自行将等级和职业外显。这招一般在想要震慑对方的时候使用。纪伯达17级战魂骑士。纪伯达等级职业一出，人群中立马传出惊呼声，竟然是战魂骑士，据说是传说级以下第1档的职业。我的天，这就是17级能发出来的气魄和气势吗？好强大！对面那个人完蛋了，他惹到了不该惹的人。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要逼我动手。纪伯达发布最后通牒。苏晨终于回过头来，淡淡看了众人一眼。就在大家以为他终于要服软的时候，苏晨又拖着下巴喃喃自语起来：出代郡2000里，越南后山至狼居胥山，最后到达瀚海。这正是霍去病漠北之战的行军路线。众人彻底傻眼，这大哥根本没把纪伯达放在眼里啊！事已至此，纪伯达忍无可忍，直接挥刀向前。下属不听命令，他作为大队长完全有权力治理，就算今天把他打出副本也完全没有错。忽然看见有个人冲上前来，苏晨也没搞懂是什么状况。不等苏晨思考，一道雄浑凌冽的杀意自动从他身边涌出，强烈的杀意已然凝聚成型，整个空间都被血腥气息包裹。赤一戟破开空间，身着猩红血铠的典韦出现在苏晨前方。何人再次放肆？龙吟虎啸般的嘶吼向四周冲出，整座古城都为之颤抖。第78章，放下你那烦人的标准，这可是天才啊！看见典韦出场的刹那，纪伯达全身汗毛炸起，整个人瞬间向后退走。无数细密汗珠在他额头出现，心脏狂跳不止。这是什么东西？纪伯达眼神中满是惊恐，脑中思绪乱成一团。作为海会省乃至全国考生中的佼佼者，纪伯达经历过很多历练，稀有副本、困难级副本，亦或是战争副本。他甚至跟随自家职业者小队进入过21级的困难级副本。但经历过这么多副本，砍杀过这么多魔物，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眼前这种东西。如此浓烈的杀意，如此凶狠的压迫感，光是看上一眼，整个心脏都在颤抖。位于纪伯达身后的几名队长如临大敌，本能地取出了武器，而后方的其他考生更是向后退走了好几米。原本以为是纪伯达杀鸡儆猴，没想到突然冒出了个如此恐怖的大汉。这是什么？他的气势好恐怖啊！是 NPC 吗？感觉他的战力很恐怖啊！我怎么看像是那个人召唤出来的？不会吧，他的实力有那么强大吗？帝都高考审查组战术会议室内，评分团成员看着苏晨身侧出现的典韦，都陷入了震惊之中。第9区刚刚产生的骚乱引起了评分小组的注意，他们刚刚将大屏调过来，就看见典韦现身。那恐怖的气势和威压让众人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威胁。要知道，评分成员也都是身经百战的成熟职业者，能让他们都察觉到威胁该是何等的恐怖。这竟然是他的召唤物！资料显示95至尊是召唤类职业，那确实是他的召唤物。虽然他20级，但是召唤出这么恐怖的召唤物合理吗？在众人惊诧之际，身为主考官的魏征却露出了笑容。这就是95至尊吗？好强大的隐藏职业，果然能升到20级是有理由的。震惊完之后，评分成员们纷纷开始计分，他们的职责就是时刻对考生的主观行为进行打分。评分团成绩会和他们的杀怪得分进行分权处理，得出最后高考成绩。虽然他的召唤物强力，但是他不听指令的行为却十分错误。确实如此，有实力完全可以竞争队长，但他当时没有争取，反而现在开始特立独行。
违抗上层指令可是个十分严重的缺陷啊！听着评分团众人的议论，魏征直接出言打断：“各位，我无意左右各位的判断，不过在这里我要为苏晨说2句话。我从来就是主张因材施教的人，对于各种不同的学生，我也会采用不同评分标准。对于苏晨这样显而易见的天才，我觉得不应该用评判士兵的标准去评判他的行为。”魏征将视频回放，停在苏晨在传送门前查看信息的动作。苏晨明显不是特意要违背指令，他只是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天才就能违抗上层命令吗？有人反驳：“是的。”魏征望着那个人，只要你足够天才。反驳的人哑口无言，显然他从来没领会过天才的待遇。凡人和天才的差距往往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拿凡人的标准去衡量天才，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副本内，苏晨冷漠地盯着纪伯达，刚刚这个人显然对他拔刀了，没有下次了。苏晨道了一句，随后转身面向法阵。他抬手一挥，身边如雷鸣般的铁蹄声响起，身穿红黑铠甲，拎一杆银纹长枪的霍去病从虚空中出现。还有，看见霍去病出现，身后众人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纪伯达被典韦盯得不敢动，不过他的眼神依旧射出了震惊的光。竟然还有一名相同气势的召唤物，这真是和他们同一届的考生吗？霍去病由空间中出现，站定在这荒废古城中。他远远看见城外的戈壁滩，眼神中恍惚了一下。霍将军，苏晨拉回霍去病的思绪，同时意念闪动，开启了玄经万里。请将军踏上去往狼居胥山的路线，为大汉再战一次。听见苏晨的话语，霍去病眼神闪烁，胸膛中热血不断翻涌。大汉，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字眼让他的身心为之一颤。末将领命。霍去病郑重地抱拳作礼，随即转身走向苏晨指着的最右侧传送法阵。随后蓝色光柱一闪，霍去病的身影消失在法阵之中。啊，这什么情况？怎么召唤物能独自进入副本？这不等于是脱离了召唤者的掌控吗？众人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幕，这已经颠覆了他们的常识。典韦，苏晨再次开口：“你去最左边攻城略地。”典韦听见命令，离开时狠狠瞪了纪伯达一眼：“区区鼠辈，今日饶你一条狗命。”他走向最左侧传送法阵时，还特意在苏晨身边停留了一下。哼，叫别人霍将军，叫我典韦。吐槽完不等苏晨反应，典韦2步直接走进了传送法阵。苏晨满脸问号：“你个浓眉大眼的糙汉，给我这矫情个什么鬼？”典韦离去，纪伯达和身后一众考生瞬间松了口气。刚刚典韦在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大气都不敢喘。苏晨没有再管他们，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走向了中间传送法阵。刚刚那是什么啊？那也太强了吧！他怎么还能让召唤物进入副本？他怎么弄的呀？卧槽，那他岂不是一个人打3条路线？这得分不是咔咔高。纪伯达收起武器，不动声色地回到队长团体。他们若无其事地继续讨论，没有人再提起刚刚发生的事。不过虽然他们尽力掩饰，但众人还是发现这些队长的傲气好像都削减了大半。人家根本都没出手，只是召唤出了召唤物，就已经把这群最高档次的考生给震慑得不行。仅仅一个照面，孰强孰弱一目了然。帝都高考审查组会议室内一片轰动，所有人都在查史料，想要从中找出召唤物单独下本的记录，但是所有人都失败了，因为历史上根本没有这种案例。召唤物就是要围绕召唤者而战，不然还叫什么召唤物？他这个究竟是什么职业？完全违背了召唤师的基本准则。魏征摇了摇头，再次提醒众人道：“苏晨是隐藏职业，隐藏职业的技能出乎意料，难道不是很符合逻辑吗？”众人默然。魏征的话讲到点子上了，隐藏职业若是大家都知道的技能，那还叫什么隐藏职业？见众人理解后，魏征重新将视线投向屏幕。屏幕中，苏晨已经进入定襄郡，开始在四周查看情况。魏征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虽然他看起来很理解苏晨，但其实苏晨刚刚展示的种种能力也出乎了他的意料。光是让召唤物脱离掌控进入副本这一点，就几乎是颠覆性的改变。如果这个能力普及开，甚至可以让召唤师这个冷门类别直接变成最强。究竟还有多少惊喜在等着我？魏征望着屏幕中的苏晨喃喃。第79章，高考办太贴心了，还让 NPC 来帮助我们。3条路线，3种战术，苏晨并不是胡乱派出武将的。首先在戈壁荒漠上最困难的一点就是认路，戈壁茫茫一片，放眼望去全都是一样的景色，即便是拿着地图也很容易迷路。中间传送阵的定襄郡路线属于实路，难度中等的路线，一路上有几个城池属于明显地标，不过也有一些小的村落聚集点，很容易迷路。苏晨选择这条路线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实路能力能起到很大作用。第二点是这条路线相比其他路线以斩首战居多，
这意味着精英怪和 BOSS 的强度会比另外2条路线更高。斩首战是赵云的拿手好戏，所以苏晨选择带赵云走这条路。另外2条，一条是霍去病的本命路线，一条是以攻城战为主的路线。狼居胥山路线多以追击战为主，一路上补给点和路标极少，光是在10路人路上都会让大部分人感到头疼，可以说是本次考试最难的一条路线。不过这只是对其他人难，对霍去病来说，去狼居胥山跟回家差不多，完全不用担心。最后一条就是补给点最多，最不用担心迷路的陇西郡路线。这条路线只用沿着大道把一路上的城池给打下来就行。这种不用脑子光靠蛮力的战斗当然是典韦最强，他只用咣当一下砸穿城门，带人进去砍就好了。传送结束，苏晨从法阵中走出，阵阵砍杀声和硝烟扑面而来，城内房屋被大火包围，百姓们四处奔逃。身穿绒衣骑着黑马的匈奴人在城内肆意砍杀。副本面板弹出，全国职业者高考定襄郡路线，已获得该路线地图。第一关狼烟四起，匈奴北山王已经携其部族杀入城中，请合作剿灭敌军。没时间看地图，苏晨率先查看起周边的情况。城中已经有一批考生在和敌军进行战斗了，应该是提前到达的一批考生。他抬手向一名匈奴士兵扔出洞察术，魔化匈奴游骑兵，等级10，力量160，敏捷200，精神100，体质120。10级的魔物，好久没遇过这么低级别的怪了。不过也能理解，高考是有梯度的考试，这才第一关肯定是以低级别魔物为主。苏晨抬手将100名白马翼从全部召唤了出来。蚊子再小也是肉，有经验不要白不要。全身银甲的白马翼从向四周散开，瞬间加入了城中的战斗之中。苏晨则登上一处塔楼，从高处俯瞰整片城池。城内大约就是几千人，应该只有一支考生大队。根据地图得知，像这样初级的城池有10几座，不同的大队会被传送至不同的初级城池，这样可以让所有考生都拥有充分的杀敌机会。不过随着难度提升，之后的同级城池会越来越少，考生们也会逐渐汇集。第一关强度虽然不高，但是敌人数量较多，而且是情况复杂的巷战，对于大部分考生来说还是需要谨慎行事。不过对于苏晨来说，10级的魔物实在是有些不够看。升到20级之后，他对士兵的操控范围达到了3000米，再加上高处的视野，可以说整片城池都在其掌控之中。他不断发出指令，调整白马旗的走向，让他们能够精准找到城内的敌人。四散在城中的白马旗疯狂砍杀，源源不断的经验向苏晨涌来。10级的敌人在白马旗手里根本连个小菜都算不上，2名白马旗就能无伤杀死几十名匈奴轻骑。击杀10级魔化匈奴士兵，经验加296；击杀10级魔化匈奴士兵，经验加278；击杀10级魔化匈奴士兵，经验加311。在苏晨无情虐杀敌人的时候，城里许多考生却陷入了苦战。一支8人的小型队伍被10几名魔化匈奴兵包围，他们中等级最高的也就是一名10级的大剑士，剩下的都是些8、9级刚出训练副本的低等级考生。他们围成一个圈，大剑士挡在所有人面前。10几名匈奴兵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骑马围着他们大吼。这些魔化匈奴兵也保存了匈奴人残忍好杀的特点，他们不会很快杀死敌人，而是会像野兽般对其进行玩弄。怎么办？我们第一关就要被淘汰了吗？在这里淘汰就没学上了，我不甘心啊！大家喝下封神药水，我们从一个方向突破，找到大部队就安全了。大剑士稳住众人情绪，率先从背包里取出封神药水喝了下去。众人准备完毕后，在他的指挥下向一个方向冲锋。冲出没几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从他们突破方向传来。大剑士心头一紧，难道敌人又来支援了？疑问刚起，一个绳套就精准套上了他的脖子，随后绳索一紧，他整个人被拽飞了出去。队长！身后队员们大喊。套中剑士的敌人骑着高大黑马，面容狰狞，显然是精英怪。魔化游骑兵小队长，等级12，力量480，敏捷500，精神300，体质400，技能捕猎之网。主心骨被制服，小队剩下的人瞬间丧失了前进的信心。他们大部分人从训练副本出来没多久，没经过什么练习就被直接塞入复杂多变的战争副本。战场的真实与混乱，加上敌人的残忍与嗜杀，更是让他们本就不强的战力无法完全发挥。绝望之际，小队成员又听见一阵清脆马蹄声传来，这次的速度更快，而且是从后方传来的。不等众人回头查看，4道色流光直接从他们头上越了过去。
白马将士手持银枪直直迎上游骑兵小队长。噗嗤！刚刚还嚣张至极的精英怪瞬间倒地。斩首之后，白马旗四面散开，将周边的匈奴游骑兵一一斩杀。看着白马旗砍瓜切菜般处理掉那些难缠的敌人，小队成员们都傻眼了。这些怪这么好杀的吗？快速处理完匈奴小队，白马旗又向另一个方向奔去。随着战斗进行，越来越多的考生注意到这群银甲骑兵。我去，那些白马士兵好强啊！他们是什么阵营啊？是 NPC 还是召唤物啊？肯定是友方 NPC， 考生怎么可能召唤得出来这么强的士兵？是啊，这些士兵要是召唤出来的，我刘大同直接吃。还好有他们在，不然我刚刚就淘汰了。对啊，这届高考办太贴心了，竟然还派高等级 NPC 给我们降低难度。跟在他们后面，我发现他们找怪也很精准。第80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随着战斗进行，苏晨发现那些考生会有意识地跟着白马旗行动，似乎是把白马旗当成了引路的 NPC。苏晨没有管他们，也不担心经验被抢。城中魔物是5000人的量，他一个人根本杀不完。能指引考生快速通关也算不错。帝都高考审查组看着屏幕中一大群人跟着白马行动的场景，评分成员都陷入了沉默。在其他同样路线的城池中，考生们都是分散在巷道中和敌人战斗，没有哪个跟苏晨这个考点一样，一群人有组织有纪律的行动。他怎么一个人改变了考试的内容？有人惊呼道。这关的主要考点除了杀敌之外，还有众人在混乱情况下的反应能力。敌人已经杀进城中，散乱在城中四处。原本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形成组织进行高效杀敌的，但苏晨的存在让考试内容彻底变了。他真的就像考场里的 NPC， 带领着学生们进攻。初始城池这么大，他是怎么知道敌人准确位置的啊？那些白马士兵的移动距离也太远了吧，竟然囊括了整个城池。这距离远算什么？他都让召唤物进别的副本了。不谈指挥能力，他那些士兵强度也高得离谱啊！喂，那两个看起来就很能砍的将领就不说了，这种成群的士兵也这么强？魏征站在屏幕前，眼中满是对苏晨的欣赏。虽然敌人等级不高，但他看出苏晨召唤物的实力十分强大。除此之外，他还能精准操控召唤物，这肯定是拥有和召唤物共享视野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召唤师来说也十分稀少，只有少部分职业才能通过高阶转职获得。真是强大的职业，魏征在心中道。不出半个小时，苏晨几乎带领众人将城区里的匈奴轻骑消灭殆尽，剩下的敌人可能处于视野死角，他一直没找到。半天没找到后，他索性收回了白马旗，免得一群考生只知道跟着他，不会自己去找。苏晨找了个地方坐下，等待第二关提示，顺便查看起另外两路的情况。他很奇怪，这半个小时除了白马旗杀敌，再没有其他经验入账。霍去病那条路因为路途遥远，大部分时间处于奔袭状态，前期没遇到敌人情有可原。但典韦这边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典韦这边应该很快就会遇到第一个敌军城池。他意念闪动，调出了脑海中的大地图。正常来说，让武将独自进入副本后是无法共享视野或者获得他们地理位置的。但是这次高考本质上还是一个大副本，只不过分了不同的路线，所以苏晨依旧能够获得他们的视野和方位，不过不能下达命令。这不看不要紧，一看苏晨差点心肌梗塞。在大地图上，典韦的位置已然偏离了主路线108000里。不会吧，这也能迷路？全国职业者高考陇西郡路线，已获得该路线地图。第一关固若金汤，修图王部下已经占领京城，请众人合力夺回城池。典韦骑在血色战马上，看了眼四周茫茫大漠，又看了看眼前这熟悉又陌生的方块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饿来怎么可能迷路？说罢，他又取出一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地图。看不懂字，我还看不懂这话吗？我明明是照着画上走的。越想越气，他直接召唤出了几名虎豹骑，让他们向四周出发探查路线。有一名虎豹骑士兵瞥见他在看地图，便也看了两眼。将军，这图上的树是倒着的。士兵道。典韦一看，立马明白了其中问题。哪个狗贼给我的假图，连树都画错了，害我迷路，误我战机。士兵愣愣看了眼破口大骂的典韦，再次开口。将军，好像图拿反了。典韦两眼一瞪。帝都高考审查组评分团同样陷入了沉默。魏征看着典韦的表现，有些哭笑不得。他本来想看看苏晨召唤的武将实力如何，现在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他也曾在军队里监考过这个副本，不过从来没见过有人在这条路线迷路。评分成员无奈切换视角，屏幕中出现了该路线第一座需要攻打的城池——京城。京城分4个城门，
进入这条路线共计6万考生，被平均分布在4个城门。宽厚的城门和高大的城墙都是考生们难以逾越的困难。敌军还拥有精准度奇高的弓箭手，这让考生们难以接近城门，只能靠一些远程攻击进行消耗。攻城本就讲究的是消耗战和持久战，不可能有人能一上去就攻破城门。而且除了考虑长时间攻城对补给品的消耗外，考生们还会面临一个威胁，那就是城内的敌军会趁考生疲劳之际出城围杀。很多人都以为这条路线是最安全最简单的路线，产生这种想法的人会因此吃一个大亏。攻城战短时间内不会产生结果，魏征把视角切换到了狼居胥路线。这条路线以距离最长且情况最多变闻名，也被称之为死亡路线。狼居胥路线上缺少参照物和路标，是最容易迷路的路线。其考察的第一项重点就是寻路能力。寻路技能对于职业者来说是必须掌握的能力，在很多副本中都会出现复杂的路况和容易迷路的场景。如果没有寻路能力，就可能会被困死在机关内，或者根本连魔物都遇不到。这条路线前期就是单纯考验寻路能力，到后面才会有魔物刷出。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会在这关走偏。魏征在把屏幕切换过去的同时，也打开了大地图。大地图是上帝视角，能够显示方圆50公里内的人员分布情况。大地图一出，果然情况和众评分成员预测的一样，路线上密密麻麻的红点四处分散，根本看不出来是成群的队伍。这条路线上的3万名考生，6支大队伍几乎全都走散了。因为需要长时间奔袭，高考办为这组考生准备了越野摩托，但摩托能弥补他们的行军速度，却不能弥补他们的寻路能力。在大漠上几千几万人同时行军，肯定会造成黄沙漫天的场景。这种情况下一个不留神就会跟丢队伍，走上歪路，或者干脆带路的人走歪，后面所有人都跟着走歪。这条路线还是那么夸张啊？有成员说道。是啊，过去半个小时了，最远的队伍才前进了7公里，这还是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没办法，这种环境下一个不留神就会迷失方向，最忌讳开快。你看那些速度快的愣头青，都快偏出副本边界了。那个苏城考生的召唤物呢？有人问道。魏征也在通过大屏幕寻找那名看起来十分年轻的武将，他很想看看苏晨召唤的2名武将的实力。典韦现在迷路看不了，所以他想找到霍去病的身影。众人在屏幕中找了半天，没有发现霍去病的身影。有没有可能是跑得太快，跑出了地图显示范围？把大地图向四周偏移一下。魏征道。他不相信苏晨的召唤物竟然会泯然众人，找都找不到了。能显示50公里范围的大地图镜头向路线前方挪动。众人屏住呼吸，有些害怕。如果有人出现在50公里外，那也太夸张了。又移出60多公里，地图上还是没有出现任何显示。魏征有些失望，让操纵员移回了镜头。嗨，吓死我了！我还真以为苏晨的召唤物能甩大部队50多公里呢。还好没那么逆天，不然我急性心脏病容易发作。这样看来，苏晨2名武将好像有些平庸，不如他召唤出来的白马士兵。确实，一个迷路了，一个消失在人海里，没有突出表现。魏征默默听着评分成员的谈论，没有反驳。副本才刚刚开始，他相信苏晨会展示自己的潜力的。第81章，这就是大汉将星。苏晨看着典韦，一个头2个大，竟然拿反了地图。好在士兵及时发现，现在典韦已经踏上返回的路线。不过等他到第1座城池，估计也要1个小时左右了。好在这条路上是攻城战，城不破不会发生大规模战斗，这让典韦不会因为迷路损失太多的经验。切出典韦的视角，苏晨忽然发现面板跳动了一下，打开面板，一连串经验提示跳了出来。击杀11级魔化匈奴游骑兵，经验加396；击杀11级魔化匈奴游骑兵，经验加378；击杀11级魔化匈奴哨兵，经验加411；击杀11级魔化匈奴哨兵，经验加432；击杀12级魔化匈奴游骑长官，经验加2563。什么情况？苏晨有些奇怪，自己这里没有出手，典韦那边还在迷路，这经验只能是霍去病那边砍来的。可那条路线不是要奔袭很远才刷新魔物吗？难道霍去病已经到了？苏晨意念闪动，调出狼居胥路线的大地图，召唤物走过的地方会在他脑中自动显示出路径。此刻在苏晨脑海中，一条奇长无比的道路已经被点亮，和典韦走出的路线对比，几乎是10几倍之多。好快的行军速度！苏晨在心中惊叹。他粗略估计，霍去病至少奔袭了200公里，半个小时200公里，这是什么恐怖的速度？思绪闪动，前世的记忆出现在苏晨脑中，他这才想起霍去病另一个头衔，那就是华夏闪电战的发明者。
他的部队总是能以闪电的速度奔袭上千里，经常让防守的匈奴人都来不及反应。果然，冠军侯就是冠军侯。苏晨切进霍去病的视角，近距离查看这场千里追击战。一切进去，雷鸣般的铁蹄声就涌进了苏晨的耳朵。茫茫大漠之中，一支红黑配色的骑兵队伍正在列阵冲锋，在他们前方，一支全副武装的匈奴游骑兵队伍迎面而来。列阵！霍去病拔出宝剑大喊。他身后400名大汉铁骑在命令中缓缓组成以霍去病为中心的绝杀阵，所有铁骑以箭头头部形状排列，士兵们架好长枪，枪尖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宛如白虹贯日。在绝杀阵加持下，整支铁骑的重装伤害提升双倍，再加上双方对冲的速度，铁骑战力提升到最顶峰。杀！霍去病一挥长剑，整支队伍如猛虎般扑入匈奴军队。低等级的魔物士兵兵败如山倒，根本无法阻挡。大汉铁骑宛如钢铁洪流，将前方一切敌人全都碾成了黄沙，一路横推。上千人的匈奴游骑兵在这轮冲锋下直接折损了一半。一波正面冲撞之后，匈奴人的传令号角响起，剩下的匈奴游骑兵快速向两边分割，化作2支队伍。与此同时，他们取出草原弓，开始进行最拿手的游击战术。霍去病眼神一凛，挥刀大喊：迂回阵！400名成团的大汉铁骑瞬间分散，有条不紊地向两边转向。他们掉头之后，再次对上匈奴游骑兵。迂回阵能够将士兵打散，并且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获得阵型加强的士兵迅速杀入了匈奴部队，他们收起长枪，使用更适合近战的长砍刀。等级碾压加上阵型加成，挥舞砍刀的士兵们纷纷化身战神，即使面对10几人围攻，也根本不会受伤。霍去病更是如入无人之境，挥舞着砍刀在敌阵中四处冲杀。敌军中的精英怪和小兵根本没有区别，没等使用技能就惨死在刀刃之下，鲜血、断肢、头颅，敌军的肢体四处飞散，血液落入黄沙中，迅速干涸变硬，将沙石化作了一整片硬地。经验提示框如流水般在面板上一条条划过。击杀11级魔化匈奴游骑兵，经验加326；击杀11级魔化匈奴游骑兵，经验加388；击杀11级魔化匈奴哨兵，经验加411；击杀12级魔化匈奴游骑长官，经验加2663；击杀11级魔化匈奴哨兵，经验加432；击杀12级魔化匈奴游骑长官，经验加2563。即便敌军只是10级左右的低等级魔物，但他们原本是提供给5000名考生的量。现在霍去病疯狂地屠杀这群敌军，就好比应该分成5000人的经验全部都给了苏晨一人。这是恐怖的经验量，让苏晨20级的经验条肉眼可见的增长。要知道，突破20级之后，升级所需经验直接翻了好几倍，难度系数也是成倍增长。但苏晨此刻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完全在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增长。一阵屠戮之后，匈奴士兵被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霍去病则重新列阵。就在苏晨以为他要列阵清剿剩下的敌军时，霍去病大手一挥，铁骑军团放弃追击剩下的敌人，继续向路线前方冲锋。虽然没有了记忆，但还是保留了前世的指挥风格，不拘小节，追求速度，高速袭击，连续袭击，根本不给敌军喘息的机会。目标清晰，雷厉风行，这就是千古名将的指挥吗？看完霍去病和大汉铁骑的冲锋，苏晨心中也十分激动。这就是霍去病的魅力，这就是让汉武帝都无比信任的大汉将星。看来狼居胥路线完全不用担心了。苏晨默默切回视角，全国职业者高考襄城郡路线第2关，战火纷飞。修图王部下正大汉境内肆虐，请考生合力驱赶一族。第2关开启了，面板上显示出了10几个周边的村庄或是据点，这里应该就是匈奴人肆虐的地点，每个大队都需要选择一个地点进攻。看完面板，苏晨动身走向老城城门。城门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多功能越野车或者多功能摩托。看来高考办还是挺人性化的，没有让考生们步行前往各个地点。喂，兄弟，带你一个。边上有人喊道。苏晨循声看去，叫他的人正坐在多功能车的驾驶室里，在他周边还坐了5、6个人，应该是一个小队。快来，我们这正好缺个位置。我的车又快又稳，保准你第一个到考点。苏晨礼貌性笑了一下，随后抬手一挥，赵云骑着玉狮子出现在他身侧，银甲白马在大漠的烈阳下几乎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苏晨翻身上马，赵云带着他瞬间消失在黄沙之中，留下车里懵逼的几人。第82章3路2路推进，别人考试我刷级。20级赵云的敏捷属性极高，把那些现代交通工具远远甩在身后。
在赵云行进的过程中，苏晨不断向四周派出白马旗核实方向，他不希望自己陷入和典韦一样的窘境。凭借苏晨自己精准的方向掌握和赵云的神级速度，他很快就到达了自己选定的一个村落。不大的村落已然烧起了熊熊烈火，匈奴人的砍杀声和百姓的哭喊声此起彼伏，这些声音让苏晨的心隐隐有些刺痛。虽然他们只是副本中的 NPC， 但1000年前的大汉确实经历过这种惨痛的时代。在汉武帝以前，历代汉朝君王对匈奴人都是采取和亲政策，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想要以华夏民族的强大包容能力同化他们。但是前朝君王忘记了驯服一头野兽，除了要用肉，还要用鞭子。只有肉没有鞭子的话，野兽非但不会感谢你，还会觉得你是傻子。和亲政策只能解一时之需，很快匈奴人就露出了獠牙。如野兽般贪婪的匈奴人得寸进尺，不断违背和大汉的契约，不断侵扰汉朝边境。他们的所作所为成功惹怒了沉睡中的雄狮。现在雷霆之怒将要落下。踏踏踏，赵云如流星般冲向村落。村庄入口有2名身材魁梧的守门士兵，连他们身下的马都要比其他战马强壮许多。2只精英怪，苏晨抬手打出洞察术。魔化游骑兵勇士，等级14，力量600，敏捷600，精神500，体质1000，技能流星连击，等级有所提高，属性有所增强。不过在赵云面前没有区别。苏晨翻身下马，赵云一抖银枪，直冲向2只精英怪。哇！精英怪大吼，猛地挥动手中流星锤。赵云丝毫不减速，在流星锤砸向自己11个后仰，直接躺倒在了马背上。随后枪出如龙，银枪如闪电般在他们胸前连点2下。噗嗤！动作虽小，威力却巨大。赵云5500点力量属性，孤单英豪翻倍后直接来到11000。即便是精英怪，对方14级的小身板也不可能扛得住这2下刺激。魔化游骑兵勇士的血条瞬间清零，呜呼倒地。赵云马不停蹄，直接杀入村庄内部。苏晨抬手将100名白马翼从全部换出，加入战斗。这一关敌人级别升高，但是一个考点内敌人的数量不比第一关。考生清理完一个点内敌人后，就需要向下一个点移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在这一关得分。比起第一关，第2关除了杀敌，还对考生的临场反应以及快速转移能力进行了考验。苏晨所在的这个村庄还没有考生进入，村庄内所有魔物都是他的。14级魔物在赵云和白马旗眼里和草芥没有区别，出枪即死。在以敏捷著称的白马一从面前，匈奴人那引以为傲的拉扯能力也完全失效。有些工兵还想要从远处对白马旗们放冷箭，回应他们的当然是一支支精准无比的锁头箭矢。虽然不比霍去病在大漠里骑兵冲杀，但赵云杀敌的速度也不慢。源源不断的经验条涌向苏晨。击杀13级魔化匈奴游骑兵，经验加596；击杀13级魔化匈奴游骑兵，经验加578；击杀13级魔化匈奴工兵，经验加611；击杀13级魔化匈奴工兵，经验加632；击杀14级魔化匈奴游骑勇士，经验加3563。升级速度飞起，这种万人战争副本简直就是刷级神器。魔物等级虽然不高，但是量大管饱，而且自己3条线路都可以刷级，刷级几乎和喝水一样简单。在这种速度下，苏晨觉得自己很快就要迎来自己的21级了。越过20级以后，升级难度呈指数增长，很多普通职业者究其一生都只能停留在20到30级这个区间，因为升级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而苏晨昨天才升到20级，今天就要迎来21级，这是其他职业者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村落里近1000名匈奴士兵被无情斩杀，其中光精英怪就有几十只。集群精英怪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十分棘手，但对拥有孤胆英豪的赵云来说，刀板上的鱼肉。20分钟不到，赵云携白马翼从清空了村庄里的匈奴人。苏晨收回白马旗，直接奔赴下一个考点村庄。就在苏晨离开不久，跟他在一个初始城池的考生们姗姗来迟。看着满地的魔化士兵尸体，考生们一脸茫然。我挂碍呢？帝都高考审查组评分团看着苏晨20分钟清空一个考点的壮举，啧啧称赞。太快了吧，这些召唤物的强度实在太高了。这关的魔物等级真的提升了吗？我怎么感觉跟第一关没差别啊？那是在苏晨召唤物手里没差别。你看别的考生都已经满头大汗了。确实啊，14级的魔物已经超过了考生等级平均值，从这一关开始，强者和弱者之间将拉开很大的差距。魏征盯着屏幕中的赵云，眼中亮起好奇的光芒。比起其他人关注苏晨的通关时间，
他更关注的是苏晨新召唤出的这名武将。从其一击秒杀精英怪可以看出，其四维属性肯定十分强大。但让魏征吃惊的并不是其强大的四维属性，而是他那无与伦比的枪法。那枪法华丽又不失锐气，飘逸潇洒之间又蕴含着无限杀机。可以说把等级压到同级战斗，他对上这名武将的胜算不超过40%。恐怖，不仅是实力恐怖，还是潜力也十分恐怖。看完赵云的表现，魏征对另外2名武将也愈发期待起来。可惜一个因为迷路至今还没碰上魔物，另一名武将更是一直都没有出手表现。难道这些武将必须要苏晨亲自操控吗？魏征在心中猜测。第83章，今天不杀了我你还想走？赵夜玉狮子破开沙暴，飞速穿行在大漠之上。第2关第2个考点村庄，苏晨翻身下马，赵云挑枪刺入村庄内部。这个考点已经提前到达了一批考生，经过长途跋涉又遇上更高级别的敌人，大部分的考生状态都不算好。尤其第2关的魔物基本上是成队出现，且都有精英怪带领。精英怪凭借技能或者强悍的体质，往往能轻易突破职业者小队的防守，随后的匈奴士兵就能突入队伍，肆意进行屠杀。看着村庄内艰难抵抗的考生们，苏晨意识到从这关开始就是一个大的分水岭。如果说第1关是基础题的话，这一关就相当于中等难度的题了。实力不强的考生很快就会在这关被淘汰，或者根本拿不到什么得分。实力超平均线以上的考生还能在这关多撑一会儿。苏晨抬手一挥，伴随着空间的不断闪动，一名名白马旗从中涌出。在别人眼里的基础题、中等题或者拔高题，甚至附加题，在他这里统统只有一个名字：送分题。100名白马旗涌入村庄，挥舞着银枪开始肆意砍杀。看着白马旗擒拿描弹的挑落那些匈奴骑兵，村庄内的考生都感到有些懵。那可是他们要打半天的魔物，怎么这么轻易就被秒杀了？轰！第3只精英怪，程俊歪嘴一笑，合上手中的魔法书。他是第3大队的大队长，稀有职业符文法师，17级。队长厉害啊，1分钟不到就能处理掉15级的精英怪。是啊，是啊，肯定没人能比我们快了。跟在程俊身后的一群辅助系职业者喊道，他们都是程俊精心挑选出来的人。跟辅助职业者组队，既不用担心被抢怪，还可以增加续航能力，这是他下本一贯的风格。这样有一点坏处，那就是辅助职业靠的是助攻得分，如果多人辅助的话，助攻得分就会变少。跟在程俊身后的辅助职业者，即便撑到后期关卡，也很难获得高分。不过程俊无所谓，他认为这些杂鱼友和他组队的机会就已经很幸运了。队长，那边的同学要撑不住了。队伍里有个奶妈喊道。程俊一眼扫去，那个小队正陷入了2只有精英怪带队的匈奴骑兵的包围。他的眼神中闪过一抹幸灾乐祸的神色。那支队伍的队长在之前还不自量力的和他争过大队长职位，虽然他的实力不如自己，但也算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竞争对手陷入困境，自然让他觉得开心。队长，我们快去帮忙吧。奶妈妹子有些担忧。不急，程俊笑道，我们先处理我们这边的魔物。真是个傻逼，他在心里骂道。现在上去把人救下来，杀敌得分就会分摊到2队队员上，等他们被魔物杀死后再上，就能得到全部的杀敌得分。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有些蠢货不懂。程俊摇了摇头，准备带领小队在附近找怪时，几道白色光影从他眼前闪过。什么东西？他迅速转头望去，只看见4名白马骑杀入了刚刚那个包围圈。他们枪法高超，身形敏捷，在匈奴骑兵中左右冲杀。匈奴小怪基本上一枪就死，匈奴精英怪在几人围攻下也撑不过10秒。怎么会？这是从哪里来的兵？程俊双目圆瞪那个，脑中思绪不断闪烁。哇，他们得救了，好棒啊！那些白马骑士兵也太帅了吧！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啊？不会也是考生吧？在程俊思考之际，他环顾四周，发现村庄四处都能看见那些白马士兵，他们移动速度飞快，不断的在村庄里穿梭杀敌。看着魔物一只只的在他们手中倒下，程俊怒了。他的经验和得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玩意儿在抢他的经验和得分，给我住手！程俊快速向一名落单的白马骑冲去。那名白马骑似乎比其他更高大，正独自一人单挑3名精英匈奴骑兵。没等程俊跑多远，那名白马骑已然将3名精英匈奴兵给斩落马下。程俊的心在滴血，3只精英怪，每一只至少100分，这100分要放在考生中间档，能拉开多少的差距啊！你他妈的，你究竟做了什么？程俊对着那白马骑大喊。听见喊声，白马上的士兵转过身来，他手持一杆银枪，一身亮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正是骑着玉狮子的赵云。
看见赵云，看见他那锐气十足的眼神，程俊本能般的退缩了一步，不过胸膛中的怒火还是控制了他的大脑。你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抢我的经验？正带入赵云视角的苏晨皱了皱眉，又是个大脑发育不完全、小脑完全不发育的主，他无心搭理这种人，让赵云继续杀敌。抢了我的分还敢走？程俊大喊，今天不给我个交代，你他妈别想走！他摊开手中的魔法书，一道红色光芒从中涌现，炽烈的炎域之主以烈焰的一语将面前的大地变成焦炭。降临吧，烈焰土！赤！吟唱还未结束，一道银光闪过，在一众辅助职业者慌乱的眼神中，程俊被赵云的长枪直接挑飞了出去。他们连治疗的机会都没有，程俊的身影就在空中化作了一缕流光。三队大队长，17级稀有职业者，海会省高考状元的热门竞争者，就这样被赵云一枪捅出了副本。刺完程俊后，赵云一刻不停地再次投入到和匈奴人的战斗中，仿佛刚刚杀的不是一名职业者，而是一只野狗。帝都高考审查组评分团成员面面相觑，在高考考场上攻击同伴可是大忌，严重的甚至可以直接剥夺高考权利。沉默良久后，所有人的眼神都望向魏征。魏征是高考主考官，苏晨将受到什么处罚，全看他。见众人望向自己，魏征两手一摊，程俊同学运气实在有点差，竟然撞上了别人的枪。明年高考加油吧！第84章，终于抵达战场的典韦，匈奴人的奇袭。见魏征如此表态，众评分成员立马懂了，重新投入到监考当中。魏征无奈摇了摇头，他不是个喜欢包庇的人，但这次苏晨让他破了例。不过就算论起过错，也是对面程俊的错误更大。作为队长，不仅不团结队伍，反而还率先对同伴出手。如果他在考场上，也会毫不犹豫地把这种人给踢出去。除了这些，魏征也注意到赵云对上程俊也是一击秒杀。就算苏晨的等级为20级，比程俊高了3级，但低等级各级别之间的差距不会太大，正常来说不可能会出现一招秒杀的情况。而苏晨的武将能一枪秒杀程俊，这意味着他的实力在同级内几乎是碾压般的强大。武将他一共拥有3名，再加上手下的士兵，魏征甚至已经无法给苏晨的实力具体定位。95至尊这个职业已经完全超越了当前的职业者体系。处理掉麻烦的人，苏晨指挥着赵云和白马义从在村庄中不断砍杀。他尽量只对上那些没有遇到考生的魔物，不会去抢考生们的经验和积分。偶尔遇上几个坚持不住的小队，才会派赵云或者白马骑出手。虽然不比第一个无考生村庄，这个考点的经验也还算丰富。20分钟不到的时间，匈奴士兵几乎被砍杀殆尽。苏晨20级的经验条也成功到达了2/3的位置。只要再遇上一个无考生村庄或者2个有考生村庄，他就能成功突破21级。这实在太快了，连苏晨也没想到的快。他感觉自己在20级的升级难度和在10级没有区别，经验条的增长速度根本没有减慢。苏晨没有让赵云追捕那些剩下的士兵，而是学霍去病放弃残兵败将，直接奔赴下一个村庄。在前往下一个考点的路上时，苏晨忽然心有所感。他打开脑中的大地图，看到了几乎泪目的情景。典韦终于到达第一个考点了，陇西郡路线，京城。哈哈，我就知道这条路是对的，我怎么可能迷路嘛？典韦望着远处矗立的城池，一脸得意。将军威武！边上士兵迫于淫威，补上一句奉承的话。在远处，硕大的京城东城门前聚集了上万名考生，他们时不时发起一次冲锋，没多久又被敌人打回。冲锋不行，远程攻击更不行。威力大的远程攻击距离短，距离长的攻击威力小。总之，从副本开始到现在这几个小时内，京城东城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坏。典韦远远看着那漫天的剑矢和法术，心中的战意迅速暴涨。经历过迷路的憋屈，现在的他正有一肚子火无处发泄。他取出战戟一挥，召唤出了整整350名虎豹骑兵。诸位，随我攻城！在怒吼声中，350名精锐虎豹骑向着京城发起攻势。漆黑的虎豹骑散发出血腥的杀气，连冲锋时扬起的黄沙都被染红。帝都高考审查组，快看，苏晨那个迷路的召唤找到京城了！评分团内有人大喊。操纵员立马切换屏幕，锁定了陇西郡的京城考点。所有人都看见在京城东南面，一支如狼似虎的骑兵队伍正在飞速抵近。这是什么情况？苏晨的武将也能进行召唤？这里至少都有300名骑兵啊，这战力也太逆天了吧！我还以为他的武将只是单体能打，没想到竟然还能召唤军队。不止召唤军队，那个麋鹿将军怎么看起来很猛的样子？如此浓烈的杀意，简直比魔物还魔物啊！看着屏幕中虎豹骑发起冲锋，
魏征心头一颤。如果说白马骑队伍是灵动飘逸的话，这支黑马骑队伍就是威严与肃杀。他们冲锋时的气势简直如山崩海啸般强烈，不仅武将，连每支队伍之间都有明显的风格差异。苏晨简直就是全方位发展。不过气势归气势，想靠这300人扭转战局难度还是太大。不像其他战场都是分考点进行，陇西郡路线上的战斗都是群体战斗。像这东城门就围绕了1万名考生，1万名考生都拿不下的城池，靠这300人能有用吗？你们看！忽然又有人大喊：“魔化匈奴骑兵出城了！”众人望向屏幕，果然看见密密麻麻的匈奴轻骑兵从侧城门蜂拥而出。侧城门位于城池一角，不仔细勘察的话很难发现。而这是该路线除攻城外的第2个难点。在考生们关注于如何攻城时，往往会忽略掉对敌军偷袭的防御。面对魔化匈奴骑兵的侧面偷袭，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并且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考生队伍就会遭遇全线溃败的风险。京城东城门，2支大队约1万名考生全部躲藏在巨大的石块后，除了石块，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所有人都将身子严严实实的藏好，免得被敌军的弓箭手射中。经历过4次冲锋尝试的失败，2支大队的大小队长都聚集在一起商量战术。临时挖掘出的地下洞穴内汇集了30名指挥人员。顾夏作为16级稀有职业者，以中队长的身份参加会议，而高正15级普通职业，没有发言权，只能站在门口旁听。讨论进行的不算顺利，2支队伍间的分歧很大。这个方案不合理，我们的战士抵御不了这么多轮弓箭射击。这个也不行，我们不清楚城内守军数量，草率派出刺客小队，很可能全军覆没。第3个方案更是扯淡，我们的……轰轰轰！2队队长激烈的讨论声停下，众人都抬头看去，只见整个洞穴都在颤抖，头顶上簌簌向下落沙。这明显是有大批人马在进行移动。什么情况？我们的人出发了？不可能啊，我们指令还没给。2名队长互视一眼，感觉不对劲，出去看看。所有人都向着地面跑去。高正和顾夏跟着人群冲出洞穴，来到地面。眼前的景象让他们都傻了眼。整个戈壁滩视线所及全都是匈奴游骑兵，他们挥舞着武器，呼喊着向考生队伍冲锋。震天的马蹄声裹着黄沙扑来，仿佛死亡鼓点。第85章，愤怒的典韦彻底疯狂。嗖嗖嗖，匈奴游骑兵已然将万名考生包围，漫天箭雨从4面8方射来，盾位防御。高正单脚阵地，一道蓝光屏障涌现，将顾夏以及几名法师射手职业者笼罩在内。弓箭击打在屏障上，闪起阵阵涟漪。周边的骑士战士职业者也和他一样，将远程职业者护在身旁。有法师向远处释放远距离洞察术，得到结果后脸色一沉。12级的游骑兵和13级的游骑弓手，他大喊。听到呼喊的众人也是神色大变。这只是他们遇到的第1个城池，应该是该路线第1关。可是敌人的等级竟然在12、13级区间，这根本不是正常的关卡设计。所有队长在得知情况后，立马向大部队赶去。他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内组织反攻，否则那些低等级同学根本撑不了多久。此刻大部队内已经乱成一团，面对突然从4面8方涌来的袭击，众人都来不及反应。13级弓手的攻击既精准又凌厉，几轮攻击下来，一大批低等级考生已经被淘汰。慌乱和恐惧在队伍中蔓延，即便是高等级考生也只能陷入被动防守的局面。帝都高考审查组看见屏幕中溃不成军的考生，众评分成员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们都不过是初入战场的学生，现在这种反应也能够理解。果然还是不行啊，面对敌人的偷袭，立马就会乱成一团。选择这一条路的低等级考生要全军覆没了，那些队长也会在指挥上被扣除大量的分。没想到这条看起来最安全最容易的路线竟然成为了新人绞肉机，现在只能看他们的后续反应以及苏晨那名武将的表现了。匈奴队伍这轮至少有5000人，一支300人的骑兵队再厉害也掀不起什么波浪。确实，想靠个人实力改变一场战斗的走向还是有些异想天开了。魏征暴毙站在一旁没有参与讨论，他期待着那名武将的表现。补充封神药水，所有人跟我冲！2名大队长带着尚有余力的考生向一角冲锋，如果不进行冲锋的话，他们就只能站在原地被地方弓手消耗殆尽。不行啊，追不上！冲锋一段时间后，有人大喊：匈奴骑兵以超高机动力出名，要是跟他们打向战城战，还可以用地形限制其移动。而在这一望无际的戈壁上，他们的移动优势展露无遗。考生们一冲，那些游骑兵就开始后退，而且他们的骑射水平一流，边撤边射也能保证超高的命中率。淘汰还在继续，每分每秒都有考生被踢出考点。
作为大队长的2名考生心急如焚，他们带着的1000人突击队伍完全是在被对面放风筝。继续这样下去，不仅低等级考生会被全部清出考场，他们这些高等级指挥者也会被扣光指挥分。轰隆隆，轰隆隆！忽然一阵不同于匈奴军队的巨大马蹄声响起，众人还来不及思考是什么东西，只看见有一侧匈奴骑兵竟然主动在向他们逼近。什么意思？匈奴人发动总攻了？众人疑惑，可是他们完全还能继续消耗的。震天的铁蹄声逼近，很快大家发现那群匈奴人似乎不是在向他们冲锋，他们是在逃跑。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包围圈外袭击匈奴人。砰！让人不可置信的，如钢铁洪流般的军队冲破了匈奴人的阵型。我杀！我杀！我杀死你个狗贼！冲在最前方是一道山岳般巨大的身影，他双眼猩红，一边挥舞着双戟，一边把敌军砍成碎片。匈奴人的军队被瞬间冲垮，那一侧的箭雨瞬间停止。这是什么？副本 NPC 吗？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只有高正和顾夏兴奋起来。是苏晨！苏晨来救场了！2名大队长抓住敌军混乱的时机，大手一挥，带领着考生队伍向敌军冲锋。一内一外2支队伍同时杀向匈奴人，攻守之势发生反转。在和匈奴人对抗的时候，考生们发现那些黑色铁骑简直就是杀神。匈奴游骑兵在他们手里和玩具没有区别，特别是那名带头的武将，连精英怪都是一刀一个，完全杀疯了。哇呀，这是什么战力啊？那些士兵简直就是在横推啊，连技能都不需要放，完全就是一刀一个呀！卧槽，那个领头的直接徒手把人给撕开了，太暴力了！我还只是个孩子啊！随着典韦带虎豹骑的强势入场，匈奴的包围圈被彻底打散，疲于防守的考生们终于从箭雨中解放，加入到战斗中，战局彻底反转，全面反击开始。帝都高考审查组评分团成员们陷入了巨大的骚动之中，300人竟然真的逆转了战局，他们的战力太恐怖了，完全是碾压的姿态。这支骑兵的气势甚至比苏晨带领的那支还要凶狠。魏征听着评分成员夸赞苏晨，在一旁也是频频点头，他感觉自己正在见证一颗帝国之心的冉冉升起。击杀12级魔化匈奴游骑兵，经验加496；击杀12级魔化匈奴游骑兵，经验478；击杀13级魔化匈奴游骑工兵，经验加511；击杀13级魔化匈奴游骑工兵，经验加532；击杀14级魔化匈奴游骑勇士，经验加3563。刷屏，疯狂的刷屏！苏晨看着面板上咔咔增长的经验值，惊喜不已。典韦杀敌的速度已然超过了自己带赵云杀敌的速度，仅次于霍去病。看着职业中彻底疯狂的典韦，苏晨对那些魔化士兵产生了同情。这些家伙恰好撞上了典韦因迷路生气的枪口，否则也享受不到被手撕嘴啃的死亡快感。随着一片经验海洋涌来，在行军途中的苏晨迎来了升级。没想到根本不需要自己出手，典韦那边就把经验给打满了，真的是升级如喝水啊！第86章碎片商城新功能，我典韦就是这么双标。等级突破，苏晨在颠簸中打开面板，查看各武将的属性。首先是典韦，4维属性全部增加500，突破6000大关。其麾下虎豹骑兵数量来到390名，一次升级直接增加了40名士兵。第二是赵云，力量和精神属性与典韦一致，敏捷则是突破7000大关。其麾下白马一从的数量来到120名，作为打牵扯的队伍也已经初具规模。最后是霍去病，精神属性直接增加了1000点，其余4维属性与典韦一致。其麾下大汉铁骑的数量一次增加了60名，数量来到了460名。除了召唤物升级之外，苏晨还惊喜地发现碎片商场也迎来了更新。恭喜进入20级领域，解锁碎片商城新项目。碎片商城，5枚碎片，指定一位武将的武器进行升级，20级。注：武器升级后有几率获得新技能。10枚碎片，指定一队兵种进行武器升级，20级。10枚碎片，随机获得一个40级以下的职业技能，30级。10枚碎片，将一个副本永久转化为你的专属领地，20级。25枚碎片，随机抽取一张武将卡或贵妃卡，30级。后续功能待解锁。查看完碎片商城的更新，苏晨感到十分惊喜。这次更新加入了单独对武将和兵种进行升级的选项。武将们的武器不仅可以升级，还可以凭借其升级获得新技能。而兵种升级更是提升全兵种武器等级，这无疑会大幅提高军队的整体战力。一个侧重武将的单兵提升，一个则侧重于兵种的整体提升，这无疑又提高了自己这支队伍的潜力。苏晨手上就有5枚碎片存余，
他想现在就试试升级武将武器后会有什么效果。不过要升级谁呢？现在大家的战力都绰绰有余，没有发现急需增强的地方。思索间，苏晨又切换视角，查看各路线的情况。陇西郡路线，京城东城门，浩浩荡荡的匈奴大军被杀得一支不剩，污血洒满悲凉的戈壁滩。2支大队共1万名考生，只剩下7000名。如果典韦没有及时杀到的话，这个数字还会砍半。未被淘汰的考生们重新躲进巨石和防御工事后面。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队长们还在队伍两侧安排了数支哨兵小队，以免城内的匈奴士兵再度对他们发动偷袭。对他们来说，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虽然成功砍杀了一批匈奴士兵，但远处庄严矗立的京城依旧没有半点损伤。辅助系职业者在队伍中来回奔波，为受伤的考生们进行恢复。各大队队长重新聚集在队伍前方，紧盯着停在不远处的典韦和虎豹骑队伍。我的天，这支队伍实在太夸张了！确定他们是副本 NPC 吗？不是 NPC， 是我哥们的召唤物啊！站在边缘的高正喊了一句。众人扭头看去，脸上露出鄙夷的目光。兄弟，吹牛也不带这样大吹的。是啊，还你的好兄弟，我还说是我爹的召唤物呢。有个人目光狡黠地望向高正。还你兄弟的召唤物，我用洞察术看了，那些召唤物等级全都是20级。你不会说你兄弟是以20级的等级参加高考的吧？是啊，高正理所当然道。噗嗤，周边的人都笑了起来。连海会省最高等级考生都只有17级，你哥们还20级参加高考。你真要有这么厉害的哥们，我们这些人还考什么考？找个厂上班得了。退一万步，这要是召唤物，为什么边上都没看见召唤师？吹牛吹大发了。众人你一句我一句，把高正对得哑口无言。在一旁的顾夏略有些同情地看着他。苏晨的各种事迹实在太离谱，大家不相信才是正常的。在众人嘲笑高正之际，大队长出口打断了他们。你说是你好哥们的召唤物，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交涉。你负责讲解我们的工程计划，看看他更加中意哪一条。大队长将一份图纸交给高正，脸上露出信任的光芒。这下众人不在明面上的嘲笑，而是在背地里幸灾乐祸。虽然典韦算是救了场，但是他那些恐怖的杀敌手段着实吓到了众人，这让大家对典韦产生了忌惮，都不太敢上前交涉。现在突然冒出个愣头青想装逼，那正好就让他试试谁啊！高正迟疑地接下图纸，脸上肌肉不断抽搐。其实他也有点害怕典韦，但现在他要不去就坐实了自己是在吹牛。我也可以去。顾夏开口道。高正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没想到高冷大小姐这么讲义气。390名精锐虎豹骑兵整齐排列在戈壁滩上。典韦翻下战马，远远地向城墙看去。没有第一时间进攻的原因是他刚刚使用技能将士兵增加到了390名，现在正在等待技能冷却完毕，以免进城后有什么变故。正在他遥望之际，一个交涉小队走了上来。小队有10几人，带头的是2名大队长，之后就是高正、顾夏以及一些中队长。2个大队长带领众人走到典韦面前，恭敬地开口：您好，我们是第11大队和第14大队的考生，刚刚战斗，承蒙您的帮助。大队长说完，典韦没有回话，只是居高临下地望着他。即便有戈壁上的大风存在，众人依旧感受到了死一般沉寂的感觉。那个，我们有队员向您讲解一下工程事宜，看看您更倾向于哪个。大队长及时抽身，将高正给顶了上去。高正紧了紧喉咙，缓缓走到典韦身前。他扯出个笑脸，对典韦招了招手。Hello， 您还记得我吗？我是苏晨的好兄弟啊。典韦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了高正一番。不认识，滚！高正石化在原地。旁边众人把这辈子难过的事都想了一遍，才堪堪忍住没笑。这哥们嘴真硬，现在牛皮终于吹破了。高正生无可恋地退回人群，把图纸交到了其他人手上。后续又陆续上去几个男性职业者，想要给典韦讲解工程计划，但都无功而返。典韦的脸色越来越严肃，众人已经隐隐感觉到有杀气浮现了。很多人都开始萌生退意，但他们又不能轻易退走。不说服这名 NPC， 他们攻打城池就会十分艰难。危急时刻，顾夏接过图纸走了上去。他刚走出人群没几步，众人察觉周边的杀气突然消失，抬头一看，刚刚眉头紧锁的典韦此刻眉眼舒展，脸上挂着如春风般温暖的笑容。第87章升级神兵。我起了，一锤秒了怎么说？顾夏没想到典韦对自己的态度竟然还不错。记得跟苏晨下副本的时候，他还说自己红颜祸水来着。没有过度纠结，顾夏牢记自己上前的使命。他摊开工程计划的图纸，上面规划了3个工程方案。第一种是两侧派遣大量人员佯攻吸引火力，
再派主力攻打城门。第二种是先掩护一批刺客职业者来到城下，等他们登城阻挠攻守后全线攻城。第三种是火力对轰，把战线向前修，利用远程职业者消耗敌军攻守，然后攻城。顾夏将3种方案娓娓道来，典韦在一旁微笑着点头。围观的队长们也觉得有戏，在他们看来，这官方 NPC 显然对3条计划都十分满意。要知道，高考可不会出现没用的条件，这官方 NPC 除了关键时刻给予帮助外，肯定还带有考核的任务。他对计划十分满意，就意味着他们这些计划设计者可以加分了。您觉得怎么样？顾夏讲解完3条计划，开口询问。典韦郑重的点头，不错，很漂亮。围观队长们喜笑颜开，这是夸赞他们计划做得漂亮。那您的选择是？顾夏再问。还有的选。典韦眼睛一亮。众人神情一致，怎么感觉这 NPC 和他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啊？顾夏把图纸举高，遮住了自己的脸。这3条工程计划。典韦眉头一皱，一把扯过图纸看了2眼，随即撇在地上。什么垃圾？工程还需要计划？众人愕然，脑子像被锤子狠狠砸了一下。与此同时，典韦召唤士兵的技能冷却完毕，以后飞鸽联系。典韦给顾夏比了个手势，随即大手一挥，一股浓烈杀气重新涌了出来。众将，随我冲锋！震天吼声之中，典韦带领虎豹骑直接冲了出去。周边的队长们都傻眼了，这是个什么事儿？怎么二话不说就要杀出去了？官方 NPC 这么虎的吗？他竟然直接冲正面，这怎么可能啊？就算冲过去也没用，根本打不开城门啊！这场考试不是战术考核吗？怎么 NPC 无脑冲啊？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中，典韦带领虎豹骑直冲向京城东城门。一进入敌军攻击范围，漫天的箭矢立刻如暴雨般射了过来。典韦单手执绳，单手取出战戟，不断挥舞打飞箭矢。身后的虎豹骑则直接取出盾牌抵挡远程攻击。凭借着骑兵的高机动性，敌军刚射出第5波箭矢，典韦就带领士兵来到了城门口。二话不说，他直接取出破城锤，对着城门狠狠砸去。轰！一锤下去，虽然响声奇大，但是城门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典韦嗯了一声，卯足力气再抡一锤砸去。轰的一声，簌簌灰尘落下，城门依旧损伤不大。切近典韦视角的苏晨扶额叹气：“叫你虎，这下遇上硬茬了吧？”京城考点打的是集群攻城战，一个考点拥有上万名考生。为了避免考生轻易就能破城，城门的防御属性肯定被调得很高。典韦的属性固然强悍，但还没强悍到能轻易突破为成千上万人设计的城门。苏晨意念闪动，正好就来试试碎片商城的新项目，是否消耗5枚碎片升级武将典韦的武器破城锤。面板弹出提醒，苏晨选择是。一道蓝色光芒亮起，背包中的5枚玉玺碎片消失不见。远在陇西郡路线的典韦还在对着城门抡锤。众队长见典韦突破受阻，正准备组织人员支援，下一秒，典韦手中的破城锤泛起光芒，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漆黑的破城锤被蓝色光晕包围，由锤柄开始进行升级。武器升级成功，破城锤、紫金锤、紫金锤，稀有级武器。重锤出击，被动，提升单位 20% 力量属性值。攻坚利器，被动，对防御器械造成的伤害值翻5倍。成功获得新技能惊雷通天锤。惊雷通天锤持有紫金锤时才能使用，消耗精神力为紫金锤充能，下一次攻击将造成4倍力量属性的伤害，同时在10米范围内制造毁灭冲击，对所有单位造成同等伤害，并且附带5秒眩晕，对所有非生物单位造成10倍力量属性的伤害。升级完毕，原本的破城锤褪去黑漆，整体变成了亮银色，亮银中间布满裂纹，其中紫金色光芒不断闪烁。典韦看着手中新获得的紫金锤，神情立马振奋了起来。他当即退后2步，运转全身力量，挥舞巨锤，惊雷通天锤。启用技能，暗紫色的光芒从锤柄暴涌而出，汇聚于锤头。锤头上的裂纹仿佛活了过来，一张一合的呼吸。暗紫色光芒不断汇聚膨胀，在达到最顶峰时，典韦对准城门猛地砸出，光芒暴涨的紫金锤如彗星般砸向木质城门。6000点的力量属性经过 20% 加成来到7200点，再经过攻城利器5倍加成来到36000点，最后是惊雷通天锤的砸击伤害提升4倍，一锤造成18万点伤害。砰！一阵如雷鸣般的闷响传出，随后汇聚在锤头的紫色光球破碎，一道紫金光芒向4面8方震荡而出，对城门造成第2次伤害。毁灭冲击，18万的伤害再次翻10倍，来到180万点。轰！宛如山崩的惊天巨响传出，
高达10几米的巨型城门不断滋生出裂纹，裂纹越来越长，越来越大。随后砰的一声，城门连带着其上的城楼一起垮塌，漫天灰尘扑面而来，伴随着巨物垮塌的哀嚎。杀！典韦怒吼着，带领虎豹骑杀入城墙，留下城外陷入疯狂的烤声。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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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人就把城墙打破了，这是什么恐怖的战力啊！太帅了，太爽了，终于不用攻城了。呜，他一锤子直接把我打湿了。不过我们才是考生吧？为什么 NPC 把城门打破了呀？而且他怎么一锤子就砸破了？这合理吗？这科学吗？感觉是阅卷老师觉得我们太菜，直接下场帮忙考试了。山呼海啸之中，几名队长站在远处，眼神充满了迷茫。他们几万人鏖战了几个小时，都没造成什么有效伤害。这 NPC 撩完妹，然后哼哧哼哧跑过去，一锤子就把城墙打爆了。难道不是要考核他们的战术水平吗？为什么变成了 NPC 表演秀啊？喂！第87章重磅炸弹，3项传说及装备入场。帝都高考审查组战术分析室内一片死寂，众人看着屏幕里已经化作废墟的京城城门发呆。典韦刚刚那一锤不仅砸在城门上，还砸在了他们的心巴上。卧槽！有人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但这次没有人觉得奇怪，就连魏征也没觉得不妥，因为他们此时的心情只能用这2个字来表达：这可是我们设计的能抵御万人攻城的城墙啊！他一锤子打爆了，这苏晨的武将也太 bug 了，根本就不讲道理啊！太变态了，一锤子直接把我打湿了。哪里湿了？魏征看着屏幕连连摇头，太夸张了，太恐怖了！一锤破墙，这究竟是什么恐怖的伤害？而且那名武将的武器很显然进行过一次升级，肯定是苏晨在远处使用了某种道具，亦或是什么职业技能。这点让魏征更觉得有些恐怖。究竟是怎样的召唤师才能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对召唤物进行操控？他见过级别最高最强大召唤师的操控距离也不过10公里，而苏晨竟然能隔着几百公里操控召唤物，给召唤物升级武器。这职业的边界究竟在哪？陇西郡的难点就在于攻打城门，城门被破之后的战斗就难度骤减。城墙内，典韦让虎豹骑杀入城中和守军对抗，自身则直接杀上城墙。城墙上那些脆皮弓箭手在典韦面前宛如一张张薄纸，一个巴掌就能拍得脑浆迸溅。典韦拎着双戟在城墙上疯狂杀戮，他根本不砍头，而是直接砍腰，一戟过去拦腰斩断，内脏飞溅。典韦沿着城墙一路杀去，双戟杀人，巨锤砸物，遇到单个敌人直接一巴掌拍死，大批敌人则取双戟开无双，遇到较高的城楼时则用紫金锤直接摧毁，宛如魔神将士，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在典韦疯狂屠杀的同时，苏晨这边也到达了第3个村庄考点。赵云带领120名白马一从，直接杀入村庄，两路同时开杀，经验疯狂地向苏晨涌来，摧毁关键节点，经验加5387，击杀12级魔化匈奴游骑兵，经验加478，击杀13级魔化匈奴工兵，经验加511，击杀13级魔化匈奴游骑兵，经验加578，击杀13级魔化匈奴工兵，经验加632，击杀14级魔化匈奴游骑勇士，经验加3663，击杀13级魔化匈奴工兵，经验加532，击杀14级魔化匈奴游骑勇士，经验加3563，经验条飞速增长，以这样的速度下去，连22级都有突破的可能。这就是玄经万里的强大之处，能够多线程进行刷级。随着以后武将的增多，经验和等级对他来说将不再是问题。苏晨找了个角落，一边观战一边分析刚刚典韦获得的武器。新升级的紫金锤威力把苏晨也震撼到了。他没想到经过多层伤害叠加，紫金锤竟然能直接轰爆城门。虽然对生物单位造成不了这么高的伤害，但也很夸张了。除了威力之外，苏晨也大概知道了这武器升级的大致方向。这个项目对每个武将都是独立的。帮典韦升级过战锤后，要再给他升级战戟就需要10枚碎片，但是要给赵云升级长枪不受典韦影响，也是从5枚碎片开始。而且这个升级很大程度上是适配武将的升级，并且还会提供相应的技能。原本苏晨以为5枚玉玺碎片不会给武将带来多大的提升，但看完典韦的表现，他心中浮现起一句话：筒子出品必为精品。典韦和赵云隔着几百公里同时开杀，源源不断的经验涌向苏晨。除了他们2位，苏晨还查看了霍去病那条路线。好家伙，这一看直接把苏晨吓到了。霍去病已经带兵跨过了近1000公里，而且看他的行军过程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偏离主路线，这简直就是人形 GPS。
好在这条路线很长，不然苏晨感觉霍去病这个点都已经通关了。黄沙漫漫，戈壁连天，太阳逐渐落下，整片大漠被染成火红色，像一片沸腾的海洋。赵云这边率先结束战斗，典韦那边也即将接近尾声。两人这波屠戮下来，直接让苏晨21级的经验条到达一半。这个世界上恐怕难再有人能达到他这种升级速度了。在太阳即将落下时，一条副本信息显示在所有人的面板上。第一阶段副本考核已结束，考点即将关闭，请考生们尽快找到最近的补给点度过夜晚。第一阶段副本考核已结束，考点即将关闭，请考生们尽快找到最近的补给点度过夜晚。第一阶段副本考核已结束，连续显示了3次，看来是十分重要的信息。苏晨没想到高考考核竟然还分阶段，夜晚还会提供补给点给学生们休息。他本人是不太需要休息的，毕竟他也没怎么花费力气。不过夜晚连考点也会关闭，这意味着不会再产生魔物。没有魔物的话，去补给点休息一下也不是不行。苏晨调出地图，果然看见考点陆陆续续在消失，路线周围则涌现出一个个临时补给点。关闭面板，苏晨直接骑上赵云出发。帝都高考审查组，屏幕上的战士逐渐停息，而评分团成员们却没有休息。和战斗一样，寻找补给点、扎营休息也是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高强度战斗之间扎营休息、快速恢复，是职业者必备的职业素养之一。以后无论是大副本，或者是各种绝地、前线战场，甚至深渊的探险，都是需要进行长时间长距离跋涉的，不是1、2天就能够出来的。进行长时间战斗时，休息恢复能力和战斗能力一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加重要。除了休息之外，让考生们聚集在一起，还可以促进战术交流，考验他们的学习能力和信息汲取能力。补给点会随机生成在考生周围，尽可能让所有考生均等分散在各个补给点。狼居胥路线好像出错误了。一名技术员道，有一个补给点竟然生成在1000公里外的难后山附近。1000公里，这错误也太离谱了吧！不知道什么毛病，现在最远的考生才到180公里，怎么会在1000公里生成一个？魏征皱了皱眉，副本这么庞大的系统出现些错误很正常。如果是300、400公里，他还会检查一下，1000公里就可以断定是出错了。无视掉这条信息，他对操纵员挥了挥手。信息编辑怎么样了？到点准备发送，10分钟内解决。操纵员道。魏征点了点头，重新望向屏幕。过了今晚就是副本第2阶段。第2阶段除了魔物升级外，还会投入3个重磅炸弹，3个传说级装备。传说级装备说是国宝级资源也不为过，没有人会不想获得这3项顶级装备。这3枚炸弹一投入，考生们面对的将不只是魔物的进攻，还有同伴间的分崩离析。第88章，传说级装备的威力，全员恶人。苏晨来到离自己最近的补给点，补给点和荒野的露营地很像，都是由帐篷组成的临时住所。入夜后，戈壁滩上的风仿佛掺了刀片般无比锋利。补给点周围已经停放了很多车，有些人已经提前到达。帐篷是在补给点处领取，然后自己选择搭建地点的。搭建的地点很有讲究，要选择背风、土地结构好的地段。如果缺少相关经验，在如此大风情况下，很容易被风刮跑。呼啦！一顶立在宽阔地带的帐篷被大风摧毁，残骸向着苏晨奔来。哇呀呀！我们的帐篷！一个尖锐女声大喊，随即一群大老爷们争先恐后的追赶起来。兄弟，来一下！苏晨一个侧身闪开，烂帐篷头也不回的滚入黑夜之中。他可以召唤赵云拦住帐篷，不过没必要，那顶帐篷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哇去！这点小忙都不帮。从苏晨身边跑过的男生纷纷向苏晨投来幽怨的眼神。苏晨头也没转，径直走向露营区。补给点并没有单双人帐篷，都是多人帐篷，看样子是要以一个小队的名义领取。苏晨没有和任何人组队，如果没人让他进帐篷，就只能睡睡袋了。睡袋也不是不行，主要是风沙和噪音太大。喂，你为什么不帮忙啊？一个目测身高不超过1.5米的小土豆站在苏晨面前，他单手叉腰，另一只手释放防风屏障的同时，指着苏晨，语气一副理所应当。又是哪里来的大小姐？苏晨照常无视，目光锁定一顶藏在巨石后面的帐篷。喂，你有没有礼貌啊？我在跟你说话呢。见苏晨头也没转的走过去，女孩双手叉腰，气的在原地跳起来。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坏人，我安可心记住你了。你以后……苏晨拉开防尘布走进帐篷，把杂音隔绝在身后。今天那些白马骑什么来头？有点奇怪啊。大家都说是副本 NPC， 但我觉得行为路径又像有人在操控。有独立人格的 NPC， 反正不可能是考生。
其实我今天遇到一个。苏晨拉帘而入，谈话声戛然而止，恰好被打断说话的纪伯达脸色大变，竟然是他！他刚刚还想说自己早上遇见了一个召唤物气势很猛的人，和纪伯达的惊愕不同，帐篷内其余10几号人的眼神十分平淡。这晚上没100也有50个胡乱闯进来的人，不过这些人往往看见帐篷内的阵势就不敢继续待下去了。帐篷内坐的全都是定襄郡路线上的大队长，这阵势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众人平静望着苏晨，等着他自己退出去。可出乎众人意料的是，这人似乎没意识到他们的身份，环顾一圈后竟然开口询问：“还有空位吗？”苏晨道。众队长有些惊讶，这小子这么没眼力见，见这种场合不怵的人，要么大场面见多了，要么就是人有点傻。人群中的纪伯达愣愣望着苏晨，对味儿了。见苏晨好像没弄清这是什么场合，为首的安学阳咳了2声。他是海会省拿下全国状元呼声最高的人，是热门中的热门。他的职业是召唤类稀有职业，被称为最接近传说级职业的存在——海洋使者。同学，空位倒是还有，只是我们晚上会商讨一些战术情报什么的，可能会影响到你休息。很官方的婉拒说辞，正常人听到这句话就要退了。苏晨点了点头，没事。说罢，他直接扯出个睡袋，在众人惊愕、茫然、不可置信的眼神中扑在地上坐了下去。啊！纪伯达见苏晨的操作，惊出一身冷汗。要是安学阳继续施压的话，恐怕那名恐怖武将又要出来了。虽然他不知道苏晨的具体实力如何，但典韦的气势还是让他心有余悸。见苏晨不听劝，安学阳也只能暗叹一口气。在考试副本里，一举一动都被监视，这时候发作不太好。小插曲一过，安学阳起了个头，众人重新开始讨论。除了副本交流之外，众人讨论的话题一半都是关于白马旗。纪伯达一直在查看苏晨的脸色，他觉得白马旗很有可能是苏晨的召唤物，因为几名武将的风格很类似。不过观察了很久，苏晨永远都是一副扑克脸，这让他又逐渐否定了心中的猜测。白马旗实力那么恐怖，如果是考生召唤出来的话，岂不是要逆天了？苏晨坐在角落，调出大地图，查看典韦和霍去病的位置。霍去病很早就按指令到达补给点，而典韦虽然慢，但也在往补给点赶去。就在查看面板的时候，副本提示声忽然响起：全国职业者高考考核副本，风狼居胥。第2阶段，燎原星火，大汉王朝对单于的攻势进入第2阶段，各大匈奴王族加入战斗，战火铺满整片大漠。第2阶段为进阶阶段，此阶段魔物等级获得大量提升，且会触发大规模 BOSS 战，请考生们谨慎应对。成功击败各路线的 BOSS， 除了大量经验之外，还会获得3项传说级装备。获得传说级装备的考生，如果成功通关，就将永久获得该装备。3项传说级装备概述如下：技能型传说级道具，拥有大幅度提升召唤物实力的装备；成长型传说级铠甲，一件拥有无限成长能力的铠甲；持有型传说级武器，附带传说级技能的武器。请各位考生关注团队配合、战术执行，尽可能发挥出自身实力。祝考试顺利！帝都教育部宣：3项传说级装备。看完信息之后，苏晨眼中差点喷出金光。传说级装备几乎可以说是国宝级装备了，在国际上都可以被称为战略性资源。高考副本竟然直接给，而且还给3个，一条路线一个，那运气好的话，岂不是3个装备可以一起拿下？兴奋之余，苏晨还特意抬头看了眼其他人，之间其他人的眼神也全都陷入了狂热之中。这可是传说级装备，无论是谁都想获得的神器。众人眼神在短暂狂热之后，马上又回归平静。帐篷里讨论声不在，取而代之是死一般的沉寂。这条消息的出现让所有人都成为了敌人。第90章，你敢给我就敢要。帝都高考审查组看着屏幕中直接疯狂的考生们，评分成员们也议论起来。不愧是传说级，这3个字眼放在哪里都是重磅级炸弹。国家这次真是下了血本，竟然直接出3个传说级装备吗？没看到是要通关才能获得吗？高考历史上就从来没有人通关，更别说这次还是战争副本。是啊，通关是不可能通关了，只求这些学生们能体验一把手握神器的感觉。靠，为什么我不是考生，我也想体验一次使用神器的感觉。魏征静静站在一旁，将考生们听见这条消息的表现收入眼底。3把神器只不过是噱头罢了，国家不可能真的把传说级武器交给初出茅庐的学生。神器也只是考核中的一环，而且是最重要对人性的考验。随着级别越来越高，武器就会变得越来越稀缺。有时候10几号人费尽心力打完副本，最终 BOSS 却只会爆出一把神器。10几个人都付出了努力，最终获利的却只有1人。无论事前签过多少条约，无论之前是多好的朋友，在看见神器出现的那一刻，人性中的贪欲
会喷薄而出。稀有、至尊级武器都会引起百人大战，更别说传说级武器了。这项考核考的就是学生们在面对巨大诱惑时的心理反应。如果为了一己私欲对同伴进行攻击，就会遭受到严重的扣分处理。为了尽可能引诱出心中的贪欲，帝国特意调动3项传说级武器来进行考核。帝国费这么大功夫的原因，不是想要看到更好的节目效果，而是想要放大众人的反应，对他们进行细致分析。这项考核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帝国永远的痛。15年前，一个80级超巨型通道诞生在海会省省会。事出紧急，帝国直接派出了当时最强大的4名传说级职业者。4名传说级职业者一同发力，很快打穿通道，让周边的异常状况逐渐消失。不过他们击败了魔物，却没有击败自己的内心。4人因为传说级魔物分为2队，大打出手，最终直接导致1名传说级职业者陨落。2名夺得了神器的职业者叛逃帝国，直接加入了邻国组织。这次事件让帝国付出了3名传说级职业者的代价，国力瞬间滑落至第2梯队。所以，为了杜绝类似惨剧再次发生，帝国特意在高考考核中增加了一环，准备在学生时代就揪出心态有问题的人，想办法进行调整或者直接放弃。魏征盯着屏幕，眼神中满是期待的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些考生们会带给他们惊喜还是惊吓？魏将军，第1阶段排名计算完毕，是否发送？操纵员将一份排行榜递到魏征手上，上面是第1阶段各路线的前100名排名情况。其中定襄郡路线毫无疑问是苏晨，而另外2条路线都是海会省的考生。召唤物杀敌的积分同样累计在召唤师身上，所以苏晨的得分是3条线路相加。发布。魏征大致扫过后说道：江东省省厅会议室，省内所有行政高层和军部高层都坐在一起，在他们面前的屏幕上即将显示出第1阶段的排名。那小子真有你说的那么强吗？江东省省长道。张云飞坐在侧面缓缓点头。苏晨同学绝对会是我们江东省的荣耀。既然张部长这么笃定，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省长笑着喝了口茶，房间内其他高层干部也都将信将疑的陪笑。他们不是不希望江东省好，只不过江东省各级资源几乎都排在中下档，现在突然横空出现一个碾压全国考生的天才，让他们一时间很难相信。张云飞没有多说，他知道苏晨会像模拟考试一样，用成绩狠狠打他们这些不相信人的脸。嗡，屏幕一闪，3条荧光色排行榜出现，在定襄郡路线下，苏晨的名字赫然排在第1位。好好好！省长放下茶杯，激动地拍起掌来。身边的高层干部们也瞪大着眼睛，鼓起掌。真拿下第1了！我江东省竟然出了此等天才！张云飞早已经习惯了苏晨的震撼，微笑着在一旁鼓掌。陇西郡路线考生人数6万人，狼居胥路线考生人数3万人，定襄郡拥有整整7万人。苏晨在人数最多的一条路线脱颖而出，当真是英雄少年。省长不由得赞叹起来。如果不是分了3条路线，而是16万人一起，我相信苏晨也还是能够拿下第1。张云飞适时道：好好好好好！省长满面春光，希望苏晨能够一举夺魁，为我们江东拿回第1个全国状元。能培养出一个传说级或者说国家级强者的话，对一个省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耀。除了荣耀，对一个省的发展更是有着数不清的好处。现在苏晨无疑成为了整个江东省高层的期待。海会省某豪华酒店，怎么定襄郡路线被人抢了头名？海会省省长看着超级大屏道，不应该啊，中间的定襄郡可是安学阳，我们的最强考生。边上人道，问题不大，这才第1阶段，算这人运气好，后面安学阳会追回来的。是的，另外2条路线都拿下了第1，今年我们的状元又稳了。听完周边人的分析，省长这才点了点头道，现在就怕这些小子会受到传说级武器的影响。哈哈，不会的。有人开口，我们海会省出去都是名门望族，从小就眼界广，见识多，传说级武器对我们的影响绝对是最小的，对其他那些土包子影响才是最大，那就看他们表现了。省长缓缓道。夜幕降临，苏晨没有选择入睡，而是打坐冥想。京城那边会出现敌军偷袭，补给点就也有可能。有3把传说级武器出现后，苏晨有些被懒的心重新谨慎起来。不管其背后的目的如何，这3把传说级武器他想要全部拿下。想要拿下这3件装备，就一定要全力以赴。这可是传说级装备，随便1件就能让人逆天改命，更不用说是3件。这一次他绝对会全力以赴。既然你敢给，我就敢要。